大商朝镇北侯府新房内，木床的咯吱声终于是停了下来。成了我的女人，你总算满意了吧？告诉你舅舅，答应他的我已经做到了。既然娶了你，以后你就老实做我们赵家妇，至于其他的，就不要奢望了。大公子，表小姐又吐血了，请您快过去看看。小珍迅速穿衣离去，秦婉仍扛着，这尼玛太尴尬了，他竟然穿越了。可是你说这穿越就穿越吧，为什么是在洞房的时候啊？还是在大白天？好在他穿过来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结束了，新房里的女子已经不是从前的人了，换成了现代大四机械学院的学生秦婉。平时也是喜欢独来独往的，沉迷于小制作，喜欢借用教室的机器自己制作武器模型玩。受父亲的影响，更是个军事迷。原主也叫秦婉，是个孤女，一直住在舅舅家。舅舅常年在外打仗，因此秦婉和舅母刘氏一起生活。刘氏对秦婉并不好，只有李国柱在家的时候，刘氏才会做做样子，对原主好一些。5天前，原主舅舅李国柱回来，说是给原主找了个婆家，还是镇北侯府的大公子，就这么匆忙地嫁进了镇北侯府。可是新婚夜，原主是一个人度过的。新郎官跑去了表妹的房间，陪了吐血的表妹一夜。3日回门的时候，原主的舅舅叫来了懂人事的婆子，给原主验身，发现原主还是完璧之身。李国柱当时的脸就冷了下来，单独和新郎官聊了一会儿。原主被新郎官气愤地带回了府中，就这么青天白日的洞房呢。秦婉现在想来，原主或许是羞愤死的。切，除了是长得不错，这其他方面是真的差啊！我先苟几天吧，看看赵家能不能待。这若是不行的话，那我便跑路。大少夫人，奴婢可以进来吗？进来吧。走进来2个小丫鬟。奴婢彩环见过大少夫人。奴婢彩萍见过大少夫人。大少夫人，以后奴婢就是您的丫鬟了。大少夫人，奴婢也是。好，你们把房间收拾一下，另外给我准备热水，我要沐浴。秦婉努力搜罗原主的记忆。原主嫁进来3天，除了新郎官，其他长辈都没有见到。新婚夜独守空房，第2日也没有人叫他去敬茶。原主这时才成亲，就成了弃妇。秦婉仔细地思索当前的处境，还要小心行事才行。哎呀，大少夫人真是太可怜了。谁说不是呢？谁不知道大公子爱慕表小姐？是啊，侯夫人又是表小姐的姑母，这可是实打实的亲戚啊！我看大少夫人有苦头吃了呢。你听说了吧？侯夫人本就不满意侯爷的决定，夫人想把表小姐嫁给大少爷呢，谁料结果变成这样。我若是大少夫人，有个参战舅舅啊，就和大少爷和离，再找个更好的人家，可不在侯府受气。你这死丫头，真是口无遮拦，什么话都说。哎，咱们快走吧，可别让大少夫人听到。哎呀，这戏演的也太假了吧！这么一出，不用想都知道是谁的手笔啊！看来表姑娘的段位不高啊。不过若是那赵真娶了她表妹，这属于近亲结婚。哼，生出个傻子，那可就好玩了。和离目前是不能和离的，她现在是一个弱女子，出去了很可能会遭遇不测。在她防身的武器没有造出来之前，她是不会挪窝的。表妹怎么又吐血了？表小姐整日伤心，郁郁寡欢，本就瘦弱的身子就要更差了。赵真皱着眉头没再说话，步子却加快了。怡然院，小姐啊，大公子已然成亲，正妻位子没了，大公子的心你一定要抓住了呀。宋妈妈放心，我晓得怎么做。听到大踏步的脚步声，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霎时间眼中就蓄满了泪水，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血帕放好。柔儿，你怎么样了？表哥。赵真的眉头更深了，表妹每次这么喊她，都让她很不适应，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你们都下去吧。是，大公子。大夫来看过吗？宋芷柔伸出手想拉赵真的袖子，但是被赵真躲开了。表哥，你是不是娶了表嫂就忘了我了？表妹多心了。表哥，可是我听说你们圆房了。赵真想到他被迫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心里暗怒，但想到刚才的旖旎，又有些不自然。表哥，你爱上了秦氏？怎么会啊，他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罢了，你想多了。表哥，你不完整了，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柔儿，你又咳血了。就让我死了吧，心也就不会这么痛了。把府医请来。大公子，奴婢这就去请大夫。柔儿，
李参将曾经救了父亲一命，这次他拿恩情说事，要两家联姻，侯府不能不答应。况且这是父亲的决定，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利。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再碰那秦氏分毫。表哥，你说的可是真的？赵真轻轻地嗯了一声。表哥，你要记得你说的话，不要骗我。你放心。表姐，你怎么样了？我没事，还是老样子。大哥，你都娶了新嫂子，还来表姐这儿，不是让她伤心吗？很快，府医就来了，给宋芷柔把脉看病，最后只开了几副汤药，也就告辞了。大公子，侯爷有事找你。好，我知道了。父亲，你来，我和你有事交代。是，父亲。赵冕看着两人离开，握着的拳头松了又紧，紧了又松。听说你和秦氏圆房了？是，父亲。那是你正妻，表面的尊敬给她，至于喜欢哪个妾室就纳进来，就是你娘的侄女。你若是真喜欢，就让你娘找个好日子。好，孩儿都听爹的。不过秦氏那边你也不能冷落了，他舅舅他虽然才是个参将，但是深得齐王看重，而朝中的兵部又被齐王把持着，有了这门姻亲，咱们镇北侯也能缓口气。儿子明白。行了，不说这事了，你这2天先去准备准备，到时候去军营待着。父亲，可是北面的胡人又有了动作。胡人这段日子动作频繁，咱们要做好准备。是，父亲。孩儿知道了。你二弟年纪也不小了，他也想去军营。我今天试了一下那小子的功夫，不弱。二弟有父亲亲自教导，自是不错。这次你离开，你让老二跟你一起走，到时候你多照看点他。是，父亲。彩华，看来是真的饿了。这赵家也太不地道了吧！这有时候竟然没有叫我吃饭，难道是锁上了？秦婉又用力推了几下，门还是打不开。赵家欺人太甚，我今儿还就必须得吃上这口饭了呢。秦婉来到墙头，算了一下高度，然后后退几步，一个助跑，想要翻上墙头。谁料墙有点高，秦婉没有爬上去。他在院子里四处寻摸了一下，终于在角落中找到了一根竹竿。你摸够了没有？你是谁啊？萧景睿看着没有自觉下去的女人，双手一松。你这人，你松手也不说一声。秦婉慢慢的爬了起来，揉着屁股，对着男人的背影问候了几句他的祖宗。这人难道是个丑八怪？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啊？秦婉不再管面具男，扶着腰，一步一步的向光亮那边走去。侯府春晖园，秦氏怎么没来用餐呢？侯爷，那秦氏是个胆小的，性子温吞，我看他那样，就让他在自己的院子用了。去，派人过去给秦氏送消息，让他来正院来一起用餐。大郎马上就要去军营了，加上今日二弟家和三弟家的都在，一起用餐热闹。站住，不必去了。秦氏的饭菜我已经派人送过去了，现在恐怕他已经吃完了，今日就算了吧。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请了。好了，大家开饭吧。赵真听到他娘给秦婉送饭过去，就不管了。有个红衣女鬼！这人谁呀？我也没见过，一身红真有点吓人。侯夫人，是那秦氏，不是让你们把她锁起来吗？怎么让她跑出来了？奴婢也不知道，不过那院子是落了锁的。赵真这个时候也认出了眼前的女人，她站起来向秦婉走过去。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还有，你怎么披头散发的，成何体统？我饿了，想要吃饭。秦氏，你的规矩呢？我叫秦婉，你可以叫我名字啊，你不要秦氏的喊我。赵真听到秦婉这么说，头一次正眼看秦婉，她突然觉得眼前的女人有些不一样了。好，秦婉，你怎么来主院了？饿了，想要吃饭。大哥，大嫂肚子饿了。来人，给大少夫人看座。过来吧，一起用餐。老大媳妇，你出来之前怎么没有梳洗一番呢？我自己不会盘饭啊，出来的时候就散了呀。哦，没有伺候的丫鬟吗？怎么还需要你自己动手呢？新房里面一个丫鬟都没有，我出来的时候门还是锁着的。我以前一天没有吃饭了。秦氏，你不要胡说八道，若是大门锁了，你是如何出来的？是啊，老大媳妇儿，我们侯府的院门可是高得很呢，你又怎么能翻得出来？开饭前明明已经跟你送饭过去了，怕不是你看这天黑大公子没回房，就出来寻人来了？啊，是，
婆婆教训的是，儿媳知错了。老大媳妇儿，我这不是……三爷不满地瞪了一眼多话的媳妇儿。秦婉，这位才是母亲，那是三婶。是我认错人了。刚才三婶的语气像是母亲的口吻，我还以为三婶是咱们娘呢，怪不得呢。我还想着咱娘怎么这么年轻。说起来，我嫁入赵家已经是有几日，还没给父亲母亲敬茶，这不人都认错了，实在是失礼啊。镇北侯也有些尴尬，这事儿是他们赵家失礼在先。好了，都不要再说了。吃过饭之后，老大媳妇就去敬茶。侯夫人不大乐意，她觉得只要没喝那杯茶，就不算承认秦氏的身份，所以才这么不清不楚地关着秦婉。罢了，事情已经成了定局，再想其他的法子。她是婆婆，有的是法子整治秦婉。饭后，秦婉给镇北侯和侯夫人都敬了一杯茶，同时也收到了2个红包。谢父亲母亲。好，起来吧，我帮你收着。这女人怎么那么厚脸皮？秦婉拿过赵真的红包，就知道差距了，因为她的那一份要比自己的厚。秦婉当面就把侯夫人送她的那一份打开了，看到上面只是5两的面额时，母亲真是疼我，给了我5两之多呢。屋子里的众人都默不作声了，侯夫人的脸都僵了。有哪个新媳妇儿不是回房悄悄打开的？她倒是好，当面就给拆开了。徐嬷嬷，这红包你是不是搞错了？大少夫人，这是老奴弄错了。没关系，我俩也不少了呢。徐嬷嬷，还不把我准备的100两的红包拿过来？是，夫人，老奴这就去。赵真，你要送我回去啊？秦婉，我和你说过，成了我的人就安心的当赵家妇，至于其他的，你就不要奢望了。你嫁进来也有几天了，想必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我有心悦之人。哦，你心悦的人是你表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好，我知道了。你就没别的要说的？你送我回去吧，我不认识路。这女人真是……我是你媳妇儿，我每个月的月银是多少？不知道。说完，不管秦婉，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走这么快干什么？怎么又突然停下来了？你的性子从前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刚成亲的那天，你吓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秦婉打量赵真的时候，赵真也在仔细地看秦婉。午时回来的时候，她是带着怒气强要了秦氏。当时她只想着完成任务，还有发泄她不满的情绪，因此并没有仔细地端详她的新娘子。现在这么看秦婉，竟然觉得秦婉长得还不错。想到下午的旖旎，赵真急忙打住自己危险的思想。好了，前面就是了，你顺着这条路走就行。说完这话之后，就快步离开了。奇奇怪怪的。赵真急匆匆地去了书房，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刚才看着秦婉的嘴巴的时候，她有一种冲动，想要亲上去的冲动。赵真觉得她还是尽快去军营才好，到了军营她就踏实了。赵真没有睡在新房的消息很快就被传到了春晖堂。侯夫人知道儿子和儿媳妇儿没有睡在一起，很满意。徐嬷嬷，明天一早就让秦氏来我这里立规矩。是，夫人。夫人，听那刘婆子说，大公子和大少夫人2人在回去的路上竟然亲到了一块儿。什么？亲到了一起？是，刘婆子亲眼看到的，2人在小道处凑一起亲了好长时间呢。大郎他糊涂啊！他不是喜欢柔儿吗？怎么才娶了那秦氏就被迷了眼了？夫人，大公子刚刚开荤，对男女之事正好奇着呢，这时候可不就稀罕秦氏？哼，男人还真是都是那副臭德行。明天你去看看柔儿好一些没有？要是能起来床，就让他来见我。是，夫人。该死！春莎，你都亲眼看到的。宋妈妈，大公子和大少夫人在路上，2人停下之后，身子凑得极近，脸对脸好久。虽然光线是暗了，但2人应该……好了，不用再说了。行了，你先下去吧啊。是，宋妈妈。小姐呀，依奴婢看，兴许是春山看错了。怎么说？小姐，老奴也算是看着大公子长大的。大公子这人是个冷漠的人，外人很难走进他内心。他和秦氏才成亲，势必不会轻易动情的。是，表哥这人也是很难哄的。宋妈妈，春山是不是说表哥没有留宿婚房？是，小姐，大公子按秦氏自己回的新房。秦婉，哼，别想和我争。宋妈妈，明日你就去公母的院子，告诉公母我愿意做表哥的妾。哎，好，老奴明日就过去。翌日，秦婉正睡得香甜，就听到外面的拍门声。来了！
你有什么事吗？见过大少夫人，传侯夫人的命令，让大少夫人前去请安。你确定要这个时间点去请安？大少夫人请吧，可不能让夫人久等。那你等等吧，我换个衣服过来。大少夫人快着些。秦婉这次离开，也把自己的全部家当带上了。当然了，她的钱最多的就是昨日请安得到的红包。秦婉来到主院之后，蔡婆子就离开了。婆婆，婆婆，婆婆，你起来了吗？起来了吗，婆婆？侯夫人睡得正迷糊。夏荷，你瞧瞧是怎么回事？谁在院子里喧哗？夫人，奴婢听着像是大少夫人的声音。告诉她别喊了，安静一些。既然你不让我睡，我也不让你消停。互相伤害谁不会啊？大少夫人，夫人还没睡醒，请不要在院中喧哗。母亲还没睡醒啊！哎呦，怪我了，打扰了母亲的清梦。原本我也是不会这么早来的，是蔡婆子天没亮就去拍门，说是母亲让我来请安，我还以为母亲已经起来了呢。看来是蔡婆子办事不力啊！大少夫人，还请安静的在院中等候。说完，不等秦婉反应，返回了内室。秦婉有些生气，这是一个小丫鬟都能给她没脸了，她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没有硬气的底气，府中没有她的人，若是和这些人动粗，说不定她这小命没准还真能栽在这深宅大院中。不过她也不会一直受人宰割，假以时日，等她武器准备好就不怕了。那秦氏在外面罚站吗？不要给她送椅子。夫人，大少夫人去了前厅，现在已经吃上糕点了。什么？真是个粗鄙的丫头，一点规矩都不懂。一个泥腿子的外甥女，能是什么好货色？父母早亡，说不准就是那秦氏刻的。如今竟然这么不懂规矩，真是白瞎了我的大郎。哎，我真是命苦啊！夫人慎言，大少夫人就在前厅，仔细听还是能听到夫人的话的。秦婉确实听到了侯夫人的话，侯夫人只是讽刺几句，秦婉又不会少块肉，她自然是不在乎的。大少夫人，夫人请您去内间伺候。好。秦婉进来之后，就看到了正在梳妆的侯夫人。老大媳妇，你来了。母亲安。老大媳妇，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你已是成了亲的妇人，怎么能如此打扮？母亲家训的是，只是院里的丫鬟消失了，从昨天下午之后就没有见到人。不管怎么样，你以后要注意你的仪容仪表。是母亲，儿媳记下了。母亲这个妆容格外好看，若是不说您是母亲，还以为您是儿媳的姐姐呢。还是个口蜜腹剑的。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春娟，你也给大少夫人梳一个好看的发髻吧。是，夫人。大少夫人，请坐在这边。秦婉也没有推辞，很快春娟就给秦婉盘好了发髻。徐嬷嬷，把我的首饰盒子拿过来。徐嬷嬷一愣，夫人这是想干什么？难道要送大少夫人珠钗首饰？怎么短短时间，侯夫人又不针对大少夫人了？春娟，这几个给她戴头上。春娟把珠钗给秦婉插上。母亲，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好看？母亲，这个珠钗真漂亮，是送给我了吗？侯夫人想起来了，这个儿媳妇儿她是要为难的，她要多为侄女儿着想，但是东西已经给秦氏带上了。多谢母亲赏赐，我真的很喜欢。出息！秦婉不管侯夫人说什么，最终是她得到了实惠。夫人可以用膳了。秦氏，你过来伺候我用膳。母亲，你可以叫我秦婉。哼，少废话。侯爷过来用膳吗？下人传来消息，侯爷在肃七院用了，那就不管他。秦氏，你来帮我布菜。布菜？是要给您夹菜吗？大少夫人，你要先站起来，站在侯夫人身边，然后用公筷伺候夫人用餐。夫人吃完了，你才可以吃。你妈，古人玩的挺花的啊，用个筷子夹菜自己都干不了吗？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秦婉选了一些自己不爱吃的菜，快速的给侯夫人夹到餐盘中。秦婉忙完，又自顾自的坐下，开始吃剩下的饭菜。大少夫人啊，侯夫人不爱吃白菜，怎么能夹这么多白菜给夫人呢？我也不爱吃白菜啊。母亲多吃蔬菜好，利于健康，还能补充维生素。那你怎么不吃？我看你肉吃得很欢呢。我年轻我不怕，我可以多吃肉的。这是一点食欲都没了，为什么要把这人叫来伺候我？我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最后呢，秦婉是被赶走的，因为她把热汤又洒在了侯夫人的大腿根上，让侯夫人彻底没了耐心，只得了一个字：滚。秦婉自知闯祸了，同时也吃了7、8分饱，就急忙的告退了。徐嬷嬷，吩咐蔡婆子以后不要去翠玉轩叫人了，也不用秦氏每日来请安了。是，夫人。秦婉离开了主院春晖堂，就溜溜达达的往自己的院子走。路过一个小花园的时候，就看到了2名穿着盔甲的人。秦婉的眼睛一亮，铁，她看到了很多铁。哎，等等我！
秦婉，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在这里？赵真，早啊！你竟然直呼我的名字！你不是叫赵真吗？我这么喊你有什么不对吗？总之，不能直接叫我的名字。那你想让我喊你相公？不用了，还是叫我名字吧。行，以后咱们都叫名字。赵真，你这身衣服真好看，能给我一套吗？秦婉，你是不是傻？我这是盔甲，要去战场上穿的，珍贵得很，还给你一套，你可真敢想。赵真，你要是没有盔甲的话，给我一块铁也行。秦婉，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该不会不知道，在大商朝铁是受限制的，需要用铁，还需要官府备案吗？是这样吗？我还真不知道，我就是看你们穿的很威风，也想要一件。哎，这手感真好，一看就是好铁。秦婉，你的规矩呢？还有，这是大白天，别乱摸。你误会了，我是单纯觉得你盔甲很好，有些羡慕，没别的意思，真的。行了，赶紧回自己的院子去。我今天就要去军营了，不要出来找我。你自己待在院子里，没事少出来，也不要去母亲的院子，她不喜欢你。还真不是。快回去吧。秦婉的脸爆红，她刚才真的没有想要勾引赵真的意思，她只是单纯的觉得那铁好。表姐，你为什么要给大哥当妾呢？嫁给我不好吗？我也喜欢你啊。有八卦。但是想到是别人的隐私，秦婉加快了离开的脚步。三弟，我只把你当弟弟的。别叫我三弟，你还没成我嫂子呢。表弟，你不要胡闹。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看到你。去。秦婉在转弯的时候想快速离开，没想到和跑出来的赵荣碰了个正着。你躲在这里偷听干什么？我可没有偷听啊，路就在这儿，谁让你告白不找个隐蔽的地方？你当我是傻子吗？我看得清清楚楚，怪不得大哥不喜欢你，就你这做派，大哥喜欢你才怪了。三弟，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大嫂吧？见到我不仅不打招呼，还对我大呼小叫的。你们侯府的公子就是这一副做派吗？礼仪规矩全无，我今天还真的是领教了。芷柔见过表嫂。表妹不必多礼，表嫂果真如传闻中的那样，生了一副好相貌。表妹过誉了。嫁进来的第一天就听说侯府有个表小姐，长得甚是美貌。今日一见，表妹果然是绝色天香啊！表嫂这么夸我，我怎么敢当？表嫂，都是我的身子不争气，才打扰了表哥和表嫂的新婚宴。芷柔在这里给表嫂赔不是了，希望你不要生表哥的气，他真的是太担心我了。你妈！这女人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这是赤裸裸的打脸来了。不过表嫂请放心，我和表哥清清白白，我们什么也没做。表妹不用解释，我明白。明白什么？他不应该嫉妒我吗？表哥心里只有我，新婚夜也能来陪我，他不应该一脸伤心落寞吗？为什么还笑得出来？赵真一看就是生瓜蛋子，其实他那功夫不好。哈，我就不信你不介意。嘿嘿。宋芷柔一开始脸上爆红，随后是生气。赵荣刚开始见两人互相恭维，就觉得假得很。可是刚刚他听到了什么？床上功夫不好，说的是他英明神武的大哥，这是他能听的吗？大嫂，表姐，我还有事，先走了。就这样，还敢在姐面前嚣张？三弟还真是有趣，跑得像是后面有狗在追他一样。表嫂，我和赵荣有些误会，他小孩心性，你别介意啊。不会，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表嫂慢走。徐嬷嬷，你说那秦氏是想干什么呀？为什么买了铁锤回来呀？这奴才也想不通呀。你说他是不是不满意我这么快给大郎纳妾，买个锤子对付我吧？不可能，夫人不用担心，大少夫人应该是没那么大的胆子。不行，徐嬷嬷，你再派2个婆子去翠玉轩照顾，顺便盯着点她的动静。是，夫人。另外，再去下人那边选2个粗壮的婆子来我的院子守着。是，夫人，奴婢这就去安排。行了，你快去吧。徐嬷嬷离开之后，侯夫人开始反思自己了。侯夫人突然觉得拿不住秦婉的脑回路，害怕她突然给她一下子，毕竟她的命可比秦婉的值钱。夏荷，夏荷，来，夫人，奴婢在。夏荷，你亲自去把这个月的月银给秦氏送过去。是，夫人。对了，再多送2匹锦缎给她，让她做2身新衣服。翌日，秦婉神清气爽的起来了。王婆子，你力气大，搬砖的活就交给你啦。赵婆子，你人缘好，你和王婆子呢一起去要一些青砖回来，大概也就3000多块砖头左右吧。大少夫人，你要砖头干什么？是啊，大少夫人，在侯府没有侯夫人的允许，是不能轻易搭建小厨房的。放心，我不是要建造小厨房，我做别的用。大少夫人，那也不行，你要做什么必须说的。若是侯夫人不允许，你是不能改造翠玉轩的。好，我知道了。
我先去禀明母亲。姑母，表哥真的回不来吗？芷柔，时间太不巧了，你姑父说在边境发现了胡人的踪迹，大郎带兵出去搜寻了。姑母，是不是姑父不同意我进门，才找了这个借口？芷柔，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胡人来袭是大事，怎可玩笑？姑母，我不是有意的，就是我觉得姑父不喜欢我，我害怕他不允许我进门。芷柔，你放心，你姑父是同意你给大郎当妾的。夫人，大少夫人求见，就说我不在，让他改日再来。母亲，母亲，儿媳来见你啦。这该死的讨债鬼！行了，让他进来吧。是。秦婉走近之后，见到了宋芷柔。原来宋表妹在这儿，怪不得母亲不想见我。表妹怎么了？难道是大喜的日子要到了，高兴的哭了？秦氏，你来是有什么事啊？母亲，我想要在院里搭个棚子，想母亲同意。棚子？为什么盖棚子？翠玉轩就你一个主子，那么多空房间呢，你换着住都够了，为什么盖新的？表嫂该不会是想要建造个小厨房吧？秦氏，你是想要小厨房吗？不是的，我想要在棚子里盖个炉子。有了炉子，不就是为了小厨房准备的吗？毕竟炉子造好了，再有个锅，那就可以做吃食了。哦，表妹提醒我了，有了炉子，我儿也可以煮点东西吃。不行，我不同意。母亲若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同意将宋姑娘给赵真当妾。母亲若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同意将宋姑娘给赵真当妾。秦氏，你说什么？你不同意大郎纳妾？母亲若是不同意我搭棚子，我就不同意相公纳妾。秦氏，你清楚你是什么身份，还不同意？我是他娘，我还做不了主了。是啊，表嫂，表哥娶不娶我，哪里轮到你来质疑？再说，我和表哥情投意合，若不是你从中间插了一脚，我早就是表哥的妻子了。再说了，这个家里都是姑母做主，哪里轮到表嫂发号施令？况且表哥以后就是侯府世子，那以后后院的女人可就多了。表嫂怎么能如此善妒，想独占表哥不成？难道表嫂从前在家的时候没人教表嫂规矩吗？哎呀，我差点忘了，表嫂是个孤儿，规矩差点也在所难免。表妹说错了，若是没有我，你也成不了赵真的正妻。你况且娶这个词表妹用不了，我如今是赵真的正妻，娶妻纳妾，在你身上要用纳。表妹说的不错，我是孤儿，规矩是差了点，可表妹父母双全，可整日想的就是自荐枕席，宋家的规矩我也算是领教了。你全都住嘴！秦氏，我是大郎的母亲，他后院多少人我都能做主，你若是如此善妒，我们侯府可以休了你。休我不行，但我可以和赵真和离。侯夫人愣住了，她竟然舍得大郎。秦婉，你说的可是真的，话一出口不能反悔。不反悔，但是侯府要给我一些补偿，毕竟我从前是黄花大闺女，现在成了妇人，侯府要给我经济补偿。你要多少补偿？你们在吵什么？侯爷怎么这时候回来了？你说你想和离？说是侯府容不下我，我可以和赵真和离。我们夫妻一场成亲不过半个月，侯府若是休了我，对我名声有碍，我可以接受和离，但是我不能接受休妻。胡闹！谁说要休你了？秦婉的目光扫向侯夫人，死丫头，这是把战火往她这里引啊！侯爷，没有的事，我没有说要休了秦氏。姑父，是表嫂看不上表哥，闹着要和表哥和离的。既然他瞧不上表哥，您就答应他吧。镇北侯就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宋芷柔。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争吵？秦氏想在院子里搭建个棚子做小厨房，我不同意，他就说不允许大郎纳妾。你母亲说的可对。是的，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要在院子里搭个棚子，没有别的要求。行了，这事我准了，以后别说和离的事了。谢谢爹。行了，你回去吧。秦婉一点都不恋战，于是快步的走出去了。老先生，那莲弩真是你做的？回大人，那是客人来铺子预定的，他提供了弓弩的图纸，小人根据图纸所造。预定的人是谁？在你们那边留下姓名了？回大人，那人自称是镇北侯府的大少夫人。那图纸是他画的？这小老儿就不清楚了。莲弩，以后你们店铺不允许私自打造，明白吗？大公子放心吧，小老儿以后都不会再做莲弩售卖。行了，你回去吧。秦婉还算聪明。大哥，进来。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回侯府啊？走吧。赵真很想知道秦婉哪里知道如此精妙的武器，更想知道她要武器干什么。春彩，表哥到哪儿了？表小姐，大公子一回府就被侯爷叫走了。也对，姑父见表哥很正常，等表哥处理完正事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来看我的。我离开府中这些天，府中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公子不用担心，表姑娘的身体很好，你离开府中的第二天，她就能去给侯夫人请安了。这小子什么意思？难道他是在说表妹装病吗？赵真拿不准小安子是不是有意的，不过他在军中确实是问过军医，也听说女子若是总吐血，那多半是病入膏肓之症。可是表妹的病情如此反复，已经好些年头了。赵真想到小时候她嫌弃表妹太缠人，对她就很不耐烦。
后来母亲说表妹身子不好，不能如此对表妹，她这才忍着脾气和表妹相处。时间久了，倒是也处出了感情来了。还有，侯夫人定好了日子，本打算6月18那日给大公子和表姑娘准备婚礼，谁料临近日子联系不到大公子，只能把日期推迟了。少夫人那边就没有什么消息？大少夫人每日都把自己关到院子里不出来，这20多天就一直闷在院子里。哦，对了，府中的下人都传大少夫人整日在院子里打铁，奴才并没有去看过。以后把注意力多放在翠玉轩，明白吗？谁知道大公子你的心意变了呢？听明白了吗？重点关注翠玉轩的动静，尽量也不要让她和柔儿起冲突。大公子放心，大少夫人和表姑娘已经见过了，两人都是客客气气的，况且大少夫人也不是善妒的。前些日子侯夫人大张旗鼓的给大公子和表小姐准备婚礼，大少夫人连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我要纳妾，秦氏一点反应都没有。没反应啊，大少夫人还是该干嘛干嘛。怎么没轻没重的？行了，不吵了，把衣服拿过来吧。小安子觉得奇怪，她觉得赵真今天有点难伺候。大公子要去依然院吗？去翠玉轩看看。到了翠玉轩，竟然扑了一个空，因为秦婉出门了。赵真没有进内室，而是被院子中的小棚子吸引了。这是什么？奴婢也不知道呀，这是大少夫人的小玩具，她每日乐此不疲的哐哐砸着。大少夫人在这儿可以从早上待到晚上，而且她还不允许我们动这里的东西。这秦氏真的越来越可疑了。这个秦氏到底是不是李国柱的外甥女？你怎么来了？你今天出门了？出去了一趟。这里是什么？秦婉躲了一下，谁料赵真的手很快，直接就把箱子拿走了。好精巧的莲弩啊！赵真发现这个和军营中的不一样，要小一些，更适合女子用。你还给我！你们在干什么？秦婉趁着赵真不注意，一个跳起，把莲弩抢到了手中。把莲弩给我。这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给你？你每日都在侯府，要莲弩做什么？赵真，你管得太多了。表哥，你回来了，怎么没来看我？表哥，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府里的日子我有多想你。你们若是有事可以离开再谈，不要在我的院子里黏黏糊糊的。表哥，咱们走吧，柔儿有话和你说。好。说完就率先往院外走去，宋芷柔立刻小跑的追了上去。秦婉在两人出了院门之后，1秒都没有犹豫，就把大门给关上了。赵真很气愤，难道他是洪水猛兽吗？表哥，你等等我。之后的日子，秦婉的生活没有变，她每天还是待在院子里敲敲打打的。秦氏还是每天都不出门吗？是的，大公子，奴才亲自去听了，到了翠玉轩附近就能听到动静。那他知道我纳妾的日子了吗？大公子，大少夫人好像不大在乎这事儿。那院门虽然整日都关着，但每日还有丫鬟去大厨房的，想必大少夫人知道2日后就是您的好日子。你派人去说一声，告诉他我后天纳妾。对了，说的时候不要告诉他是我交代的，要装作不经意的透露出去，明白吗？赵真看小安子傻呆呆的，不耐烦的道：听清了吗？听清了，我这就派人去办。你亲自去办。好，奴才亲自去。大公子，属下回来了。怎么样？可查到了秦氏的底细？大公子，据属下所查，府中的大少夫人正是李国柱的外甥女，画像已经给人看过，没有错。那秦氏从前的性子如何？李家人对她怎么样？大公子，大少夫人在李家也是寄人篱下，李参将常年在外，他的妻子刘氏只有在李参将回来的时候对大少夫人好些，平日大少夫人几乎是丫鬟的存在，因此大少夫人的性子沉静，平日很少说话。那李国柱就不知道他的遭遇？刘氏这人擅长做表面功夫，李参将或许并不清楚，况且李参将也需要刘氏的父亲帮忙。至于大少夫人的亲生父母，属下也查到了，他的父亲叫秦远林，秦远林和秦远山2兄弟从前经营了一间铁匠铺，8年前因为战乱，秦远林2兄弟都死了，大少夫人被李参将接到了李家生活，现在那个铁匠铺是秦远山的2个儿子经营。怪不得呢，打铁还真是家学渊源。还有其他消息吗？听说李参将提出联姻的时候，刘氏当初不同意大少夫人，他想把娘家的侄女嫁给大公子，只是李参将没有同意。赵真想到如今的兵部刘大人，他觉得父亲若是知道是这个人选，他或许愿意接受。除了这个还有吗？没有了。行了，这事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是，大公子。若是侯爷问起来，其他的都可以说，就是刘氏侄女的事情，没必要透露。是，大公子，属下记住了。翠玉轩，秦婉因为有了收获，她的心情很不错。之前的子弹都成了残次品，现在终于做成功了5颗，她非常宝贝。这具身体真的是太弱了，看来以后得要多锻炼才行啊。彩华，午饭取回来没有？大少夫人，彩华还没回来，奴婢出去看看吧。行，那你快去催催她，我有些饿了。是，奴婢这就去。很快，彩萍和彩环就走了进来。大少夫人等久了吧？我今天在路上耽搁了。遇到什么事情了？
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小安子，他莫名其妙的强调大公子后天就要纳妾了，这事咱们早就知道了，他还特意强调，真是奇怪。小安子是谁啊？小安子是大公子身边的小厮。行了，不必管了。今天都有什么菜啊？大少夫人，今天还有鱼汤呢，老鲜了。这一路回来，我闻着这香味儿就想快点回来，谁料还是被小安子耽搁了。秦婉也喜欢喝鱼汤，她拿过一勺喝一口尝尝鲜，谁料才一进口，胃部就一阵翻涌。大少夫人，这鱼汤味道不好吗？怎么吐了？这鱼汤不好喝，太腥了。你们要是能喝就全带走吧。彩萍试了一口。不行啊，很好喝啊！三人在房间里的动静全部都被王婆子听到了，脚步匆匆的离开了翠玉轩。什么怀孕？你说的可是真的？真的，王婆子，这不是开玩笑啊，可不要骗我们。据我所知，大少夫人并没请大夫。是啊，她要是怀孕了，应该会告诉表哥和姑母。大少夫人自己并不清楚她怀孕了，我也是今天验证过才确定的。今天大少夫人吐了好些酸水，加上她没有来月事，奴婢有90%的把握。王婆婆，谢您特意来告诉我这个消息，但我希望你这个消息不要再告诉其他人，明白吗？表小姐放心，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嘴严了。好了，你下去吧。人走以后，宋妈妈焦急道：小姐，大少夫人的肚子不能留呀。当然不能让她生下孩子。宋妈妈，你靠近一点。两人嘀嘀咕咕好一会儿。好，奴婢这就安排人办。记住，这事不能让姑母和表哥知道，也不能找侯府的下人做，明白吗？小姐放心，奴婢晓得了。好了，你去办吧。秦婉并不知道她又被盯上了，她下午的时候又开始制作子弹，成品只有5颗，真的是太少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间，躺到床上的时候，她还是觉得疲惫。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只有1次而已啊！看来我得要找个机会看看大夫了。大少夫人，晚饭取回来了。我今天不饿，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大少夫人是不是病了呀？要不要奴婢去禀告给侯夫人，请个大夫来给大少夫人看看？不用了，赵真要纳妾，府中都要为她忙着，现在恐怕没有人有时间去搭理我。彩萍诧异地看着秦婉，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也没那么难猜啊。表姑娘是赵真的心上人，后天就是2人的婚礼，府中的人都忙着呢。至于院子里的几个丫鬟，她们没有离开，不过是为了盯着她罢了。她嫁进侯府本来就是一个交易，等她能够自保了之后，她就会逃出这个牢笼。府中会有很多宾客，那打赏也不会少。从明天起，你们不必闷在院子里，也出去帮帮忙，这样还能讨点赏。谢大少夫人。你们把这个消息告诉赵婆子和王婆子一声，尤其是王婆子，她从前在大厨房做事，现在过去啊，正好能够帮得上忙。是大少夫人。小丫鬟都离开之后，秦婉看看桌上的饭菜，她一筷子都没有动。若是她真的怀孕了，那么在侯府，秦婉觉得她或许是活不到安全生产，也或许会被去母留子。秦婉想到这些，就吓出了一身冷汗。秦婉正睡得迷糊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摸她的脸，她猛地睁开眼。秦氏那边就一点动静没有？有动静，我上午去院外听了，还能听到砰砰的打铁声。赵真很郁闷，她不相信秦婉对她纳妾无动于衷，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她确实是不在意她纳不纳妾。大公子，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啊？不用跟过来。秦婉正睡得迷糊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摸她的脸，她猛地睁开眼，发现床头坐了一个男人。她快速地从枕头底下抽出匕首。是我，赵真。这么晚了，你来我房间干什么？你喝酒了？喝了。秦婉想也没想，伸出脚，一脚就踹了过去。你喝多了就赶紧回去睡觉吧啊！来我这儿发什么酒疯？你就是这么对你夫君的？秦婉羞窘，这狗男人在挠她的脚心。你放开！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哎呀！赵真放开了秦婉的脚，开始抚摸秦婉的大腿，身体也逐渐靠近。赵真，你喝多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知道。赵真，我是秦婉，我不是宋芷柔。我纳妾，你就一点想法也没有？你不是喜欢宋芷柔吗？赵真很想说，那你就这么大度，但是他没有问出口，继续手上的动作。赵真，你冷静一点，明天就是你和宋芷柔大喜的日子，你忍一忍。你放心，不用你提醒，我知道你是谁。秦婉有点害怕了，这怎么提起宋芷柔都不好使了？这个渣男太无耻了。秦婉开始挣扎起来，双腿也开始乱踢，一下子就踹在了床架上，床和茶几相撞，发出了声响。屋子里的响动让起夜的王婆子听到。你放开我！哎呀，你不要脱我衣服呀你！大少夫人，大少夫人，王姐姐，这咋回事啊？大少夫人房间好像有个男人。都滚开，回去睡觉。嗨，还真是邪门了，不是不在乎大少夫人吗？怎么半夜又来了？门外的4人全部都快速的离开。赵真的脸凑近秦婉的时候，一股酒气袭来，
秦婉再也忍不住了，推开赵真的脸，一下子就吐到了赵真的胸口上。你竟然吐了！秦婉，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秦婉想解释，但话到了嘴边没有解释。赵真看秦婉一句话都不说，还在干呕，更生气了。秦婉，我赵真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秦婉，今天你这么拒绝我，以后别想我进你的门。翌日，赵真起来之后，脸色还是臭臭的。大郎穿这身衣服才对，才有个新郎官的样子。大郎啊，你这是纳妾，不是娶亲，穿着大红色不妥。大郎穿这身才好呢，成亲的日子不得喜庆一点？住口！什么成亲呢？不过是纳妾，就算不看秦氏面子，也要对李参将顾忌几分。我穿什么样，秦氏也不会在意。今天我就穿这一身。哎，算了，你自己有决定就好。行了，大郎，你快去接人吧。母亲，我走了。那客栈距离咱们侯府不远，你带着花轿在城里多转悠2圈再回来，明白吗？好。早就等候的赵荣脸色也很是难看，喜欢的表姐就要给大哥当小妾了，他这心里心酸的不得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大哥，你就一点都没看出来？看出什么？算了，没什么，咱们走吧。赵荣看着自家大哥，忍了忍，还是开口：大哥，你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表姐吗？赵真没有正面回答，喜欢吗？他不是太确定，但是他现在承认表妹比那个可恶的秦婉乖顺多了。问这个干什么？我就想知道表姐是不是因为你是未来的侯府世子才喜欢你的。赵真的脸更黑了，赵真一下子就想到了秦婉，那个女人讨厌她的亲近，竟然还吐了出来，真是奇耻大辱。现在弟弟又质疑表妹对他的感情，表妹当然是因为我这个人，才不是什么身份呢。他现在就要在表妹这里找回面子，给秦氏看呢。偏偏三弟这时候还说这话，难道他一点魅力都没有吗？他绝对不相信，一定是秦氏那个女人有眼无珠。大哥，你能给表姐幸福吧？说完，还特意的瞧了一下赵真的下半身。赵真一下就明白赵荣是什么意思了。你在怀疑我的能力？不是我说的，是大嫂说的。她当着表姐的面说你是个生瓜蛋子，床上的功夫还不行。秦婉真的这么说的？是的，我和表姐亲耳听到的。大哥，你若是身体有毛病，还是不要娶表姐了。闭嘴！我身体好的不得了，你不要听他胡说。赵荣可不大相信大嫂是胡说，毕竟大嫂也是当事人呢。但看到此时赵真像是要吃人一样，他也不敢挑衅呢。宋妈妈，表哥今日有点怪。大公子不知道怎么了，人一直都心不在焉的，脸上也没有笑模样。宋妈妈，你说表哥今日接亲时不是笑着的？大公子兴许是被什么事情给困住了吧，绝对不是因为成亲不高兴。表哥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他难道真的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宋妈妈说不好，其实她不觉得大公子对自家小姐情根深重，大公子只是习惯了表小姐的存在。小姐，大喜的日子可不能伤心，该不吉利了。宋妈妈说的对，大喜的日子我不能哭。这一等到了戌时，表小姐，不好了，大公子去军营了。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时候去军营？军营那边接到消息，胡人攻占了西乐县，侯爷和大公子全部都一起离开了。小姐，西乐县距离咱们这儿可是不远，这胡人突然出兵，咱们燕北城恐怕也危险了。不行，我得去找公母。秦婉并不知道前院的事，秦婉对赵真没有感情，她今天纳妾，伤心谈不上，但多少是有些别扭的。赵家这个漩涡，她不想趟，可是现在她离开赵家的话，她没有户籍文书，哪里都去不了。一时间，秦婉对自己的未来迷茫了起来。大少夫人，大少夫人，谁？大少夫人是奴婢彩环。彩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怎么没歇下？大少夫人，奴婢打听到侯爷和大公子都去了军营，听说胡人打到了西乐县。彩环，西乐县距离咱们这儿远吗？咱们燕北是府城，西乐就是下面的县城。我打听到三夫人和二夫人的院子都已经动起来了。这个时候收拾东西，应该是防患于未然吧。大少夫人，咱们也先收拾好东西，若是有消息传回来，咱们也能跑。侯夫人那边呢？有什么动静？侯夫人倒是很镇定，院子里静悄悄的。王婆子他们呢？你知道他们去了哪儿了吗？王婆婆和赵婆婆都回家了，他们知道了消息，都回去通知家人了。我是特意告诉大少夫人一声的，一会儿我也要回家的。彩环，多谢你啊。大少夫人也快点准备，等侯夫人那边的消息。哎，彩环，你等一等，我给你个东西。说完，秦婉就跑了回去，拿起一个匕首过来。彩环，这个匕首给你，防身用。谢谢大少夫人。彩环离开之后，秦婉的心有些不安。翌日，
秦婉醒来的很早，由于心里装着事，她睡得断断续续。今早，秦婉打算去主院请安，顺便问问具体的情况。大少夫人，你怎么还在府里啊？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哎呀，大少夫人，快逃命吧！胡人打进来了。胡人打进来了，母亲他们呢？夫人们昨晚悄悄地被人接了出去。哎呀，我们这些下人被侯府抛弃了。秦婉说不清是什么感受。大少夫人，快点跑吧，快点出城吧。说完，不管秦婉的反应，直接跑了。秦婉退回到了屋子里，把所有的家当都打包了起来，然后放到了房梁上，武器都背在身上。她不打算离开侯府，就算胡人来了，她也不走。打定主意之后，秦婉直接去了大厨房。她要看看能不能找到粮食，都藏起来。这一找，还真找到了不少好东西，当然也在侯府找到了一些碎银子和银票。秦婉能感受到侯夫人他们走得非常匆忙，这可就便宜了秦婉。秦婉刚把粮食藏好，就听到了远处的脚步声。秦婉立即拿出绳子，蹭蹭蹭地爬到了房梁上，躲了起来。房门被撞开，很快几个人在屋子中看了看，就骂骂咧咧地出来了。郎部大人，这里一看就是仆人住的，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走吧，咱们去别的院子搜一搜。是大人。城外，让你派人通知秦婉，你为什么没告诉他？你就算再恨他，也不能要了他的命啊！昨晚镇北侯匆忙集结军队，出了燕北城，大军在五峰县和敌人碰上了，双方正式交手。可是这么关键的时候，燕北知府听到了胡人大军压境，立即弃城逃跑了。赵祯知道了消息，立即派人回到侯府接人，先把亲人接出去。侯夫人接到消息之后，立即把贵重的物品收拾起来，田产、铺子等地契都放好。时间匆忙，侯夫人是让宋芷柔派人通知秦婉的。由于是晚上，还要带着亲近的丫鬟婆子，又不能被府中的其他下人发现，这走的就很匆忙。等到这时，侯夫人才意识到秦婉不在。姑母，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姑母，芷柔，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了？姑母，表哥他太在乎秦婉了，我不能再让他留在表哥身边。姑母，你一定要帮我，这件事不能让表哥知道。你胡说什么？大郎怎么会在乎秦氏？柔儿，不要因为秦氏占了正妻的位子，就编出这个瞎话来。姑母，芷柔怎么会骗你呢？表哥成亲之后的变化很大，恐怕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但是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了解他。还有前天晚上，表哥又去了秦婉的院子，他明明答应我以后都不近秦婉的身的，可是明明是和我成亲的前一天，表哥还是去找了那秦婉。你说的可是真的？姑母，我怎么会骗你呢？翠雨轩的丫鬟和婆子都看到了，两人在房里的动静很大。姑母，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柔儿，秦氏的事我会帮你遮掩，不告诉大郎。可有一点你要记住，大郎以后的后院不会只有你一个女人。姑母，柔儿，你是我的侄女，但我也要为大郎着想。哪个男人都是三妻四妾的，你也不能指望大郎只守着你一个人过活。姑母，芷柔记住了。那就好，姑母就盼着你能给大郎生个孩子呢。虽然你和大郎没有洞房，但等他把胡人都打出去，回来洞房也不迟啊。侯夫人见到宋芷柔这样，也不再揪着之前的事不放，成了定局的事，再说什么也是于事无补。落入胡人手里的秦氏，就算是救回来，这人侯府也不能要了。秦婉还不知道，她现在已经被侯夫人嫌弃上了。秦婉的打算是伪装成胡人，在燕北城生活。至于秦婉为什么不赶紧逃跑，是秦婉觉得现在在外面逃跑同样危险。她一个弱女子孤身上路，或许会被别人盯上，更何况她现在还怀孕了，跑也跑不远。秦婉在翠玉轩躲了2天，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她现在正对着镜子，把她那一头长发给剪了下来。勉强凑合看看吧。秦婉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听到了脚步声。她转过头去，就看到了2个胡人。没想到这里竟然还藏了一个女人。是啊，还是个狡猾的女人。要不是看到地上的头发，我还以为她是我们胡人呢。再狡猾也被咱们发现了。渣儿说的对，这女子容貌不错，咱们正好乐呵乐呵。今天便宜咱们了。秦婉的眼神立即就阴冷了起来，她拿起桌上的连弩，就向2人射了过去。渣儿，不要动啊，否则我就不客气了。你杀了渣儿，我要杀了你，替他报仇。秦婉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子弹快速飞出，直接打在了男人的脑门上。砰的一声，男人的身体瞬间倒地。姑母，咱们现在的速度太慢了，按照这个速度，很容易被胡人的队伍追上。侯夫人也是担心，只要胡人不来，咱们就是安全的。侯夫人曾经听镇北侯说过，这几年朝廷托了军饷和粮草不给北面，几乎是让他们镇北军自生自灭了。这些年，要不是镇北侯又划分出了平民和军户，军队的粮草怕是早就断了。突然，马车一阵晃动，燕北城，秦婉正在砌墙。秦婉毫不犹豫地把大门的这一面墙给堵上了。
用相同颜色的砖重新的砌了一堵墙，这样在侯府里一看，完全看不出来这里面还藏了一个院子。2个月后，秦婉就这么在燕北城活了下来。她现在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她打算出去买几个汉人的奴隶。秦婉当初杀了2个胡人，从他们的身上搜到了身份牌，知道了2人的身份。秦婉直接不客气地冒充了他们的亲人。她利用了这2个月的时间，快速地学了胡人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用胡人的话和城内的百姓交流了。秦婉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是因为她有一份手艺，她会打铁。秦婉自称是扎尔的妹妹，胡人长官也没有怀疑。很快秦婉就到了奴隶市场，不过要买人，她还想看看能不能遇到熟悉的人。都老实点。秦婉的脚步一顿，这个人她见过。这人卖吗？你能出多少钱？这些人总得要有价钱吧？你说说看，要是价钱合适我就买。这人5两银子。好，这个人我要了。付完银子之后，脏污的男人才跟着秦婉离开。走着走着，秦婉的眼睛微微眯起。他们怎么也在这儿？一个少年看到秦婉很激动，想开口就被旁边的妇人给按了下去。我想要个女仆，这个妇人不错，多少钱？姑娘，这是一家子呢，别只要这妇人呢。可是太多人了，我钱不够啊。这一家5口，2个半大孩子，我给当1个大人算。这样，你给我18两银子吧。好吧，那我就买了。那这是18两银子。哎，这买人真是太贵了，我这钱全部都花光了，以后粮食都没得买了。商贩听到了秦婉这么说，终于是不再说话了。秦婉带着6个人一起离开了。老大媳妇，真的是你！大嫂，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们怎么会在奴隶市场？你们不是一起走了吗？老大媳妇，我们当时不是要抛弃你的，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你不在路上。看到秦婉没开口，二夫人保证：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我要是撒谎了，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们都是听大伯母的消息突然离开的，我们家人在一辆马车上，也不知道大嫂没在。大嫂，你怪我吧？这事和你也没有关系，你也不要多想。二婶说这话我信，虽然我只见过二婶几面，也知道二婶是个明事理的人。老大媳妇，你就一直躲在这里，没出去。侯府那边怎么样了？侯府现在住着谁啊？他们怎么会让你住在这里？还有咱们刚才进来的地方，不是侯府的偏门。秦婉就把现在的情况跟几人说了一遍。现在就这样，你们几个的身份呢是我买回来的奴隶，为了不被发现，咱们都得要小心一点。隔壁也都住了人，咱们做事要小心些。二夫人连连点头，为了保住她的清白和女儿的清白，她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老大媳妇，二婶谢谢你，要不是你救了我们一家，我恐怕也活不长了。赵晴、赵毅，过来给你大嫂鞠躬。不用，二婶，你快带着弟妹都梳洗一下吧。还有院子的空屋子，还有你们看着呢，选着住吧。老大媳妇儿，那我们就回去了。二叔二婶，现在家里的东西不多，当初都被胡人搜刮走了，所以家中情况不能和从前比。老大媳妇，不用你多说，我明白的。秦婉想了想，又转身回到了房间，把从前买的衣服拿出来2身。二婶，这2身衣服你和赵晴穿吧。谢谢老大媳妇。谢谢大嫂。二房很快就离开了。原本赵荣也想走的，但是看到一个陌生脏污的男人，他又不动了。这个人是大嫂先买的奴隶，他可要帮着大嫂看着他。你是谢公子？你认识我？咱们见过一面。你是赵真的妻子？哎，你叫什么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你不是燕北城的本地人吧？我从小在燕北长大，都没见过你。我叫谢玉安，祖父是当朝太傅谢松青。太傅？你就是谢玉安，京城的3杰之首？恐怕以后就不是了。我记得你不是考上了状元吗？你又为什么出现在北地？原本我在翰林院做编修官，今年家父病逝了。赵荣明白了，这是亲人去世了，丁忧了。只是这小子也是够倒霉的了。那好，赵荣，你带着谢公子选个房间吧。好的，大嫂，谢赵夫人大救。秦婉摆摆手，然后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现在领回来了6个大活人，这粮食的需求一下子就提了上去，以后还得想想怎么赚钱。人怎么会丢？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大公子，不仅大少夫人不见了，在路上3公子和2房的老爷、2夫人都在路上丢了，失去了踪迹。行了，你下去吧，这事我知道了。赵真大概能猜得出秦婉的事，他觉得是母亲不喜欢秦婉，特意漏下了他。侯夫人还不知道呢，这一口口的大锅全部都扣在了他的身上。小安子，你去把景睿叫来。是，大公子。很快，萧景睿就走了进来。这是家信，你看看吧。萧景睿也没有客气，直接拿过了信，看了起来。赵荣丢了，胡安朝是怎么做事的？我怀疑3弟被胡人抓走了，还有一起失踪的二叔一家。除了找3弟和二叔之外，也派人找一下秦氏。母亲这次估计把他抛下了，他或许还在燕北城。赵真说到这里的时候，心又沉了沉。一个弱女子留在了被胡人攻占的城池，后果可想而知。赵真想到这里，不敢继续往下想下去了。若是秦氏还活着，不管他遭遇了什么，都要把人带回来。好，我记住了。行，那你收拾一下，在军中挑一些好手，跟你离开。是。
萧景睿离开之后，赵真一直关在屋子里，没有出去。他的心里很矛盾，又有些痛苦。她是他的妻，他没有保护好她。燕北城，我占了城中的铁匠铺，以后三弟和二叔两人要和我一起去干活。行，我今天就和你一起去。二叔不着急的，你们身上有伤，我去给你们抓几副药回来。阿婉，你看看能不能买到祛疤膏？晴儿头上的字，我想看看能不能去了。她带着这个字，恐怕以后就毁了。二婶，我去药铺问一问，不过这里的大夫没有咱们汉人的医术高，要想除去妹妹的伤，恐怕还得要咱们回到中原才行。阿婉，我明白，问问就行。你们也都别担心，胡人占不了燕北城多久，大哥会打回来的。秦晚吃完早饭之后，就一个人出门了，来到了铁匠铺。刚把门打开，就来了一个客人。老布大人您来了，快请进。听说你昨日买了些奴隶。这个铁匠铺就我一个人做，太累了，我想要买几个奴隶当帮手，我以后呢也能松快松快。大人，可是我买的人有问题，说是大人想要带走，那得要再给我银子才行啊。那6人可是花了我23两银子，大人你都不知道，他们身上还有伤，我买回去啊就后悔了呢。我现在还要给他们买药，又是一笔钱，我可真是亏大了。大人，要不然你给我换一些身体好、强壮的回来。扎心我没有带走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想着你一个弱女子带这么多汉人回去不放心，问问。朗布大人，我选那几个都是不会武功的，他们在我面前还不敢造次。过2天他们就来铁匠铺帮忙了，朗布大人你也可看看他们。看来是我多虑了，这就是扎尔的亲妹子，这性子都这么像。当初他拿过来的东西确实是扎尔的，因为那玉佩还是他赏赐给扎尔的呢。扎琴你的那个马蹄铁还有几副？朗布大人稍等，我这就帮你拿来。好。很快秦晚就抱着一个木匣子走了出来。大人都在这儿呢，就我一个人，速度要慢一些。扎琴这马蹄铁真是太好用了，给战马装上，把他们的脚磨损的都少了。四王子知道以后满意的很，就是你这么小的铺子，速度也慢，我想报你的名讳都不成啊。大人，马蹄铁怎么是我发明的？明明是大人发明的呀。扎琴你很不错。大人，我这店里以后都不会再出现此物。朗布见秦晚这么上道，满意了。大嫂，你中午怎么没回来啊？我都想出去找你了。是我劝着三郎，没让他出去，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出去不好。别担心，我在外面好着呢。我冒充了一个士兵的妹妹，她的长官对我很好，他们也都以为我是胡人。阿婉是个聪明的，想到了自保的法子。二婶，你把这个药给熬了，给大家给喝了吧，这些都是治疗外伤的。二婶，我去问了祛疤膏，药铺那边没有。这里的大夫是胡人，和咱们中原的大夫不一样。二婶，等以后咱们回了中原，找大夫去掉疤痕也是可以的。晴儿现在还小呢，以后还有机会。二叔、三弟，你们明天呢就和我去铁匠铺吧，上面知道我买了人，带你们出去给他们看看。大嫂，那些人怀疑了吗？没事，你和二叔都是文弱之人，也不会武功，没事的，不怕缠。在燕北城认识我和三郎的人不少，若是被胡人知道了我们的存在，恐怕会拿我们要挟大哥。二叔说的不错，这是个问题我从前忽略了。赵荣留下，我和你去吧。也行，你看着也挺文弱的，也不会功夫。这女人是不是在嫌弃我？大嫂，只有谢玉安一人行吗？先就这么办吧，实在不行呢，我就说你们没熬过去，死了。大嫂这是多不想我活呀，这话说的真轻松。我和三郎不能多露面，其他人倒是无妨。我们在燕北城多年，还是大哥的家人，就怕敌人那边有了我们的画像，到时候来抓我们，或者是有侯府从前的仇人，认出我们就不好了。糟糕了，这几个人还真不是一般的麻烦呀！这一刻，秦晚有点想退货了。爹，我想过了，咱们现在和敌军僵持，对我军十分不利。朝廷迟迟没有派出援军支持，恐怕是想让我们镇北军独立抗敌了。爹，朝中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北地他们就不打算要了吗？哼，如今圣上昏迷，晋王和齐王两人都把目光对到了太子的身上，兵部被齐王把持，太子势力都是文臣，太子恐怕斗不过齐王和晋王，往后的日子恐怕要乱了。爹，我听探子禀报，东突厥也在蠢蠢欲动，若是他们和鲜卑联合，那咱们可就被动。东突厥若是插手，恐怕要从定壤郡这边过来。李国柱率领的大军在雁门一带，应该能帮着咱们。赵真想到收到书信，咬了咬牙，还是说了出去。爹，娘那边来了信，送到了我这里，说秦氏丢了。丢了？怎么会丢了？你当初不是派兵去接人了吗？爹，我娘离开的时候，应该是没带上秦氏。蠢妇，蠢妇，简直愚不可及！不行不行，秦氏得快点找到，还有要对李国柱那边隐瞒，不要让他知道一点风声。爹，我已经派了表哥前去燕北城寻人。景睿稳妥，派他去可行？爹，除了秦氏，三弟和二叔一家也在路上失踪了，现在下落不明。镇北侯闭了闭眼，后悔已经晚了，当初就不该任由宋氏胡闹，若不是那场婚宴，
镇北侯想到这里，停止了后悔，于事无补的事，多想无益。大郎，你对现在的形势有什么好意见？爹，我想率领1000骑兵从安乐郡出发，从这边走，直接攻陷先辈的腹地。大郎，这事若是成功了，可解了当前的困局；若是失败了，你就……剩下的话，镇北侯没有说出口，两人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爹，当前只有这个法子，战事拖久了，对咱们镇北军不利。更何况，如今已经入秋了，正是秋收的时候，咱们在北方种的大片农田，不能便宜了胡人，还有军中将士的家属留在胡人的地盘，咱们要快些把那些百姓救出来。好样的，你想得很周到。爹，那我今天就去清点兵马，随我出征。燕北城，秦婉正在房中换衣服，二夫人就带着新做好的衣服走了进来。阿婉，你看看我给你做的礼衣，你喜不喜欢？二夫人看到秦婉的肚子，阿婉，你的肚子，你怀孕了？哎，有了宝宝。阿婉，你吃苦了。二夫人抱着秦婉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阿婉，你放心，这事我会帮你瞒着，咱们谎报一下月份，就说是大郎的，给孩子一个身份。二婶，这就是赵真的孩子。是大郎的孩子？当然，现在已经4个月了。4个月，算算日子，对得上，对得上。算着日子，你怀孕了，为什么没告诉大嫂啊？那时候母亲正在给赵真准备纳妾，府中也是忙碌，我也才怀孕1个多月，还没有来得及说，胡人就打了进来。是啊，大嫂那时候哪有心情管你呀？秦婉确实不大喜欢侯夫人，从前是对她无感，现在是更讨厌了几分。你说你这孩子怀孕这些日子还去铺子打铁，怎么行呢？二婶，孩子很乖的，我一点事都没有。那也不行，等到了5个月的时候，孩子就会疯长，到时候你出门了都注意些，更别说还打铁了。从今天以后，你老实一点，听我的话。好，听二婶的。不知道你怀孕了，这礼衣恐怕是穿不了了。我生产之后再穿也好。不行，我得把你怀孕的好消息告诉大家。二婶不用了吧？阿婉，你知不知道，就是你瞒着我们，我刚刚还怀疑你被人欺负了，怀疑这孩子是胡人的孩子呢。二婶，谢谢你啊。谢什么？阿婉，你现在和晴儿在我心里的地位是一样的。秦婉温柔地笑了出来。来到大商朝几个月，她第一次觉得不是那么寂寥。大家听好了，我有个事要宣布。二婶，是什么事儿这么隆重啊？娘，什么事啊？你们听好了，阿婉怀孕了，你们以后不能再让她打铁了。大嫂有宝宝了，真好。什么？大嫂怀孕了？大哥不在这儿，大嫂怎么能怀孕？说完，目光在院子里来回巡视。死小子，瞎看什么？赵荣急忙扭头，越过赵二叔，目光死死地定在谢玉安的身上。你看我干什么？你不问你大嫂怀孕几个月了吗？阿婉已经怀孕4个多月，在侯府的时候就发现了，那时候正逢大公子要纳妾，阿婉就没来得及禀报给大嫂。那太好了，大哥有后了，我要当叔叔了。嘿嘿。秦婉看着笑得傻乎乎的赵荣，突然觉得侯府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行了，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晚上做点肉菜，正好阿婉买了兔子回来。太好了，太好了，娘！赵南燕不管孩子们的欢呼，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拿起了剪刀，在铜镜面前也把自己的头发剪了。她走出来之后，吓了赵荣一跳。二叔，你的头发……换个装扮，以后我也去铺子，不能把家庭重担都压在你大嫂身上。二叔说的对，我也要变化一下了。于是赵荣也改变了发型。秦婉没有想到，只是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众人，就这么大的变化。不过这个变化她喜欢。朗布大人，今天是有什么需要吗？扎琴呐，我和你说个消息，到了秋收了，今年占了的良田。朗布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秦婉圆润的肚子。扎琴，你好像越来越胖了。朗布大人，我是怀孕了，所以才胖的。什么？你有了崽？是谁的？是他的。我看这人长得好看，就把他给睡了。被喜当爹的谢玉安傻眼了，他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赖在他身上呀？你动了扎琴妹子？他想说不是我，但是话到嘴边又改口了。大人，饶命，饶命！哎，朗布大人啊，不，咱们这么熟了，我就叫您朗布大哥吧啊。朗布大哥，不是他占了我便宜，是我看上的他，我把他睡了才我的崽。他一个小弱鸡，哪有我们草原儿郎鹦鹉？扎琴啊，你的眼光太差了。朗布大哥，我就喜欢这种细皮嫩肉的。行了，我走了。朗布大哥，哎，你之前来找我说什么秋收来着？是什么事情啊？你肚子都揣了崽，就不适合参加了。秦婉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等把人送走之后，秦婉的笑容也收了起来。你刚才怎么能那么说？对你的名节不利。是啊，大嫂，你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大哥的呢，你怎么能乱说？还有，你就应该穿得厚一点，就说你吃胖了，不要说你怀孕了。你是不是傻？你没看出那个朗布看上我了吗？啊，看上你？怎么会？然后忽然发现，忽略发型，这个大嫂长得还不错。不行，这燕北城不适合咱们再待着。若是能离开燕北城就好了，咱们可以去穗太城找大哥。若是离开这里，
就要找机会了。行了，现在先别想了，咱们晚上回去想办法。晚上，秦婉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现在我觉得再留在城中，或许不是好的选择。阿婉，那个胡人长官真的看上你了？他或许对我有那么点意思，但这不是我计划离开的目的。咱们不能一直猫在燕北城，一直受到胡人的压迫。老大媳妇说的对，咱们不能坐以待毙。都说出去哪有那么容易啊？咱们这些人哪有会功夫的人呢？都怪我过去要勤快一点，学点武功就好了。你现在说这个也是无济于事，还不如好好的计划一下。计划？你倒是拿出可行的计划呀！你们看一看，这是胡人每日巡查街道的时间表，还有，这是从咱们家到铁匠铺的防守部位图。咱们要想离开燕北城，首先就要不惊动这些人。若是这样，咱们想要出去，难如登天呢。还有，就算到了城门口，咱们也出不去，城墙那么高。是啊，咱们没有马车，还有孩子，阿婉又怀孕了，咱们跑能跑多远呢？二婶，你别急，我倒是有个主意。大嫂，你有什么法子？今天你们是不是也听到了那个朗布提到的秋收？听到了。大嫂，这有什么关系啊？你是说，咱们可以借着去田里收粮食的关卡混出城去？这是最有可能的法子。现在到了秋收季节，胡人占了燕北城，城外那些良田的粮食都是他们想要的。现在胡人大军还在和镇北军对敌，那么收粮的事一定会落到汉人的奴隶身上。老大媳妇说的对，咱们要想出城，就要抓住这个机会。那晴儿和叶儿怎么办？他们也能出去吗？娘，我不想和你分开。放心吧，我们要走也是一起走。叶儿和晴儿都不小了，是半个劳力。我明天呢去打听看看，问问具体收粮的情况，还有一家人可以出去多少人，这些都要打听清楚。咱们要制度些武器，既然打算逃跑，那逃跑的时候一定有追兵，咱们没有武器根本跑不了。武器我有，我这就拿出来给你们看看。秦婉把自己打造的连弩拿了出来。你有这连弩？这3把是我做的，这一把是之前定做的。我曾经也有过一个，但是在路上丢了。你怎么会做的？你定的那把是根据我的图纸做的。谢玉安没有想到秦婉还会这一手，多看了秦婉好几眼。赵荣看着秦婉，又看看谢玉安，突然有了些危机感。他的大嫂是不是要跑了？不行，他得替大哥守住大嫂呀。大嫂，你和谢大哥从前认识？只有一面之缘。我曾经在铁匠铺定制了一把连弩，只是今日才知道是赵夫人的巧思。阿婉，这连弩是怎么用的？你示范一下。二婶，我来教你操作。有了连弩，咱们女人也能自己保护自己。秦婉给二夫人演示了一遍。二婶，这连弩最大的优势就是不费力，女人也能够用得很好。好，我试一下。现在只有4把，还不够，要再做出来1把或者是2把才行。咱们大人1人1把。时间或许是来不及了，咱们得要多做一些剑旋才行。到时候我跟在二婶身后，让二婶保护我。不行，最后那个给阿婉留着。二婶，你留着防身，我还有匕首。匕首哪行？二婶，你看我现在肚子哪还能用武器啊？好，那我就拿着。郎布啊，你还真是个蠢蛋，看上的女人竟然都能怀上别人的崽，还真是可笑啊。郎布，你若是真喜欢那女子，管她有没有娃娃，抢过来就是，那孩子生下来也可以当你儿子。胡人并不在乎女人的贞洁，他们这里父亲或是兄弟死了，他们的妻妾都是可以接收的。扎琴是扎尔的妹妹，我要征得她的意见才行。没胆就是没胆，还找那么多借口。再说扎尔也死了，你怕个球啊！扎琴还真是胆子大，看上了汉人的小白脸，就直接强上了。像咱们草原的姑娘，嘿嘿，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少掺和。还有，不准再提扎琴。众人看朗布是真的怒了，也是乖乖的闭嘴了。请问你找谁？扎琴是我。朗布大哥。是我。扎琴，你过来一下，我想单独和你谈谈。你们先看着铺子，走吧，朗布大哥。赵荣看到秦婉就这么跟一个外男走了，很是担心。谢大哥，我大嫂一人过去会不会有危险？谢玉安沉默着，好久没有开口。谢大哥，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不让她一个人去，你有能力带她出去吗？一时间，赵荣也沉默了起来。他必须要快点学本领，不仅要自保，还要保护大嫂。扎琴，你发现我的变化了吗？朗布大哥怎么把胡子剃了？都没有从前威风了啊！以前的我很威风。是啊，带着胡子的朗布大哥很威风，一看就是我们草原的汉子。你喜欢带胡子的，为什么又看上了那个小白脸？这不冲突啊！我没有家人了，但我想要个孩子，那个汉人好拿捏，我就选了他。不是因为你喜欢他？不是。朗布很激动，联想到秦婉说他很威风，刚想问秦婉喜不喜欢他，就听到了让他死心的话。我不喜欢任何人，我只要我能控制的人罢了。哥哥不在了，莫尔扎家族需要有继承人。扎琴是把自己当成了莫尔扎家的男丁看了。朗布大哥，我听邻居繁花说，每家可以出奴隶去城外收粮，还有粮食分，是真的吗？朗布看着秦婉湿漉漉的眼睛，心中柔软，他可以慢慢来。四王子有令，燕北城外的所有粮田都要快些收割回来，防止镇北军突然出现和咱们抢粮。该死的汉人，不能让他们和咱们抢粮食，粮食是咱们胡人的。朗布大哥，
我和我买的汉人奴隶啊，全部都出城帮忙收粮。不行，扎奇，你有了娃娃，也要保护好自己，让你家的奴隶去吧。那不行，老布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我也要为了咱们胡人出一份力，一定要算上我一个。不行，那么劳累的活儿不适合你做。秦婉很想呐喊，这份关心他不想要啊。好，那就听老布大哥的，我给我们家奴隶报名。行，我看你家的3个男劳力都行，就让他们都去吧。我家还有女仆人，还有2个小孩，让他们也跟着去，也能干活的。不用了，奴仆留下来照顾你吧，你的肚子大了，也需要人照顾呢。孩子也留下，有人质在手，还能控制那些成年的奴隶，否则他们出去很有可能逃跑。真是帅 Q 了。扎奇，汉人很聪明的，你不要被他们的外表给骗了，要时刻警醒才行。哎，还是朗布大哥想得周到，我听你的。我送你回去吧。好。于是两人又溜溜达达地往铁匠铺走去。此时两人都没有发现，一直有人在看着秦婉两人。萍萍啊，那女人还没你好看，真不知道朗布喜欢她什么。彩萍看着远去的身影，她确信刚才看到的女人就是大少夫人，只是大少夫人为什么没有离开燕北城？还有大少夫人的肚子怎么有了娃娃？彩萍的心里有很多疑问，但是也没有回答齐萌。齐萌见一个女人都敢无视她，扬起巴掌一下子就扇在了彩萍的脸上。大人饶命，饶命！齐萌很不耐烦，挥了挥手，立即有2个胡人士兵走了过来。大人，赏给你们了。放开我！大人，我有个秘密要和你说。齐萌来到彩萍的跟前。哦，你想说什么？大人，刚刚那女的我认识的。哦，仔细说说。大人，我告诉你了，你能不能不要把我赏给他们？大人，我只想要当你的女人。好，那就看你的消息值不值了。大人，刚才那个女人是我们大少夫人，侯府的大少夫人秦婉。你说的可是真的？她是赵真的妻子。大人，我没有撒谎，我原本就是侯府的丫鬟，正巧自从大少夫人加入侯府的时候，我就是伺候她的。还真是天助我也呀！朗布，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大人，我最熟悉大少夫人了，您留下我吧。当然，你可是重要的人证啊。走吧，咱们好好说说赵真的小媳妇儿，我要知道她的所有事情。是，大人。大嫂，那人和你说了什么？去了哪里？我今天到了南城门那边，南面守卫的士兵果然比北面多。南面是防止镇北军突袭过来，而北城门都是胡人这边的地盘，防守的自然是弱一些。大嫂，你还没说你们都聊了什么？先是聊了一下他对我的好感，然后被我不着痕迹的拒绝了。剩下的就是我打听到你们3个可以出去收粮食，我目前还出不去。是他不信任你，怀疑你的身份了？恰恰相反，是那个朗布怕我被你们骗了，还有2婶和孩子也出不去，要留下当人质。该死的胡人，竟然如此狡猾！行了，有事回去再说。赵真醒来之后已经是2日后了，他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表妹，你怎么在这里？军营岂是你能来的？表哥，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不是军营？这是哪里？表哥，这里是穗太城，不是军营。那你怎么来了？姑父给姑母去信了，说你受了重伤，吩咐把小安子送过来照顾你。我一听就急了，小安子哪里会照顾人呢？于是我就跟着过来了。穗太城临近战场，还是不安全，你不应该待在这里。表哥，咱们已经摆了酒席，我就是你的妾室了，我怎么能不来照顾你呢？就你会照顾，挑这个时候勾引大公子。大公子，该用药了。我娘那边都还好吧？大公子放心，侯夫人一切都好。大公子，快喝药吧。表哥，你说你也真是的，想问姑母的情况，何苦问小安子呀？我更清楚不是吗？给我吧，我自己喝。表哥，喝慢一点。喝得慢不是更苦吗？小安子，你去把墨轩叫过来，我有事问他。是。表哥才醒就见墨轩，什么事这么急？我让景睿去查3弟和秦氏的消息，这都20多天了，总应该有消息了吧？表哥，胡人这么凶残，表弟恐怕……不会，我听说燕北城的胡人抓了好些汉人的奴隶，3弟和秦氏或许都好好的在燕北城呢。大公子，墨轩来了。墨轩参见大公子。墨轩，景睿那边可有消息传回来？墨轩立即把信拿了出来。大公子，昨日傍晚，属下接到了萧大人的信，他在燕北城外见到了3公子和2爷。见到人了？带回来没有？大公子，胡人的守卫太多，3公子和2爷都没带回来，他们都在燕北城。这时候是胡人强制出城收割农田。此外，萧大人还有个好消息，大公子可以看看信。说吧，信上都说什么了？恭喜大公子，您要做父亲了。信上说大少夫人也在燕北城，而且大少夫人怀孕了。现在2爷一家和大少夫人生活在一起。啊！赵真整个人都傻掉了，他不敢相信，就一次就怀孕了。想到秦婉曾经嫌弃他床上功夫不行，他就很不服气。现在赵真有一雪前耻的自豪感。好，他很想出现在秦婉的面前炫耀一下。大公子，3公子和2爷他们没有回来，就是不放心大少夫人一个人留在燕北城。恭喜大公子。表哥，
不知表嫂这是怀了几个月的身孕了？表嫂一个人在外这么久，听说胡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表嫂又生得花容月貌的，不知道表嫂在外有没有吃苦？表哥还是快些把表嫂接回来吧。赵真咧开的嘴角都收了起来，同时心里也沉重了几分。小安子看了一眼宋芷柔，她觉得她现在才认识到表小姐是什么人，这个表小姐就不是个好人呐。大公子，大少夫人如今已经怀了5个月的身孕。这么说，秦氏在侯府的时候就怀孕了？赵真又开心起来了，继续看信。等看到信上说秦婉为了自保把头发剪了，故意扮丑，心中酸楚。看到她一直藏在侯府的翠玉轩，等着侯府的人回去找她，赵真这一刻的愧疚感达到了顶峰。再多派一些人帮助景睿救人。是，大公子。记住，这个消息要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是，大公子，属下明白。墨轩和小安子离开之后，赵真看着宋芷柔，表妹，我知道你对秦氏有意见，但刚才的事你不许泄露半分。表哥，你就是这么看我的？我怎么会故意泄露出去？表哥当我是什么人了？表妹，你和母亲对秦氏有意见，这我都知道，但这次事不一样，不提他有了我的骨肉，就是三弟和二叔一家都和他在一起，若是消息泄露，三弟和二叔他们也都危险了。表哥，你误会我了，我哪是那样的人？何况表嫂有了身孕，我欢喜还来不及呢。赵真听到宋芷柔这么说，没有轻松，心情反倒是沉重了几分。燕北城，秦婉此时看着曾经伺候他的下人，眼眸中尽是冷意。哦，启蒙大人，您该不会是相信这姑娘的鬼话了吧？是不是鬼话先不论，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镇北侯府的大少夫人？这还需要证明吗？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我和你们是同胞，还有我是侯府少夫人，咋不说我是汉人皇后呢？那地位可是老高了。哎，听说那赵真长得不错，不比我才丢的那个相好的差。我倒是想承认我是他媳妇儿，那也得他要我呀。说话就说话，你离我远一点。齐萌就搞不懂了，这样的女人，朗布是怎么看上眼的？要不，启蒙大人，你行行好，你去把赵真给抓过来，我瞧瞧他长啥样。要是好看，我答应他当我这第2个崽子的爹，行不行啊？这个女人真尼玛的比他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还粗糙啊，也是一点贞洁都不讲了，男人随便换。听说他才丢了一个相好的，这就惦记下一个了。不过这想法和他们草原的汉子一样啊，确认过了，这尼玛是自己人呐。齐萌转身就给了彩萍一巴掌。该死的贱人，你竟敢骗老子！大人，我没说谎，她就是大少夫人，她那张脸我绝对没有认错的。大人，你一定要相信我，大人，我没说谎。启蒙大哥，我不知道这个汉人女子为什么要一口咬定我的身份有假，我和她无冤无仇的，竟如此去污蔑我。哼，汉人都很是狡诈的，她该不会是汉人那边的探子吧？启蒙大哥，你不要被她给骗了啊！要说奸细，秦婉你才可能是，你故意接近朗布大人，是不是想要从他那儿获取情报？朗布大人英明神武，你经常围着他打转，一定是有目的。哎呦，这位姑娘啊，该不会你是看上了朗布了吧？然后污蔑我身份有假，让秦王大哥除掉我，也就有机会？你胡说，我没有，大人你不要听他的。朗布大哥一表人才，又是草原的真汉子，这位姑娘看上他也不奇怪，不奇怪啊。不过我和朗布大哥不是你以为那种关系，我喜欢中原那种细皮嫩肉、柔柔弱弱的男子。你看我这皮肤这么粗糙，我要找男人也要找个浑身光滑的男人，对吧？明日在城东那边庆祝这次粮食大丰收，咱们举行个篝火晚会，我邀请你来参加。太好了，多谢启蒙大哥，我一定参加。他这迫不及待的样子，好像真的是同胞啊。启蒙大哥，几点开始啊？我好早一点过去啊。你有时来就行。好，启蒙大哥，我一定去。好菜要多准备一下，我现在有崽子了，吃得多。有点扎心呢。阿婉，可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今日回来的时间晚了。我今天遇到了彩萍，她认出了我的身份。怎么会碰上？她把你的身份和谁说了？大嫂，那个丫鬟真的把你的身份说了出来。那个彩萍应该是为了自己活命把我供出来了，以后这里啊或许就不安全了。这里是翠玉轩，本就是侯府的宅子，阿婉你住在这里也引人怀疑。那胡人信了吗？怎么放你回来了？那个齐萌他现在拿不准我的身份，但是他已经盯上我了，你们再和我在一起就不安全了。二叔，咱们这时候能逃出一个那就算一个吧。老大媳妇儿，我们不能让你一人留在城里，另外我们想逃跑也是困难，除了谢公子是被故意放跑之外，我们出去看守的也严。大嫂，谢大哥是被朗布故意放跑的，我和二叔俩人没机会的。谢公子出去之后，咱们的消息就传出去了，我相信大哥和大郎很快就会来救咱们了。等消息也好啊，但是这2天呢，二婶你和二叔带着孩子们去铁匠铺生活，就不要待在翠玉轩了。阿婉，那你呢？二婶，现在你们才是危险的，毕竟我现在还是胡人的身份，邻居们呢也都承认我的。彩萍的一面之词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是你们若是被他看到，那咱们就全部都跑不了了。老大媳妇儿说的对，咱们不能给他添乱。那好，那我带着孩子们先搬到铁匠铺藏起来。二叔、三弟，你们俩既然不打算混出城，就不要参加收割活动了。我身上还有钱，咱们家呢这段时间少露面，
大嫂，我们都听你的。秦婉把人都支开，也是存了一份小心思。那个彩萍和齐萌这两人，秦婉都不打算留了，要找个机会把两人都解决掉。他目前还不想在侯府的人面前暴露他的本事。表小姐，大公子有令，在他没回来之前，你哪里也不能去。你好样的！等表哥回来之后，我一定会告发你的。小安子不以为意，他就是奉命看着表小姐的，可不怕赵真回来罚他。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一定要想个法子才行。表弟，你不能活着回来，绝对不行。傍晚，一直死气沉沉的燕北城终于是热闹起来了。查琴怎么不跳舞啊？秦梦大哥，我有了崽了，这跳舞不合适。瞧我这记性，还真是忘了。既然跳舞不行，那就拉个马头琴吧。好啊，那我来拉一曲。苍凉而温柔的曲子响起，声音豪放又不失细腻，让欢呼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这乐曲听得我都想家了。是啊，我也想念草原了。汉人居住的地方不适合咱们。齐萌把众人的话收进耳朵里，他心里矛盾极了，到底要不要为了除去朗布牺牲一个同胞？要说齐萌这么讨厌朗布也是有原因的，在齐萌看来，朗布的血统不纯，他身上流了一半汉人的血统，他这么多年被这样一个人压制，心里怎么会甘心？所以才在这么重要的时候还想着内斗。秦婉的曲子结束了，顿时响起了掌声。其他胡人让秦婉再拉一曲，秦婉连忙拒绝。他当初只和蒙古室友学了这一首，最后能歌善舞的繁花接过了琴，拉起了另外一首曲子，顿时场面又热闹了起来。齐萌虽然承认秦婉是他的族人，但想要除掉他的心还是占了上乘。他立即转头回去给四王子写信，他想要借着这次机会除掉那个总是碍他眼的人。篝火晚会结束之后，一连几天都没有任何动静。秦婉发现跟着他的人也不见了。这几天他一直想找机会遇见彩萍，但是彩萍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就连齐萌这个人也不见了。秦婉还是每日白日去铁匠铺，晚上回到翠玉轩住，他就怕改变了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夜晚的时候，秦婉突然听到了声响，她急忙起身来到了门边，仔细听着门外面的动静，是隔壁院子里传来的声音，隐约还有打斗声。她急忙把爬墙的工具拿了出来，然后像个猴子一样又蹭蹭蹭地爬上了房梁。很快秦婉就感觉有人跳进了院子，她把袖珍手枪拿了出来，打算危急的时候靠枪保命。这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一行黑衣人推门进来。秦婉，大公子，大少夫人不在，床铺还是温的，估计她应该才离开，你们快去找。是，大公子。记住，动静小些，不要被胡人发现。赵真，赵真，秦婉，是我，你是怎么进城的？墨轩、史策，你们把少夫人带下来。两人一个起跳就上了房梁，一左一右拉着秦婉的胳膊，然后跳了下来。你怎么成这副模样了？不这副模样我怎么自保啊？秦婉，你受苦了。赵真，你怎么进来的？城内的守卫森严，天黑了更不可能开城门。是我们是从密道进来的。侯府有密道，那真是太好了。二叔他们呢？院子里好像没有。我遇见了从前的丫鬟彩萍，她把我认了出来。为了二叔他们的安全，我让他们住到城内的铁匠铺了。大公子，属下前去接人。不急，那丫鬟发现了你，你怎么还能安然无恙是吧？当然是因为我聪明，装得太深入人心了。你很聪明。你不着急把他们接回来，是有其他的安排吗？燕北城有粮，我想从这里带点粮食离开。哦，赵真，城内的防守很严密，守军也不少。你这次带来了多少人？500人。这不是逗人玩呢？通往城内的粮仓，我知道密道，我们要带一些粮食出去。胡人抢的粮食，好些都是军户和百姓的，还有秋收上来的那些粮食，都是镇北军的口粮。偷粮出去没那么容易。若是你们前几日到了，机会还能大一些。那日举行了篝火晚会，胡人的防范还松一些。那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再举行一场？你觉得可能吗？看到赵真一脸失望的样子，秦婉开口：我或许可以试一试，向胡人的长官提议一下，想一个其他的由头。哦，你还认识胡人的长官？我还是有几分姿色的。这里守卫官叫朗布，他对我有那么点意思。史策和墨轩两人也是没想到大少夫人竟然会自曝这个消息，他难道就不怕大公子担心他的贞洁吗？那他的眼光还挺特别的。隔壁现在住的那户人家，你们是不是杀了他们？那咱们就不能在城内久留，得要快些把二婶他们接回来，让他们先走。至于运粮的事情，你们有密道，这些天就要快些行动。我试着继续和朗布去接触，帮你去转移他的注意力。你不担心你的安全吗？说了这么多，你都没考虑自己的安危。赵真，我做的这一切自然也是有目的的。你说。赵真，我帮了你这次，你要保证我平安生产。赵真懵了，女人生孩子，她怎么管得了了？赵真，自从我嫁到你们赵家以来，你们家对我怎么样，想必你也清楚，冷淡一些我都无所谓。可你们出城逃跑，竟然也能把我给舍弃。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知道这和你无关，是侯夫人或者宋芷柔的安排，但你从来没有把我的安危放在心上，不是吗？否则你派出去的人不会注意不到我的存在。赵真沉默着，没有反驳一句话。他确实是没有交代，他无从狡辩。
赵真，我要的很简单，就是好好活着。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一个安稳的环境出生。待我生产之时，你能安排可靠的人照顾我。这是我应该做的。除了这个要求，你可以再提别的要求。别的我还没想好，那算你欠我一次。好，事情商量好之后，史策又趁着黑夜中前去铁匠铺找人。宋姨娘，你在找谁啊？胡把总，你在这里，真是太好了。哦，宋姨娘找的是我呀。胡把总，咱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说话。宋姨娘，这边走。两人来到了隔壁的院落。胡把总，这里够隐秘了。不知道宋姨娘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啊？胡把总，感谢你一路上的护送，小妹在这边先谢过了。姨娘客气了，这是卑职该做的。叫姨娘太客气了，是吧，胡大哥？胡万愁怔愣了片刻，很快内心窃喜了起来。宋姨娘是不是看上了他了？那好，宋妹子，你有什么事儿不妨直说。小妹确实有难处，不知道胡大哥能不能帮忙。宋妹子，你说。表哥这次去了燕北城，去救表嫂和三弟他们，不知道是否能顺利。唉，说起来，胡大哥这次去侯府接人，却把侯府的少夫人和三公子都丢了。本就有人在背后议论胡大哥办事不力，表哥差点也都信了。还是我来了穗太城，替胡大哥解释，表哥才没有生气责罚胡大哥。那大哥就谢谢妹子帮忙了。胡大哥，你就不担心三弟他们回来了，表哥收拾你吗？那你想我怎么做？大哥，咱们的立场是一样的，我也不想秦氏回来。你说他们若是在表哥救人之前身份暴露，死在了燕北城，是不是一劳永逸？宋妹子还真是为大哥着想啊。不过你和赵荣有什么仇怨？为什么不想他活着回来？胡大哥，宋妹子这要求可是冒着风险的，一个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又凭什么帮你啊？胡大哥，这也是帮你啊。不至于，大不了我不在镇北军干了，去别的地方任职也是行的，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杀人，除非我有另外的好处。大胆，胡万愁，你想干什么？怎么不叫胡大哥了？刚刚不是喊得很亲密吗？你放开我，否则我就叫了。哼，你叫吧，大一点声都没关系。你主动投怀送抱，看看赵真还要不要你？你无耻！你要是不答应就算了，你赶紧放我离开。胡万愁察觉到了宋芷柔和赵荣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怎么能放过？都是被赵真享用过的女人，他睡几次也察觉不出来。想到这里，胡万愁的双眼都兴奋了起来，他一把将宋芷柔抱了起来。你放开我！来人，救！胡万愁一个手刀下去，宋芷柔就晕了过去。燕北城，大哥，我终于见到你了。都多大了，还这么孩子气？大郎，那密道在哪儿啊？咱们快出去吧，城内太危险了。是啊，大郎，阿婉带着我们藏得很辛苦的，咱们快些走吧。二叔、二婶、三弟，你们趁着天黑赶紧从密道离开，然后有人带你们去找景睿。大郎，你是说阿婉不和我们一起离开？二婶，赵真还要想法子去城内运粮，我在这里的身份能帮着他们做一些掩护。不行，这不行，太危险了。阿婉，你现在怀着孩子，大意不得，现在有机会要赶紧离开。大郎，这是你的主意还是阿婉的主意？赵真沉默着没有说话，二夫人很失望。大郎，就算你对阿婉没有感情，你也不能不把她的安危当一回事，她可是怀着你的孩子呢。今晚你若想，可以今晚和二婶他们一起离开。二婶，你和二叔先离开，我这边也就大概2天就能走。咱们突然撤走到了外面没有粮食，也是难以支撑。现在燕北城就是大粮仓，不能都便宜了胡人。老大媳妇是个有机智的，她留下也是能照顾好自己的。赵二叔说的是真心话，他觉得秦婉就像是个杂草，生命力很顽强。二婶，不能再犹豫了，你们快些离开吧，趁着夜色赶紧出城去，这样才能顺利的逃离。好，我听你的，阿婉。大哥，我还是留下吧，我们都离开了，留下大嫂一人，胡人会怀疑的。不用，我会装作你的模样，你赶紧走。众人都离开之后，赵真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又骑了好几天的马，他也是劳累得很。他直接来到了秦婉的床上，就躺了上去。赵真，你怎么直接上床了？我困了，自然要睡觉了。那你也可以睡别的房间啊，这是我的床。你是我的妻子，我睡你的床不行吗？可是你不是最讨厌我的吗？再说了，你还有心上人呢，你别忘了你小表妹啊。这个女人说话永远那么难听。你和她不冲突，你们一个是妻，一个是妾。这个狗男人真的是太渣了。快上来睡觉，明天还有事做。秦婉不想和赵真睡在一个床上，可是床底下有他制造的手雷弹，他真怕把屋子留给赵真这个人把东西翻出来，他又不会用，要是把这个院子给炸了，那真的就是所有人都去见太奶了。秦婉挪着步子，最后还是上了床。穗太城，宋芷柔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吱嘎一声，房门被从外面推开。胡万愁，你还敢来？我表哥不会放过你的。胡万愁看到床上被子上那一抹嫣红，很是心虚。他真的没有想到宋姨娘还是完璧之身，他多了几分真心。你若是想，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
哼，你算什么东西？叫我和你远走高飞，你也配？那你的清白已经没了，赵真又不是傻子，他会发现的。你以为你还能留在他身边？胡万愁，你以为你跑得了吗？看来你是不想和我走了，那我也不勉强，我自己离开。宋芷柔起身，慢慢的穿上衣服。你不要想着一走了之，你欠我的就要还我。你想我替你去杀了赵荣？你们到底是什么仇怨？不仅是赵荣，还有秦婉，只要杀了这2人，我就当昨晚的事情没发生过。你继续可以留在军中，当你的胡把总。你就这么放过我？宋芷柔自然不会放过胡万愁，但还需要他帮着自己杀人。别的事你别问，我只想要那2人的命，你就说你能不能做到吧。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会尽快想法子调离穗太城，争取去燕北城接应。不是争取，是一定。好。燕北城内，你现在是奴隶，在我这个主人面前得要弯着身子走路。赵真看到秦婉那得意的样子，运了运气，才说道：好。秦婉看到赵真吃瘪，心里很畅快。狼布大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我今天来是和你说一声，我要出去几天，不在城内。你若有事，可以去找钟孤雁。啊，狼布大哥要出去，秋收不是结束了吗？粮食收上来了，但是前线那边传来消息，已经缺粮了，我要护送一批粮食过去。狼布大哥，你要多加小心啊！汉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你这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啊，这是骂谁呢？扎琴，你放心，我还不把那些弱鸡汉人放在眼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秦婉把朗布送走之后，赵真就凑了过来，酸溜溜的道：你刚才骂得真顺溜。没有成长起来的赵真还有些少年气，并不像一个成熟的男子那样会掩藏情绪。你现在是奴隶，快去打铁。赵真灰溜溜的离开，让秦婉很开心。她喜欢看他吃瘪。你照着这个练手吧。这是什么呀？好奇怪啊！这是马蹄铁，垫在牛马的脚上，可以防止他们的蹄子损坏。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了，已经试验过了，胡人现在的马脚上都有这个。赵真听秦婉这么说，还以为秦婉是从胡人这边学来的。这非常有用，谢谢。你帮我看护扎琴，别让其他人欺负他。大人放心。朗布不再停留，他立即带着士兵护送粮食出城了。齐蒙在朗布才离开之后，就把朗布留下来的几个亲信控制了起来。齐蒙大人，你想干什么？放心，只是关你们几天，不会要你们的性命。放开我！为什么要关着我们？老实一点，还能保住性命。秦婉看到齐蒙的时候，有些诧异。齐蒙大哥，你怎么来了？扎琴妹子，我这不是有事儿找你吗？啊，齐蒙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赵真听到外面的动静，走了过来，想看看是什么人。秦婉立刻呵斥：还不快滚去干活！菜刀又钉出去好几把啊，那都不够卖的了。扎琴，还请你跟我去知府衙门一趟，我有事问你。好啊，齐蒙大哥，咱们走吧。秦婉不想胡人的视线过多关注赵真，现在朗布不在城内，只要他解决了齐蒙，那城内就群龙无首，赵真行动起来会更加顺利。更何况齐蒙这一条毒蛇一直盯着他，也是要早早的解决他才行。扎琴，不要怪我，你像谁不好，偏偏要像赵真的小媳妇儿，这就是你的命了。赵真看懂了秦婉给的信号，在他离开之后，赵真也立即离开了铁匠铺。秦婉被人带到监狱的时候，还是有些诧异的。齐蒙大哥，不知你这是何意啊？扎琴啊，不对，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秦婉了。尼玛，这家伙让我装我自己，玩的可真溜啊！扎琴，你也不要怪我，怪只怪你不会长，像谁不好呢？偏偏像赵真的妻子，我只能把你交出去。从现在开始，你不是胡人扎琴，而是汉人秦婉。秦婉被推进了牢房里。来人，拿2身汉人的衣服扔进去。是，大人。很快，下人拿了2套汉人的衣裙扔了进来。乖乖的把衣服换上，你要是不动手，我不介意帮你换。秦婉缓慢的把地上的衣服捡了起来。这个衣服适合给仔仔当尿介子。齐蒙见秦婉这么听话，放心的离开了监牢。你终于也来了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成了齐蒙的女人吗？怎么会被关到天牢里？大少夫人，你终于是不装了。彩萍，我自认是对得起你，大家都是女人，你为什么要把我供出来？大少夫人，你还真是天真。为什么？你说是为什么？当然是用你的身份换取好处啊。是啊，用我换好处，然后你也被关进天牢，还真是讽刺。秦婉，你以为被关进天牢很惨吗？我们这些被抓起来的女人，哪天不是受到废人一般的折磨，供那些胡人享乐？都是侯府抛弃的人，凭什么你就可以在燕北城过得这么好？凭什么？为什么要区别对待？你为什么对彩环好，对我这么差啊？这关彩环什么事？为什么你给彩环可以防身的武器，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我们2个都是你的丫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是说那把刀？对啊，就是那把刀。彩环用武器防身，他成功逃了，他逃了，就是因为这样，他杀了胡人，成功逃跑了。
我反倒是被抓了起来。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你妈，还真是喝凉水都塞牙。你被抓和我可没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逃跑之前你也没来通知我啊。况且彩华那匕首是感激他提醒送他的谢礼，那是他该得的。不对，就是你偏心，这都是你害的，我都怪你。你以为彩环他是好人啊？我告诉你，彩环他是探子。见秦婉一点都不吃惊的样子，难道你知道？你们4个仆人一来翠玉轩，我就知道你们有二心。想必你们的背后之人是侯夫人吧？大少夫人还真是不知道自己敌人是谁，让我们盯着你的人是表姑娘哦，差不多吧。他们是亲姑侄，利益一致。大少夫人还真是天真，表姑娘早就知道大少夫人怀孕了，所以才趁着这次战乱将你抛下。秦婉，你也不过就是个可怜的女人罢了。你呀，就是个傻子。怀了孕又怎么样呢？你没有脑子，不知道争，不知道抢，果然是被人抛弃了吧？你说的可是真的？大公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表妹真的在府中的时候就知道秦氏有了身孕？大公子，你真以为表姑娘有多仁慈吗？大公子，你被骗了。侯夫人身边的翠烟不过是多瞧了你几眼，就被表姑娘身边的宋妈妈推到了井里。她为了成为你的妻子，做了多少努力啊！她把大公子看作自己的所有物，她会甘愿做你的妾室？做梦！你以为她会放过秦婉？大公子不要太天真了。彩萍这一番话让赵真听得青筋直冒，她看了一眼秦婉，不能再让这个女人说下去了。彩萍的身子缓缓地倒了下去。哎呀，看来你是恼羞成怒了。秦婉，你不要听他胡说，他这些话可能就是想挑拨你和侯府的关系。秦婉白了一眼赵真，这家伙蠢死了。赵真，等到逃出去之后，我们2个就和离吧。和离？你想都别想。赵真觉得秦婉好似是一本书，没有翻到后面，永远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很想看看秦婉是否有另外一面，或者是几面。那行，这事儿呢，我们先不谈，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行，你离得远一点，我把锁头劈开。哦，不用，我来。秦婉在身上掏了掏，拿出了一个铁丝一样的东西。赵真就见秦婉在锁头上掏了掏，然后咔的一声，锁头开了。你还会这一手？这又不难啊。你所有的锁头都会开吗？懂机械那就很简单了。你有这一手，咱们会更顺利。大人，蒙太大人回来了，人已经在府外了。你说谁来了？大人，四王子派人来了，来接炸秦的。来人了，太好了！这次来接人的官员是石维，他看到齐蒙这么懒散，有些不满。人在哪儿？石大人，请跟我来，人已经被关在监牢了。很快，一行人就到了监牢。怎么回事？人死了？不是，这不是赵真的夫人，这人是原来侯府的丫鬟，我找的证人。那你告诉我，人跑到哪里了？一定是钟孤雁他们跑出来了，把人救走了。钟孤雁他们为什么要救人？大人，这也是属下要说的。朗布这人有不臣之心，他看上了赵真的媳妇儿，在城内很是照顾他。一定是钟孤雁他们逃出来，把人救走了。去，把钟孤雁等人找出来。齐蒙看到被绑着的几个人，惊讶的不得了。你们没有逃跑？齐蒙大人，我们不知道犯了何事，您在朗布大人离开之后就把我们关押起来，从昨天到现在，我们滴水未进。我们是同族人呐，你为何要这么做？把这几个人松绑放了。是，大人。另外，派人赶紧去找人。那女人的画像有吗？我这就让人把扎琴的画像画出来。她跑不了，在燕北城这地界，还是咱们说了算。你说她叫扎琴？大人，那女人很狡猾，一直藏在咱们胡人队伍中。她本名叫秦婉。不管她叫什么，四王子要见这个女人，尽快找到她。是，大人，我这就派人去搜，准保能找到。很快，这一搜寻还没有见到人的踪迹，胡人士兵竟然发现粮仓被盗了。什么？粮食没了？怎么回事？大人，就是今早我们在粮仓门口发现了米粒，但仓门却是锁着的。我们怀疑打开粮仓之后，就发现粮食都没了。启蒙，你就是这么看守的，让贼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把粮食偷走了？4个粮仓，粮食都没了。燕北城的粮仓有5个，城东2间，城西3间。朗布之前拉走的就是城东的1间。城西的粮仓呢？哪里怎么样了？大人，小的还不知道城西的情况。走，咱们去城西。赵真，天亮了，得要赶紧撤了。停止，不要再装了，你们赶紧带着粮食进地道。史策，你也下去，带着他们走。出城之后，把粮食交给景睿。是，大公子。秦婉把3个粮仓的大门全部都又锁了起来。等看到了地面上的粮食，秦婉的脸色变了。赵真，咱们漏了粮食，城东那边恐怕是要暴露了。放心，咱们也赶紧离开。赵真把密道附近清理干净，脚印和粮食都打扫了，就是怕密道口被发现。那行吧，咱们快走吧。大公子，不好了，有一大队人马向这边靠近。需要你带着秦婉先离开，我来吸引胡人的注意力。大公子，你带着大少夫人离开，我来。咱们3个就不能一起走？赵真没空给秦婉解惑，因为马蹄声越来越近了，他急忙把秦婉背起来。一起跑吧。现在不是分不分开了，已经没有时间了。把人抓起来，看看是什么人。石为身后的胡人士兵立即骑马追了上去。石大人，
那个就是赵真的媳妇儿，赶紧抓住她！启蒙，你赶紧派人去看看粮仓有没有事。石大人，不必着急，4个城门都有人把守，那么多粮食一定还没运送出城。现在咱们只要把城门守住，找到粮食是迟早的事儿。赶紧让人把粮仓打开，我要查验。大人，粮仓在前方的位置，咱们要再往前方走走。石维坐在马上，四处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石大人，咱们快走吧，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抓到了秦婉，咱们俩都有交代了。石维瞪了齐蒙一眼，披甲马腹向前走去。等到了3处粮仓前，并没有见到站岗的胡人士兵，齐蒙的心就慌了。快开仓！很快，第1个粮仓都被打开了。第1仓的粮食还有一半，齐蒙原本就不知道这是满仓还是半仓，他兴奋的道：“石大人，粮食没丢，没有丢。”很快，剩下的2个粮仓就都被打开了，然后众人就傻眼了。啊，怎么会啊？粮食怎么可能不翼而飞啊？走，和我一起去追人。刚才那3人绝对是偷粮食的，人必须要抓到。是，大人。赵真背着秦婉想往侯府跑，但是现在胡人士兵跟得太近，他们没有办法去侯府那边，毕竟还没有等你进去密道，就会被抓去。此时的赵真也有些着急。赵真，咱们往城门口跑，你看咱们距离哪个城门口近？大少夫人，这里距离西城门最近，但是城门口都有胡人把守，就咱们3人闯不过去。赵真，咱们就去西城门。你有法子出城？有个法子，咱们可以炸了城门。秦婉，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赵真，你信我这一次。好。说完，背着秦婉转了一个方向，向西城门赶去。快停下，否则我们就要射箭了。赵真听到射箭，他急忙停下脚步，把身子转过来。他不能让秦婉中箭。许佑也急忙来到秦婉的背后，挡住了城门口这边的士兵。把我放下来！不要胡闹！你放我下来啊，我才好用我的法子。那你藏在我身后，以防敌人的箭伤了你。秦婉有些感动。好。赵真就算不喜欢他，但人不坏，也很有责任感，这是秦婉承认的。你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的？闯进燕北城干什么？大人，这人就是赵真的婆娘，这2人一定是来救人的。石维看对方不说话，他仔细地盯着赵真的脸瞧，好一会儿才畅快大笑起来。真是天助我也！赵真，镇北侯府的大公子，没想到你竟然出现在燕北城。石大人，前面的人真是赵真？如假包换。赵大公子，怎么不敢承认吗？敢，怎么不敢？我就是赵真。赵真，说实话，论打仗，我对你还真是佩服。你能带人杀进草原，也算是名勇士。可你为了一个女人就进了燕北城，太不明智了。今天我势必要留下你。那就放马过来。大人，我果然没猜错，朗布就是叛徒，他是汉人的奸细。赵真旁边的女人就是朗布的相好的，他能在燕北城活到现在，就是朗布的功劳。赵真，你就是个活王八！齐蒙这一声哈还没有结束，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秦婉开了1枪之后，直接向石维这边扔了2个手榴弹。扔完之后，秦婉像个猴子一样，快速地跳到了赵真的背上。哎呀，别愣着了，快跑呀！我们快往城门口跑。那个胡人怎么倒了？你用了什么？赵真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前面出现了火光，同时更大的声音响起。砰砰砰的巨响，直接把前面的敌人身体都炸飞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竟然有如此的威力！赵真顿时就感觉背后的这个女人好似有1000斤重。秦婉见赵真傻站着不动，直接是伸出了1只手捏住了赵真的耳朵。哎呀，跑呀，往城门口跑！秦婉，那东西你多吗？你别多想啊，这东西不多，咱们都要抓紧跑了。赵真刚才确实是想着，或许可以解救出来更多的汉人百姓。现在听到秦婉说不多，他也知道不能犹豫了。好，于是背着秦婉快速向城门口跑去。大公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全，我来背大少夫人吧。不用，我还能坚持住。咱们快点上山，和景睿会合。是。3人4腿跑了2个时辰之后，终于是停了下来。你这伤口深吗？好像是出血了。无碍。大公子，还是重新包扎一下吧。赵真没有拒绝，而是转头看向秦婉。哦，你看着我干嘛？等到了山上再换药吧。怎么就这么不体贴呢？若是表姑娘在此，一定早就接过外伤药，给大公子换药了。这是多好的机会啊，真是浪费了。赵真歇够了，又在秦婉跟前蹲下。上来吧，咱们继续走。不用了，不用跑了，我也可以自己走。好，那我牵着你走。于是2人就这么牵着手继续出发，2只手牵在一起，酥酥麻麻的。赵真莫名的感觉到心跳有点快，赵真觉得有点荒谬，这是他的妻，他为什么会有点紧张呢？赵真转移注意力，你对胡人好像还不错。其实他们对我还不错，胡人中也是有好人和坏人的，包括你说的那个朗布。朗布人不错的。不错，是喜欢吗？赵真想到之前秦婉还提了和离的事，心里更不舒服了。我们和胡人敌对这么多年，我所见到的胡人没有心慈手软的，凶狠残暴才是他们的真性情。你不要被他们的外表迷惑。我当然知道，七蒙就很坏啊。你在出城的时候那么说，是不想朗布受牵连吗？哎呀，当初我装成了扎尔的妹妹，
朗布对我多有关照，就是因为扎尔。可是那个扎尔是我杀的，我也算是欺骗了朗布，在燕北城受了朗布的庇护。我自是不想他受到咱们牵连，这样不让胡人怀疑朗布，也算是还了朗布的恩情。以后呢，也就两不相欠了。赵真听到秦婉说了这么一段话，心情莫名又好了起来。你说的对，你和他两不相欠了，以后也没必要见面了。我干嘛要和他见面啊？我一点也不想见胡人，我要在安全的地方生娃娃。赵真，你要加油，快点把胡人给打出去。好。赵真，我以后就要留在这山上了吗？碎太城中百姓也不多，很多都外逃了，那里也是战区。哦，那这里胡人不会找到吗？这里是我们赵家的秘密，这山上的人都是我们赵家家将的亲眷，而且山上也有人把守，胡人找不来这里的，这里很安全。好，我留在这儿。二叔他们怎么不知道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密道？这些秘密只有长房的嫡长子才能知道，现在事态紧急，所以才暴露的。秦婉哦了一声，到了山上就有大夫了，他会帮你看看肚子的。好。阿婉，你总算出来了，我还真担心你和大郎呢。是啊，大嫂，我娘念叨了你好久。二婶，景瑞和三弟他们呢？大哥、三哥在山上，景瑞表兄不在。阿婉，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肚子没有不舒服吧？二婶，宝宝很乖的，一点都没闹人。秦姑娘，你安全回来，真是太好了。赵真立即警铃大作。什么？秦姑娘都是有娃娃的妇人了，还称呼姑娘？谢公子，几天不见，你倒是胖了些许。只是从前这个人都是喊赵夫人的，今天怎么突然变成了秦姑娘了？秦婉想不通就不想了。请问你是？赵大公子，我是谢玉安。我是赵真，谢公子可以喊我的名字。那好，谢某略长你几岁，就直接喊你的名字了。很快，赵真就带着谢玉安离开了。赵真很想知道京城的事，自然要抓住谢玉安这么个活字典。秦婉则是跟着二夫人等人一起去了住的地方。阿婉，这是你和大郎的院子，我家就在隔壁，你有事喊一声，我就能听到了。好的，二婶，我进去看看啊。二夫人把秦婉送回来之后，就转身回家了。毕竟他们家也是昨日才出来的，也有好些要收拾的，现在屋子还是乱糟糟的呢。秦婉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就要睡着了。你回来了？怎么不脱了鞋上床？我还没洗漱呢。看到赵真毫不犹豫，一屁股坐在床上。隔壁也有个房间，你怎么没去隔壁啊？隔壁许攸他们住着呢，怎么你还想我和他们挤一起？不用了，我以为他们有别的地方住。这个时候不是讲究的时候，能有个房子住已经很不错了。哦，我知道了。赵真这个时候却是从怀里拿出了一瓶药，给我上药吧。秦婉看着赵真身上的刀伤，皱起了眉头。你这伤口这么长，为什么不缝合起来？这样只是上药，什么时候才能好？身上的口子也能缝合？是像缝衣服那样缝吗？你不是说山上有大夫吗？可以把他找来啊。一般伤口缝合之后7、8天之后就能长好，然后拆线就行了。赵真心思一动，若是这个法子好用，那完全可以用在军中，士兵的伤亡率会大大降低。许攸，大公子，去把陆大夫请过来。是，大公子。很快，陆大夫就被请了过来，陪同他来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赵大哥，陆大夫，这么晚叫你来，除了想给我夫人把脉看看她的身体，就是我夫人提到了伤口的缝合之法，不知道这是否可行？大少夫人好。陆大夫不必多礼啊。大少夫人，你没有头发。秦婉有些无语，她是短发又不是秃子。秦婉还记得刚才这姑娘闯进来，笑意盈盈的看着赵真的样子。哎呀，又是被针对了。这是故意装天真的嘴毒小姑娘啊！赵真这人还挺招小姑娘喜欢的，赵大哥这声称呼啊，有点深厌。这位姑娘的眼神好像不大好。大少夫人，很抱歉，这孩子呀被我惯坏了。陆姑娘还是先出去吧，一会儿我要看伤，你在这里不方便。陆如莹听到赵真这么说，竟然觉得很委屈，她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就跑出去了。陆大夫，劳烦您给我夫人先把脉，她现在有5个多月的身孕了。好，大公子，我这就给大少夫人看看。劳烦陆大夫了。老大夫把脉片刻之后才道：夫人的脉搏强健有力，胎儿很健康，只是大少夫人还需要多进补，现在还是太瘦了。此外，切忌忧虑过甚，对胎儿不利。上山前我带了草药上山，回去我给大少夫人开几副安胎药。好，谢陆大夫。不知道大公子说的缝合之法是什么？就是人的伤口若是太深，不如按照缝衣服一样缝合起来，这样既可以止住流血，又能让伤口快速结痂，又不会因为活动碰到伤口而造成伤口2次裂开。大少夫人说的对，老夫从前怎么没想到呢？伤口缝合之后8天左右就可以拆线，这样的伤口大部分都已经愈合了。拆线？若是需要拆线，那缝合的线就有要求了，不知道要用什么线好呢？需要线硬一点、光滑的，不若试一下马的鬃毛，或者是亚麻、草纤维等细线。这个线我有，正好可以给大公子试一试。陆大夫说做就做，很快就把线取来，然后在秦婉的指导下，把赵真那裂开的伤口缝合起来。这个过程中，赵真嘴里死死地咬住了木牌，额头上全是汗。秦婉见赵真这样，心虚地低下了头。哎呀，糟糕！
糟糕了，万灵县最重要的事，刚才光顾的看热闹，忘记问陆大夫吃不吃的麻醉药了。赵真就是硬挺挺的挨了下来。秦婉把陆大夫送走了，也不敢看赵真。我去烧一些热水，你先坐着吧。好。秦婉心虚的窜了出去。赵真在人离开之后，身形立刻萎靡了下来，不像是刚才那样腰板挺得直直的。他觉得今天有点亏，他本来是想让秦婉亲自给他上药，增进一下两人的感情，也让秦婉更心疼他。谁料现在有点搬起石头砸脚面的感觉。热水烧好了之后，秦婉和赵真清洗了一番，才躺在床上睡觉。以后这些事不用你亲自做，我会给你送2个丫鬟过来。不必了，我自己就能行。秦婉可不想要赵家的丫鬟了，他们和他不是一条心的。想到之前在赵家的日子，秦婉又不想对着赵真那张脸了。他翻身过去，背对着赵真。赵真被秦婉拒绝，也有了小脾气。随便你。他是侯府的大公子，从前所有人都是讨好他的，现在他主动向秦婉示好，秦婉还不领情，于是赵真也有点生气了。他也背过身子不看秦婉，他觉得秦婉的性格就像他那短发一样刺刺的。陆大夫，我听说有一种叫做麻沸散的东西，不知道您知道吗？麻沸散是由曼陀罗花、生草乌、香白芷、当归、川芎葛、天南星这6味药组成的。大少夫人提醒的是，在缝合之前，若是给病人先用上麻沸散，也能减少患者的伤痛。原来是有缓解疼痛的法子，只是这女人说都没说。赵真，我当时是真没想到。再说了，现在是在山上，只缺医少药的。我就算是和陆大夫说了，他也没有，不是吗？陆大夫很想说他有，他真有。陆大夫笑笑不说话。秦婉不知道哪里说错了，老大夫这么笑是什么意思？赵真也不揪着这事儿不放了。他养伤的这些日子，发现秦婉能自己照顾自己，他也就放心了。他不能在山上待太久，他要尽快赶回穗太城。拆完线之后，又把陆大夫送了回去。大公子，发生大事了！何事？大公子，京城传来的消息，皇帝驾崩了，太子不知所踪，需要立即收拾东西，咱们赶紧离开。是，大公子。皇上驾崩对咱们家是好还是坏啊？不管怎么样，对镇北侯府都不利。战事进行了这么久，朝廷一点支援的意思都没有，显然是想要损耗镇北军。剩下的话赵真没有说，他觉得朝中或许有人和鲜卑合作，否则战事不会打成这样。赵真还真有个怀疑，觉得朝廷似乎在等什么契机。从前他没有想明白，现在皇上死了，太子不知所踪，一切好像是浮出了水面。我要立即离开，秦婉，你在山上照顾好自己。好，你不用担心我。赵真，京城有消息了吗？皇上驾崩了，太子不知所踪，我要立即下山。赵真，我和你一起走。好。赵真，你等等啊，我去取个东西。秦婉很快把火药的配方写好，然后拿出来交给了赵真。这个东西你拿着，对你有用。这是火药的配方，那东西的威力你是见过的，不过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秦婉说完，又把一个手榴弹塞到了赵真的手里。这个你收好，注意事项和使用方法都写在上面了。好。赵真这次离开，带走了赵荣和谢玉安，赵二叔和二婶并没有离开。考虑到秦婉的身边也需要人保护，实则是跑腿的。赵真把史册留了下来。史册虽然很想和赵真离开，但山谷也同样重要，这里藏了大批的粮食，还有众多家眷在。此外，山上的秘密也不能被人发现，所以他就安心的留了下来。另外还留下了200名士兵守护这里。什么？赵荣回来了？表小姐，是的，三公子和大公子一起回来的。奴婢听说三公子吃了大苦，额头上都被刻了奴字呢。知道赵荣住在哪个院子吗？这个奴婢不知，你去打听清楚了。是，表小姐。老三说的是真的吗？父亲，秦婉比三弟说的还要聪明，我这次能逃出燕北城，也是秦婉的功劳。哦，你仔细说说。于是赵真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真的有如此威力？是，儿子亲眼见到的。四王子手下的10围就是被此物炸死的。好，真是太好了。父亲，秦婉给了儿子方子，咱们可以制造出来。看来秦氏对大郎你是真心的，竟然和你一点都没藏私。秦婉是个好的。好，研究新武器的事就交给你了。好的，父亲。这事要保密，除了我之外，你二弟也不要告诉。是，父亲。皇上驾崩，太子失踪，恐怕商朝要乱起来了。太子示弱，恐怕现在已经不是失踪那么简单了。父亲，那我们侯府要怎么办？孩儿一直觉得胡人这次来的蹊跷，他们似乎在等一个契机。大郎，你很不错，你的直觉不错。胡人这次兵临城下，确实是受了晋王的意，双方达成了交易。怎么会？二皇子怎么会？父亲，这是他们商家的江山啊，他竟然如此。那也要他能继位才是他的。现在嘛，他怎么会管北地百姓的死活？况且他的目的也是想削弱咱们赵家的势力。这次战役，咱们损失的人就更多了。赵真想到战争死掉的人，心沉了沉。父亲，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这次把燕北城的粮食偷了出来，梁国四王子率领的大军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要做，在胡人没有进攻的时候，要休养生息，保全实力。此外，也要看看京城会有什么命令，就是不知道齐王和晋王两人到底是谁能胜出了。父亲，咱们要投靠齐王吗？大郎，此事我们不投靠任何一人，我们只需等待时机即可。好，父亲。秦婉当初救的人中有一人是京城的谢玉安，谢太傅的那个状元孙子谢玉安。秦婉在奴隶市场买回来的。确定是谢玉安？他人现在在哪儿？谢玉安和我一起回来的，他担心京城的谢太傅想要回京呢。走，带我去见见他。好。下官谢玉安拜见侯爷，也多谢侯府的搭救。谢大人不敢当，不知道谢大人被困燕北城，否则我早就派人前去搭救了。这次多谢侯府的大少夫人的搭救，把我从胡人的手中救了出来。说起来，赵大公子还真是好福气，娶到了这么有才智的夫人。又来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来了。他突然觉得秦婉这个女人有点招人呢。阿婉她这人一向是心善，对谁都是一样的。阿婉，这个大儿子难道对秦氏动心了？还有这个谢公子是怎么回事？好像不纯粹是感谢呀。这时候特意提出秦氏是什么意思？怎么感觉这俩小子之间气氛不大对劲呢？是，赵夫人是个心善的。谢公子请这边坐。侯爷请。三人都落座之后，谢玉安担心祖父的安全，开口道：侯爷可知道如今京城的局面？皇上驾崩，如今是柳贵妃和二皇子掌握了朝堂，皇上没有遗诏，太子又在此时失踪，恐怕京城还有一番争论。齐王和晋王早就不睦，恐怕还有一番争斗，太子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侯爷，下官有个不情之请。谢大人不必如此，本侯爷能帮的一定帮。侯爷，我想回京，不知道能否派人护送我回京？还有我的仆人流落在北地，侯爷能否帮忙寻找？谢府的仆人好找，就是谢大人此时回京，恐怕危险重重啊！京城的局势瞬息万变。侯爷，我祖父就在京城，不回去看看，我的心里难安呐。那好，既然谢大人坚持，我就派人护送你回京城。侯爷大恩，谢某会记在心里。秦婉在山上开始了养胎的生活。秦婉觉得现在日子过得不要太爽了。秦婉当时把火药的秘方送给赵真，还真不是多喜欢赵真，而是希望赵真可以借助火药的威力把胡人赶回草原去。秦婉也希望这片土地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热乎乎的房间里，二夫人带着赵晴和秦婉三人正在做针线活。阿婉，这里的针脚要细一点，还有这块要包进去。小孩子的皮肤娇嫩，否则会磨皮肤的。二婶，看来这做针线也是讲究天分的。针线活就要多练习，咱们现在才是缝补，还没绣花呢。大嫂，你从前没有学过针线吗？我从前在舅舅家，并不受重视。阿婉，我听说你舅母刘氏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姑娘，她没有教过你吗？我舅母这人除了在舅舅回来的时候对我好一些，其他时候并没有善待我。大嫂，那你吃了不少苦吧？算起来嫁进侯府的日子也不算是太苦啊，只不过呢是被人忽视罢了，至少不用伺候人。阿婉，你放心，无论是针线还是如何管家，我都会教你的。二婶，我就简单的会一些缝补之术就好。阿婉，你是大郎的正妻，后宅的弯弯绕绕你一定要懂，针线只是一方面，你另外要学的是礼仪规矩，还有如何管理后宅，如何管大郎后院的小妾。其实这些事要阿婉你的母亲教你的，可是你年幼丧母，你舅母又没有教你，现在就由我来教你，正好你和晴儿一起学一学。二婶，我还要管理赵真的小妾。阿婉，你是不是觉得没必要和那些女人抢大郎？那你想怎么办？直接把你的正妻之位让出去？二婶，你对我好，我才和你说了我的真实想法。我其实想要和赵真和离的，然后带着我的孩子单独生活。大嫂，你不能这么傻啊！晴儿，你和你大嫂说一说女子和离之后的风险。大嫂，就算是你和大堂哥和离了，孩子你也是带不走的，况且你没有娘家，你和离之后自己要怎么生活？我可以自己过啊。阿婉，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天真，可是这时候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本就不安全，况且你又如此年轻，也很容易遭受贼人的惦记，那些流浪汉和老光棍都会打你的主意。那我可以买仆人，这样就好了。阿婉，你买的仆人见你一个弱女子，若是起了歹念，你更是危险。秦婉此时也郑重起来，是啊，是他想的太简单了。阿婉，你想和大郎和离，就是因为表姑娘吗？听说他和赵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赵真又对他情根深重，我这插在两人之间也太别扭了。阿婉，你喜欢大郎吗？他虽不错，但是我不喜欢他。那你有喜欢的男子吗？没有。阿婉，既然如此，那你就更不能和离。你好像很开心啊。阿婉，晴儿，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是心不在夫君身上，日子会过得更自在。
这话对赵晴的冲击很大，她一下子就想到了父亲。她现在怀疑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是什么。秦婉也是震惊的，她没有想到二夫人这个纯古人竟然有这么先进的思想。这时候三妻四妾很是寻常，你们若是不把情爱放在心上，那你会发现丈夫纳了多少小妾都无所谓。此外，若是哪个小妾嚣张，你们只要保证正妻之位，就可以随意卖了他们。阿婉，你不要小瞧了正妻之位，这是多少女人想求的。就算大郎心有所属，那又怎么样？宋芷柔恨不得你主动退出呢。阿婉，你是可以干脆的和离，可是你的孩子怎么办？留在赵家，一个没有亲生母亲照顾的孩子是活不久的。就算侯府让你带走，可他的身份呢？这时候都讲究宗族的力量，贫苦人家的孩子是很难出头的。难道你要让你的儿子碌碌无为的一辈子？二婶，你说我不应该和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孩子的。为什么要和离？你是侯府的大少夫人，是未来世子夫人，更是未来的侯夫人，这是你该得的。你不仅要坐稳这个位置，你若生的是儿子，还要让他当世子。是啊，他凭什么要给别人腾地方呢？母亲，难道大嫂要看着大堂哥和宋芷柔恩爱爱吗？那也太苦了。你呀，还是太天真了。情呀，爱呀，哪有长久的？不过是几年光景罢了。阿婉，你完全不用担心大郎，都说他多喜欢表姑娘，我看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前只见的表姑娘追着大郎跑，脸面也是不要了。你放心吧，他们长不了。二婶，我要好好想一想。你想吧，你会发现我的意见最好。我作为过来人，告诉你的都是最实际的。其实对付宋芷柔一点也不难。娘，你有什么好办法？投其所好罢了。知道大郎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阿婉你就多找几个类似的，添到大郎的后院，只要看他们斗就好。这个主意不错。你平时不想见大郎，还可以多找几个小妾，让大郎没时间找你。另外，小妾的卖身契一定要攥在你的手里，好拿捏他们。赵晴再次震撼了，母亲为什么会这么讨厌大堂哥？你正好可以眼不见心不烦，大郎得到的所有军功都是你的，到时候诰命夫人的头衔还是阿婉你的，你可不能做傻事啊。二夫人又说了一长串的道理，秦婉才成功的把她送走了。回去的路上，赵晴看着二夫人，娘，那你对爹呢？你爹是好人，但是娘告诉你，我最爱的是你和义儿，其次是我，你爹排最后吧。娘，我保证不会告诉爹的。他没说的话是，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救他的人不是丈夫，而是阿婉。若是阿婉没有买下他，他恐怕是活不了了。他相信，若是他的清白没了，丈夫也不会再接纳他。虽然不想承认，但这就是事实。秦婉努力消化二夫人的话，突然觉得二夫人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她不能舍弃她的孩子，看赵真这样也是不能放弃孩子，那她就站着正妻的位置吧，把她孩子的身份站着。秦婉想通之后，心里反而是平静了许多，一直犹豫的事情放下之后，心境就不一样了。春彩，你去县衙那边把信送给赵荣。姨娘放心，我会把这信送给三公子的。好，快去快回。宋芷柔这边的心病就只剩下赵荣这一个人了，表哥这边他已经搞定了，他不过把表哥灌醉就解决了失身之事。宋姨娘，表弟，你怨我是不是？宋姨娘这是哪里话？什么怨不怨的？表弟，那你为什么不喊我表姐，而是叫我宋姨娘？你现在不就是大哥的妾室吗？我这么喊你有什么不对？表弟，你还是在怨我。当时马突然向前出发，我在马车里根本没有办法制止马，加上胡人冲上来，我也是害怕极了。表弟，我是要救你的，你要相信我。赵荣不敢相信他听到的，他要不是亲眼看到了马鞭动了，恐怕还会相信表姐的鬼话。表弟，你要相信我，我是你表姐呀。宋姨娘，过去的都过去了，不必再说了。表弟，那你能不能对这事保密，不让表哥和姑姑知道？宋姨娘放心，我既然没和大哥讲，以后也不会多说一个字。表弟，谢谢你。宋姨娘，那我就先走了。说完，不管宋芷柔的反应，他大步流星地离开。宋芷柔看着赵荣的背影，眼中却充满了狠厉。你没有听错，表妹要求老三有事不能让我和母亲知道。是的，大公子，宋姨娘是这么交代的。赵真沉思起来，赵真对自己的酒量很清楚，那一日只喝了几杯，怎么会睡得那么死？这说明表妹在他的酒里下了药。许佑，你继续盯着表妹，看看她又见了谁，说了什么话。是，大公子。许佑本来还很奇怪，就是感觉大公子对表姑娘冷淡了许多。表姑娘大张旗鼓的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和大公子圆房了，大公子怎么一点都不开心？而且自从那日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表姑娘的房，后来更是还让她监视起了表姑娘来。今天终于知道了，
表姑娘还真不是善茬呀。来人，大公子，你去幽州城一趟，去药铺买一些补药回来，适合孕妇用的，特别是百年人参，再买一些柔软的料子，大人和孩子都需要，要快。是，大公子。墨轩离开之后，赵真又骑马离开了，去了锻造营。最近一段时间，赵真一直在研究火药。宋芷柔知道赵真晚上又不回来的时候，非常失望，她把茶杯扔到了地上。姨娘，大公子现在正忙，也是侯爷给大公子安排了任务。现在城外的胡人虽撤走，但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你都知道的道理，我难道还不知道？我需要你教？姨娘，我不是这意思。哼，最好是这样的。对了，让你查的查清楚了吗？秦婉现在的藏身之处有眉目了吗？姨娘，我真不知道。大公子身边的人嘴巴很严，你去找小安子，用话套一套他。姨娘，小安子那人精着呢，他平白无故的不会告诉奴婢的。那你就不会想一想办法？你这容貌就不错。小校尉，大公子传来消息。哦，是京城又有什么消息？最新传来的消息，晋王登基为帝。晋王怎么会是他？那齐王呢？具体情况不知道，只是晋王拿出了一份诏书，齐王现在还没有动静。不过朝中要和梁国议和了，朝中会嫁一名公主到梁国。公主不是郡主，具体的消息还不清楚。大公子也在等消息，看看朝中如何定夺。好，这我知道了。史册又拿出了一张字条。萧校尉，这是大公子让你找的材料，暗中寻找就好。萧景睿看到上面的萧石和硫磺，虽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还是答应了下来。好，送走了史册之后，萧景睿没由来的烦躁起来。按理说嫁的是公主，不是郡主，他不应该如此惊慌。只是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可能是他。我离开京城这么多年，不知道他在京城过得怎么样。你们知道镇北侯在什么地方吗？高公公原本也是谨慎的性子，只是他时间怕是不多了。他在路上耽搁得太久了，若是他在这里还磨磨唧唧的，那真是救不了太子了。你为什么要找我们大将军啊？萧夫人，我有要事要拜见镇北侯，不知道这是哪儿，我怎么走才能找到人呢？我叫秦婉，我夫家姓赵。你夫家姓赵，镇北侯也姓赵，你们是不是有关系啊？我夫君叫赵真，是镇北侯府的大公子。太好了，终于找到人了。这时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高公公，您怎么会出现在北地？你是顺安伯府的小郎君。高公公，现在哪儿还有顺安伯府？既然你们认识，那更好说话了，我就先离开了。遂太城军营，镇北侯跪地听着圣旨，这是新皇下的第一份圣旨。镇北侯听到了旨意上的内容，也是气愤不已。新皇这封圣旨就是斥责镇北侯的，怪他守城不力，害得商朝丢了5座城池。现在圣旨不仅撤了镇北侯府的爵位，还降了镇北侯的职，由从前的正2品将军降到了正4品的都司。若只是如此，赵南萧还不会这么生气，皇上竟然还要他的家眷进京，这就相当于是送家眷去当人质了。赵南萧，接旨吧。臣接旨。传皇上口谕，赵都司守城不力，害得百姓流离失所，需在众位将士面前领50军棍，以儆效尤。微臣领旨。将军，侯爷。好些将领都是愤恨地看着刘公公，他这是在打镇北军的脸，打了大将军就是打了这些士兵。他们苦苦支撑的战士，为商朝守好国门，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功劳，现在竟然还受到了如此屈辱。赵家的爵位已经没了，以后不要喊我侯爷，此外将军这声称呼也不可再喊。开始吧，皇上命令咱家亲眼看着赵都司受罚。刘公公，都司大人身上有伤，不知道本将能否代劳。有一人站出来之后，就有其他人站了出来。难道你们想抗旨不成？赵南萧在众位将士面前结结实实地挨了50军棍。刘全见赵南萧这么老实，心里很得意，他觉得先皇完全是多虑了，还说镇北侯是北方的老虎，哼，真是无稽之谈。爹，你醒了？现在外面怎么样了？爹，咱们真的要撤走吗？北地就真的不管了吗？爹，我按照方子研制出了火药。罢了，那东西先留着。爹，新皇不顾咱们北地百姓的死活，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爹，娘在幽州城，不能让她被带走，咱们要尽快去把娘接回来。我着实没想到新皇会这么沉不住气，没想到他的手段会这么直接。爹，要不然咱们反了吧？造反没有名目，不仅会被天下百姓唾弃，也名不正言不顺。况且现在齐王还按兵不动，反了又谈何容易？赵真一时间也沉默了下来。他们赵家有兵，但是无端反了朝廷，其他地方的军队或许也会围攻镇北军。南面的军队过不来，但是西北可是有齐王的军队，到时候镇北军或许还真是会腹背受敌。大公子，萧校尉来了，快请他进来。
末将参见侯爷。都是自家人，景睿不要客气。萧景睿从怀中拿出来一封信。侯爷，大少夫人救了一名老人，那人正是太子的大阪高见，这是太子给您的信。赵南萧接过信，快速地看了起来。好，好，好，真是天不亡我赵家。大郎，你娶了个有福气的媳妇儿啊！赵南萧得了太子的信笺，心情大好，他终于有了名目，可以发兵去长安了。去救先太子就是最好的由头。外面的纷纷扰扰，秦婉不知道，她此时正在生孩子。生了！阿婉是个男孩。秦婉生产过后，又喝了一碗鸡汤，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但是她没有睡多久，就被孩子的哭声吵醒了。阿婉，孩子应该饿了，你喂点奶吧。秦婉在二夫人的指导下，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让小婴儿吃上奶。阿婉，这小子是个力气大的，你瞧瞧这小模样。二婶，这孩子太丑了，要不是山谷没有别的婴孩，我都要怀疑这是不是我的崽。你呀，胡说什么呢？孩子出生之后就没离开过我的视线。再说了，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你养些日子就好了。生都生了，得要养着啊。哎，行了，你喂孩子，我去给你做晚餐。二婶，谢谢你了。阿婉，咱们就别客气了，以后别把谢挂在嘴边了。咱们是一家人，说谢就外道了。二婶，我知道了。秦婉看着小婴儿的脑袋，就觉得这小子的头发有点像家里养的泰迪，像是个小卷毛。仔仔，你该不会是个羊毛卷吧？秦婉觉得他不是羊毛卷，赵真也不是羊毛卷，为什么这小子的头发这么弯曲呢？大嫂，什么是羊毛卷？就是头发卷曲，就是羊毛卷。大嫂，小侄子的头发确实好玩，像小狮子一样。小狮子不错，要不然就给他起这个小名吧。大嫂，我是说着玩的，我不是想他叫这个名字，我看挺合适的，起个小名也好，总不能总是仔仔仔仔的叫嘛。小狮子，小狮子，你喜欢这个名字吗？谁料这个时候，闭着眼睛吃奶的小婴儿竟然睁开了眼睛，还摇晃了一下小脑袋。大嫂，小狮子喜欢这个名字哎。这小子摇晃脑袋，难道是不喜欢？可是他这么小，应该听不懂人话吧？小狮子总比卷毛好听，就小狮子吧。接下来的日子，秦婉就在家里坐月子。这期间，多亏了二夫人和赵晴的照顾，秦婉才能过得这么舒服。这天到了孩子满月的时候，虽然环境简陋，秦婉还是给小狮子办了满月宴。石护卫，不好了，山下有一群人正往山上走。什么？山下大概是多少人？这些人是胡人还是汉人？距离太远，看得不是很清楚，看样子有几百号人。大少夫人，你怀疑咱们藏在山上这么久，胡人一直都没有动静，现在突然有人上山，这些人还真是不好猜。史策想到了送去穗太城的信，心沉了沉。大家回家去准备东西，要快，重的东西就不要带了。除了前面的路，还有别的通道吗？离开山谷的路？有的，大少夫人。好，现在山上的守卫有多少人？史策没有说隔壁山谷的人，那边藏着很多贵重的物品，不能暴露。山谷这边守着的人有32名士兵。好，留下20人断后，剩下的人呢带着婶子们撤退。大少夫人，我留下来，你赶紧带人离开。不用了，我留下来，你尽快带人撤离。大少夫人，按照我说的做。是。史策，你熟悉路，赶紧带人离开，剩下的20人跟着我。好。阿婉，你不和我们一起走？二婶，你帮我带着小狮子。大少夫人放心，我就能看好孩子。好，别耽搁了啊，你们赶紧走。史策这时候也不再迟疑，毕竟山谷中的妇孺很多，于是立刻带着这些人撤退。秦婉看着剩下的20多个士兵，你们等我一下，然后直接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角落拿出了他做的炸药。这些东西你们应该没见过，到时候看我怎么用，你们就怎么用，明白了吗？大少夫人，这是什么呀？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李二牛。李二牛，好名字。李二牛，你现在就是这20人的小队长，一会儿呢你就跟在我身边，看我怎么用这武器。好了，到了咱们埋伏的时候了，咱们去入口那边埋伏。大少夫人，这些人会不会是大公子派来的人？这些人不是汉人，虽然他们穿着汉人的衣服，可是他们好像是知道路一样。是啊，这就有意思了。大人，看来送消息的人说的真没错，这山上确实是藏着汉人。这破地方，要不是说赵真唯一的儿子在这山上，我才不来找人呢。大人，那地图上标记的这么清楚，山上又都是妇孺百姓，咱们这次进山真是赚大了。汉人呢，就喜欢窝里斗。大人，你说的对，正好听说山上的都是妇人，咱们也能乐一乐。都小声些，咱们这次是乔装来的，不能被发现。二牛，等人进入到入口这儿，先别着急动手，等到后面的人都进来了，你们再把大石头推下，把路口堵上。大少夫人，咱们只有20人，敌人的数量太多了。一会儿呢，就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你们听我的口令就好。好。秦婉这时候看到远处有人举起了小旗子，他知道胡人已经全部进入了通道，于是也扬起了旗帜。很快，山上的两侧就有巨石滚落。有埋伏！有埋伏！有埋伏！先停下！大少夫人，这是什么呀？威力如此大！按照我的方法，你们照做，别全扔到一块儿，
分散了去扔。于是甬道上不断传出了砰砰的声响。向前冲！这时候，一些没死的也跟着洛刚一起往前方跑去，因为后方的路已经被堵死了。秦婉带人袭击了他们之后，就又立即带着人往回赶。这次袭击一下子就伤到了敌人1多半的人。这时候，洛刚刚带着人跑出了甬道，直接就有一波箭雨向他们袭来。很快，慌忙逃出来的胡人士兵又倒下了一小半。箭矢的数量有限，所以射击了一阵就都停了下来。不要白费力气了，你们这几个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大哥，咱们手里的东西扔不扔？你们看我的，我先做，你们学会了再扔。大少夫人说这东西珍贵着呢，得省点用啊！大哥，我听你的。大哥，我们也听你的。王大山的手法很准，洛刚眼瞅着一个黑东西丢了过来，还没有等他反应，一声巨响，他整个身体直接被炸飞了出去。刚跑出来的100多号人，现在损失的就剩30多人了。秦婉的炸药毕竟有限，而且这个时候人员分散了，再用炸药就浪费了。于是剩下的10名士兵也纷纷拿起刀和胡人拼杀起来。秦婉带着10人下山，就见到这个场景。大少夫人在这里藏好，我带着人过去帮忙。行，你们快过去帮忙。胡人的士兵剩下的虽然比秦婉这一方多，但他们现在已经吓怕了，很快就落入了下风。大少夫人，我们赢了。很好，你们很厉害。还是大少夫人的武器厉害。现在咱们得要进入通道那边看看，就怕胡人没死透，咱们得要过去啊，去补几刀。大少夫人这个人有点猛啊！果然，这些胡人中还真有当初是被炸懵了，慢慢苏醒过来的。确定没有活口之后，秦婉才有吩咐：李二牛，你带10人一组；王大山，你带10人一组。现在开始把这些人的尸体都挪到一起，然后把身上值钱的都搜出来，还有兵器全部都归拢到一起。钱财是谁搜到就是谁的，武器统一给我，我有其他安排。尸体也要埋了。大少夫人，那些胡人，我们为什么要埋了他们？秦婉其实更想烧了，只是这样一来会有大量浓烟，山上的位置就暴露了。尸体不处理啊，这几天就会恶臭不止的。山谷这里最好不要破坏。大少夫人说的对。史策带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众人一起忙碌的样子。他们这一方的20人都还活着呢。大少夫人，这些人都死了？都解决了。你回来了，二婶他们是不是没走远？半路上看到了老虎和野猪，我又带人回来了。这运气也没什么，那就再去叫一些人回来，然后你带几个人把前面的山谷入口那边都堵死了。是。史策把靠近入口那边的脚印痕迹都清扫干净之后，回来和秦婉禀报：大少夫人，山下并没有动静，也没有看到胡人的踪迹。好，今晚上咱们再住一夜，明天咱们就离开。是。翌日，秦婉带着这些妇人走的都是一些小路，就是害怕被胡人发现。但是众人走了许久，还真没有发现有胡人士兵的影子。走了1天的时间，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安静的村庄。史策派人去打听之后，发现整个村子都是空的。大少夫人，咱们晚上就在这个村子安顿吧。好，正好这天也都累了。大少夫人，现在外面的情况好像不对头，我晚上出去打探一番吧。是不正常，胡人怎么没了？他们那边发生什么事了？行，那你带几个人去打听看看是怎么回事。好。此时的秦婉还不知道赵祯和镇北侯造反了，而且胡人现在也乱了起来。鲜卑和扶余因为草原放牧的事也打起来了。赵祯和赵南萧都率领了军队离开。赵祯不在，送到赵祯书房的信件还真被宋芷柔看到了，这也是秦婉等人位置暴露的原因。二叔，史策回来了吗？还没呢，估计是不好打听。大少夫人，史护卫还没回来，不如我带人去寻一寻。不用，咱们先休息，这个时候人分散了更不好。好。二叔，你们有这附近的鱼图吗？鱼图没有，不过附近这一带我大致是清楚的。大少夫人想去哪儿，我也熟悉一下。二叔，不知道萧氏和硫磺哪里可以寻找到？阿婉，你要这东西干什么？咱们的人太少了，这还都是女人居多，所以我得要做一些前日爆炸的那些东西。大少夫人，那东西管用，咱们多做一些出来。阿婉，这东西若是给大哥他们对敌，应该。二叔，方子上次赵祯离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他了。阿婉，谢谢。阿婉，我是想着大哥他们有这些武器，就可以很快把胡人赶走，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回燕北城了。二叔不必说谢谢，咱们是一家人。大少夫人，这2种材料不好弄，现在城里咱们进不去。我知道的，咱们只能找天然的。天然的哪里找？硝石在一些干燥的地区出现，沙漠、荒漠等地较为常见，那些距离咱们太远了。另外呢，就是海岸线附近的地区，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硝石。海边啊，咱们这里距离海边近的地方就是辽西郡了。其实硝石还有个地方会出现。哪里？那个地方有些脏，一般人受不了。到底是哪里啊？阿婉，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得了脏不脏吗？其实硝石还可以在旱厕附近找到，可以挖掘那儿的土壤，筛选出硝石。
赵二叔作为侯府的二爷，以前可是很爱干净的，他着实还忍受不了去挖厕所。李队长，现在事情紧急，咱们也需要制造出武器，没有材料可不行啊。大少夫人放心，我这就派人去找萧石，正好咱们现在就在村子里，我带去挖。李队长，你很不错啊，执行能力这么强，前途不可限量，将来一定是个大将军。大少夫人放心，我这就派人找。好。李二牛快速转身离开，兴冲冲的走了。阿婉，我也没听你说什么，为什么李二牛好像很振奋啊？二叔，这呢就是画饼的威力。画饼什么意思？二叔，萧氏有人去找了，咱们还差硫磺。硫磺不会也在什么稀奇古怪的地方吧？不会，硫磺一般是在河流、湖泊或者是海洋中出现，不过温泉附近也有。咱们北地有温泉吗？在穗太城以南，那边有个西乐山，围绕着那几座大山就是穗太河。硫磺或许可以去那边碰一碰运气。史策是中午的时候回来的，然后就给秦婉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二爷，大少夫人，咱们侯爷反了。什么反了？史策，你仔细说一说。是护卫，你仔细说说是怎么回事？还有太子的消息吗？高伯，先太子和六皇子都被新皇处死了。早该想到的，靖王和柳贵妃是个狠毒的。史策，你仔细说一说外面的情况。史策把打听到的消息说了一遍。就是这样，侯爷没想到皇上竟然放弃了幽州以北的地区，全都给了梁国，而且新皇残暴，不仅杀害太子和六皇子，就是朝中反对他的老臣也被他杀了，谢太傅被他废了双腿，关进了大牢。此外，成王郡主商青子被封为长乐公主，和亲梁国。新皇这是倒行逆施。高公公沉默着没有说话，他现在心情很复杂。他没有想到镇北侯会造反，那他送去的那封信倒是真给了镇北侯添了助力。他想到先皇对镇北侯的顾忌，一时间不知道镇北侯是不是真的在等这个机会。秦婉看了高公公一眼，一下子就想到了其中的关窍。侯爷除了不满北地百姓受苦，长期受胡人奴役，还有其他原因吗？可打听出来，镇北侯府几代人多年镇守北地，先皇多年不给军饷粮草，侯爷都忍受了，自己解决的呢。这次反了，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原来先皇还在的时候，晋王就勾结了鲜卑和突厥。去年胡人进攻商朝，就是晋王的意思。胡人削弱了镇北军的力量，突厥又在西北地区牵制住了齐王，这样他才可以顺利获得皇位。他竟然如此不顾商朝的百姓，如此恶毒。高公公听到史策这么说，对镇北侯的那一丝芥蒂也消失了。晋王确实不适合当皇帝。高公公的表情刚轻松一点，就感觉身上一热，伸手一摸，察觉到是小狮子尿了，他也不听了，起身道：小狮子尿了，我去给他换个尿布。说完，不等其他人反应，他腿脚利索的去了旁边的房间。高伯还真擅长带孩子，除了喂奶不行，真像个奶妈。史策，那侯爷他们现在的情况能查得到吗？赵祯现在在哪儿？他们什么时候造反？秦婉现在最想知道赵祯造反能不能成功。要是赵祯失败了，他得保证能活命；若是他好运的成功了，他就带着儿子去摘桃子。大少夫人，侯爷和大公子的动向还不清楚。如今穗太城是孟少将军镇守，咱们要去穗太城吗？不去穗太城。这次咱们消息走漏，还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现在去穗太城，那就是自投罗网。大少夫人，属下把大少夫人生产和少爷满月的消息先后都传信给了穗太城，可是侯爷和大公子在年前就离开了，想必是之前属下送的消息被旁人看到了。看来是有人不想阿婉和小狮子活着，还能是谁？一定是大郎后院的女人呗。表姑娘是不是在穗太城？大少夫人，宋姨娘早就在穗太城了。大公子之前受伤了，宋姨娘就从幽州赶到了太岁城照顾。史策说的也是小心翼翼，就怕秦婉听了不高兴。可是秦婉哪会生气？赵祯和宋芷柔怎样都和她没有关系，她又不喜欢赵祯。不过宋芷柔这个女人过界了。秦婉的双眼微微眯起，她眼中爆发出了杀意。大少夫人，宋姨娘不是大公子接过去的，那时候大公子突袭了鲜卑的王庭，回来的时候受了重伤，人都昏迷了。是侯夫人知道大公子受伤，做主把宋姨娘送过来的。阿婉，大郎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孩子，你不要……你快闭嘴吧！现在宋芷柔还在穗太城吗？现在我也不知道，好久没有大公子的消息了。史策，你以后不要再给穗太城送消息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是，属下明白。从现在开始，咱们的行踪呀更要保密，先不和侯府的人联系。是，阿婉说的对，现在大哥和大郎在外面打仗，一定还有其他人盯着阿婉和小狮子，不能让那些势力知道阿婉的行踪。二夫人说完这话之后，就盯着史策和赵二叔。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叛徒。放心，我知道轻重，我以后都不敢瞒着大少夫人了，你们放心。史策，去年我们在燕北城偷出来的粮食呢？赵祯都拉走了吗？大少夫人，问粮食做什么？咱们这么多人要躲个1年半载的，那粮食也不少。去年你们从地道带出来的粮食呢？粮食被大公子拉走了1多半，还剩下一些在栖霞山的山洞处。山洞的位置安全吗？没暴露吧？没有，那处山洞非常隐蔽，
那好，粮食先放在那边，等咱们找到了新的窝藏地点，就把粮食一点点的转移。窝藏转移？史策想到里面的宝物，又瑟缩了一下。大公子呀，你若是再不回来，你的小金库就被大少夫人没收了。好了，史护卫，你也忙了一晚上了，先找个房间休息吧。好。史策离开之后，二夫人问阿婉，那咱们以后要去哪里？二叔，你觉得西乐山怎么样？阿婉，咱们还要藏在山上吗？也就只有深山安全一些，咱们可以在西乐山搭造一些房子，那边已经不是胡人的地界，要比栖霞山安全。而那边呢，还有碎太河，咱们生活也方便。好，听阿婉的。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爹，北地那边传来了消息，秦婉和孩子不知踪迹，我想亲自去找人。大郎，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父亲。大郎，你以后会是太子，也会是皇上。从现在开始，你不能亲自冒险，明白吗？父亲，只是秦婉和孩子都没有消息，儿子实在是担心，若是不找，恐怕……大郎，你将来的身份贵不可言，我会再给你找名门贵女相配。父亲，秦氏真的很聪明，他就算在胡人的地盘也能够自保。大郎，你将来会是皇上，你不能有个身份有瑕疵的皇后。父亲，秦氏她是我的妻子，而且她很聪慧，又懂自保。大郎这是把秦氏放心里了。不行，秦氏不配。大郎，你要记住，你以后的女人会有许多，她们不过是你手中的棋子，切莫对她们任何一个人动心。父亲，儿子还想派人去找。好，派人给北地送消息，你不能亲自去，让人找到了就送来长安城。父亲，扬州、荆州、益州等地还没有归顺，儿子还想率兵把那些地方打下来，交给父亲呢。我儿有志气。在2月18的那一天，40岁的赵南萧登基为帝了，大商朝正式更改为大燕朝。娘，你看，养他没娘了。小狮子才说完这话，小老虎立即呜呜咽咽地叫了2声，这声音好像是在回应小狮子一样。娘，他可怜。小狮子才说完，小老虎又哇呜一句，好像在回应着小狮子的话。秦婉看了小狮子一眼，又看了一眼那个小老虎，他怎么觉得这2个幼崽好像能沟通一样？大爸，他可怜，没娘了。哎，好，养着。大爸好。秦婉走在最后，他时不时转身看向身后。说实话，他不太相信小狮子的话，他怎么能知道这小老虎没有娘呢？谁告诉他的？难不成还能是他怀中的那只小老虎？好在他们回来的路上都相安无事，这一路并没有突然出现个老虎过来抢孩子。娘，你给他喂奶。小狮子说完这话之后，小老虎也瞪着大眼睛看着秦婉。秦婉整个人都石化了，他觉得这个小老虎好像也能听懂小狮子的话。娘，小狮子，你忘记了吗？你都不喝奶了，娘也没有奶水了。娘，那虎头也喝羊奶。虎头？它的名字。小老虎呜呜2声。小狮子，你能听懂他说话？娘，你听不到。我能听到声音，可我听不懂啊，我们不是一个物种啊，儿子。你还能听懂是谁的话？小狮子疑惑地看着秦婉。娘，秦婉知道他不能操之过急，小狮子还太小了，他问得太复杂，小狮子不明白。小老虎依偎在小狮子的身边，好似他俩是亲兄弟一样。秦婉突然觉得小狮子的这个名字起得不大对，当初应该选一个正常点的小名的。娘，虎头饿了。秦婉不再耽搁，脚步虚浮地去羊圈挤羊奶去了。此时长安城，史策终于是见到赵祯了。大公子，大少夫人和小少爷都好。真的是儿子？小少爷和大公子很像。好，太好了。秦氏现在藏在哪里？为什么杨素去北地找人没有找到？你们怎么搬离了山谷？史策仔细地斟酌了一番，还是把当时的情况都说了一遍。事情就是这样，大公子，大少夫人怀疑是表姑娘泄露了我们的行踪，因此才会躲起来。恐怕杨素去找人的时候，大少夫人是故意不出现的。表妹真的这么狠？还有，表妹什么时候有这份能力了？碎太城的将领到底谁是她的人？表妹一个内宅妇人，到底谁会任她驱使？想到徘徊在心底的猜测，让赵祯的脸色极其难看。赵祯在知道赵南萧要造反之后，就带兵出征了。从前还派人盯着宋芷柔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只是没有想到，他离开之后，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你说你给碎太城送了消息，不久之后，你们就遭受到了胡人的袭击。是，当初属下在大少夫人生产之后和满月之前，都给大公子送过消息。属下并不知道大公子已经出征，请大公子责罚。属下差点让少夫人和小少爷遇难，是属下办事不力。山上留的人不多，你们是怎么躲开胡人的追击的？大少夫人带着李二牛等20人断后，属下则是保护小少爷和其他村人离开。属下也没想到大少夫人会这么英武，她带着那么点人，就把几百号胡人都留在了山上。秦婉不是一般的妇人，她足够聪明，还能发明厉害的武器。
想到史册已经进京有几个月了，并没有去找父亲，于是问：你为什么没有和我父亲说秦氏的消息？史册抬起头看了一眼赵祯，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说。实话实说，属下临走前，大少夫人交代了，她藏身的位置只能告诉大公子，就算是皇上也不能说。赵祯想到父亲对秦氏的安排，又闭嘴了。他这时候真的佩服秦婉的敏锐。这事我知道了，位置除了我之外，你谁也不要说。史册其实觉得大少夫人太过小心了，他觉得皇上一定会非常想看小少爷的，只是没有想到现在大公子也这么说。史册顿时觉得现在的情况复杂了。墨轩，派几个探子去查宋芷柔到达穗台城之后的事，所有的一丝一毫也不要放过。是。另外，挑选20个功夫厉害的暗卫交给史册，让他带走。大公子，你身边也不能没人，不知道史册要这些人干什么？这事不用你管，你把人交给史册就好。是。墨轩，以后咱们要多培养一些人，这些事都交给你了。是，大公子。墨轩离开之后，赵祯又起身，打算进宫见一见赵南萧。赵祯骑马走在长安城的路上，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大皇子赵祯吗？我也看到了，大皇子还真年轻啊。是呀，我看着也是英武不凡呢。潘姐姐，你怎么不来看啊？你就不好奇吗？潘姐姐，大皇子真的很俊俏呢，真的不比3节之首的谢公子差呢。潘艳如听到谢玉安的时候，脸上那微笑的表情也落了下来。潘艳如想到了那个爱而不得的人，心中闪过怒色。不过想到他现在的遭遇，又觉得唏嘘不已。谢公子真是太可怜了，三公主就是个疯子，谢公子真是遭了大罪啊，被他折磨得不轻呢。哼，商文珠算什么公主啊？现在都改朝换代了，她呀只配在大牢里待着。夏妹妹慎言，这不是咱们能议论的。商文珠就是疯子，她竟然把文采斐然的谢公子变成了太监，那可是3节之首的谢公子啊！不就是谢公子不肯娶她吗？她仗着公主的身份就那么欺负人，谢皇也不是好人，杀了好些老臣，还囚禁恩师，哼，死了活该。赵祯去了皇宫之后，最先去了坤宁宫。娘，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可是柔丫头那边有了什么好消息？是不是她怀孕了？娘，不是这个，是秦氏的消息。秦氏？她还活着？她还给你生了一个大孙子。大郎，这事儿准吗？真的是孙子？娘，是孙子，叫小狮子。听说那孩子和我长得很像，现在估计都会走，会叫人了呢。真的？那可太好了！我的大孙子呢？在哪儿呢？快给我带来呀！娘，你别着急，现在还有人想抓秦氏来要挟我，他现在藏起来了。那不行，告诉你爹，多派一些人把他们都接过来。算算时间，我的乖孙孙应该1岁多了，应该会喊人了，就是名字起得不好，小狮子，名字太凶了。娘，父亲那边对秦氏有些意见，平时你帮着说些好话。怎么可能啊？当初不是他要死要活的让你娶的人，现在又有意见了？不过秦氏的身份确实配不上你，但是她不管是什么身份，先接回来吧。她一个女人在外面总归不安全。娘，当初你为什么要抛下秦氏啊？大郎，你听我说，我没有抛下她，我有让柔……也不是。大郎，你不要多想。总之，我不是故意的。宋氏见赵祯沉默着不说话，又劝道：大郎，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多想了。秦氏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好，不说这事儿了。娘，到时候你见到父亲的时候，多给秦婉说些好话。行了，我知道了。不过大郎，你不能对秦氏比柔丫头还好，你得知道里外。柔丫头才是你最亲的人，不能给她正妻之位，已经委屈她了，你得好好对她。娘，我知道怎么做。赵祯向母亲透露了小狮子的存在之后，又去找了赵南萧。赵南萧知道秦婉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心中有些复杂。父亲，现在齐王的人还在找秦氏，儿子觉得应该立即派人把秦氏和小狮子接回来。秦氏这运气还真是好啊。父亲，小狮子和我长得很像呢。赵南萧听到大孙子和儿子长得一样，露出了笑容，但是想到秦婉的身份，赵南萧的笑容又落了下来。秦婉的身份尴尬，现如今这孩子的身份也尴尬。若是把秦婉贬妻为妾，那孩子就从嫡长子变成了庶长子了。大郎以后是要当皇帝的，那下一代的皇位争夺，他们赵家或许也会上演骨肉相残。一时间，赵南萧想得很远。赵祯见父亲开始还笑着，现在又收起了笑容，试探地问：父亲，我想接他们母子进京，秦氏一个人在外也不容易，儿子想接他到身边照顾。大郎，你喜欢上了秦氏？赵祯听到父亲那不悦的语气，连忙否认：没有。赵南萧怎么会相信？他看着儿子，好像是在看年轻时候的自己。爱从来都是愚蠢的，爱情只不过是那人利用他的一个掩饰罢了。他不能让儿子走他的老路，他不想儿子被任何女人控制，对任何一个女人用情至深。宋芷柔不行，秦婉也不行。大郎啊，
接秦氏母子进京也可以，只是你身边的女人太少了，我会再赐几个女子入府，真希望有更多的孙儿。父亲，你以前不是……大郎，现在朝廷看似稳定，但是内里也是波涛汹涌，好些势力在观望，等着看咱们父子俩的热闹呢。而联姻就是最好的手段，这样才能平衡各方势力，你明白吗？爹，你的后宫是不是也要进些人？赵祯这时候已经不替母亲考虑了，他就是希望父亲的后宫也能用来平衡各方势力，而他的后院不需要，他不是重色之人，他更希望能有人在精神层面与他共鸣。大郎啊，我的身体情况你也清楚，这个位子早晚要传给你，这些事情还是要你来代劳。赵祯这时候也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一切全凭父亲做主。不过赵祯也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嘴上答应的也是痛快。那就好，等功臣们分封之后，就是立你当太子的时候，你有时间也去东宫看看，有哪里不合适的就提出来，我吩咐将坐监去改。好，都听父亲的。行了，你下去吧。是，父亲。赵祯离开太极殿之后，大人，很快藏起来的暗卫就现身了。陛下，你派些人手，悄悄地跟着大皇子的人，看看秦氏是否有异常之处。陛下，异常是指试探一下，除了火药，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武器？若是比火药还厉害，那就悄悄地带走秦氏，对外制造他死亡的假象。是，陛下。记住，这事儿要瞒过大皇子。是，陛下。暗卫离开之后，赵南萧又坐回到了龙椅上。这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不允许出现一点岔子。赵祯并不知道父亲的打算，他有些兴奋地出了皇宫。父亲答应可以接人，那就表示秦婉和小狮子可以来长安了。赵祯想让史策尽快出发，除了史策之外，赵祯还想派表哥萧景睿带领一队人马去接人。史策带领的护卫是暗中保护的，先不暴露出来。萧景睿听到要去北地，并没有迟疑，他也想去找人。陈王府的郡主商钦慈至今还没有找到，萧景睿早就想离开了，只是没有合适的理由。啊，你的脸好酷啊！酷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从屋子里窜出来一只大猫，不对，不是猫，是一只小老虎。此时，这只小老虎正呲牙看着他。虎头，这是自己人，别叫。小狮子做了一个坐下的手势，然后萧景睿就发现那只老虎幼崽乖巧地坐下了。你能听懂他说话？小狮子先是点点头，随后又立即摇了摇头，不懂。他想起了娘亲的交代，让他不要把自己的秘密说出去，不能告诉外人。他能听懂小伙伴们的话，小狮子的小伙伴就是山林中的小动物。萧景睿还没有感慨完小老虎，就见一只似乎是个小麻雀的东西在他头上盘旋，转悠了几圈之后，就落在了小狮子的肩膀上，然后瞪着绿豆一样大的眼睛看着自己。这是渣渣，我的朋友。渣渣好似是能听懂小狮子的介绍，叽叽喳喳的叫了2声。你娘呢？我娘在那边打铁呢。好。于是萧景睿抱着小狮子去找秦婉了。娘亲，娘亲。萧景睿，赵祯让你来的。走吧，回去再说。赵祯是让你来接我们回京的。秦婉率先问出口，他现在已经知道赵南萧登基了，当上了皇帝。小狮子是赵家的长孙，总不能一直窝在小小的山村中。秦婉觉得自己无所谓，但是属于小狮子的东西一定要拿到手。在这个时代，若是没有家族的力量，只能是任人鱼肉的社会底层，或许随时都有可能丧命。他不是标榜自己是大功臣，但是该属于他们娘俩的东西还是得要。他可不会清高的不要，然后苦哈哈的窝在小山村，自以为安稳的过一生。他秦婉就喜欢迎难而上，从前窝在山中那是没办法，谁让她怀孕又要生孩子呢？现在嘛不一样了，她的身体养好了，还有宋芷柔那个女人，也是时候收拾她了。是，这次大皇子派我来接你们回去，另外我要把其他夫人也接走，和朝中的大臣团聚。好。我去通知其他人家，几日后再出发。几日后？为什么不尽快离开？我还有点私事，要去找个人。萧景睿离开之后，小狮子就来到了秦婉的身边。娘亲，咱们要去找爹爹了吗？咱们要回京了呢。太好了，我可以见到爹爹了。娘，你说爹爹会喜欢我吗？山中只有小叔叔有爹爹，不过他有二爷爷呢，二爷爷也很喜欢他的。小狮子又自信了起来。娘亲，爹一定会喜欢我的。放心吧，娘会让你爹喜欢你的。虎头，咱们要去见爹了。虎头呜呜2声作为回应。咱们是兄弟，我爹就是你爹。秦婉发现
他好像看到了小白虎的眼睛一亮。阿婉，我听说咱们能回京城了。二婶，咱们能回去了。阿婉，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啊？二叔，萧景睿这次来接人，但是呢，他还要找个人，估计得要几天后才能离开。他除了咱们还认识什么人？这时候出去遛弯的高公公回来了。赵毅，你去找萧景睿，就说我知道他要找的人在哪儿。高公公不管别人诧异的眼神，直接往后院厨房走去。此时后院的厨房里正有一个忙碌的妇人，她是秦婉3个月前捡回来的婆子。秦婉看她的手艺不错，在她的伤养好之后就把她留了下来。平姑姑，你怎么在这里？景睿，6年不见了，你还好吗？平姑姑，青瓷呢？她在哪儿？郡主她不在了。不在了？郡主不堪受辱，自尽而亡。平姑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平婆婆就讲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成王受到侄子商云卓的要挟，也只能答应让女儿替嫁。事情就是这样，胡人都是畜生，他们根本不懂礼仪廉耻。郡主嫁给了梁国王慕容正齐之后，四王子慕容复又看郡主美貌，因此强迫了郡主。四王子不是好人，我看他早就对郡主有了非分之想，最后郡主就自枪了。萧景睿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商青瓷了。自从萧家被迫害之后，他就知道他和商青瓷是云泥之别了。可是他希望商青瓷好好的活着，希望他再找个如意郎君，平安成亲生子。谁料现在两人竟然是天人永隔了。他埋在了哪里？郡主死后，尸体被我埋在了沃书山。为了不忘记这个地址，我画了标记。萧景睿接过纸张，仔细的看了看，然后直接转身就走。平婆婆这时候来到了秦婉的面前。大少夫人，很抱歉，我从前隐瞒了我的身份。平婆婆又看了一眼秦婉，这双眼睛和郡主真的好像啊，他们真的没关系吗？大少夫人，我能问问你娘是谁吗？我娘的名字叫李春华。李春华，不姓夏。高公公在听到平婆婆说夏这个姓氏的时候，也是一个机灵。他就说，第一次见秦婉的时候，总觉得有点眼熟。若是他和夏家有关系，那或许就说得清了。我娘姓李啊，我舅舅是李国柱，从前好像是个参将，现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兴许是我认错了，大少夫人和我们郡主还是有几分相似的，尤其是眼睛特别像。秦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个小插曲，他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萧景睿的时候，这家伙当时愣了一会儿的，那时候就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不过最后他被毫不客气的扔到地上了，估计那厮是发现他不是他想的人了，才扔得那么干脆。去长安的路上，陆大夫的孙女陆如莹挤进了秦婉的马车。哎，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呢？你倒是问问大公子现在身边有几个女人呢？他身边有谁不重要。陆如莹鼓着腮帮子，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秦婉。陆如莹对赵真是有那么点意思的，从前她见赵真对秦婉另眼相看，在山谷中对秦婉就不大待见，但自从秦婉对抗胡人，救下山谷中的众人，陆如莹对秦婉就改观了。你就算不为了你自己着想，也要为了小狮子着想啊！你也别怪我多嘴，大公子身份变了，身边的女人还真不会少，京城闺女太多了，你也替自己着急着急。你看看你头上那是啥呀？你这打扮比我这个村姑还像村姑。不至于不至于，你怎能是村姑呢？咱们这不是还没到长安吗？咱们才出发的，我就算已经打扮好了，那给谁看啊？那快到的时候，咱们在见大公子之前，先去置办点行头，尤其是你得打扮得好看些。两人又小声说了好久。行了，我就说这么多，你得往心里去。好，停车。秦婉把人送走之后，也是松了一口气。陆如莹这小姑娘的心思很好猜，秦婉才见到她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不过这丫头的感情经验也不多，当初是赵真救了她和陆大夫，赵真长得不错，小姑娘就情窦初开了。从赵真当初的反应来看，是陆如莹单纯的暗恋，或者不应该是暗恋，那丫头更多的是崇拜，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若是爱，又怎么不想独占呢？这时候趴在小狮子身边的虎头醒了，虎头呜呜了2声。这时候萧景睿骑着马过来了。不要慌，前面遇到些人，很快就能解决。咱们遇到埋伏了？不至于，看那样子是一群毛贼罢了。那就好。萧景睿提醒一句之后，又骑马离开，向前方赶去。小狮子听到打斗声也醒了。娘，什么声音？没事，遇到了一些小毛贼，很快就能处理掉。娘，是坏蛋吗？小白虎呜呜2声，好似在回应小狮子。
你还太小了，你要长大一点才能打坏人。小白虎叫了2声，又呲了呲牙。你很快就能长大。秦婉看到儿子无障碍和小白虎交流，还是觉得惊奇。小狮子，以后有外人在的时候，不能和虎头说话，明白了吗？娘，为什么呀？因为只有你能听懂他说话，我们却听不懂，这样别人知道你的能力，或许会对你不利。娘，你们为什么听不懂？小狮子，你是特别的，你长大之后就会明白的。答应娘，以后有外人在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能和虎头渣渣交流，好不好？好，娘亲。大哥，你说他们是什么人？管他是什么人，和咱们都没关系。哎呀，别看了，你去打水回来。好的，大哥。蜻蜓刚打完水之后，刚想离开，就看到小孩子中有个小子是爆炸头。他挠了一下自己那卷曲的头发，不可置信地看着小狮子。小狮子，你快看，你爹！这人是爹吗？他和我长得不太像啊，可是我们的头发一样。小狮子，那是你爹吧？你看你们头发是一样的。爹。不是，我不是你爹。咱们头发一样。我不是，我还没成亲呢。敢问公子叫什么？我叫秦婷。公子，你可认识秦婉？我堂妹就叫秦婉。我娘叫秦婉。好，找到堂妹了。大哥，大哥。不远处休息的人们不少，见到一个青年撒丫子的往回跑，还以为河边出了什么事呢。秦婉本来想着帮平婆婆做饭，想到小狮子也在河边，她来不及多想，也向河边而去。赵二叔和赵毅也急忙追了上去，几人动作都快，但是都赶不上萧景睿。他直接飞身，一眨眼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小狮子的身边了。小狮子从来没有看过人飞过，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直到他被萧景睿抱在怀中，嘴巴还张得大大的。萧景睿在小狮子眼中成了盖世英雄，以至于后来赵祯在小狮子眼前飞了多少次，小狮子还是觉得萧大伯更厉害。高伯，是发生了何事？高公公刚想解释，众人就看到了2个青年向这边跑来，2人中还有一个人一头卷毛。萧景睿看了看那个人，又看了看怀中的小狮子，要不是这小子的脸和赵祯一样，他都要怀疑了。大哥，真的有阿婉的消息，我真的看到了小外甥。秦霄已经不怀疑了，他已经看到了一个穿着盔甲的男人，怀中抱着一个卷毛的小崽崽。秦霄根据头发就能辨别出来，他父亲和叔叔的头发都是正常的，但是他爷爷是个卷毛，自家弟弟也是个小卷毛，只是没有想到阿婉的孩子会这样。阿婉，哎，是你啊，真的是你啊！大堂哥、二堂哥，真的是你们啊！现在误会解除了，秦婉也带着秦霄2兄弟一起单独去叙话了。小狮子知道他还有2个舅舅的时候，很是开心，特别是有一个舅舅的发型和他差不多，这样他就不是独一份了，他不是奇怪的小孩，其他人也都不会嘲笑他了，他满意的不得了。阿婉，你在李家好不好？秦婉一愣，他回想了原主的那些记忆，一时间有些沉默。秦霄见秦婉没有开口，还以为堂妹和他还陌生，就岔开了话题。阿婉，你都成亲了，我和二弟都不知道，我们后来又去李家看你的时候，发现李家都搬走了。大堂哥，你们还去过李家？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去一次，可是3年前再去，发现李家搬家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你了。前些年你们真的有去看过我，还给我送了东西。我和二弟去了李家，也和李家的邻居打听过你，发现你过得很好，我们就放心了。就是不知道我们送你的小玩具，你喜不喜欢？没有，我从来不知道你们有来，我也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啊。刘氏是个面热心苦的人，很会做表面功夫。秦婉很是疑惑，她能清晰地从原主的记忆中查到，刘氏那个舅母好像是在故意虐待原主。可是她是李国柱的外甥女，又不是私生女，其实犯不着对一个小姑娘如此。秦婉觉得这里面或许有她不知道的真相。秦霄不可置信，那管家答应我会把东西给你的。秦霄也想明白了，他们被骗了。阿婉，你舅舅他们是不是对你不好？李家人都不是好人。大堂哥，你成没成亲啊？没，我没成亲。那不着急，等到了京城，我给你找个好的。秦霄瞪得眼珠子都要出来了，到底谁是哥哥呀？堂妹竟然说要帮他娶媳妇儿，这是不是反过来了？这时候秦霄就听到了小孩子嘎嘎的笑声，一转头就看到2个爆炸头一起玩了起来。秦霄这才想起来问堂妹的婚事。堂妹该不是没了男人吧？否则孩子不会连爹都不认识。阿婉，你是什么时候成亲的？那孩子爹呢？是什么人？还在不在啊？在，还活着。小狮子的父亲叫赵祯，他爷爷啊就是现在的新皇赵南萧。啊，好家伙，堂妹这是嫁了什么人家？小外甥是皇孙啊！先别想那么多没用的，你也知道赵家的身份变了，我现在的位置啊有些尴尬的。
阿婉，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啊？回长安城。秦霄又开始担心秦婉和小外甥的安全了。黄泉可贵，但是黄泉烫手，他们家的底子太薄了。大堂哥，你和二堂哥想要去哪儿？若是没有目的地，你们想要去京城吗？我们这次出来本来就是出来找你的，我们从普昌郡那边一路找过来的。秦婉一呆，这个时候眼中竟然有些湿润。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兄长。穆统领，咱们什么时候动手？让下面的人藏好了，包裹的严实一些，别让人认出来，晚上就动手。记住，不要真的伤了人，就是试探一样。穆统领放心，我们明白了。通知人下去准备吧。是。李卓的身影很快，差点踢掉了盘旋在一旁的鸟雀。莫青听到了一声悲愤的鸟鸣，想要伸手射出手中的飞镖，但是注意到了那鸟翅膀的金色，这不是随处可见的麻雀，这是大皇孙身边的小鸟，好像是叫渣渣的。莫青收起了飞镖，没有要了他的命。渣渣瞪着绿豆大的眼睛，惊恐地往回飞。莫青虽然好奇这鸟跟着他干什么，但是也没有把一只鸟放在心上。渣渣回到小狮子的身边，叽叽喳喳地叫了好半天。小狮子很疑惑，好些话不明白。娘，藏起来的叔叔要晚上动手，动手是什么意思？小狮子早就知道他们暗中有2群叔叔，那些人好好的在地上不睡，就喜欢睡在树上。小狮子没事的时候，就让好朋友渣渣去看看那些人在干什么。别怕，一切有娘呢。秦婉从小狮子的只言片语中已经知道了穆青等人的存在。至于史册带回来的人，他从第一天上山就告诉秦婉了。娘，那个统领说要试探一下咱们，他试探什么呢？你说试探？那个穆统领说的，他说不真伤人。人应该是皇上派来的人，不过赵南萧又想试探什么呢？蓦然，秦婉就想起了炸药。是了，一定是为这个而来的。赵南萧尝到了甜头，又知道火药的方子是我给赵真的，现在应该是试探我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武器。秦婉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腿上绑着的枪匣，看来以后要小心点了，不能暴露太多，否则或许还真的活不到小狮子长大。有了小狮子的预防，秦婉果真是不再出头。半夜的时候，穆青带来的人果真穿着夜行衣来袭击了车队，众人打的也算是刀光剑影。娘，你听，外面有声音。别怕，很快就没事了。小狮子，你别怕，有舅舅呢。秦婉想到这些人是要试探自己的，扒开车帘子。大堂哥，你快带着二堂哥离开我的车厢。阿婉，放心，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也会保护你的。你们2个赶紧上马车。既然赶不走，那就让他们进马车。秦萧2兄弟看了一眼打斗的人，这次没有迟疑，2人立即钻进了车厢里。萧景睿和穆青打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武功路数有些熟悉。等看到他的腰牌的时候，他都震惊了。你，穆青严肃着一张脸，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小声道：“奉皇上的命令，试探一下大少夫人。我答应表弟会安全带秦氏回去。皇上只让我们试探大少夫人是否还有更厉害的武器，我们不会要了他的命。”后半段的话穆青没有说。若是真的发现大少夫人隐藏了其他武器，那我们也不会客气。你说的是真的？萧大人放心，大皇孙还在其中，我们可不敢伤他。萧景睿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后面他就慢慢的弱了下来。穆青等人终于是占了上风，立刻有人大喊：“秦氏，拿命来！”然后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10几支箭齐刷刷的向车厢射去。萧景睿瞳孔一缩，他急忙行动，但也只是挡了2支箭。穆青也很是震惊，他没有想到真会有人射箭，明明计划中没有这一环节的。穆青带人撤走了，但离开的并不远，他还想知道后续到底有没有伤到小皇孙。萧景睿和史册几人飞快地奔向马车。大少夫人，你怎么样？刚才那些人功夫太高了，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看来回到京城得好好的和大公子禀报一下，让他注意到暗中有人要对小主子不利。萧景睿没有问，他直接拔下了射在车厢上的箭，接着想要把车门推开，然后就发现推不动。他把车厢门一拉，就看到了一层铁皮。好家伙，这马车还有机关。这时候秦婉在马车中按了一下，铁皮滑了上去。萧景睿就对上了秦婉笑眯眯的眼睛。你没事？我们都没事。萧大伯，那个穆统领离开了吗？什么穆统领？糟糕，小皇孙怎么知道那些黑衣人是穆青带来的人？难道他们之前就暴露了？可我还完全不知道呢。萧大人，小孩子乱说的。哎呀，糟了，忘记听出小狮子了。这事你们不要和外人说，不要让人知道你们知道动手的人是谁。史册也站在马车前，他自然也听到了小狮子的话。他的眸子闪了闪，他是赵真的人。这一刻他也明白了，皇上和大公子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看来以后皇上派来的人也并不是全然可信的。从这之后的史册更加小心起来，就是面对萧景睿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放心。他真的变成了秦婉的暗卫。之后赶路的日子，众人没有再遇到袭击。终于在1个月之后，娘，我们能很快见到爹吗？会见的。那爹会来接我们吗？
赵真会不会亲自来接他们母子俩？秦婉还真不确定。赵真的身份变了，况且从前赵真对他也没有几分情谊。不过秦婉觉得他和赵真不管怎么说也算得上是合作伙伴了，至少他给了赵真武器呢。至于秦婉给赵真火药的配方，秦婉倒是没有后悔，因为那时候他也只能东躲西藏的过日子，自己的安危都要小心翼翼的，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想要结束战乱太困难了。他没钱没兵没人，总之是个三无人员，保护自己都没有那么容易，更谈不上做出一番大事业。小安子见过夫人，这是小皇孙吧？长得真可爱。这是小狮子。大皇子已经期盼多时了，整日念叨夫人和小皇孙呢。那我爹怎么不来接我？他不喜欢我吗？那哪能啊，大皇子在皇宫呢，正忙着呢。小安子接到人，就带着车队往自家府中而去。大少夫人，这是皇上赏赐给大皇子的侍妾。趾高气扬的女人们蔫儿了，他们本来就是来见秦婉的笑话来着。看看这个土包子有多土的，谁料小安子竟然还称呼那个女人为夫人。韩清代只是扫了一眼秦婉，发现她不足为惧，他倒是把目光的重点放到了小狮子的身上，尤其看到小狮子的小脸的时候，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小狮子感觉有个漂亮的姨姨在看他，他就对着韩清代笑了一下。韩清代怔愣片刻，心倒是往下沉了沉，是个聪慧的孩子。你们好，我是秦婉。哟，小安子，她是夫人，那我们是什么呀？这位是我们大少夫人，大公子明媒正娶的夫人。小安子这话一出，让4个侍妾的脸都僵硬片刻。韩清代在刚才李佩兰开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没脑子。韩清代上前走了几步，来到了秦婉的身边，盈盈一拜：“妹妹见过姐姐。”妹妹客气了，快起来。还不知道妹妹叫什么？妹妹真是好相貌，还有这身气度，看着就不凡。妹妹归名清代，家父正是户部右侍郎韩启山。韩妹妹果然是出自名门。妹妹轻言，见过姐姐。我祖父是御史大夫苏训。妹妹连梦，见过姐姐。家父正是军器少监朱茂生。两位妹妹客气了，快请起吧。2名侍妾也只是弯了一下身子，他们主动介绍，更多的是想秦婉知道他们的身份，倒不是多尊重秦婉。秦婉又不是傻子，自然知道他们的意思，否则只说自己的名字就好了，干嘛把老爹和爷爷都说出来啊？李佩兰觉得其他3人太没有骨气了，她是不怕秦婉的，也没有想要自报家门的意思。妹妹们也知道我才从北地回来，就先不陪妹妹们说话了。是妹妹们打扰姐姐了，改日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姐姐。韩妹妹怕是有了身孕，自然是要好好休息，不用着急过来拜见我。韩清代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肚子，苏清言、朱莲梦2人的目光像是个雷达一样扫向了韩清代，就是李佩兰都是目光幽怨地看着韩清代。她来了这么久，还没有和大皇子圆房，韩清代竟然有了身孕了。谁怀孕了？宋芷柔被小丫鬟春霞扶着，气呼呼地走了过来。是谁怀孕了？这俩是一个类型的呀。哟吼，还真是正品和仿品都在了呢。哼，赵真这小子玩的挺花呀。啊，宋姐姐，韩姐姐貌似是怀孕了呢。韩清代确实是有了身孕，只是没有想到她会被秦婉看出来。本来她想着等3个月之后再爆出来的，她已经接到了内部消息，大皇子在1个月后就要被册封为太子了。她本想那个时候才暴露出这个喜讯来着，到时候侧妃的位置她也不是不能争一争。太子能有2个侧妃，1个名额已经被潘艳如预定了，剩下的那一个被宋芷柔看成了囊中之物。可是若是她有了孩子这个筹码，也不是没有机会的。但是现在竟然被秦婉暴露出来了，她很是气愤。秦姐姐真是好眼力，我也是才知道自己有了，还没来得及告诉大皇子，秦姐姐才一回来就发现了。秦姐姐难不成是有千里眼，还是姐姐在千里之外？秦姐姐和大皇子情分深厚，在府中给姐姐留些人也是正常的。韩妹妹还真是误会了，我是第一次见几位妹妹，佳儿不过是见妹妹多次抚摸肚子，这才有了怀疑。我刚怀孕那阵子啊，也是感叹小生命的神奇，也是喜欢抚摸肚子罢了。刚才不过是我猜测，说是妹妹真的怀孕，那还是早些看大夫。怀孕前3个月胎相是很容易不稳的。那是妹妹误会秦姐姐了。小安子，我累了，前面带路吧。好，大少夫人这边走。太极殿，赵南萧和赵真商量完了朝中的事情，才道：行了，国库空虚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你先回去吧。是，父皇，那儿臣先告退了。赵真离开之后，赵南萧才疑惑地出声：大皇子府中可是有什么事？启禀皇上，奴才听说今天有一队马车去了大皇子府。陛下，母亲回来了。赵南萧这才知道刚才儿子频频失神的原因，他沉着一张脸，淡淡的道：让他进来。很快，母亲就走进了大殿。臣参见陛下。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是，陛下。等人离开之后，赵南萧才问出口：说说吧，试探出来了吗？陛下，臣并未看出大少夫人的异常之处，这一路过来，发现她和寻常妇人无异。你确定？大少夫人一路上都是带着孩子，和别的妇人一样，洗菜做饭并无差别。她不是喜欢打铁吗？是，在山谷中，臣见过大少夫人打铁的棚子，但都是寻常的工具。回来的路上，臣也遇到了秦家的2兄弟，他们这次也跟着一起进京了。哦，秦家2兄弟怎么样？
他们可有可疑之处？秦家两兄弟不会武，人也有些木讷，但秦家祖辈就是打铁的，想必打铁的手艺不错。行了，你先下去吧。是，陛下。赵祯出了皇宫之后，脚步倒是慢了下来。墨轩很不理解，在皇宫里的时候，大皇子不是非常着急的样子吗？怎么现在人倒是显得踌躇起来了？走，咱们去找表哥。是，现在怎么有时间过来？一路上还顺利吧？萧景睿简单的说了一下路上发生的事，但是却隐去了穆统领试探秦婉的事，因为当时史册也在，想必史册会告诉表弟的。萧景睿其实不想破坏赵祯父子之情。表哥，秦氏怎么样？人都回来了，怎么样？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真没有回来的时候，他心中牵挂，但是时间太长没见了，现在反而是退缩了。还有，他可以信任吗？会不会像他一样？赵祯想到了之前查到的事，怒火就在心中蔓延。到底怎么了？这不像是从前的你啊！况且你还没见过你儿子呢，那小子很是乖巧。是吗？那孩子很懂事，他很聪慧，还有点特别，你看了就知道了。好，那我回府看看去。萧景睿无奈地摇了摇头，感觉这次回来见他，比从前阴郁了很多。什么？他们进宫了？大皇子、夫人和小狮子确实是被皇后宣进宫了。什么时候走的？走了1刻钟了。大皇子、女主子和小狮子俩人在北地久了，想必也还不熟悉宫中的规矩。咱们是不是去宫中看一看？走吧，随我一起进宫。一路上，赵祯隐晦地问了一下秦婉在北地的事，得知秦婉喜欢独处，还是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写写画画之后，赵祯的心情好了不少。坤宁宫，他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啊？皇后娘娘没想到，她心心念念的乖孙是个炸毛的小怪物。回皇后娘娘，这孩子出生之后就是羊毛卷。羊毛卷儿？皇后慢慢的走近，仔细的打量小狮子的小脸，忽略那头发，还真是和他大儿子一个样。小狮子，这是你祖母，来叫人。祖母好。哎，来，和祖母到那边去。我娘。小狮子的意思很明显，我娘还跪着呢。起来吧。谢皇后娘娘。你也过来坐吧。是。你那头发还有衣服，以后都得换一换，你看成了什么样子？赶路的时候都穿成这样啊，这样安全一些。于是秦婉就把一路上遇到匪寇的事和皇后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一路都是乔装赶路，太过张扬了不好。娘娘没见过从前的我，为了不被胡人盯上，我连头发都剃了，剃得一块又一块的。我今天才到，还没有来得及修正就进了宫，让娘娘见笑了。秦婉发现皇后对她的态度有些改观，她又不是傻子，当然再接再厉强调了一下她很清白。哎，你也是不容易，我让你们进宫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我大孙子。娘娘，大皇子来了。小狮子，是不是想爹爹了？想。让他进来吧。皇后这话才说完，赵祯已经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这是我的孩子吗？这头发怎么这样？赵祯因为宋芷柔的不忠，现在有点草木皆兵。这时候，那个大头娃娃扭过头，正对着赵祯。赵祯看到那张小脸，那是一张非常熟悉的小脸。蓦然，赵祯嘴角轻轻地勾起。小狮子见到高大的赵祯，眼睛一亮，这个人和他长得一样，应该是爹爹。爹爹，你是我的爹爹吗？赵祯急忙快走几步，来到皇后的面前。小狮子，我是爹爹。这孩子真像我。秦婉看着赵祯，感觉他和从前比变了很多，人貌似多了几分忧郁。这家伙后院这么多女人，过着左拥右抱的日子，还不开心啊？真是奇了怪了。这孩子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啊？你头发也不这样啊？我的头发像舅舅，二舅舅的头发和我一样。你有舅舅？我有2个舅舅。我们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了我大伯家的2个堂兄，我二堂兄的头发和小狮子是一样的。赵祯点了点头，也不追着小狮子的头发问了。行了，你放下他，让他过来我这玩一会儿。赵祯把小狮子放了下来。祖母，我饿了，我还没吃饭呢。快去御膳房传一些小孩子好消化的饭菜上来。是，皇后娘娘。赵南萧在知道皇后把秦婉母子俩都请到了皇宫之后，也来了兴致。等他到的时候，就发现妻子和儿子正带着秦婉母子在用餐。臣妾见过皇上。儿子见过父皇。儿媳见过父皇。都起来吧。父皇，这是小狮子。小狮子，这是皇祖父。来，喊人。皇祖父好。过来。小狮子没有靠近，反而是往赵祯的身后躲了躲。小狮子的内心非常敏感，他能非常直接地感受到谁对他好。父皇，孩子太小，可能是妊娠。秦氏，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
秦婉知道这是赵南萧没事找事了。皇上，小狮子还小，又是第一次面见天颜，因此才会胆怯。朕看你是不会教育孩子，才会让他如此胆小怕事。我看小狮子以后就留在朕身边，由朕亲自教导。皇上，小狮子还不到2岁，离不开母亲呢。况且皇上日理万机，照顾小狮子也多有不便。父皇，前朝的事务繁忙，您宫中的嬷嬷那么多，养孩子的经验老道，你们不必担心。秦氏，你不用担心，皇上公务繁忙，本宫有时间照顾小狮子的。这一个个的都不安好心是吧？看来都是这日子过得太清闲了。皇上，皇后娘娘，小狮子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让他离开我身边的。小狮子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祖父和祖母都是坏人，他们都想要把他抢走。我要娘，我要娘。小狮子放心，娘不会让你离开我的。秦氏，你敢抗旨不成？父皇，小狮子确实还小，离不得母亲。若您真想看他，儿子会每日抱着小狮子进宫的。秦氏，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把小狮子给我，那样大郎的正妻之位就是你的；第二是小狮子在你身边养着，但你的正妻之位就没了，只能当大郎的妾室。你想想看吧，看是要孩子还是要正妻之位？我选第2个，我可以不当赵真的正妻。赵真没有想到，他还没有求情，秦婉就答应了，一分犹豫都没有。他心中很是复杂。秦婉没有注意到赵真难看的脸色，他目光坚定地看着皇上。秦婉在回来的时候就猜到了可能受到的待遇，况且路上还有穆青的试探，这让秦婉知道赵南萧这个人才是最不好对付的。况且他要的不是皇后之位，他是想要当太后的。赵真这个男人，他没有留恋，正妻之位现在也可以不要。这是你亲口答应的，可不要反悔。不悔。赵南萧的目的达到了，非常满意。出宫的路上，秦婉抱着孩子，赵真跟在一旁，两人谁都没有开口。秦婉看了一眼一脸阴沉的赵真，更加确定自己没有选错，他才不要当那个活靶子。况且很多事不急于一时，赵南萧这个老匹夫看着不像是长寿的，他就是熬都能熬死他。赵真瞥了一眼秦婉，没有搭理他，两人就这么一路无言的回到了永昌坊的宅子。大皇子，我们主子请大皇子去看看呢。有何事？大皇子，我们主子今日请了太医，他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赵真瞳孔一缩，脸上没有任何笑意。你说韩青黛怀孕了？是，她怀孕还是我发现的呢？你应该谢谢我。看到赵真要杀人的眼神，秦婉住嘴了。他找了一个借口，小狮子困了，我先带他回去了。说完，抱着小狮子一溜烟的跑了。溜得怪快的。想到秦婉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正妻之位，赵真就很心塞。那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不是白做了？计划都被这个蠢女人给打乱了。想到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正妻之位，到底是对他没信心，还是根本就不在意呢？高伯、平婆婆，你们2个坐。两人也没客气。平婆婆，咱们回了京城，您是想要回到原来的主子那边，还是留在我这边？成王府的消息我还没有打探，不过若是夫人不嫌弃，我愿意留在夫人身边。平婆婆，你愿意留下来，我很开心。正巧我身边也没有可信的人。夫人，坤宁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秦婉没有隐瞒，把皇上让他做决定的事就说了一遍。哎呀，没了正妻之位，小狮子的位置就尴尬了。好好的嫡长子就这么没了。夫人的选择没错，若是夫人不答应，皇上把孩子抱走，夫人以后想看恐怕都难了。后宫是个吃人的地方，小主子这么小，明枪暗箭都少不了。是，平婆婆说的对，现在咱们是弱势，只能徐徐图之。高伯、平婆婆，你们能给我讲一下京城这些官宦人家的情况吗？秦婉有了高公公和平婆婆的科普，终于是了解了从前京城的局势。那些都是从前的事了，现在京城外面的局势还是要派人查一查。高伯，我现在人手不足，有一些事情我也不能通过赵真。夫人放心，我还认识一些人，我来帮你找人。高伯放心，我手中有钱，对外面的人可以大方一些。好。史策，你说一说路上的情况。史策没有隐瞒，把一路上遇到的匪寇之事都说了一遍。大皇子，其实除了那些匪寇，在路上我们还遇到了穆统领。穆青，他也去了北地，他做了什么？穆统领带着大内护卫隐藏了身份，袭击了我们的车队。继续说。属下觉得穆统领的目标就是大少夫人，他们的行动专门针对大少夫人的马车，好像在看大少夫人有什么保命的手段。秦氏知道那些人是穆统领带去的吗？知道。怪不得秦氏是怕了
他放弃正妻之位是为了保命。这一刻，赵真不怪秦婉不和他商量，就拒绝了。行，这事我知道了，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再向外泄露。是。行了，你先下去吧。史策退出去之后，赵真又把小安子叫了进来。给韩氏送去的补药，他要按时服用吗？有的，奴才亲自送去的。没有亲眼见他喝？有几回是玉嬷嬷接过去的，奴才没瞧见。行了，你下去吧。是。小安子离开之后，一名身材和赵真很相似的暗卫立即就现身了，请大皇子责罚。这事不怨你，是小安子办事不力。那孩子，先不急，看韩家那边有什么动作。韩侍郎很谨慎，不过属下已经查到了一些眉目，找到了一些官员的名单，属下还需要再查证。好，速度要快，小心一些，不要让父皇知道。是，大皇子。大堂哥，你们在府上还待的习惯吗？阿婉，我和二弟想搬出去。有人为难你们了？没有，府中的下人对我们都很客气。在府中没什么意思，我们想搬出去住。你们搬出去也好，这个盒子你们拿着，在外面买个宅子。阿婉，我们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大堂哥不要客气啊，我现在处境你们也知道，咱们秦家还是太弱了。大堂哥，你们呢先在外城买个宅子，以后咱们家在京城再开一个铁匠铺，先安顿下来。这个好，京城的花销也大，有铺子好。秦婉想到的可不仅如此，不过他们家的人现在或许被人盯着，先稳几个月再说。很快，皇上册封赵真为太子的圣旨就下来了。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就不能来了吗？也不是，我还是很欢迎你来看小狮子的。爹，你不高兴吗？没有，你爹都是太子了，哪能不高兴啊？咱们搬家的时候，你带人去安排。还有，到了东宫要设宴，这些事你都要管一管，不要像个鸵鸟一样，整日猫在院子里。后院的事情多上点心。我管？皇上意思很明显啊，他不是说我不能……那是你答应的，不是我。秦婉呆住了，他确实从来没有问过赵真是怎么想他的，他以为赵真和皇上的想法是一样的呢。管家权，你要不要吧？赵真，你想把东宫的管家权交给我？我都让高公公提前进去安排了，意思还不明显吗？高公公的心向着谁，你以为我不知道？秦婉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心思被赵真发现了，但他是坚决不能承认的。高公公是你自己亲自找的啊，和我可没有关系啊。到了东宫，后院的事情都交到你手里。皇上不会同意吧？父皇管不了那么多，在东宫过咱们自己的日子，你得多为了小狮子打算，别傻乎乎的。这话说的像是他是小狮子的后娘似的。皇宫里的那些宫女和太监身后没准都藏着主子呢，你也得警醒些，别着了他们的道，看到哪个可疑的就报给我派人换了。还有这次和你一起进京的那些妇人，到时候也给他们下帖子，你多和他们见面，他们丈夫都在朝中，有他们吹一吹枕头风，对你有帮助。见秦婉还木呆呆的，就又继续道：还有从前你手下那个李二牛和王大山他们，我已经安排到西郊大营去了，我看他们都没媳妇儿，到时候你挑些可信任的人赐给他们做媳妇儿，那些人对你就更忠心了。秦婉见像是老妈子一样的赵真很不理解，这和从前认识的人不一样啊。太子妃的位置父皇卡着，侧妃的位置还有一个，到时候我会替你争取。我现在还是太子，很多事没办法做决定，但侧妃也不是没有机会当皇后的。秦婉没有想到赵真会说出这一番话来，听这人的意思是想让她将来当皇后。为什么？你从前不是很讨厌我吗？我从来没说讨厌你，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那你喜欢我？赵真的耳朵红了，没有反驳。难道我猜对了？不讨厌。秦婉觉得她要和赵真好好的谈一谈。小狮子，你去外面找平婆婆，我和你爹有事情要谈。小狮子乖巧的从赵真的身上滑了下来。好的，娘。虎头，咱们走。赵真，咱们好好谈一谈。你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不是一直喜欢你表妹吗？赵真听到秦婉提起宋芷柔，脸上的笑意都收了起来。我提了你表妹，你不高兴了？她不是你心上人吗？不要说她。秦婉看赵真这样，很疑惑，这两人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就算不提她，你那后院可还是有好些女人呢，还喜欢我，先滚去。那些人是父亲送过来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不耽误你睡他们是吧？赵真起身来到秦婉的身边。你吃味了？放屁！你离我远一点啊！想到他后院的女人，秦婉直接弯下腰，从底下钻了出来。还怪有办法的。这时候，小安子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太子殿下，皇上宣殿下进宫。有话以后再说。说完，就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小狮子正和虎头在院子中玩耍，就是渣渣也盘旋在半空中。小狮子对着渣渣挥了一下手，渣渣立即落在小狮子的肩膀上。渣渣，你跟着爹爹，看看他去哪里玩了。渣渣叫了几声之后就飞走了。小狮子回到家的日子，好些天没有见到赵真，他就派他的小伙伴去找他爹了。直到爹爹一直在外面忙，没有去关心那未出生的弟妹，小家伙才开心。所以今天见赵真来，这小子才毫无芥蒂的和爹爹亲近。
小狮子自己玩了一会儿，就觉得有点无聊，于是就带着虎头悄悄地出了院子。院子中的下人都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没有人注意到小狮子走了出去。小狮子出了院子之后，就迈着小短腿撒丫子往外跑，跑了好远，小狮子才敢笑出声来。嘿嘿，我出来了，虎头，快跟上！2小只就这么跑走了。父皇找国是何事啊？为什么这么急切？可是他身体有恙。皇上的龙体如常，小的出宫的时候，皇上还很开心。赵祯点了点头，不再追问。谁料走到太极殿外的时候，就见到了一位中年女人从太极殿出来。虽然距离有点远，但是还是看清楚了这人是谁。前朝郡主商梦溪。外命妇进宫，为什么不去后宫拜见母后，来太极殿做什么？赵祯来到了太极殿门口，等着通报的功夫，又看了一眼远处的身影，于是低声吩咐：史策，派人查一下广陵侯府，尤其是这个商郡主。听说你后院的韩氏有了身孕。赵祯心中一沉，他明明交代府中不得把消息往外传，就是太医都下了命令，到底是谁传出去的？怎么，这大喜事你还想瞒着朕？父皇，韩氏的肚子还不满3个月，儿子听说3个月之内最好不要外传，那样对胎儿不好。大郎啊，朕怎么算是外人？这可是朕的亲孙子呀！这还真不是你的亲孙子。不过赵祯不想让皇上知道韩侍郎的事还没有查清呢。是，儿子知错了。不过父皇是听谁说的？朕还想批评你呢。朕这个做祖父的，还是听韩侍郎说，才知道朕又快有了小孙孙了。韩侍郎啊，这人最近真是太活跃了。父皇，儿子这就去传太医。不用，朕知道自己的身体，不用请了。还是传太医来看看吧。冯顺，冯顺，快去传太医。冯顺急忙走了出去，派人去传太医了。都说了不用找太医了。父皇，龙体为重啊。朕的身体朕知道，太医院也就那水平了。大郎，朕现在是不放心你。这天下看似是咱们赵家的，可是朝中的各个派系或许都等着看咱们家的笑话。国库没钱，朝中的老狐狸们整日在扯皮，政令实行困难，京城世家们作弊上官，他们占着大量资源，想的都是怎么掠夺更多。大郎，打天下容易，但是守天下难呐。父皇，这天下都是咱们赵家的，那几家儿子就不相信他们屁股底下都是干净的，等找到了证据，抄了他们家就是。大郎，你还是太年轻了，管理国家不是只有武力才行，你呀，要学的还多呢。是，儿子明白。赵家还真像那些穷人乍富一样，赵祯从前都是被当作将军培养的，思想上更是个武人，文人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确实是了解不深。赵南萧倒是懂一些，但他身体不好，精力不够。赵南萧现在是着急的，急于把赵祯培养起来。等你入了东宫，詹事府的班底也要组建起来了。是，父皇。这3个人你看一看，看对哪个人更欢喜些。赵祯看到是画像的时候，本能的有些排斥，但是赵南萧身体状况让他不能强烈的反对他。然后发现其中一张和商郡主有些像。大郎喜欢这个女子。父皇，这女子是谁啊？这是姚家的千金姚湘俊，当你的太子妃可好？父皇，儿子觉得姚姑娘不合适。怎么会呀？你刚才不是看了许久？况且姚家也是4大世家之一，现在4大世家抱团，咱们要打破他们的同盟。父皇，儿子看他是因为在殿外遇见了广陵侯夫人。哦，你们碰到了，还真是巧呢。父皇，据儿子所知，广陵侯夫人正是前朝的郡主，姚湘俊的身上有着前朝皇室的血脉，儿子以为她不适合当太子妃。见赵南萧还想说，赵祯立即把路堵死了。父皇，咱们赵家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不能毁在一个女人身上。儿子觉得含有商家血脉的女子都不适合在后宫出现。父皇，血脉不能乱，要是真让商姓女入了后宫，那他们生了孩子，将来这天下或许又要易主了。大郎，你要是不喜欢姚家姑娘，就看看夏家的。夏家也是4大世家之一。他一个都不想选，他还想给秦婉留着呢。父皇，太子妃的人选不急，慢慢选才好。现在是您的身体重要。若是你选不出来，就让你母后看看。赵祯为了转移话题，问道：父皇，商郡主找你是何事？她一个外命妇，怎么来了太极殿了？
赵南萧不自然地对赵真搪塞了几句，然后就把他赶走了。赵真本来也没想在父亲口中得到答案，他不过是转移话题罢了。赵真有一种直觉，顺着查商郡主能查到真相。大皇孙，你怎么自己出来了？我不是一个人，我还带了虎头一起呢。大皇孙，这老虎是猛兽，要关在笼子里的。现在它还小，长大了会伤人的。它不会，它很乖的。大皇孙，你还太小了，以后不要一个人出来。走吧，我送你回玉兰院。苏姐姐，我怕老虎，就先回去了。好，你先走吧。苏青言小心地走到小狮子的身边，见小白虎没有扑上来，劝道：大皇孙以后出来要告诉你娘，知道吗？我过年就3岁了，我是大孩子了。是，那也还要2个月之后才是呢。姨，你笑起来很好看，就比我娘差一点儿。我能牵着你走吗？小狮子仰着小脑袋看了他一眼，才把小手递了过去。苏青言握着小狮子的小胖手，心中更想要个孩子了。两人就这么和谐地往玉兰院走。这人的打扮真好玩，像个大公鸡一样。这是谁家的小孩，竟敢取笑我们夫人？这是我们府中的大皇孙。哟，这就是大皇孙呀！瞧这小脸可真是会长。韩夫人虽然脸上笑着，但是眼神却是冰冷的。小狮子见他向前走，自觉地往后退了一下。小白虎察觉了小狮子的紧张，立即冲着韩夫人龇牙，嘴里还发出了不太响亮的虎笑声。哎呀，这府中怎么会有老虎？不行，他的女儿可是怀孕了，若是在花园中遇到老虎，吓动了胎气就不好了。韩夫人目光狠厉地看着小白虎，心中已经有了打算。虎头是我的朋友。老虎是猛兽，要关在笼子才好。看来夫人真得把这事儿禀报给太子殿下，让太子殿下管一管。咱们大姑娘可是怀着孕呢。要关也是把你关起来，你这个老太婆是个坏人。大皇孙的规矩。话说到一半，还无奈地摇了摇头。苏青言这时候有点尴尬，他也看不上韩夫人，和小孩子还这么计较。但是他又犯不着为了秦婉和大皇孙得罪韩家。韩夫人，大皇孙出来也久了，我这就送他回去，就先告辞了。苏家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去亲近秦氏？苏御史是有什么谋算？夫人，咱们快去见大姑娘吧。行，走吧。秦婉带人出来找孩子，在玉兰院的附近都没有找到人，也是没有想到那小子会跑这么远。后来听到了虎啸声，就循着声音找了过来，然后就发现小狮子被苏青年牵着。秦婉抽了抽嘴角，这小子还真是不认生啊。娘，秦姐姐，我在花园看到大皇孙一个人，就想着帮你送过来，真是太谢谢苏妹妹了。这小子呀是自己偷跑出来的，我都没注意，多谢妹妹。秦姐姐太客气了。苏妹妹，你要不要到我那边坐一坐？妹妹也出来久了，就先回去休息了。行，那妹妹改日再来。好。他真的曾经流掉了一个孩子？是，怕去翠泰城的探子查到宋姨娘曾经乔装去医馆买打胎药，现在医馆中的大夫和抓药的伙计已经在来京的路上了。奸夫是谁？胡万愁？是，除了胡八总，没有查到其他可疑的人。孩子是什么时候流掉的？时间差不多是太子和萧大人往各地去运粮的时候。还真是迫不及待呀！赵真现在的愤怒已经少了，更多的是厌恶，已经没有几个月前知道消息的时候那种沉痛和屈辱了。他讨厌所有耍心机的女人，包括喜欢给他下药的人，一个一个的，只要敢伸手的，他都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吩咐杜牧把监牢中的胡万愁秘密送到京城，还有春才也带过来。是，太子殿下。另外，这件事不能泄露，若是被别人知道，小心你们的脑袋。是。他是真的不想知道这件秘闻呐，这尼玛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谁想知道啊？嫌命长吗？请高公公进来吧。参见太子殿下。有何事求见故？高公公急忙从怀中拿出了一份单子，小心地递了上去。太子殿下，这是东宫娘娘们的住处分布图，您长长眼，看是否还要变动。赵真一听是这事儿，接过来仔细地看了起来。等到看到宜秋宫和宜春宫两边的宫殿全部都安排了人之后，赵真的眉头皱起。高公公的心中打鼓，他偷偷地给秦婉谋了福利。东宫中的宜秋宫和宜春宫两个宫殿，还是宜秋宫要更加尊贵一些。高公公把秦婉安排在了宜秋宫，但是为了他不扎眼，又把苏青言安排在了宜秋宫。高公公对京城的小姐们也是有了解的。苏青言的祖父是御史大夫，官职高得很。苏青言这个女娃子人也是清高的，这样的人是不会主动勾引太子的。高公公见赵真久久不语，还以为自己的私心太明显，让赵真不悦了。殿下，可是有哪里不妥？把苏氏也挪到宜春宫去。我的乖乖呀，
太子比我小的还要重视婉丫头。太子殿下，若是女主子单独住在宜秋宫，恐怕皇上那边……那这样，让秦氏带着小狮子单独住在宜春宫的主殿，其他女人全都安排到宜秋宫去。高公公一呆，他没有想到赵祯让秦婉单独占领了一座大宫殿的决心这么大。怎么，这么安排还不行吗？小狮子还太小了，要和后院那些女人远一点。啊，行，太行了，殿下英明。那几个人住进宜秋宫，主殿和主殿旁边的侧殿全都空着，不允许他们住。表小姐宋氏和怀了孕的韩氏，他们是否需要特殊照顾一下？不用，他们又不是比别人多了个胳膊腿，不用区别对待。殿下，这是奴才去掖庭局给各个宫中选的下人，劳您过目。赵祯接过名单，大概的扫视了一眼。好，这事姑知道了。殿下身边也要有个长侍太监，奴才看殿下现在都还带着护卫，是没有人选吗？高公公还是想打听一下，因为这个人真的太重要了。高公公也是有点私心的，要是选个和他关系好的，那他以后做事也方便啊。赵祯听到高公公这么提醒，就向他看来，还把他从头到脚的扫视了一遍。看我做什么？难道太子不高兴了，觉得我过界了？殿下，大半，不如你来当姑的长侍太监。殿下，奴才已经到了知命之年，恐怕……大半过谦了，我看大半年轻着呢。见高公公没有开口，又挑眉问道：怎么，大半是不想您是姑了？殿下，奴才在山上照顾大皇孙习惯了，这才离开几天就想得紧。况且女主子的脾性，殿下也是清楚，她是个心大的，没那么细致。奴才也是担心大皇孙的安全。这不，今天府中就传来了消息，大皇孙自己偷跑出去了。人没事吧？没事儿。不过这是在府外，若是到了宫中，要注意的就多了。老奴不在身边，确实是担心呢。好，姑知道了。高公公松了一口气，于是谈话结束之后，就飞快地离开了。赵祯盯着人员名单，喊了侍卫进来，去把许佑叫来。是，殿下。许佑进来之后，赵祯就把名单给了他。这名单上所有人的背景都要查一查，看看是否有可疑的地方，重点查一下分给秦氏和小皇孙名下的，保证那些人底子是清白的。是，太子殿下。查清之后，尽快禀报给我。赵祯已经想好了，从秦婉那份名单中挑一个大太监，调到自己的身边。高公公这老头对秦婉和小狮子是没话说，他愿意伺候小狮子，不来也罢。但是秦婉的身边也要有得力的太监总管。哎呦，我的乖乖，听说你今天还自己跑出去了？大爸，我想出去玩，院子太小了，虎头都跑不开，他也嫌弃小呢。等2天就好了，等咱们搬进皇宫啊，地方就大了。是吗？那太好了。大爸，你这些天去哪里了？我都见不到你，我可想你了。以后啊，大半都不离开你身边了，你也不要淘气，不可以乱跑，好不好？好，小狮子是乖孩子，听话。好，我们大皇孙呢，就是最聪明的小孩。平婆婆，这身裙子挺漂亮的，就是这大红色穿着太显眼了些。娘娘，这红色是只有正室能穿的颜色，太子亲自派人来给你送的衣服意义不同。秦婉一呆，她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平婆婆，咱们走吧。两人才一出门，就见到了一身明黄的赵祯。赵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秦婉，让秦婉弄了一个大红脸。你怎么来的这么早？你这么打扮还挺好看的。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这不是你送的这行头好吗？以后呢，可以多送一些。赵祯看着秦婉这副爱钱的模样，没有嫌弃，反而觉得有点可爱。他发现秦婉的想法很好猜，直白得很。好，秦婉就是开玩笑的，没有想到赵祯竟然会答应，而且被他热切的眼神盯着，秦婉有些慌乱。爹爹，娘亲，还有我。赵祯看着小狮子可爱的模样，嘴角的弧度更高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们一家3口团圆了。编外人员高公公也是开心，因为他没有想到他的大徒弟石喜被赵祯选走了。走吧，和爹爹一起进宫。好呀。今天长安城的百姓都知道太子要搬家了，因此好些百姓都过来看热闹。百姓们除了看太子，就是想看被议论最多的秦婉。可惜秦婉等众多女眷都是坐在轿子里，百姓们想看也看不到。虽然没有看到秦婉，他们却是看到了大皇孙，尤其是见到他的头发的时候，嘴里都是啧啧称奇的。小狮子看着远处百姓的脸，也是能听到他们的议论声。他有点想念二舅舅了，
至少有他在的时候，他不是特殊的。爹爹，你能把二舅舅接进宫，让他保护我吗？赵真很疑惑。据他所知，秦婉那2个小哥哥就是普通的铁匠，可不会武功。为什么？我就是喜欢二舅舅，想他陪我。你二舅舅估计不愿意，他应该不想当太监。爹爹，我想二舅舅进宫来嘛。小狮子开始缠着赵真，一时间让赵真有点头疼。东宫可不能进歪男，那2人又不会功夫，就是侍卫都当不了。太子殿下，不若让秦家2兄弟去军器监，2人都是铁匠出身。军器监？军器监就在詹事府对面，距离咱们东宫不远的。大皇孙若是想去见人，也不妨事的。可行。阿婉，你知道皇上要给太子选太子妃了吗？知道。你是大郎的正妻，虽然那时候大郎不是太子，但你是他明媒正娶的媳妇，又给他生了嫡长子，这太子妃的位置你必须要啊。秦婉叹了一口气，把第1天回京被皇后召进宫还有皇上的威胁说了一遍。哎呀，事情就是这样，皇上要抱走小狮子，我没有办法让他离开我身边，就只能答应皇上放弃正妻之位。二夫人胸口起伏，想要说脏话，又忍了回去。那你也不能这么放弃呀！你不要正妻之位，小狮子就不是嫡子了，那他以后的位置会非常尴尬。大嫂，太子大哥是什么想法呢？对，阿婉，大郎对你怎么样？赵真对我和小狮子还算是不错，宜春宫这里只住了我和小狮子2人。他之前透露过，他会说服皇上让我当侧妃。看来太子还是挂念你的，不过先不能让他把名分定了。秦婉自从知道皇上不让她当太子妃，就想徐徐图之。你二叔今天进宫才知道这回事，他已经出去安排了，到时候会在朝堂上提出立你为太子妃。可是我已经答应皇上了。嗨，皇上也不占理，所以只敢在私下用孩子要挟你。我保证，他绝对不敢在众人面前否定你。毕竟你是他亲自给大郎定的媳妇，跟着皇上一起打天下的北地臣子都是知道的。阿婉，你还是被皇上套路了。他在你刚进宫那天就这么做，目的就是给你个下马威，也存了让你主动否定正妻名分的意思。那我放心，你脸皮厚一点，就当没答应皇上这回事。二婶，这样会不会不妥呀？没什么不妥，你记住，只要皇上问你的时候，你不开口就行，表情也凄苦一点，其他的就不用你管了。娘，大嫂这样能行吗？事情还没办成，谁知道什么结果呢？咱们现在是争1保2，先让你二叔办，他先在朝堂上提出来，皇上也是要脸的，他不敢在朝堂上否定你，反而还会为了你的名声夸你几句，就算最后不成，也有太子保证的侧妃呢，不吃亏。秦婉摸了一下脸，脸皮确实是可以厚一点。二夫人这才有功夫打量起秦婉来。阿婉，你平日就该多打扮一些，像今天这样就很好看。大嫂确实很好看。晴儿，你去看看你弟弟跑去哪里了，盯着他点儿。好，我出去找找。大嫂，我就先出去了。好。阿婉，你听我说。秦婉乖巧的应了一声。她知道二夫人是为了她好，就算2个人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她也不会否定二夫人的话。阿婉，面对太子的时候，你要软和一些，也亲近一些。毕竟他是小狮子的父亲，又是太子殿下，你不能他主动亲近你的时候把人往外推。秦婉还有心里那一关没有过，她其实已经做好了在后宫受冷落的心理准备。她是想着建立自己的势力，以后来给小狮子保驾护航。二婶，我知道的。阿婉，你要好好想一想，既然你主动回了长安，就是想要接受大郎，大郎现在是太子了，以后的女人只会越来越多，后宫的女人靠的是宠爱过活的，你要抓住大郎的心，让他爱上你。二婶，这恐怕会有些难。事在人为，阿婉，我知道你自尊心强，可是有时候该软的时候也要软，要用女人的优势。二夫人见秦婉认真的思索了起来，就不再劝了，话点到为止。行了，我今天出来也有一会儿了，就先回去了。二婶，要晚上再走吧？不用了，今日出来的匆忙，我还想着回家问问你二叔的成果，就不耽搁了。二婶，我库房中有好些布匹，花色都很好看，你带回去几匹布给强儿做衣裳。也好，多做几身，到时候给他相看婆家用。正是这个道理啊。太子殿下，咱们要去哪个宫？赵真想到了秦婉，轻咳了一声。姑答应大皇孙晚膳和他一起用，就去宜春宫吧。是。
娘，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你爹现在有事，咱们等一会儿再去。娘，咱们是和爹玩捉迷藏吗？我和福生哥哥们玩过。差不多吧，咱们先别说话啊。娘，我最会藏了，我不说话。小狮子说这话的时候很得意，他和铁蛋和福生玩捉迷藏，他有渣渣帮忙，很快就能找到他们。秦婉并不知道，他和小狮子的动作都被赵真看到了。他现在没有什么心情和宋芷柔拉扯。你有什么事？快说。表哥，你看，我今天特意穿了你送我的裙子。现在的天气根本不是穿着裙子的季节。表哥，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害怕我得了风寒，那不如到我的院子坐坐。不必了。表哥，到底是因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这么冷淡？什么原因？想必你自己最清楚。赵真说完这句话，径直越过了宋芷柔，不再看他一眼。爹爹，你好厉害，一下就找到了我和娘。有这些人呢，你们藏什么？这些人什么时候跟来的？你还要坐在地上多久？赵真看着秦婉没动，直接伸出了手。赵真真的太会找了，就连手都这么好看。不起来吗？秦婉没有忍住诱惑，把自己的手放到了赵真的手里。赵真一个用力就把秦婉拉了起来。秦婉站起来之后，想要抽回自己的手，谁料赵真又握得紧了一些。走吧。小狮子见状，来到了赵真的另外一边，牵住了他的另外一只手。爹爹，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要和我一起吃饭的。那当然，爹爹答应你了呢。这位主子和传言中的不一样，这哪是不受宠呀？这分明很得太子的欢心嘛！爹爹，我要吃那个肉。赵真也喜欢吃肉，就给小狮子夹了一筷子。小狮子把肉放在嘴里，满意的摇晃了一下小脑袋。哇，这肉太好吃了！乖一点啊，坐下来吃。好的，娘。娘，我看不到菜了。小狮子，今天先站着吃吧，明日我让将座间打一个高一点的椅子吧。好的，爹。我知道怎么做，我给小狮子做一个宝宝椅。我记得你家从前是铁匠，怎么木匠的活也会啊？记忆都是相通的，差不多啊。用餐结束之后，爹爹，咱们晚上要一起睡，好不好？小狮子，不要胡闹！小狮子没有想到秦婉会呵斥他，小脸立即就委屈了起来。赵真淡淡的扫视了一眼秦婉，把小狮子抱了起来。好，晚上爹爹和你一起睡。小狮子，是娘不对。小狮子搂着赵真的脖子，把头扭到了一边。是娘不好，不该呵斥你，原谅娘好不好？那我要娘陪我和爹一起睡，我们一家人一起睡好不好？秦婉有些尴尬，现在是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娘，好不好嘛？好。秦婉不知道，她刚才那个好字让背对着她的赵真嘴角也带着笑意。夜晚的时候，赵真穿着中衣来到了秦婉的房间。爹，快上床啦！你娘呢？我娘还在沐浴呢。赵真轻轻的点头，然后脱鞋躺在了床上。爹爹，你会讲故事吗？故事？什么故事啊？平时我睡觉前，我娘会给我讲寓言故事呢。我也不会，等你娘过来了，咱俩听她讲，好不好？好吧。娘，快上床讲故事。三人躺在床上，小狮子美滋滋的，一会儿看看爹，一会儿看看娘，心中欢喜。赵真侧着身子看着妻子和儿子，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小狮子看赵真在看着他，就往他的怀里拱了拱。秦婉能感觉到睡在中间的小狮子不老实，他伸出了一只手想拍一下不老实的儿子，谁料直接拍在了赵真的手上。赵真顺势握住了秦婉的手，秦婉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想要抽出来，谁料赵真握得更紧了。秦婉没有办法，也就没有再挣扎。小狮子很快就睡着了。秦婉本来以为他也睡不着，但是很快就感觉眼皮沉重，也逐渐进入了梦乡。赵真收回了自己的手，给两人掖了一下被角，然后再慢慢的闭上眼睛。翌日，秦婉醒来的时候，床上只有小狮子和他2个人了。主子，今天要去给皇后娘娘请安的。好。于是秦婉就任由宫女们给她梳洗打扮。小狮子，一会儿到了皇后娘娘那边，嘴巴要甜一点。大爸，我嘴巴甜一点，皇祖母就会喜欢我吗？我们小皇孙这么乖巧，谁都会喜欢你的。不是，皇祖父不喜欢我呢，我也不喜欢他，哼！哎呀，小狮子，这话不能当着外人说呀，明白吗？小狮子点点头，记住了，以后见了皇祖父也要笑，说好听话。大爸，我听你的话。皇家看似是个富贵窝，实则每一步都要小心呢。太极殿，陛下，如今太子已经入住东宫，太子妃的人选也要尽快定下来。太子乃是未来储君，太子妃的位子不能空悬呢。
陛下，太子殿下在北地的时候已经娶了正妻秦氏，如今的大皇孙就是秦氏所生，太子妃就应该是秦氏才好。是啊，陛下，张大人说的对啊，秦氏是皇上亲自给太子选的媳妇儿，又和太子伉俪情深，应该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其他爱卿怎么看？韩侍郎一伙人中，立即有官员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秦氏不足以为太子妃。吴爱卿请讲。陛下，秦氏虽是太子的原配，但是燕北城失守，秦氏沦落在胡人的地盘。试问一个名声有侠的人，如何能当一国太子妃呢？陛下，吴大人所言极是，太子妃是未来的国母，和普通妃嫔不同，太子妃的人选必须要身世清白。陛下，据臣所知，秦氏的舅舅李国柱还没有归顺，这个时候立他的外甥女当太子妃，太过冒险。放屁！谁说秦氏不清白？我们沦落到了胡人的地盘，死里逃生的出来就不清白了？哼！你们这些人还瞧不起我们？我看你们要是到了胡人的地盘，没准都成卖国贼了，还敢嘲笑我们？安国公，我说的不是你，说秦氏也不行。你以为你们能安稳地待在长安城，是靠的谁的功劳？要不是秦氏拿出的炸药挡住了胡人的大军，你以为现在的长安城还能这么歌舞升平？尚云卓和他老爹都是顾头不顾尾，商朝早就是一盘散沙。北地若不是我们镇北军撑着，胡人的铁骑早就踏进中原了。秦氏一名弱女子，也是在北地救助百姓，帮着军中筹集粮草，这份勇气和能力，你们谁敢质疑她？安国公，你说的炸药是秦氏研制的？赵二叔顶着皇上要吃人的目光，还是点了点头。是。肃国公的女儿潘艳茹已经定为了侧妃的人选，他自然不想女儿上头有个厉害的世家贵女。况且韩侍郎家的女儿又有了身孕，韩家很可能越过他们家去。若是秦氏一个孤女上位，一定不会是他女儿的对手。于是他道：陛下，秦氏有如此厉害的武器，想必那些胡人也占不了他的便宜。这名声有侠之词不足为信。陛下，秦氏虽然拿出武器有功，但是太子妃的位置非同小可。秦氏乃是一名孤女，又无才干，这样的女子怎能担任太子妃之责？秦氏虽然身份低微，但她是陛下亲自给太子选的正妻。听安国公的意思，秦氏也是一名女中豪杰，臣以为这样的女子可为燕国太子妃。朝中大臣面面相觑，不明白这位老爷子什么时候被秦氏收买了。臣附议。赵二叔虽然不知道元太师和肃国公为什么同意，但这是好事儿啊，毕竟这两人位置都不低，还都是前朝旧臣，说话比他管用多了。臣附议。这时候北地的武将也有些人纷纷站了出来，一个个喊道：臣附议。但除了这些人，还有很多官员的，他们倒是没有站出来。皇帝坐在上首，心情倒是好了一些，否则他防范的人中又多了一个赵二叔了。只是皇帝没有轻松太久，京城的文官慢慢的也有人站了出来。臣附议。皇帝心中不爽，他暗中瞪了一眼赵二叔，要不是他强调了秦氏曾经是他亲自选的人，朝中的大臣也不会会错意。太子，这是给你选太子妃，你觉得秦氏合不合适？小道大郎一向听话，而且大郎还知道他和秦氏的约定，大郎应该会站在他这一边。皇帝心里还是很有把握的。太子，太子妃的位置虽然重要，但太子妃是你的正妻，还要你喜欢才行。你放心大胆地说，朕给你做主。父皇，儿子能决定吗？当然可以，你的太子妃你决定就好。父皇，秦氏是儿子的正妻，又生下长子，何该是太子妃？皇帝只觉得眼前一黑。太子，你可确定？是，秦氏可为太子妃。陛下，民间有种说法，糟糠之妻不下堂，太子殿下重情重义，是我燕国之幸，天下之幸啊！这个袁老头，这要是不答应，就是无情无义。父皇，大嫂对我有救命之恩，当初要不是大嫂救我，恐怕儿子早就死在了胡人的手里了。在儿子心中，大嫂就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父皇，大嫂对国家有功，又和大哥伉俪情深，儿子以为大嫂就是太子妃的人选。臣附议。太子，若是选秦氏，你不后悔？不会。既然这样，太子妃的人选就定秦氏，待青天监选定的吉日举行仪式。陛下下命令。坤宁宫，秦婉领着小狮子来给皇后请安。他们到的时候，宋芷柔和苏青言都已经到了。儿媳给母后请安。小狮子说话。小狮子看着没有从前和善的皇祖母，小声的道：孙儿给皇祖母请安，皇祖母吉祥。来，小狮子，到皇祖母这边来。小狮子看了秦婉一眼，
见秦婉点头，他才哒哒的跑了过去。哎呦，我的乖孙孙，真乖呀！皇祖母，皇后就这么旁若无人的逗弄起了大孙子。宋芷柔见状，眼刀子飞出去好几次，她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在侯府的时候就动手。苏金言也是一脸艳羡的看着小狮子。这时候韩清代就被人扶着走了进来。母后，我是不是来晚了？不晚，快赐座。紧跟在韩清代身后的李佩兰和珠帘梦给皇后行礼之后，就在角落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皇后看着这些花骨朵儿一样的女子，全都是儿子的女人，不是丈夫的，心情美妙，一点都没有嫌弃人多吵闹的意思。皇后故意冷落秦婉，和其他人聊得很开心，秦婉也不尴尬，正好她不知道说什么呢，于是也就自在地坐在了一边。娘，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再等一等。好吧。这时候就有宫女禀报道：皇后娘娘，宋老太太和3位太太到了。请，快请。宋芷柔这时候也非常激动。行了，你们先回东宫吧。谁料这时候宋老太太和3位太太已经走了进来，秦婉等人只能再给宋老太太见礼。这些都是大郎后院的女人。娘，这些都是呢。我听说大郎之前娶了一位，是哪个？你上前来。秦婉拉着小狮子走上前。孙媳见过外祖母。这一声外祖母她真不爱听呢。这长相也没多出众呀。外祖母说的是，我长相普通，不及宋姨娘的1/10呢。我又不是泥捏的，既然你当面挖苦我，我也不能白受着。我就算是个无言女，比不上你孙女，但她也就只是个妾吧。瞧瞧，还真的是牙尖嘴利呀。秦氏，你的规矩呢？竟然敢这么和母亲说话，她可是太子的外祖母，你竟然敢对她如此不敬，简直是不孝。我哪里不敬外祖母了？我承认我自己容貌普通，比不上宋姨娘还不行吗？你秦氏妾真是口才了得呀！我们柔丫头确实是大郎的妾室，可现在秦氏妾不也没了正妻之位，那和我们柔丫头又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大郎已经是太子了，你们的名分还没定下来，秦氏妾的那声外祖母还是较早了。皇后娘娘，你是中宫皇后，该立的规矩也要立起来，否则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在你面前叫嚣。皇后看了一眼秦婉，其实她没有发现秦婉说错了什么话，她都自己承认外貌不如柔丫头了。不过秦氏姿态上确实是劲劲的，不太恭顺。秦氏，你从明天起就不用来坤宁宫请安了。这是惩罚吗？这你妈是奖励啊！正好我还不愿意来呢。是母后，儿媳遵命。秦婉决定脸皮厚一点，她就要自称儿媳。怎么了？只要圣旨没下来，不让她这么自称，她就要把名分占住了。秦姐姐果然厉害，这份本事我们真学不来呀。我是赵家8抬大轿娶进门的，自然和妹妹们不一样。秦姐姐说的是。母后，那儿媳就告退了。好，你们都先退下吧。这时候一名宫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皇后娘娘，太极殿那边传来了消息，皇上答应立秦氏为太子妃。什么？秦氏，你提前知道这消息？母后，儿媳和你一样，也是才知道，我也不敢相信呢。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其他人也没有心思在这儿了，都想派人去打听消息，为什么大朝会结束之后会是这个结果？娘，你要当太子妃了吗？太子妃好吗？当太子妃当然好了，以后你就是真正的嫡长子了。娘，我本来就是爹爹的第一个孩子。你还小，等你再大一点，就知道这个身份的重要性了。哦，娘，咱们快走吧，我想回去和虎头玩。秦婉也加快了脚步，她现在也想知道大朝会上是谁替她说了话。今天的事是你安排的？父皇，儿子并不知道此事。父皇，儿子事先真的不知情。皇帝看赵祯流血，有些心疼，但想到赵祯不听话，心又冷了几分。袁太师不是你找的？其他提议立秦婉为太子妃，皇帝差不多能猜得出来他们心中的小九九。不管是韩侍郎的反对，还是肃国公的支持，原因他都能猜到。只是突然冒出来的袁太师，皇帝拿不准是谁去说动了他。父皇，儿子和袁太师平时也无交集，除了在朝会中见到，其他时间并没有接触过。父皇可以详查。你就这么中意秦氏？朕记得你从前不喜欢他的。赵祯知道皇上不会愿意听真实答案，于是道：父皇，儿子已经有了长子，若秦氏不为太子妃，小狮子的位置会很尴尬的。儿子不想他将来被其他兄弟针对。希望你不要后悔。秦氏身份低微，对你的帮助不大，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皇帝在大朝会上同意，也是存了看热闹的心理，他倒是要看看秦氏能不能坐稳太子妃的位置。行了，你先下去吧。是，父皇。找个太医，把头上的伤包扎一下。是，父皇。那儿子先告退了。赵祯没有宣太医，
他脚步匆匆地回了东宫，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秦婉。赵祯离开之后，皇上才吩咐派人查一下袁太师和谁走得近，还有查一下他和秦氏有没有关系。是，陛下。怎么受伤了？婉婉，你成太子妃了，你高兴吗？秦婉听到赵祯喊她婉婉，愣住了。她和赵祯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开心，我很开心。宜春宫因为得了这个喜讯，因此都是喜气洋洋的。赵祯和秦婉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亲密起来。赵祯也是每夜都来宜春宫过夜，但是因为中间睡着小狮子，两人倒是一直都是纯睡觉。太子妃的名分定了下来，东宫其他人的位分也定了。苏清言因为祖父的官职被封了良缘，韩清代因为有身孕也被封为了良缘，李佩兰、朱莲梦、宋芷柔则是被封了成徽。当时宋芷柔是闹了一场的，甚至还闹到了皇后那边，但是赵祯坚持给宋芷柔一个成徽的名分，宋芷柔闹了也没有办法。宋家已经发现了宋芷柔不受宠，现在已经暗中教导二房的姑娘，打算把二房的姑娘送进东宫。小狮子，今晚和大半一起睡好不好？不好，我要和爹娘一起睡。原来大半在小狮子眼里就这么不重要啊！小狮子是不是嫌弃大半了？不是，我喜欢大半。喜欢怎么不陪着我呢？我自己睡觉也很可怜的。小狮子纠结了一会儿，见到走得老远的爹娘，无奈。好吧。秦婉看着要去的宫殿，好奇地问：怎么来到承恩殿了？没去宜春宫？你进来就知道了。秦婉好奇地跟在赵祯的身后来到了内室，然后就看到了布置一新的房间。怎么样，你喜欢吗？赵祯拉着秦婉让她坐在床上，然后他就拿起了桌上的盖头盖在了秦婉的脑袋上。红盖头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赵祯拿着玉如意又把秦婉的盖头挑了起来。秦婉一点也没有娇羞，而是满脸疑惑地看着赵祯。当初没有跟你掀盖头，这次算是补上了。想到刚才自己的表情不对，要不然你再来一次，我刚才没有表现出娇羞啊。不用了。不用就不用吧。我先去沐浴。想到晚上要发生的事，秦婉有些纠结，又有点害羞。她现在已经是太子妃了，不管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都要抓住赵祯，不能把他往外推。于是秦婉就痛快地去洗漱了。洗完了澡之后，就回到了新房。赵祯的速度倒是慢了一些。你怎么这么慢啊？赵祯没有想到秦婉还会催促他，他快步地来到床边，秦婉伸出手拉住了赵祯的中衣，一下子就把赵祯给拉到了床上。翌日，赵祯神清气爽地起床，看了一眼还在沉睡的秦婉，就连穿衣服的动作都很轻。出门之前还交代了平婆婆几句，才离开了承恩殿。平婆婆哪敢听赵祯的，主要是秦婉现在是太子妃了，和从前不一样，就算不去皇后宫中拜见，那也要接受东宫妃嫔的拜见的。参见太子妃娘娘。起来吧，众位妹妹不必多礼。几人依次坐在了椅子上。太子妃和太子果然是伉俪情深，我听说昨夜太子特意布置了新房呢。不过太子妃和太子曾经举行过婚礼，又生了大皇孙，何故又重新布置婚房呢？韩良缘这肚子快3个月了吧？谢太子妃挂怀，马上就到3个月了。那韩良缘就好好养胎吧。东宫的事务繁忙，众姐妹也不用日日过来请安，每月只需要初1、15过来请安即可。那怎么好？太子妃宽厚，我们却不能这么没有规矩。苏姐姐，太子妃仁慈，免了咱们姐妹请安也是好意啊，姐姐怎么能拒绝呢？李妹妹说的不错，既然太子妃一片好心，我们再推辞就显得不识抬气了。苏清言看着1个2个都开始针对她，也是很无奈。他心中唾弃了一把这些没脑子的人。太子如今正是宠爱太子妃的时候，而太子妃又单独住在一宫，他们若是不常来宜春宫走动，太子恐怕都忘了还有宜秋宫的众姐妹。2位哥哥去了军旗监怎么样？我们都挺好的，那边的人对我们很关照。是啊，我很喜欢那边，怎么不见小外甥？他估计还不知道你们到了，在偏殿那儿呢。哦，那我去找他。赵祯忙了一上午，中午来宜春宫用午膳，才一进来就听到了小狮子的欢笑声。小狮子见到赵祯，立即放下了手中的玩具，哒哒的跑了过来。爹爹，爹爹！拜见太子殿下，不用多礼。爹爹，这就是二舅舅，你看看，我们发型一样。在你们秦家，女孩子也像你们一样的头发吗？说不准的，我爹和二叔都没有卷发，但是我爷爷和太奶是卷发，大哥和阿婉也没有，我和小狮子又有了。赵祯只觉得眼前一黑又一黑。秦霄和秦婷2兄弟在东宫用了午膳之后，才回了军器监。秦霄这人，我看见是个有成散的，让他平日也认一认字，否则以后就只能在底层做事。行倒是行，就是他们这个岁数才学认字，是不是太晚了？
他才20出头，又不是让他考科举，还来得及。这样吧，我给2人赐2个老师，一个教他们识字，一个教他们些防身的功夫。也好，多谢你了。要谢，晚上谢我吧。秦婉弄了一个大红脸，赵真也不继续逗秦婉了。行了，我还有事，先走了。接下来的日子，秦婉过得非常平静。她和赵真的感情逐渐升温，彼此间也都更熟悉了些。赵真每日晚上都是留宿在宜春宫。秦氏，别以为你现在成了太子妃就霸占了太子。皇后娘娘，儿媳没有啊？没有，哼，太子这些日子可是其他妃嫔一个都没见，每天去的都是你的宜春宫。本宫倒是忘了，宜春宫只住着你一个人。本宫还真没想到，秦氏，你竟然还有做狐狸精的本事。母后，不是儿媳拦着太子的，况且太子殿下最近事务繁忙，来宜春宫的次数也不多。秦氏，你还狡辩！太子为了你，后院那些女人碰都没碰，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母后，韩良媛可是怀了孕的。秦氏，你，皇后娘娘，荣王到了。母后，等看到跪在地上的秦婉，立即问道：母后，你怎么让大嫂跪在地上？你怎么来了？母后，大嫂可是做错了什么事？行了，秦氏，你起来吧。谢母后。该死的古代，动不动就要国的规矩，真是讨厌啊！秦氏，你先回去吧。你好好想一想，你如今已经是太子妃了，要大度，怎么能和妃嫔争宠呢？要让太子雨露均沾。是母后，儿媳告退。雨露均沾吗？若是换到了你身上，你还会不会这么大公无私？母后，大嫂也不容易，你不要总是为难她。三郎，连你如今也向着秦氏了。母后，我没有，我是就事论事。大哥又没有宠妾灭妻，他不过是喜欢大嫂罢了。你们为什么总要站出来反对呢？三郎，我看你现在对秦氏比对你表姐都好了。你大哥现在冷落她，专宠秦氏，现在你也对你表姐不闻不问，不管她在东宫的日子多难熬。母后，表姐有你在背后撑腰，不找大嫂的麻烦就不错。你和大郎都是白眼狼，竟然一点都不记得柔丫头的好。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呀。母后，你不要事事都维护表姐，她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三郎，你都知道什么了？母后，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为难大嫂。毕竟我这条命都是因为大嫂，我才能活到现在。母后，不冲别的，就冲我这条命还不够吗？皇后被赵荣的言语击中，面色也是讪讪的。母后，儿臣就先告退了。好好看看，这些都是弹劾你的折子。父皇，这些大臣真是吃饱了闲的，儿子觉得这些事没有必要理会。吃饱了闲的？我还想问问你想干什么呢？你想立秦氏当太子妃，朕也如了你的意。可是你也不能冷落其他女人，以至于让朝臣弹劾吧。父皇，儿子又没宠妾灭妻，难道和正妻关系好，也碍着他们的事了？你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要那些女人来平衡前朝？不需要。太子呀，你不要太天真了。你以为那些大臣是吃素的？你在明，他们在暗，你义不如他们的义，他们就敢在暗中搞破坏，让你的政令发不下去。燕朝才建立不到1年，现在根基还不稳，无论是朝中重要的臣子和世家都要拉拢。我又不是青楼的头牌，难道要稳固江山，还要本太子用身体交换？你，哎呀！父皇，您现在身子大好，后宫也可以多添一些人，正好明年各地的秀女会逐渐来京参加选秀，父皇的后宫可以多添几个美人。父皇，我不介意多添几个弟弟妹妹。行了，既然你这么有骨气，我就看着你怎么对付那些老臣吧。哼！父皇放心吧，儿子自有法子。滚吧，儿子大，翅膀硬了。不过先让他去闯闯，也许是个机会。至于后院的女人，他愿意睡谁就睡谁吧。他觉得猪食好吃，我还能强迫他吃山珍不成？娘，你快来，我有好东西给你看。什么好东西啊？小狮子带着秦婉来到了偏殿。娘，你看，有2个娃娃，一大一小，好像是咱俩。这是哪里来的？在地里挖出来的。来，把那东西给娘看看。娘，你看吧，这娃娃有点像我呢。秦婉有些哆嗦的接过布娃娃，尤其是看到2个娃娃的胸口都插着针，她眼神凌厉。等看到娃娃身后的生辰八字，心中更是确认了，这就是她和小狮子的生辰八字。娘娘，这事必须禀报给太子殿下。行，立刻派人去给太子送消息。是。平婆婆立即派人去给赵真送消息去了。告诉娘，你是怎么发现这娃娃的？娘，这是虎头在树下刨出来的。
虎头，他怎么知道树下有东西？娘，我知道，是渣渣说的。他说昨天半夜看到有个人在树下埋了东西，然后早上虎头就把东西刨出来了。小狮子，这东西不好，以后不要玩了。娘，为什么？这不是娃娃吗？很可爱呀。这种娃娃是坏人做的。巫蛊娃娃在哪里？在这儿呢。娃娃背后的生辰是我和小狮子的。说实话，秦婉作为现代人，是不相信古代这种扎小人的邪术的。该死，竟然有人在东宫做这么恶心的手段！苏富春，去把金无畏的鲁静叫来。是，殿下。爹爹，是小狮子闯祸了吗？没有，小狮子做得很好。告诉爹爹，你是怎么找到的布娃娃的？在树下，是虎头刨出来的呢。哦，虎头是老虎吧？行为怎么像狗一样？爹，虎头是我弟弟，也是你的儿子。虎头重重的点头。小狮子很想把虎头说的话告诉爹爹，但是看到娘亲的眼神之后，想起来答应过他的话，又没有说出来。太子殿下，不好了！谁让你在宜春宫喧哗的？石公公，快请太子去见一见我们娘娘吧，她刚才摔了一跤。是哪个娘娘？石公公，是我们主韩良媛。稍等，我这就去禀报太子。太子妃的院子才发现了巫蛊娃娃，现在韩良媛又摔倒了，这是针对太子殿下的吧？何事？太子殿下，宜秋宫那边传来消息，韩良媛摔倒了。好好的，怎么会摔倒？殿下，我们的孩儿没了，赵祯看着韩清代支棱在半空的手，无奈地上前走了2步。赵祯小心地坐在床边，无奈地安慰了几句。韩良媛，你也不要过于……殿下。毫无防备的韩清代傻眼了，一脸疑惑的秦婉也呆住了。殿下是嫌弃妾身不成？韩清代心中同样有一团疑惑浮上心头。他和太子是亲热过的，虽然每次都是蒙着眼睛，人又有些昏沉，但他能感受到刚才的怀抱很陌生，两人的身形差不多，但无论是气味还是感觉都不对。从前和我在一起的人到底是不是太子？赵祯不自然地看了一眼秦婉。不是，韩良媛想多了。这两人怎么回事？孩子都有了，还在我这儿装不熟？哼，骗谁呢？太子殿下，请为我们娘娘做主啊！我们娘娘之所以会滑倒，是因为遭到了算计。哦，你有什么线索？殿下，老奴发现碧波园那边的小路上被人滴了油，我们娘娘这才会滑倒的。娘娘这次完全是遭到了奸人的陷害，还请殿下为我们娘娘做主啊！放心吧，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韩良媛好好的休养。说完就离开了内室。韩妹妹好好调养，你们以后好好照顾主子。是太子妃。说说吧，是意外还是被人害了？父皇，儿子已经派了苏富春和金无畏的鲁静去查，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太子，东宫的事你也要多上点心。皇上说完这话，还很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秦婉，那话就差说这事你媳妇儿的嫌疑最大。秦氏，你可知罪？母后，儿媳不知犯了何事？哼，你是怎么管家的？东宫都在你的管理中，竟然发生了谋害皇嗣之事，这事你难辞其咎。好大一口锅呀！母后，儿媳知错，儿媳会尽快查清是何人所为，还韩良媛一个公道。秦氏，以本宫看，你能力有限，东宫的管家权就先交给苏良媛吧。他出自御史大夫苏家，规矩学的是顶好的。母后，万万不可！怎么，你还想维护秦氏不成？父皇、母后，今儿在宜春宫的院子里也发现了2个巫蛊娃娃，那上面是诅咒太子妃和小狮子的，儿子还来不及处理，就听到韩良媛摔倒了，滑胎了。儿子觉得这是有人故意针对东宫，现在朝中有人弹劾儿子，东宫又接连发生2件害人大事，恐怕是有人故意设局。查，一定要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竟然有人敢对皇孙下手。秦氏，小狮子在哪儿？快抱过来给本宫看看。去，把孩子抱过来。很快小狮子就被抱了过来。孙儿拜见皇祖父、皇祖母。景轩，过来，到爷爷这边来。景轩是谁啊？记住，景轩是你的名字，赵景轩。爹爹，是这样吗？是，这是你的大名。去吧，到爷爷那边去。小狮子又看了一眼秦婉，见他对自己点点头，就哒哒地跑了上去。爷爷！皇上抱着小狮子热乎乎的小身子，感受到他的活泼，满意了。大孙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那巫蛊娃娃的影响，
还是很健康的。哎，听说那巫蛊娃娃是你找到的？昨晚有人埋下去的，今早虎头就把它挖出来给我了。爷爷，那个娃娃是我，和我很像呢。那娃娃的头发也和我一样多呢。孩子是好孩子，就是好好的头发弄成这样，都是前世不好。秦婉已经感受到了皇上嫌弃的眼神，不用猜测就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他也觉得很无辜啊，因为他也没有羊毛卷呢。爷爷，虎头你知道是谁吗？哦，爷爷不知道。爷爷，虎头是我兄弟，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我们以后也会一直在一起。皇上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孙子和大儿子是不一样的。大儿子从小就板着一张脸，多说几个字就一脸的不耐烦，显然这是随了情势。皇后见小狮子活泼的样子，也是松了一口气。太子妃，东宫以后还归你管，但你要好好盯着东宫，我不希望以后再出这样的事。我也不希望的好不好？但这是我能控制的吗？母后放心，以后儿媳会多派一些人盯着东宫所有妃嫔和宫人的动静。她不是这个意思。皇后张了张嘴，发现无法反驳秦婉。这时候有人禀报金无畏的鲁靖到了。皇上没有想到小狮子这么能说，他轻咳了一声。太子妃，把景轩带下去，好好照顾。是，儿媳告退。秦婉带着小狮子回了宜春宫。小狮子，你的话。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和儿子说。难道小狮子真的太孤独了，才会让他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吗？娘，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小狮子，你皇祖父很忙的，以后不要和他说这么多话了。娘，我是哪里做错了吗？可是我喜欢说话呀。也不是啊，就是以后要看场合，也要看对谁。查得怎么样了？可有结果？陛下，太子殿下，微臣查到碧波园中确实有人在小路上放了油。何人所为？微臣查到了，是打扫的内侍小允子。小允子背后之人是谁？臣查到，小允子和宋承辉身边的香兰接触密切。大胆！你是说这是柔丫头做的？回皇后娘娘，小允子和香兰已经交代了。大胆！谁给你的胆子，让你这么污蔑宋承辉？你可知道她是本宫的侄女？皇后娘娘，这是承辉娘娘身边的宫女已经交代了，而且也有宫人听到宋承辉私下诅咒韩良园腹中的孩子。宜春宫的巫蛊娃娃可有结果？殿下，目前还没有线索，东宫的宫人都审讯了一遍，但是还没有查到可疑的人。巫蛊之事，朕会派人接手。是，陛下。赵祯挥了挥手，鲁靖和苏公公立即退了出去。这就是你的好侄女，因为她竟然白白害得大郎损失了一个孩子。那个宫女虽然是事后指揉的，但也不能说是她指使的呀。行了，这事太子你看着办，怎么处罚都看你的。谢父皇。皇上离开了，皇后却是没有离开。大郎，你一定要帮帮你表妹，她真的不是故意的。母后，让表妹去玄静庵修行，好不好？大郎，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玄静庵可是尼姑庵呐，你竟然让她出家，她是你的表妹，是你的女人呐，你怎么能对她如此的绝情？母后，表妹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真的。皇后听到大儿子这么说，想到了上午三儿子也隐约说了这么一句，难道柔丫头真的错了？但是想到她和自己的关系，皇后还是不忍心。大郎，我知道柔丫头从前做了错事，你原谅她好不好？我知道你怨恨当初因为她把秦氏留在了燕北城，但秦氏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能不能看在秦氏安全无虞的份上，原谅了你的表妹？她真的是因为爱你才会嫉妒秦氏，才会那么做的。母后，我其实从来没有和表妹圆房。什么？怎么会？你们在北地不是已经……没有，那次圆房是表妹给我下了迷药，什么事都没发生。她给你下药？为什么呀？她没理由啊。因为表妹和别人有了首尾，早就不是清白之身。不可能，她这么喜欢你，怎么会委身给其他人？这不正常。大郎，你一定是误会柔丫头了。母后，表妹在给我下药前曾经流过胎。你没有搞错。母后，这事我又怎么会开玩笑？当初给表妹开堕胎药的大夫已经快进京了，到时候母后可以亲自问一问。我现在就要问问柔丫头。好，我派人把表妹叫来。娘，皇祖父为什么把咱们赶走了？他们三个留下是要吃好吃的吗？不会，他们有秘密要分享，咱们娘俩不能听罢了。秘密？我也喜欢听秘密。小狮子眼珠一转，就有想法了。行了啊，你和虎头去玩，娘还有事想吗？好的，娘。说完就哒哒的跑走了。小狮子离开之后，秦婉就把平婆婆和桂喜叫了进来。桂喜，你去和石喜套一套近乎，三面打听一下太子那边的调查结果。是主子，奴才这就去。
太子妃整个宜春宫都查了一遍，没有再发现其他害人的东西。平婆婆，以后小狮子的饮食都要格外的注意。娘娘放心，梁姑姑擅长此道，她一直守着宜春宫这边的膳食等，必不会出了差错。那好，以后对他们的赏赐也不用小气。是娘娘。对了，还有宜秋宫那边安排的人，让他们多送消息过来，不能那边发生的事情咱们什么都不知道。娘娘，宜秋宫宋承辉身边的宫女香兰被抓走了，宋承辉也被带去了承恩殿。娘娘，怕是韩良缘这一胎是宋承辉做的手脚。就算是宋承辉做的，以他的身份，估计那不会受多重的惩罚。宋承辉是宋家人，只要有皇后在，宋家就倒不了。宋家他不好动，但可以借刀杀人呐。妙音，等到桂喜回来之后，你让他找个生面孔去给宫外的韩家送消息，就说宋承辉害得韩良缘流产了。娘娘，恐怕韩良缘已经给韩家送了消息，咱们还要多此一举吗？韩清代他的消息送不出，这事儿有关宋家，赵真不会让他的消息送出的。这次我就帮一帮韩良缘吧，毕竟他留了孩子。娘娘，咱们和太子殿下对着干，不好吧？无所谓，不管他。芷柔，韩良缘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弄掉的？姑母，你怎么怀疑我呢？那事和我没关系啊。你身边的香兰已经交代了，是你指使他联系碧波园洒扫的太监小允子，在韩良缘常走的小路上撒了油，才让他摔倒，以至于滑胎的。表哥，不是，我没有指使香兰这么做。姑母，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要相信我呀。真的不是你？姑母，真的不是我，我没有理由害韩清代呀。大郎，你说这事是不是有误会？宋承辉，你私底下没少诅咒韩良缘肚中的孩子，这事你宫里的下人都能作证。况且你也不是第一次对此次下手了，不是吗？表哥，你不能自己变心了，就总找理由污蔑我，我什么都没做过。宋芷柔，你真的什么都没做过？你敢发誓吗？怎么不敢？就算宫里的事你可以狡辩，但是在北地，是你泄露了秦婉和小狮子的消息，给了胡人吧？表哥，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一个弱女子，怎么认识胡人呢？你自然是没办法，但你不是有个姘头胡万愁吗？有他替你办事就行了。宋芷柔踉跄了几步，然后才跪在地上。姑母，表哥太欺负人，他先变心看上了秦婉，现在就往我身上泼脏水。姑母，你要为我做主啊！皇后心中也不知道信谁好了。胡万愁和春才已经在来京的路上了，还有曾经给你开堕胎药的大夫也来了，要不要他们亲自和你对峙啊？宋芷柔听到胡万愁的时候，心里就是惊惧的，但是很快她就想好了对策。表哥，你怕是觉得我水性杨花吧？难道不是吗？表哥，原来我现在才知道，你早就知道了。你一直不碰我，就是嫌弃我脏了。柔丫头，表哥，我会没了清白，完全是拜你所赐。啊？什么意思？若不是你当初派了胡万愁去接我和姑母逃出燕北城，胡万愁也不会盯上我的美色。他见我美貌就起了歪心思。后来表哥一心担心秦氏的安危，带伤也要去燕北城搭救，就把我一个人留在了遂太城。整个刘宅都是胡万愁把守。表哥，你把我一个弱女子留在那里，就没有想过我的安全吗？表哥，是你害我没了清白，是你害我被那姓胡的夺了清白。宋芷柔的控诉就像是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赵真的胸口。她不能接受，是这个理由。表哥这么聪明，估计也想到了我给你下迷药的事吧？要不是为了这事，表哥也不会如此冷落我。表哥，要不是爱你，我早就自杀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我的一颗心都在你身上，你是知道的。虽然我身上脏了，但我还心存幻想，想要一直陪着你，才想了个法子骗你。可是我还是做错了，表哥已经变心了，又怎么还会多看我一眼？我真是太可笑了。姑母，我的心好痛啊！我记得我离开之前让小安子看着你，你一直在内宅，又怎么见得到胡万愁？表哥，他一个武将，功夫了得，我又怎么清楚？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清白已经没了。大郎，
柔丫头也是受害者，你就不要再追问了。赵真也不想多问宋芷柔，等到胡万愁到了京城，他亲自审问他就好了。宋芷柔看赵真不再追问细节，也松了一口气，随后又想了一个以退为进的法子。表哥，你贵为燕国太子，我的身子已经不再清白，已经配不上表哥了，请表哥收回我成惠的身份吧。柔丫头不可，你是大郎郑世纳的妾，就算没了清白，大郎也不会嫌弃你的。大郎，你说是不是？可是没有听到赵真松口，宋芷柔就故作坦然。表哥的意思我明白了，如今的我已经配不上表哥，我会自请离去的。住嘴，柔丫头，离开！你能去哪里啊？既然不能陪伴表哥左右，我愿意出家当尼姑去，以后常伴青灯古佛，断了尘缘。可以。表哥，赵真看着这样的宋芷柔，就知道之前所说的都是做戏了。她记得表妹从前的身子很弱，动不动就吐血的，可是经过战乱，身子没有削弱，反而倒像是完全好了。可见表妹是个非常擅长撒谎的人。他是真的喜欢她吗？刚才他真的深深的内疚了，后来又觉得事情不对劲儿。胡万愁若是真的强了他，为什么两个人以后又总能私下见面？正常的女人想的都是怎么报仇。还有表妹和胡万愁一定是达成了什么协议，而且其中表妹才是上位者，胡万愁反倒是听命者。既然表妹尘缘已了，可以去城外的玄静庵修行。宋芷柔一下子就跪坐在了地上。大郎，你表妹遭遇那样的事本就凄苦，你怎么又能把她送走呢？母后，表妹遭遇不幸不是她害人的借口，她屡次对此次出手，不得不罚。大郎，玄静庵在城外太远了，条件又不好，你表妹从小身子不好，不如就让她在宫中修行吧，宫中也是有小佛堂的。大郎，把她留在宫中好不好？这样她还能陪陪我。我没有女儿，身边只有柔丫头了。大郎，好，就让她在宫中修行，但平时不能随意外出，要待在佛堂中。太子妃，我这次出去遇见了从前为太子做事的尚瑞。尚瑞，他是什么人？娘娘，尚瑞这人从前是先太子的右卫律。尚瑞这人功夫了得，当初先太子消失，我也是没想到他还活着。前几天在京城见到他，我还吓了一跳呢。不过他脸上受了伤，毁了容，我猜是因为他毁容了，靖王尚云卓才没找到他。高伯的意思是？不知道娘娘介不介意他们从前的身份啊？娘娘不是想要组织自己的情报系统吗？东宫从前的旧人或许可以用上。现在都改朝换代了，他们也是燕朝的子民，若是尚瑞肯为我效力，最好不过。正巧我也缺少一些人在宫外帮我做事呢。哎，好，等我再出宫就把这消息告诉尚瑞。娘娘，现在的3家铺子的掌柜已经找到了，只是咱们现在要做的生意，不知道娘娘有什么头绪？高伯放心，我已经想到了，咱们开一个钟表铺子。钟表？这是何物啊？有了此物啊，就能看清时辰，和现在的龟表、日扣等物啊相类似，但是钟表可以把每天12个时辰画得更加清楚。高伯放心吧，我已经画了图纸，到时候呢，咱们再招募匠人研制就好。好，娘娘有主意就好。对了，高伯，去北地的人传回来的消息是什么？派去穗太城的人，在城内倒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但打听到宋承辉把他身边的丫鬟春彩送给了一个把总当妾室。哦，宋芷柔和军队中的人有接触？是，那人叫胡万愁，官职不高，但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被关到牢房内。什么原因咱们打听不到，派去的人能力到底是差了些。胡万愁，这人一定是和宋芷柔有关系。高公公说了外面的情况之后，才知道东宫发现了巫蛊娃娃的事。太子妃，这是有人故意针对东宫啊？是，东宫的宫人都被苏公公审讯了一遍，没有结果。苏富春？是他。小年轻，经验就是少。太子妃放心，这事儿交给我来办。行，高伯也要注意，皇上已经知道了此事，并且派人接管。皇上身边的冯顺和苏富春年龄相当，从前的身份都不高，手段恐怕还都是稚嫩了些。太子妃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太子殿下，高公公回宫了。哦，他这次出宫的时间不短，都做了什么？高公公这次去看了太子妃在京城的铺子，3个铺子如今已经找了掌柜的，但是没有开始经营。以后太子妃的铺子开业了，暗中打个招呼，不要让不相干的人去打扰。是殿下。他出去了这么多天，总不会只是去看了铺子吧？殿下，高公公这次出去还见了一个人。是谁？尚瑞，前朝太子的右卫帅。是他？他找高公公想干什么？谈了什么？殿下，尚瑞这人功夫不弱，属下不能靠得太近，听不到两人的谈话内容。派人好好查一查这个尚瑞，看看他和韩琦山有没有牵扯。是，殿下。娘亲，姘头是什么？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娘亲，我听到你们全部下去吧。是娘娘。人都退了出去之后，秦婉才看着小狮子问：告诉娘，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是渣渣告诉我的，是爹爹质问一个讨厌的姨姨的话。哦，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咱们发现布娃娃那天，爹爹和奶奶在问坏姨姨的话，那个坏姨姨哇哇哇大哭了。渣渣说她哭得老惨了，后来奶奶也哭了，两人抱在一起哭的。娘亲，你说奶奶哭什么呀？秦婉听小狮子颠三倒四的话，但也明白了个大概。赵真被戴了绿帽子。娘，你想什么呢？娘，你有听我说话吗？哎呀，我的好大儿。娘，我还要。秦婉又在小狮子左右的圆脸蛋上亲了2下。还要不要了？娘，我很爱你哟。小狮子，你刚才问的不是好话，以后不要再问别人了，好不好？娘亲，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话呀。以后渣渣再和你说的话，你要和娘亲说，和其他人谁也不要告诉，明白吗？爹爹也不行吗？爹爹也不行的。小狮子，以后呢，他不会是你一个人的爹爹。可是那个坏姨姨的孩子没了，爹爹只是我一个人的爹爹了。不会啊，你看宜修宫那边还有好几个漂亮姨姨，他们以后都会给你爹爹生孩子的。这些天你爹爹没有来，就是住在那边呢。娘亲说的不对，爹爹这些天都在承恩殿。刚走到门口的赵真，娘，爹爹来了。太子殿下安。赵真快步走了过来，自然的把小狮子接了过来。以后不准在孩子面前说我的坏话。殿下来了多久了？怎么没让人通报？我刚进院子就听到了小狮子嘎嘎的笑声，你们之前说什么呢？没什么，这傻小子哪天不是笑呵呵的？爹爹，宜春宫太小了，虎头总想往外跑呢。事实上是小狮子觉得宜春宫已经被他探索完了，他想去别处玩。虎头现在长得非常快，现在的虎头已经比小狮子大多了。以后你可以带着虎头去大明宫玩，那边宽敞。爹爹你真好。爹爹也是你一个人的爹爹，你不要听你娘的话，知道吗？爹爹你是好爹。殿下，带虎头去大明宫会不会破坏了？还有父皇会同意吗？大明宫损坏的严重，国库现在没钱修缮，那边都荒芜了。小狮子愿意去玩就去玩吧，现在他多玩一玩，明年就要启蒙了。启蒙是不是早了点？3岁启蒙，小狮子也到年纪了啊？那不是虚岁吗？小狮子比别的孩子聪明，没事。夜晚把小狮子送走之后，赵真照样睡在了宜春宫。秦婉觉得赵真今晚很不一样，好像在发泄着怒气。在赵真想压下来的时候，被秦婉一脚踢开了。赵真，我说你够了啊！赵真没有防备，还真被秦婉踢了个正着。不过他也不恼，侧身又躺到了秦婉的身边。还别说，你这么连名带姓的喊我，我还觉得有点亲切。秦婉现在累得很，根本不想和赵真多说话。不知道我这么努力，什么时候咱们能再有孩子？我又不是母猪，还一直生。我是太子，就一个孩子，太少了些吧？你后院的女人那么多，以后孩子还能少得了？若是你给我多生孩子，我就不用其他人生。秦婉的心头一跳，赵真这是什么意思？秦婉想了一个可能，随后又摇了摇头，她才不会有那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想法呢，那也太天真了。不过若是能缠着赵真，让其他女人的孩子年龄和小狮子的年龄差距拉大了，也是个好法子。这是你说的，只要我给你生，你就不找其他女人？当然，姑的话一言九鼎。随后红帐翻动，一事已拟。高公公的行动确实很快，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把在东宫埋下布娃娃的人找到了。太子妃在树下埋巫蛊娃娃的人是个叫小恒子的。小恒子，他是谁的人？受了谁的指使？可是宜秋宫那几个？娘娘，小恒子背后之人藏得深，不过还是被我挖出来了。哦，是谁？小恒子是齐王商云泽的人，他在宫中还有人手。齐王和晋王把先太子压制多年，本事不小，何况从前宫中还有齐王的母亲德妃，也是在宫中经营多年。小恒子就是埋在宫中的钉子。把这个消息转个弯，传给太子。是，我这就去办。秦婉觉得为了自身的安全，小手枪已经不保险了，机枪也要提上日程，这样才能保障他和儿子的安全。此时被秦婉惦记的小狮子却是叉着腰，怒目看着眼前的大孩子。大胆，你要是再不把车还给我，我让虎头咬你。我想玩，你要把车给我玩，否则我就告诉我祖母，让他揍你。小顺子，你快去把我的虎头带过来，我要让虎头咬他。主子，我不敢。哎呦，小皇孙，虎头不能来后宫的，咱们回东宫好不好？这
个强盗要抢我的车！我不是强盗，我只是喜欢你的车，我可以给你银子，我买了。给你，这车我买了。不行，我不卖。你是不是找揍？你想打架吗？打就打，谁怕谁？不过我作为小孩，你不能找帮手，我打不过大人。行，我不要他们帮忙。那行吧，你比我小，我让你2下。那好。大皇孙，万万不可！你躲开，小心我们伤到你。哎呀，他急忙给小顺子使了一个眼色，想让他抱着小狮子，他去抱着对面的胖小子。小狮子一下子就想冲上去，谁料直接被小顺子给抱住了。大皇孙，打架不好，要是让太子妃知道，他会罚你的。你放开，我要和那小子打一架。你真废物，你的下人都不听你的话。还有，我看你的头发像个小怪物。你放开我，我要去教训他。徐氏来到潘元白的身前，直接啪啪2巴掌，潘元白的脸上就出现了2个巴掌印。元白，谁给你的胆子？竟然在宫里叫嚣，还敢和大皇孙打架！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竟敢打我！元白，在国公府你怎么嚣张都没事，可是现在是宫中，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打我？凭什么？就凭我是你的母亲。你平时目无尊长，不爱护弟弟也就算了，到了皇宫还敢打皇孙，我就有权利教训你。你不是我娘，也不是我娘，要是在，她不会打我。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不准你打他，你是大人了，怎么能欺负小孩子？皇孙殿下，我儿子伤了你，我这是帮你教训他呢。你打孩子，你不是好娘，你是大坏蛋。皇孙殿下，告诉我你哪里受伤了，我会替你做主的，我帮你教训他。他真的不是你娘啊，真坏。他本来就不是，他是老巫婆。蔡嬷嬷，这坏女人打我！大少爷，你的脸！这个坏女人打的。蔡嬷嬷，是这样的，世子夫人还是到国公夫人那边解释吧。你去东宫跑一趟，把太子妃给叫来吧。徐氏，你竟然下了这么重的手！母亲，元白实在太顽皮了，竟然辱骂皇孙殿下，还和他动手。儿媳也是怕这孩子闯祸，才出手教训的。皇后娘娘，臣妇没有教导好孙儿，伤了皇孙殿下，请皇后娘娘责罚。小狮子，可是哪里受伤了？哪里疼啊？皇祖母，我不疼，我没受伤，我没打他，我们还没开始打呢。都是小孩子的玩闹，不是大事。皇后娘娘，不知能否请大皇孙身边的公公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小皇孙和我那孙儿都是小孩子，恐怕说不清楚啊。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叶良不敢隐瞒，于是就把事情仔仔细细地描述了一遍。事情就是这样，潘少爷确实是没和大皇孙打起来。祖母，那个坏人可狠了，把他的脸都打肿了。听说他不是他亲娘呢。皇后现在也算是看出来了，那个徐氏借着他大孙子的名头收拾继子呢。韶仪呀，这小孩子嘛，总有顽皮的时候，好好教导就好。下这么重的手就过了，瞧瞧孩子的小脸儿，恐怕要看看大夫了。是，皇后娘娘说的是，我这孙子从小没了娘，我对他难免娇惯了些。至于今日冲撞了皇孙殿下，回去之后定要好好的罚他一罚。孩子都小，罚就不必了，现在已经够严重了。小狮子，你是不是也原谅了大哥哥？我和白白是朋友了，白白很可怜的，我给他当朋友。白白，好，小皇孙以后和白白好好玩。元白，快过去，皇孙殿下要和你做朋友呢。潘元白走到小狮子的面前，我愿意和你做朋友，也同意你叫我白白。那好，白白，你下次进宫，我就同意和你一起玩我的滑板车。真的，太好了，你要说话算话。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肃国公夫人见2个小孩相处融洽，也和皇后提出了告辞，皇后也没有挽留，笑着让工人送国公夫人离开。国公夫人在店门口遇到了匆匆赶来的秦婉，臣妇见过太子妃。国公夫人请起，不必多礼。秦婉来了这一路，小顺子已经和他禀报了大致的内容。现在见到潘元白的小脸都肿了起来，对肃国公府世子夫人徐氏的印象也不大好。这人竟然对一个小孩子出手，还拿他的孩子做法子，就别怪他给他们没脸了。听说皇孙和潘小公子打了起来，我就立刻从东宫赶了过来。小公子哪里受伤了？哎呀，伤得这么严重，不过这伤好像不是小皇孙能造成的。娘娘，我孙儿的伤不是皇孙打的，2个孩子只是有点小争执，没动手。现在2个孩子都已经和好了。哦，那是我误会了。
娘娘，家中还有事，臣妇就先告退了。好，国公夫人慢走。皇后已经知道秦婉见到了国公夫人，知道她阴阳了一下国公府，也没有计较。太子妃，小狮子身边的人是不是少了点儿？只有2个太监跟着。秦婉瞪了一眼小狮子，这小子又把宫人赶走了。母后教训的是，以后我会多派一些人跟着。小狮子还小，要是真遇上了那不长眼的人，冲撞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是母后，儿媳知道了。行了，你回去吧，好好照顾孩子。是母后。你也好好调养身子，争取给小狮子生个弟弟妹妹。是母后，儿媳先带着小狮子回去了。退下吧。皇后现在倒是不逼迫赵祯了，因为侄女的事，她决定不再插手赵祯感情上的事。没了宋芷柔，皇后看秦婉也顺眼了。说说吧，在宫中发生何事了？袁白怎么受伤了？母亲，何事这么动怒啊？可是徐氏做错什么事了？到底是什么事？你打徐氏做什么？袁白脸上的巴掌就是徐氏打的。安心，母亲说的可是真的。是相公，可是我那也是为了潘家好。袁白辱骂皇孙殿下，2个人都要打起来了。若不是我及时阻拦，袁白恐怕已经闯下了大祸。母亲，袁白一向顽皮，不教育不行啊。大郎，你知不知道你媳妇儿下手有多重？大夫说，要是巴掌偏一点，袁白恐怕就成了聋子了。啊！夫君，我真的不是有意的。袁白有多顽皮，你是知道的。当时在宫里，他比大皇孙高那么多，要不是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我真的是急了，才失了分寸。夫君，我是做后娘的，教育袁白的时候本就束手束脚。从前就算他多顽皮，欺负袁毅，你可见我动过1次手。这次真的是在宫里才急得失了分寸呢。母亲，徐氏或许是真的失了分寸，但绝对是无心的。徐氏，你还真是巧舌如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不就是想要袁白惹祸，把皇孙陪读的名额给袁毅吗？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母亲误会了，儿媳没有。哼，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意图，恐怕你不仅要陪读的名额，还盯着世子的位置吧。我告诉你，袁白才是长孙。够了，都住嘴！好了，大郎，你和徐氏先回去吧。谢父亲。现在提将来的位置是不是早了点儿？大郎现在还是世子，我还活着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徐氏这人太狠了，小心思太多。我知道你疼袁白，但你这么一味的护着他，不是对他好，而是害了他。他爹都不管他，娘又不是亲娘，我不护着他点，他能平安长大吗？好了，不提袁白的事，我问你，皇后对咱们家晏如的印象怎么样？年后她就要入东宫了。皇后当然是希望太子后宫多添人的，咱们家晏如，皇后也见过，对她很是满意。就是太子那儿吧，我听说他把其他大臣家的女儿都晾着，只宠爱太子妃一人，不知道是真的喜爱太子妃，还是有其他缘由。我就怕咱们家晏如嫁过去，也要独守空房。太子要真是个情种，别的女人看都不看，那晏如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呀？哼，你还相信这世上的男人中有情种？咱们太子殿下可不是痴情人呢。夫君说的对，我听说太子以前就喜欢他表妹，后来又宠爱韩良媛，现在表现出只宠爱太子妃一人的假象，或许其中有什么目的？什么目的？不过是拿捏臣子的手段罢了。行了，这事你不用知道，我自有考量。我今日仔细瞧了太子妃，容貌还是很出色的，根本不是外面传的无眼女，而且她真的和夏家的姑奶奶有些像。你说她和夏家有没有关系啊？真的那么像？太子妃和原来的成王妃很像，若是说是她女儿也不为过。夫君，你说太子妃的身份是不是很可疑？这事儿我去查就好，你管好晏如就好。马上要嫁人了，告诉她从前的人该放下也要放下了。唉，那丫头是个性子倔强的，要说晏如真的不适合进宫，晏霜才是最合适的呀。这都是命啊。这是什么？你不是想要庄子吗？这是庄子的地契。这真的是给我的？我很想要个带温泉的庄子呢。你看看后面那一个。这个庄子是我能要的吗？你是大燕的太子妃，怎么就要不得了？地方放心用，你不是想要建造作坊的？我看那地方正合适。父皇那边会不会有想法？没事，放心吧，那块地方是父皇给我的。龙首原的庄子啊，等开春之后，我去看看做什么好。至于我的作坊，我正巧呢在京郊买了一个小庄子，那块大小正合适。行，你自己有安排就好。赵祯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行了，夜深了，就寝吧。这厮要孩子的心也太强烈了吧！怎么样，太子妃选了什么东西回去？没有，娘娘什么都没选。清点完了礼品，娘娘就回了宜春宫。什么都没选？殿下，娘娘是个守规矩的人，怕是没有主子的命令，她就算是喜欢也不会带走。你去把库房的单子拿过来，太子妃多瞧了的物品全都选出来，给她送过去。是，殿下。那宜秋宫的娘娘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些人什么都不送。是。
萧大人有消息传回来吗？还没，还是3日前才传回来的消息。不过属下觉得萧大人这2日就要进京了。派人提前去城门接应。是，太子殿下。许又想到前些日子查到的事。殿下，商云泽留在宫中的人虽然清洗了一批，但是暗中或许还有。目前确保宜春宫干净些就行。太子妃那边有高公公在，选的人倒是干净。属下查到巫蛊之事，还是高公公查到了是商云泽的人，辗转传给了苏公公的。那个尚瑞有什么动静？殿下，尚瑞的手下有大约20多人的样子，他们现在都在听太子妃的命令。哦，都做什么了？殿下，太子妃好像在收集朝中大臣各家的信息，尤其是针对户部侍郎韩家、御史台苏家、鸿胪寺李家、军器监朱家，还有肃国公府和国舅府。太子妃派人打听这些人家的消息。婉婉还是在乎他的，调查的人都是他后院女人的家人。行了，他愿意派人打听就打听吧，不用管。不过韩家那边盯着点，不要让他的人坏了我的事。是，太子放心，属下会通知下面的人。行了，你先下去吧。肃国公府，哎呀，这丫头都要嫁入东宫了，还总往外跑。娘，你也知道小妹的脾性，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做事像个男孩子那么执拗。哎，燕霜，你说你妹妹这个性子，怎么在东宫立足呀？若不是你现在的身份不合适，咱们潘家的女儿，你是最……哎，都是命啊，命嘛，她偏偏不要信命。娘，除夕宫宴可以带女儿去吗？燕霜，这不合适吧？你现在的身份……娘，你就让我去嘛！我当初被关在牢中好几个月了，出来之后就从来没有参加什么重要场合的宴会，我总不能一直窝在府里吧？可是娘，你就同意了吗？要是皇后娘娘同意我参加，那以后我在京城也可以出来活动。娘，我才20岁啊！这事儿我做不了主，还要你的父亲同意才行。娘，你帮我多说些好话。还有，我毕竟从前在宫里住过，我和您一起去，还能有个照应。行，那我问问你爹，也劝劝他。翠喜，去把这个单子上的东西偷偷去药铺买回来。大小姐，这是做什么？让你去你就去，你磨叽什么？是，大小姐，奴婢这就去。记住，避着点人，别让母亲她发现，也不要让相熟的人家发现，尽量去城外的药铺去买，明白吗？是，奴婢明白了。这时候，潘燕霜的奶娘方妈妈走了进来。大小姐，翠喜这是干什么去啊？我看她匆匆忙忙的跑了出去。没什么，她家好像有点事，被叫走了。方妈妈也没在意。大小姐，你看看，这是在四小姐的院子中发现的。哦，四妹没在府中？没在，听说又出门听戏去了。四妹还真够痴情的呀，这么久了还惦记她呢。大小姐啊，京城的人都知道谢公子成了废人，四小姐怎么还会惦记他呢？谪仙一样的人物，京城3杰之首，哪是那么容易忘的？不过四妹倒是比我想的要痴情啊。好好的放起来，以后或许有用。是。哼，这不是我们京城3杰之首的谢公子吗？真是许久不见了。兄台，请问有什么事？蒋善，你瞧瞧你，人家谢大公子连名字都记不住你的，你还巴巴的凑了上来。苏子明，那你以为他认识你啊？别忘了你的名字还不如我呢。你们到底有何事？若是没事，请2位离开。谢玉安，你装什么装啊？现在京城谁不知道你成了太监？就你这样的，还敢出来现眼？我要是你，早就撞墙死了，哪里还会像你一样苟活在世啊？还有，你看看你脑门上的奴字，一看就被胡人抓了。听说胡人都是荤素不忌的，谢玉安，你不会被胡人抢了吧？还3杰之首，你也配啊？我呸！谢玉安看着蒋善那得意的嘴脸，今天这顿奚落确实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一直躲避只能是任人鱼肉，只有自身强了，才能把嘲笑他的人踩在脚下。没法反驳了，让我说中了吧？这是哪里的狗啊？就在这里狂吠，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科举2次都榜上没名，凤仪郎家的废柴蒋善吗？你是谁啊？哪来的黄毛丫头，竟然跑到这里来叫嚣？哎呦，你该不会是谢玉安的爱慕者吧？住口！蒋善是吧？你不要信口雌黄。哎呦，急了啊！看来是被我说中了。既然来都来了，还遮遮掩掩的干什么？让我看看你是谁家的小姐，或许经过今天的事情，还能成就你和谢公子的好事。大胆！蒋善，你敢动我？住手！动了他是你担待不起的。啊，蒋兄，见好就收吧。你也奚落了谢玉安，长了面子。那女人恐怕是国公府的小姐。你们以为本公子愿意和你们掰扯？我才没那闲工夫呢。谢谢你出手相助。是姑娘仗义之言，该是我道谢才对。你还好吧？我还好。
谢某还有事，就先离开了。我要入东宫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一抹失望浮现在潘艳茹的心头，她轻轻地哦了一声，看到谢玉安匆匆离开，心头五味杂陈。赵真知道谢玉安求见的时候有些意外，前段日子他曾经给他送消息，想让他当小狮子的老师，还被他拒绝了。现在突然过来，难道是改变主意了？婉学参见太子殿下。谢卿请起，不必客气。谢玉安站起来之后，才缓缓开口：殿下前些日子的提议，谢某愿意答应。赵真起身来到谢玉安的身边，谢卿愿意答应，真是太好了。算起来，景轩和你也有缘分呢。谢卿可以答应当他的启蒙老师，姑是最满意不过了。殿下，不知道可否见一见小皇孙？当然没问题。玉安兄稍等，姑这就派人去叫那小子过来。太子殿下，婉学的字是子安，算起来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以后姑就称呼你为子安，可好？谢玉安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没有反对。小狮子听到高公公说带他去见老师的时候，还有点小兴奋。大爸，我也有老师了吗？当然，过年之后你就要每天去上课了。太好了，娘亲说以后会有好些小朋友和我一起玩，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我很期待呢。很快，小狮子就来到了明德殿。爹爹，我的老师在哪里呀？啊，这头发还真像是狮子头，这小名还怪贴切的。太子殿下，这真是太子妃当初生的那个孩子？谢玉安很少有脑袋短路的时候，但现在就是嘴巴秃噜的问了出来。子安，如假包换呢。你长得真好看，你以后就是我的老师吗？我以后就是你的老师了。爹爹，我要给老师行礼吗？要的。可是我要怎么行礼啊？我不会呀。小狮子虽然小，但也知道他的身份高，他只需要和自己的长辈行跪拜的礼节，其他人他都不用的。既然他是你的老师了，你要给他行跪拜之礼。小狮子很听话，他来到谢玉安身前，直接跪了下来。殿下，使不得。小狮子见谢玉安快速躲开。爹爹，老师跑了。谢玉安大窘。爹爹，老师是不是不想要我这个学生？不是，皇孙殿下，我很愿意当你的老师。太子殿下，皇孙身份尊贵，怎能？没关系，子安以后就是他的老师，这一礼是你该受的。小狮子，给先生行礼。小狮子，见过先生。好，景轩快起来。知道小狮子还没有启蒙，但是谢玉安还是问了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虽然小狮子回答的都是童言童趣的，但谢玉安是很满意的。太子殿下，皇孙是个聪慧的，臣一定好好教导皇孙殿下。谢玉安这一刻竟然感觉有一种使命在身上，他要给大燕朝交出一名圣明、仁德、睿智、勤政的君主来。谢玉安离开之后，小狮子就被送回了宜春宫。娘亲，我有老师了，她长得很漂亮。哦，你的老师是谁？娘，我老师叫谢玉安，他是京城3杰之首呢。他长得好看，我愿意他当我的老师。那就好，小狮子以后上学要乖乖听话。娘，我是乖宝宝，我很听话的。秦婉看着可爱的大儿子，没忍住，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娘亲谢你。小狮子被秦婉亲了，也很开心，张开小嘴，美滋滋的笑了。娘，我今天能见到福生哥哥吗？若是今天没见到，年后你们一起上课也能见到的。娘，咱们快走吧，去晚了就看不到歌舞了。平婆婆，宜修宫的人都到了吗？娘娘，韩良媛等人早就已经等候多时了。好，那咱们也出去吧。苏青年见到秦婉的穿着，还怔愣了片刻。娘娘这身衣服还真是漂亮，不过看这样式，不是司仪司送来的那件。可是司仪司做的，娘娘不喜欢啊。苏良媛说的那件，小皇孙不喜欢，本宫就换了啊。是这样啊，走吧。娘，你看那人嘴里能喷火呢，真好玩。以后娘教你怎么做。太子妃还懂得杂技人的看家本事，娘娘果然是博学多才啊。博学谈不上，多看了几本杂书罢了。秦婉觉得今天的苏青年怪怪的，他记着这个人从前是人淡如菊的人设呀，还有刚才他的那话，不就是讽刺他出身低吗？这样啊，我还以为娘娘整日在东宫玩火，怎么出了窍门了呢？玩火？玩火是这么用的吗？不过苏青言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不当安顺的小猫咪了，也要露出爪子了吗？苏良媛倒是对本宫的事清楚得很啊，妹妹怎么敢？不过是在花园内听到声响，后来听说是太子妃在打铁玩罢了，那不过是本宫的小爱好罢了，就和苏良媛喜欢研制香料一样。太子妃是知道什么了吗？不会的，是太子妃说的是爱好不同罢了。苏青言今日的反常
还是让秦婉觉得不对劲。她叫来了平婆婆，在她耳边交代了几句。平婆婆没有耽搁，立即走了出去。平婆婆不在，妙玉急忙补上了空缺。这时候店内的音乐变了，店内的舞台中央出现了一群蒙着面的舞姬。此时秦婉的脸色却是很不好。这些跳舞的舞姬身上的衣服的配色和上衣局送来的那一件裙子的配色是一样的，虽然裙子的样式不同，但在宫面上又怎么分得清？秦婉现在也意识到，这是有人故意想在宫面上羞辱她这个太子妃。苏青言可惜地看了秦婉一眼，发现她此时脸色铁青，心里又愉悦了几分。这边的赵祯也发现了，他也是强忍着怒气。店内已经有了叫好声，就连皇上赵南萧都已经坐直了身子。皇后本来觉得这女子跳得不错，现在倒是看这女子不顺眼了。女子跳舞的时候，目光并没有看着皇上，而是对准了赵祯。大哥真是好福气啊！看来这女子的舞蹈是特意为你跳的。赵祯面容严肃，完全没有其他看客的心情。他现在就感觉到了羞辱，他只想去查一查上服局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指使的。这场戏分明就是想拉踩太子妃。好在他的婉婉聪慧，没有着得到。赵祯越过众人，向对面的秦婉投去了个赞赏的目光。二哥，这怎么能说是为了大哥跳的？要是为了谁，也应该是为了父皇呀。三弟说的对，二弟以后切莫说这样的话了。大哥说的对，是弟弟看差了。赵家的身份变了，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弟弟也变了。义舞结束之后，冯顺看赏。冯顺立即洋洋洒洒的念了一些赏赐。臣女姚香俊，谢陛下隆恩。姚香俊离开之前，还特意看了一眼赵祯，才缓缓的退了出去。太子，刚才的舞蹈如何呀？尚可，继续吧。之后的歌舞中总是会夹带点私货，除了宫中的舞姬之外，有些是臣子家的小姐，也有献舞。娘，我回来了。快坐下吧。商梦溪对女儿非常满意，她先是看了一眼秦婉，嘴角微微勾起。皇上因为身体原因，就先离开了宫宴。皇后和淑妃两人也是一起离开了。秦婉看了一眼趴在她腿上睡着的小狮子，咱们也回吧。赵祯中途出去了一趟。再回来宴会大殿的时候，就发现秦婉那边已经空了。太子殿下，小皇孙吃坏了东西，太子妃让您去一趟千秋殿。怎么去了千秋殿？时间紧急，回东宫太远了，太子妃就带着皇孙去了附近的千秋殿。前面带路吧。秦婉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感觉身边有个滚烫的身子挨着她。你想吓死个人啊！赵祯不给秦婉反应的机会，一下子就扑了过去。秦婉睁开双眼，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天已经大亮了。想到昨晚赵祯的胡闹，秦婉真是又恼又怒又脸红。妙玉，妙玉和平婆婆走了进来。妙玉熟练的去给秦婉拿衣服。太子妃，先润润喉咙。往日秦婉没有洗漱之前是不会吃东西的，只是她现在的嗓子有点疼，就喝了平婆婆的雪梨汤。平婆婆，现在是什么时辰？回太子妃，现在过了午时了。平婆婆，怎么没有早点叫醒我？今天这日子可是年初一。妙玉，快过来帮我梳洗。娘娘放心，皇上和皇后那边都传来了口谕，15之前，东宫这些日子都不必过去请安了。小狮子已经玩了一上午了，现在才见到娘亲，立刻哒哒哒的跑了过来。娘亲赖床，现在才起来，我都玩了好久了。秦婉大窘，同时又把赵祯在心里骂了一遍。你上午去哪里玩了？娘亲，你生病了吗？娘得了风寒，没听到嗓子都哑了吗？这小子知道秦婉生病了，更是做了个好大儿，不仅给秦婉夹菜，还给秦婉递汤。吃了一顿午膳之后，吩咐了东宫嫔妃，在年15之前也不用过来请安了。之后就回到了主殿卧房内。娘娘，你要劝着太子一些，小心你的身子不是？秦婉也觉得赵祯昨天晚上不对劲。太子什么时候离开的？天微微亮，人就离开了。走之前还特意交代了下人，不要吵醒你。秦婉记得他才睡下的时候，窗外都有了亮光。赵祯天没亮就离开了，难道昨晚他都没有睡觉？说没说是去了哪儿？没有，太子走得很匆忙。平婆婆，派人去打听看看，特别是皇宫那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是，奴婢这就去安排。贵喜，你好好说一说，德妃是什么来头？娘娘，德妃娘娘正是广陵侯府的大小姐姚香俊。什么？怎么会是她？皇上不是想把她塞进东宫吗？奴才也不晓得里面的缘由。剩下2道圣旨是什么？剩下的圣旨有一道和咱们东宫有关，奴才在这里给娘娘道喜了。啊，东宫的喜事，过了年太子侧妃马上就要入宫了，难道说的是这事儿？快说剩下的2道圣旨是什么？别卖关子。是啊，快说，咱们娘娘还等着呢。回娘娘，第2道圣旨是给平王的，皇上把肃国公府的大小姐赐给了平王做侧妃了。肃国公府大小姐，她不是前朝的妃子吗？平婆婆也意识到了不对，皇上怎么会下了这道圣旨？难道肃国公府会有2位小姐入了皇子府？平婆婆说的对，肃国公府不会有2名小姐入皇子府，因此
此这第3道圣旨就和咱们东宫有关系了。肃国公府的4小姐不会嫁入东宫了。奴才觉得这事儿对咱们太子妃是喜事儿，才和咱们娘娘道喜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赵冕怎么会和潘彦霜有关系呢？娘娘，奴才再出去打听看看。平婆婆，快再去拿几个盐饺子过来。桂喜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东宫的喜事。是娘娘，奴婢这就去。赏，东宫的下人都赏赐2个月的月钱。谢娘娘，奴婢这就去通知。平婆婆取了一袋银饺子给了桂喜，奴才谢娘娘赏赐。桂喜，你没事的时候呢，也和诗喜交流交流感情。娘娘放心，奴才晓得。秦婉挥了挥手，桂喜弯着腰退了出去。小狮子趁着秦婉和工人说话，小嘴儿就没有停下。秦婉转过头，就看到了腮帮子鼓鼓的小狮子。没了。你怎么都吃了？吃多了肚子会不舒服的。不会，好吃。秦婉来到了小狮子身边，小狮子还以为秦婉要来抓他。这小子的动作是不是太快了呀？正想出去的小狮子一下子就撞到了赵真的腿上。哭什么？这是哪里撞疼了？爹爹，你回来了，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在皇宫里呢？赵真心头一缩，他不在宫中的消息，父皇都不知道。小狮子这是从哪儿知道的？赵真想着，到底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谁告诉你爹爹不在皇宫里的？小狮子想到娘亲的交代，不能说他的秘密。我自己知道的。你给他检查看看，刚才有没有撞疼的？他都哭了。好，给他检查看看。说完，就抱着小狮子回了内室。赵真也发现了秦婉的躲闪，他不由得多想了。难道是因为我那日太胡闹，婉婉心中有了芥蒂？看来晚上要和他解释一番。赵真打定主意之后，人就去了换衣室，换了一身袍子。赵真回来之后，秦婉已经抱着哄好的小狮子出来了。小狮子没事吧？没事，身上好好的，一点伤都没有。小狮子，告诉爹爹，你是怎么发现爹出宫了的？我朋友看到的。你朋友是谁啊？我不告诉你。秦婉的头立即就大了，孩子太小不好教，怎么办？怎么是你娘不让你说的？他斜睨了一眼秦婉。放心，有爹爹在呢。小狮子捂住了小嘴巴，一副他什么都没说的样子。秦婉是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小狮子真是一把双刃剑呐，误伤谁还真说不准呢。婉婉，难道是你教了这小子，不让他和我说实话？我没有啊。他能接受小狮子和动物沟通的话，赵真能吗？或许他会当那是小孩子的玩笑吧。于是他清了清喉咙。小狮子，你爹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不用担心娘责罚你。爹爹，我的朋友是渣渣，还有渣渣的朋友们。渣渣是只鸟吧？他的朋友们是谁呢？对啊，你那个小胖鸟有了新的伙伴。走，我给你们看看渣渣的新朋友。赵真抱着小狮子，任由这小子指路，来到了宜春宫的西侧殿。娘亲，爹爹，这些都是渣渣的新朋友。小狮子，你不觉得他们吵得慌吗？不会啊，他们在分享秘密呢。你能听得懂？不懂。小狮子确实还不懂小鸟们说的话，因为他现在的小脑瓜还理解不了那些话。不懂就对了。赵真忽略了听懂和懂的概念，完全是错失了发现儿子秘密的良机。他的视线完全被那几只白信鸽腿上的东西吸引住了。他把小狮子放在地上，上前想去拿那信鸽腿上的东西。信鸽见陌生的赵真，一下子就飞了起来。赵真身子一转，人已经跃起。哇，爹爹，你好厉害，你会飞！赵真打开纸条，看到上面的内容，面容又变得严肃起来。怎么了？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事你不用知道。好气呀！赵真越这么说，秦婉就更好奇了。这狗男人最近很奇怪呀。赵真不管秦婉，又利索的把其他几只信鸽腿上的纸条拿了下来。你在家好好照顾孩子，我还有事，先走了。娘亲，爹爹喜欢那些小圆筒吗？我有很多呀。真的？在哪儿？在那边。赵真啊赵真，你真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哼！秦婉见小狮子抱了一个盒子过来，好奇地问：是在这里吗？我把它们都放在这个盒子里了。秦婉打开盒子之后，发现纸条还不少，至少有20多个呢。好家伙，这得是多少人的秘密啊！小狮子就这么把人家要传的消息截留了。小狮子，你是怎么想着要留下这些信的？信？什么是信啊？小狮子并不知道小圆筒就是信，他就是看着信纸卷在一起，很好玩。信就是两个见不了面，还有话和对方说，就可以写信。娘亲，那我可以给你写信啊。咱们两人每天都能见面啊，不用写信的，信是给距离很远的人用的，他们可以把想说的话写下来，让信鸽送过去。再说了，你现在还没启蒙，就不会写字。那我以后不写信了，小白们会把信送跑的。小白？
就是白色的小鸟，我叫它们小白。秦婉很好奇这些盒子里的纸条写了什么内容。秦婉一一把纸条拆开，然后看着上面的内容。秦婉现在才知道，有这么多人好奇她的身世。小狮子截留的这些信，确实是有八卦，是关于她的，有介绍她在北地的情况的，也有关于她父母的。可惜的是，信上没有留下任何收信人或者是传信人的姓名，他还不清楚都是哪些人家在调查他。剩下除了有关于他的，有一些他确实也不太懂，有的是奇奇怪怪的几句话，没头没尾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秦婉猜测对方或许是用了暗语。娘亲，你怎么傻掉了？娘没事儿，娘就是被信上的秘密给吸引了。娘亲，你要是喜欢看，我以后让小白们多送一些过来。似乎也不是不行啊。行啊，以后都给娘给带过来。秦婉觉得这些没头没尾的纸条还是交给赵真更有用，于是派人拿着这些纸条送去了明德殿。赵真看了几张之后，表情变得兴奋起来。崔战士，你看看这个。太子，这些数字或许和盗银案有关。说完，不等赵真反应，急忙拿起一本经书，对着上面的信息，把对应的字写了下来。前朝国库丢失的银子，赵真已经查了很久，就是犯了事的官员都查到了，但是银子的藏匿地点没有找到。人赃并获的道理他是懂的，因此才迟迟没有动作。赵真这边已经截获了很多消息，就连敌人通信密语也都破获了。等全写完之后，崔占士哈哈大笑：太子殿下，是城东30里坡。殿下，韩家在那边有个小庄子，但是那庄子是韩侍郎夫人的陪嫁庄子。管他是谁的陪嫁庄子，先把库银找到。殿下，现在事不宜迟，臣这就率领东宫左右4御前去捉拿贼人。准了，许佑。殿外听后吩咐的许佑立即走了进来。太子殿下，这里面的消息尽快查清，重点是查清是哪些人家盯着太子妃的过往。是。子安，你觉得肃国公府的4小姐怎么样？谢玉安微愣，随后跪在了地上。太子殿下，臣和潘4小姐只是曾经认识，从无半点私情，请殿下明察。子安，姑不是认为你没有私情，只是姑觉得潘4小姐和你很相配。殿下，臣曾经身体受过伤，今生都无法娶妻了。太子殿下，臣真的无意于潘4小姐，请殿下明鉴。赵真见谢玉安如此排斥，也是有点无奈。他能让皇上同意退了潘4小姐的婚，是因为他说出了潘4小姐心有所属，还有二弟和潘大小姐有了肌肤之亲，这才把皇家和肃国公府结亲的事转移到了二弟的身上。既然你无意于他，这事就不提了。殿下英明。好了，子安快起来吧，本来也就是随便问问罢了，偏你还如此胆小。军器间，小狮子照例带着内侍提着食盒来了。二舅舅，今天为什么小皇孙来只找你不找秦长姑呢？当然是我比我哥招人喜欢呗。这个傻小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呢？二舅舅，我这次给你带了肉丸子。秦婷心中欢喜，直接把小狮子捞起来，然后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二舅舅，好高啊！坐稳了，咱们要加速了。可快一点，驾！秦霄才从方署令的办公房出来，就看到了弟弟驮着小狮子，已经停在了他的办公房门前，等着他回来了。大哥，方署令找你什么事儿啊？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在军期间这边了，要出城去西营那边。西营？为什么？太子殿下的吩咐，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大舅舅，二舅舅是不是不走？放心吧，他不走。二舅舅不走就好。你呀，你个小日精。二舅舅，我明天也不能来见你了，我要和先生读书了。只要加餐不断，你不来也行。二舅舅放心，我都记着呢，不会忘了的。二舅舅，你若是有时间，也可以来弘文馆看我呀。那不行，去弘文馆得有腰牌的，我这身份可进不去。没事，二舅舅，我让爹爹给你个腰牌，这样你随时就能来看我了。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难道二舅舅不想去看我？若是这样，那以后我也不给二舅舅带好吃的了。我去，我真去。那好，明天中午的时候，二舅舅来弘文馆找我吧。不用这么着急吧？必须明天中午去。二舅舅，你记住了吗？我看看我的时间。秦霄一下子就猜到了小狮子的意图，知道他第一天见同窗，很需要弟弟的陪伴。小狮子放心，你二舅舅明天中午准去。那就好。傍晚，赵真处理完公务，终于是回了宜春宫。秦婉和小狮子已经坐在餐桌旁，等候赵真多时了。以后若是回来晚了，你们娘俩就先吃，别饿着了。
爹爹，我一点也不饿，我下午去看二舅舅了，和他一起加餐了呢。不饿就好。不过你小子是不是最近吃的有点多呀？看看这脸更圆了。娘亲，我很胖吗？有一点吧，以后去喂虎头的时候啊，不准偷吃。还有啊，也不要总去军旗间和舅舅们一起加餐。好吧，我听娘的。小狮子，你要是听话，爹爹就带你去逛元宵灯会。我也能去吧？当然，元宵节那天咱们一家3口出宫去。好啊，好啊。翌日，平婆婆，广陵侯府的事你知道多少？秦婉见平婆婆没有立即回答，好奇地追问：平婆婆，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太子妃，不知道你对商郡主还有没有印象？商郡主，姚将军的母亲？对，就是她。她呀，当然有啊。德妃和商郡主有80%像，而皇上纳了德妃，或许是把德妃当成了商郡主的替代品。不是什么代替品？皇上难道和商郡主有意图？皇上年轻的时候来京城国子监读书，认识了还是世子的广陵侯，也认识了皇室的商郡主。然后呢，他们3个是三角恋？三角恋？哦，就是2男争1女啊。明面上是广陵侯世子和镇北侯世子都喜欢商郡主，实则是商郡主同时和他们2个人交往。商郡主玩得挺花的呀。唉，这事也只有王府内部人知道，商郡主是在2个人中待价而沽。不过最后镇北侯世子败北，毕竟镇守边关的侯爷怎么比得上京城的侯爷有前途？我公公被商郡主甩了？差不多吧。总之，当时的镇北侯世子是伤心的离开长安城的。后来许多年，他也都不曾离开北地。谁能想到，多年之后，他又率兵打进了长安城呢？娘娘，奴婢把这件前尘往事和你说，也是想提醒你，不要看低德妃母女，她们都是不好对付的主。平婆婆，你是说广陵侯府对皇位有兴趣？也对啊，德妃还年轻，没准呢还真能生个皇子出来。奴婢说的不是广陵侯，是指商郡主，他从前就是个有野心的人。秦婉想到，现在广陵侯一直卧病在床。平婆婆，广陵侯的身体一直都不好吗？不是，奴婢随长乐公主和亲的时候，广陵侯还好好的。这事有点太巧了呀，不知道是广陵侯故意装病躲避皇上，还是真就病入膏肓了。太子妃，总之你要小心德妃母女，不可轻敌。平婆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娘娘客气了，咱们主仆说谢就太监外了。娘娘，娘娘，前朝发生了大事，到底是何事？你快说说。娘娘，韩侍郎私吞前朝库银，现在证据确凿，被皇上打入天牢了。韩侍郎，那不是韩良源的亲爹吗？正是。是何人提出的证据？按说韩良源是东宫的人，韩侍郎也算是太子的人，现在韩侍郎倒下，对东宫可不利。回嬷嬷，韩侍郎的罪证正是太子殿下提交上去的，是太子的手笔。千真万确，太子连同韩侍郎的同伙也都一网打尽，现在损失的库银已经经由户部尚书钦点入了国库了。韩侍郎按说他的官职也不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私吞库银？这奴才也不清楚了。几人正说着话，就听到了外面哭哭啼啼的声音。太子妃，救命啊！求您救救我，救救我娘家！走吧，咱们出去看看。是。太子妃，您深受太子宠爱，求您替臣妾向太子求求情，饶了臣妾的娘家吧。韩良源，后宫不得干政，这个道理想必你比本宫要懂。更何况这事儿也不是我向太子求情就能够办得到的，这样的话切莫再说了。太子妃，是臣妾越矩了。行了，韩良源，你先回到宜修宫吧，等太子回了承恩殿，你亲自再去求他吧。是。那臣妾先回去了。太极殿，太子，谁让你这么冲动的？父皇，韩侍郎贪了前朝国库的钱，儿子把银子找回来了，有何不对？你也知道是前朝了，韩侍郎这事儿你太冒进了，为什么不和朕提前打个招呼再动他？父皇，韩侍郎胆大包天，他身为户部侍郎，监守自盗，他敢在前朝动手，咱们岂能继续用他？糊涂！韩侍郎这人奸猾，朕有几会不知道。不管他在前朝怎么样，在燕朝都老实得很。若是咱们追究起来朝臣在前朝所犯的罪，那朝中岂不是人人自危？谁还会替咱们父子做事？还有，韩侍郎的女儿还是你后院的女人，韩家也算是你的人脉，
你就这么嫌弃帮着你的人多是不是？还是你想更多的臣子来弹劾你，让朕废了你这个太子？赵祯急忙从地上站起来，来到皇上的跟前，小心地拍着皇上的后背。父皇当心身子，不要动气。大郎啊，你是太子了，以后办事莫要这么冲动啊！父皇，你说的道理儿子都懂，只是国库空虚，孩儿就连前朝的嫔妃都卖了，现在知道前朝库银的踪迹，又怎么会放过？若是没了银子，春耕的种子哪里有？边疆的军饷和粮草怎么办？儿子知道，长安城内的世家都在看着咱们父子的笑话，他们一个个富得流油，看着咱们为军饷发愁，一让他们想办法，就一推四五六。既然他们无能，那孩儿就亲自去找钱。真是觉得你太冒进了，事情得一点点的办，徐徐图之。父皇息怒，以后儿子会谨慎行事。行了，韩侍郎这事儿有了定论，就让三司好好的判。2月份的春闱之日是重中之重，燕朝第1年开恩科不能出半点差错，你多盯着点礼部。是，父皇，儿子知晓。这时候，太监冯顺进来禀报：陛下，德妃娘娘求见。父皇，儿臣还有事，就先行告退了。行了，你下去吧。赵祯才出了太极殿，就去了弘文馆。赵祯才到弘文馆门口的时候，就见到了秦婉。太子也来看小狮子。看看这小子在学堂表现的怎么样。我也是想要看看他有没有被欺负。走吧，咱们进去瞧瞧。制止了太监的通传，两人就这么走了进去。秦婉和赵祯两人才一进来，就能听到一群小萝卜头跟着夫子在念三字经。秦婉在廊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摇头晃脑的小萝卜头。赵祯看小狮子的脑袋不断的摇晃，没有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别笑啊！门外的动静引起了谢玉安的注意。你们先自己诵读。是夫子。学堂里的孩子最小的和小狮子一样是3岁，最大的学生是6岁。6岁的孩子早就启蒙学过三字经了，因此在夫子离开之后也无心朗读了。他们也是悄悄地议论小狮子。你们看，皇孙长得多奇怪。是啊，我听说他小名叫小狮子，和他还真贴切。你们说他头发长长了还会这么弯曲吗？谢玉安出来给赵祯和秦婉行礼之后，听见孩子们都不读书了，就想进去制止。谢夫子，请留步。太子妃，那些孩子在议论皇孙，臣去看看小狮子是怎么处理和同窗的关系的。子安，先不急。小狮子发现同学们都停了下来，还隐隐听到他们说头发什么的，就知道同窗们是在说他了。你们是在说我吗？我觉得你长得很奇怪。是啊，看看你的头发。我知道我的头发和你们不一样，但我除了头发，你看看我的脸、我的眼睛和鼻子，是不是和你们差不多？是啊，小皇孙和咱们是一样的人，不是怪胎。爸爸，谢谢你帮我说话。他把自己的头发撩起来。你们瞧，我把头发撩起来，是不是和你们一样？对啊，小皇孙和我们是一样的嘛。是啊，你看他没有大鼻子，眼睛也不是蓝色的。其实小皇孙头发卷卷的也挺可爱的。我家有一只狗狗，毛发也是卷曲的，可好玩了。我本来就不是蓝眼睛，你们见过蓝眼睛的人吗？什么样的？当然是有蓝眼睛的人。我爹说波斯那边有蓝眼睛的妖怪呢。一时间，教室内的孩子就这么大胆地聚在一起议论了起来。秦婉没有想到事情是以这样的形式结尾的。小皇孙很聪慧。赵祯高兴地翘起嘴角，他儿子嘛。不过想到小狮子的头发给小狮子带来的困扰，就看了秦婉好几眼。若是以后的孩子都这样啊，赵祯急忙打住了这个危险的念头。谁料一转眼就见到了大1号的爆炸头。二堂哥今天怎么来了弘文馆？是小狮子交代，我今儿个午间必须来弘文馆看他的。秦婉一脸疑惑，赵祯却是明白了，他心里觉得好笑，但又觉得自家儿子是个鬼机灵。小狮子和二哥亲近，看来也是想你看他读书时的表现。小外甥和我最亲了，就连大哥都比不上呢。谢玉安看着爆炸头2号，突然就明白了小狮子让秦二舅舅来的原因了，他的嘴角也是轻轻地翘了起来。这时候下课的钟声响起了，谢玉安给赵祯行了一礼之后就返回了学堂。孩子们都还小，又是启蒙阶段，因此孩子们每日只需要上半天的课就好了。小狮子很想看看舅舅有没有来，出来之后眼中没有爹娘，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院子角落的秦婷。二舅舅，二舅舅！哇，原来小皇孙长大是那个模样啊！不能吧，大1号的那个人不大好看啊。不过小皇孙真不是怪胎。你们看，这是我二舅舅，我的头发和我二舅舅一样呢。是呢。你这胳膊好硬，好强壮。我舅舅会打铁，当然强壮了。我舅舅力气也大，还可以把我驮起来呢。这个臭小子，舅舅是比亲爹还亲，是吗？
尤其是见到秦婷把小狮子捞起来放在脖子上，驮着它转圈炫耀，小狮子咧开小嘴嘎嘎大笑的时候，赵真哪里知道小狮子现在的得意，尤其还是在其他同窗面前呢。你们看我舅舅厉不厉害？哇，好厉害，好厉害啊！小狮子，你舅舅真好。小花穗，你能让你的舅舅驮一下我吗？秦婷最后是和秦婉一家3口回到了东宫，并在东宫用了膳食才离开的。随后的几天，小狮子也习惯了去弘文馆的生活，并且和弘文馆的同窗相处的都很不错。元宵节的这一天，爹爹，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呀？再等一等，你娘还要打扮一下。哦，好吧。这时候秦婉穿了一身男装走了出来。赵兄，看我这身怎么样？不错，英气十足。怎么样？看不出我是女子吧？赵真不忍心打击秦婉。看不出来。走吧，小狮子已经等得着急了。娘亲，咱们快出发吧，我好想看看宫外是什么样的。走。爹爹，我闻到了肉香。哇，好像是羊肉串的味道。娘亲，咱们也买点吃吧。那好，咱们买几串，然后带到你的铺子里面吃。好，我去买。赵真立即给史册几人使了个眼色，史册带了2人快速的穿过人群，向秦婉那边靠拢。老板，这肉串是怎么卖的？小公子，我这是上好的羊肉，一串只需要10文钱。那行，给我来个30串。小公子稍等，肉串很快就好。等肉的期间，赵真已经抱着小狮子走了过来。还没好吗？应该快了。快了，客官马上就好了。好香啊！我的肉串是最正宗的羊肉，在京城也是有名的。哦，老板在城中有店铺？有的，只不过不在内城，在外城，那边的租金便宜。老板，留出5串，不要放辣椒和胡椒啊。晓得了，公子是要给小少爷吃吧？小孩子脾胃弱，肉串要少吃，尽量不吃为好。谢谢老板。随后，秦婉付了钱，就带着打包好的肉串离开了摊位。众人来到了朝夕堂的时候，朝夕堂吸引了好些文人和举子驻足，文人们纷纷拿出钱来买时钟。秦婉是没有想到他的店铺会这么火爆。走吧，咱们还是别进去了，里面的人太多了。行，咱们往回走吧。你的运气不错，很有财运。那当然了，你才知道啊，我的朝夕堂一定会赚很多钱的。二姐姐，你看前面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就是当今的太子殿下。五妹妹，你没有认错人？没有，你看大哥哥和姚大哥好像也发现了，他们过去了。下官大理司职姚长风见过太，出门在外叫我赵兄即可。是，赵兄。姚长风这声赵兄叫得有点别扭，自家妹妹可是入宫了，当了德妃呢。和姚长风不同的是，夏一之的目光却是一直看向女扮男装的秦婉，他觉得秦婉特别像是他们夏家的姑娘。夏一之看得愣神的时候，就被同伴姚长风拉了一下，回神之后发现太子正面带不悦地看着自己。下官翰林院编修夏一之见过赵兄。赵真不大高兴，夏一之盯着秦婉看，只是嗯了一声。秦婉听到2人自报家门，也在仔细地打量2人。他一直就听说京城3杰，从前也只见过谢玉安，现在算是把剩下的2杰看到了。姚长风见赵真不想多谈的样子，立即道：赵兄，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告退了。自便。大哥哥，这位是谁啊？你的朋友吗？怎么不请他们去咱们订的酒楼包间坐坐？二妹妹，不得无礼，这位是赵公子。赵兄，这是家中二妹妹和五妹妹，二妹妹莽撞了，请赵兄见谅。不妨事，先告辞了。撂下这一句话，赵真就拉着秦婉离开了。小狮子被赵真抱着，眼睛频频向秦婉手中的肉串看去。小狮子，这肉串都凉了，不好吃了啊。娘亲，我就吃1块好不好？这一份就先不要了，再买一份新的吧。史策，这些你们分了吧。肉串凉了，小孩子不能吃，但是大人吃了是没关系的。谢太子妃。小狮子的脖子跟着肉串转动了一圈，赵真看了没出息的儿子一眼。别急，再给你买一份。好的，爹爹。秦婉于是又在一个烤肉摊子上买了5串回来。快吃吧。见小狮子终于不是嘴巴瘪瘪的了，笑骂了一句：没出息。好吃好吃。回吧，咱们出来也挺久的了。行，听你的。小狮子吃完肉串之后，已经趴在赵真的肩膀上睡着了。这小子还挺沉的，以后再出来就等他再大一点，自己能走。怎么开始嫌弃了？一抱就是几个小时，确实成熟。放心，回去之后呢，我就给他做个车子，以后出门啊，让他坐推车。赵真没有反驳秦婉，他发现秦婉很擅长搞小发明。离开了看灯的主街，宫中的侍卫早就牵着马车在街尾等候了。赵真和秦婉正往马车那边走去，谁料这时候一群蒙着面的黑衣人从天而降。留活口，戒备，
保护主子。很快，史策等人就和黑衣人战斗起来。原本来接应的东宫卫兵也纷纷赶来，加入了战斗。太子妃，咱们先撤。赵真原本没有把这些黑衣人放在眼里，可是他发现史策和其他几名护卫竟然落了下风。赵真的双眼微微眯起，史策的实力绝对不止如此。上去帮忙。是，主子，我们遭了暗算，身上没力。太子殿下，不要抵抗了，投降吧，不是我们的对手。皇城脚下，巡抚衙门的人和京城禁卫军很快就会，你们以为你们逃得了？动作要快，去抓太子妃和皇孙，看好孩子。于是直接和黑衣人打了起来。黑衣首领也是发现了赵真的厉害，知道他们想要杀了赵真没有那么容易，他们这次的目标主要是太子妃。去抓秦氏。谁料他这话刚一出口，就听到了砰的一声，他倒下的那一刻都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随后众人在愣神的时候，就听到了连续的砰砰声，随之而来的是倒下去的黑衣人。赵真又踹飞了一人，一转头就见到秦婉把一个冒着烟的东西放在了身后。剩下这几个黑衣人，你是不是就能收拾了？赵真只是愣了片刻，知道秦婉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孩子之后，他也就没有顾忌了，于是又和剩下的黑衣人缠斗起来。金兆尹、杨鹤带兵在街上巡视，也很快就赶了过来。卑职救驾来迟，请太子责罚。杨大人，这些黑衣人全都押到京兆尹去，好好的审一审，看他们背后之人是谁。是太子殿下。杨大人，万柳街那边有个中年人卖羊肉串，我估计他是认出我和太子身份，在肉串中下了药，才让东宫护卫手脚无力。太子妃放心，下官这就派人去捉拿那个商人。秦婉抱着小狮子上了马车，赵真有事问秦婉，也没有骑马，跟着钻进了马车。在车上，秦婉被赵真看得很不自在。你这么看我干嘛？你说呢？我怎么知道啊？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哦，不知道吗？我觉得你应该清楚。我不清楚啊。娘亲，你把那个黑色的东西给我看看呗。这个漏风的小大儿，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啊，你看小狮子都好奇了呢。什么黑东西啊？没有啊。娘，就是那个能发出砰砰声响的东西，好好玩，小狮子也想要。是啊，不仅小狮子想要，我也想要。哎呀，别问了，什么东西都没有。若是不方便，我以后就不问了。今天的事你放心，东宫护卫这边是不会泄露的，善后我会处理好。多谢。你我是夫妻，说谢就太见外了。赵真，你说那些人是谁派来的？我觉得他们是冲着你和小狮子来的。应该是想我走，而且听那意思啊，还是想要活捉我。既然没想要我的命啊，可能就不是你后院其他女人。毕竟我现在和他们的仇还没那么深，刺杀我是有点冒险的。不像，应该不是他们的手笔。我心中倒是有个猜测。是谁？若是我猜的没错，这黑衣人或许是西北商云泽的人。赵真想到了火药的秘方，想必商云泽是为了这个而来的。或许还真的是他们。不过咱们在路上就被人下药，是怎么暴露身份的？我觉得我装扮的很好啊。有这小子在，你怎么装扮都没用吧？哎呀，怎么忘了呢？小狮子这活靶子怎么变都没用啊！小狮子啊，你以后出宫都戴帽子吧。草长莺飞，到了4月份，天气逐渐热了起来。赵真这段时间更忙了。太子妃有大消息哦，是什么事儿？太子妃德妃娘娘有喜了。有喜了，还真是个大消息啊！太子妃德妃娘娘是在被皇后娘娘跪罚的时候晕倒了，请了太医之后才查出有了2个月的身孕，但是德妃娘娘因为久跪差点怀胎。皇上知道这个消息，训斥了皇后，并且收了皇后的掌宫权。德妃有孕，皇后被罚，难道掌宫权给了淑妃？正是，现在后宫归淑妃管了。德妃的胎没事，德妃娘娘需要卧床静养。秦婉摸着下巴思索，不知道这次的事是皇后脑残，还是德妃使出来的计策。娘娘，不如去坤宁宫瞧一瞧吧。走吧，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媳给母后请安。请安？我如今还有哪门子安呢？我看你是猫哭耗子，来看我的热闹吧。母后说笑了。说笑？秦氏，你不要再装了。我知道你对我这个婆婆早有不满，我知道你因为燕北城丢下你的事，对我这个婆婆很不满，平时的乖顺不过是装出来的罢了。现在看到我这么狼狈，怕不是心中都已经乐开花了吧？秦婉并不怕皇后这样，她一直弯着身子，也是累得很。好啊，秦氏，你果真是个胆子大的，我没有叫起，你就敢自己起来，果真是目中无人。秦婉无视皇后的怒火，直接走到了梳妆台前，拿起了桌上的铜镜，向皇后走去。皇后下意识地倒退了几步。秦氏，你想干什么？秦氏，你不要忘了，我是你婆婆。见秦婉越走越近，秦氏，你不要冲动。母后，你看看你现在的模样，这还是燕朝国母的样子吗？不，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秦婉放下镜子，拿出了帕子，给皇后擦了一下脸上的脏污。母后，儿媳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母后着实不必为了德妃的事如此伤害自己。秦婉拉着皇后，把她按着坐在椅子上。风凉话谁不会说呀？哼，这事儿若是换到你身上，你没准还不如我呢。你信不信
若是太子现在宠了东宫的其他女人，又把掌家权给了别人，你没准都把东宫闹翻天了。秦婉承认她被皇后说中了，若是她在东宫受制于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那些女人她一定会先出手解决了。现在大家相安无事，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惹到自己的逆鳞。秦氏，你以为你是个大度的？你呀，还不如我呢，至少侯爷从前还有个妾室呢，生了2郎呢。既然母后都能忍得了淑妃，那又为什么要针对德妃呢？若是平常的女子，她还不放在眼里，可是前些日子知道了一些事，皇后这心里着实膈应。有些原因皇后不想秦婉知道，于是找了另外的由头。你知不知道德妃有孕了？这要是生了个小皇子，皇上还说不上怎么宠呢。若是那个小畜生将来和太子抢皇位，怎么成？这时候赵祯脚步匆匆地来到了坤宁宫，制止了宫人的通报声。秦婉并不知道李佩兰去给他搬救兵去了。可是母后把德妃叫过来惩罚，也不是明智之举啊。德妃只不过是跪了一下，现在肚子还不是好好的，母后的损失就大了，不仅没了掌宫权，加上这一闹又丢了皇后的脸面，反倒是淑妃得了一个大便宜，坐收渔翁之利。不知道是谁给母后出的主意，把德妃叫来坤宁宫受罚的。淑妃是个老实的，给她管就管了，只要不是德妃那贱人就好。母后，儿媳听说二皇子也颇受皇上的宠爱，若是真为了太子着想，母后该担心的反倒是淑妃和二皇子。二皇子和太子年龄相近，且已经成年，至于德妃肚子里的是男是女尚且不论，那可是比小狮子还小呢。太子妃，你说二皇子有可能抢大郎的皇位？不会，皇上看不上二郎的，二郎也不是大郎的对手，他哪能和大郎比呢？母后，你以为二弟为什么会答应纳了肃国公府的潘彦霜？那可是前朝妃子，算是二婚的女人。哼，老二不娶怎么办？俩人除夕宫宴滚到了一起，老二不想负责都不行啊。母后，潘彦霜身后可是肃国公府，那也是有兵权的。二皇子这下可是得了大便宜呢。哦，既然你知道潘家女儿重要，你怎么知道潘燕如不入东宫的时候，高兴地在宜春宫庆祝起来？秦婉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你呀，说风凉话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换到你身上，你不是也嫉妒？母后，你说的话我不反驳，我确实是不喜欢赵祯宠爱其他女人。哼，那将心比心，我就对付了一下德妃，你就来拆我的台。母后，我可从来没有说你不能对付德妃，相反，我很支持你对付德妃，只不过手段不能这么生硬。哦，你有什么好法子？快说。母后，我要先说好啊，我提了建议，你不要恼。站在门外偷听的赵祯也竖起了耳朵，他着实也好奇秦婉会有什么法子对付德妃。母后，儿媳觉得可以趁着这次选秀，给父皇再多选几个貌美的女子。后宫进不进人，已经不是本宫能阻止的了。皇上嫌弃本宫年纪大了，早就看上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了。罢了，皇上已经变了，已经不是从前我认识的赵南萧了。母后，太子妃，你先回去吧。母后可是答应了我的提议了。太子妃，皇上本就看你不顺眼，以后东宫的事你少给建议，也不要管，你好好的在东宫照顾好我乖孙就好。还有，也好好的把身子养好，德妃那贱人都能有孕，太子身体那么好，你这肚子也该有了。母后，孩子是靠缘分的。太子妃，你信不信你不给皇家开枝散叶，太子也顶不住皇上的压力，最后东宫还是会进人。秦婉的心一跳，赵祯拒绝过东宫进人，他一直觉得他和赵祯不过是合作伙伴，就连赵祯曾经答应他，只要他能生孩子，他就不找其他女人的话也是当成了玩笑的。皇后见秦婉怔愣，有些生气。太子妃，你真的不知道太子为了你做过多少事。母后，我……行了，你先回东宫吧，后宫的事你不要插手，我自己来办。儿子给母后请安。你还好意思来？你说说你都做了什么？我是你亲娘啊，你竟然给你爹送女人啊！我就是生个耗子都别生你有用。母后可生不了耗子。你完全是有了爹就忘了娘，完全向着你父皇。母后，你听儿子解释。哼，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样来。母后想必已经知道了那广陵侯夫人和父皇当年的事。知道了。你爹真是藏得够深的，从前对我的深情都是装出来的。哼，母后既然知道了，那就该明白孩儿把德妃送到父皇身边的原因。德妃和广陵侯夫人那么像，有德妃在，广陵侯夫人怎么好意思和父皇叙旧情？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哈哈，大郎做得好，有德妃在，你父皇和那老女人都尴尬。母后，以后你不要和德妃为难，她那肚子你也不用管。不行，德妃肚子里的贱种不能留。母后，
你是觉得儿子连一个小娃娃的斗不过吗？当然不是。母后，你因为责罚德妃，以至于掌公权都没了。现在父亲是皇上，是95之尊，他的身份变了，母亲也不能像从前那么对父亲了。德妃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但母后却因为这事儿伤了和父亲的感情，失去的也更多，反而是他人受益。太子可是赵冕那小子有了什么心思？母后，所以你这边不能乱了，给别人可乘之机。大郎，我知道了。母后，到底是谁跟你出的主意责罚德妃的？皇后一下子就明白了赵祯是什么意思，她眼神躲闪了一下。不是谁，就是我自己想的，我就是看得不顺眼罢了，才惩罚他的。赵祯看出了皇后没有说实情，也没有拆穿。母后，我看坤宁宫伺候的下人不多，我再给你送2个得力的人吧。坤宁宫是不缺人的，不过你既然送给我，我就要着。好，到时候我派人给母后送过来。母后身边的人都没有功夫，我派些厉害的，主要是保护母后的。那好。最后，赵祯带着秦婉一起离开了坤宁宫。娘亲，我很快就要有大舅母了呢。二哥，是怎么回事？大堂哥看上哪家姑娘了？阿婉，那人你也认识，就是陆大夫的孙女。陆如莹，是她？哦，就是陆姑娘。他们2个怎么凑到一起去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大哥前些日子不是受伤了吗？就是陆大夫给他看的。这么一来二去，大哥和陆姑娘就更熟悉了。大哥什么时候受伤了？糟糕，我给说漏嘴了。说呀，怎么受伤的？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大哥和妹夫都不让说。好啊，都瞒着我一个人是吧？娘亲，还有我。阿婉，大哥伤的也不严重，现在都快好了。现在大哥在西营给太子研究投石机，想要用投石机投放火药，这才受伤的。赵祯这是怀疑我了？难道是在试探火药秘方是否是秦家祖传，还是想要知道我元宵灯会用的什么武器？我这边不说，赵祯就去试探大堂兄。二哥，大哥是什么时候去的西营？就是正月的时候，小狮子启蒙的那天。娘亲，二舅舅说的没错，我也是亲耳听大舅舅说的。秦婉听到答案，心里稍稍安定。赵祯没有试探手枪的意思。平婆婆，去我的库房准备一些补品和药材。是，太子妃。阿婉，大哥成亲的时候，你能到吗？当然，我必定到啊。倒是日子定在了哪天？彩礼都准备了哪些？秦婉这小半年来可是赚了不少钱。这我也不清楚，大哥也没和我说呀。平婆婆，劳烦你出宫几天，帮着我堂哥张罗几天。一会儿呢，你带5000两银子走，到了秦家，若是缺什么，你再报给我。太子妃放心，奴婢定当办得妥当。去我的库房再挑2套不打眼的首饰，填在嫁妆单子里去。是，太子妃。阿婉，这是不是太麻烦你了？二哥，这有什么麻烦的？咱们是自家人啊。二舅舅，不麻烦，娘亲有很多银子。嘿嘿。太子妃，安国公夫人到了，快请。很快，二夫人就带着赵琴走了进来。参见太子妃。二婶，自家人不必拘礼，礼不可废。一抬眼，亲家兄长也在呀。国公夫人好，赵小姐好。阿婉，我先带着小狮子出去了。那好，你去小狮子偏店吧啊。之前你给他做的小木马坏了，小狮子还哭鼻子呢。那我过去给他修一修。说完，秦婷拎着小狮子飞快地跑了，2个人都消失了，还能听到小狮子的声音：二舅舅，慢点，慢点！二舅舅，我鞋掉了。二婶，你别见怪，我二哥这人有些莽撞。那是个好孩子。晴儿，你不是想看看小狮子吗？他既然去了偏殿，你也过去看看吧。等赵晴离开之后，二夫人和秦婉来到软榻那边坐了下来。阿婉，听说秦家兄弟要定亲了，是哪一个呀？二婶，是我大堂哥秦霄。哦，原来是秦霄啊，不错不错，不知道他是定了哪家的姑娘啊？这人呢，二婶也认识，是陆大夫的孙女陆如莹。陆姑娘好啊，都是老熟人了。不错不错，陆姑娘性子虽然活泼了些，但心不坏，在山上的时候和晴儿也能玩到一起去。二婶，听你这意思，你该不会是……没错，我是看上了你二哥秦婷，想把晴儿许配给他。二婶，秦婷虽然是我堂兄，但是我们秦家底蕴薄，晴儿配我堂兄是不是太低了？况且堂兄大了晴儿好几岁呢。阿婉，秦家有你这个太子妃，门第怎么就低了？再说了，你堂兄也就比晴儿大4岁，我觉得年龄刚刚好。二婶，你也见到我二堂兄，他这人没大堂兄机灵圆滑，人是有些莽撞。二婶，我是真心感激你，咱们娘俩也就不说两家话，我也不是贬低我堂兄。堂兄在村中长大，见识不多，又不通文墨，晴儿我是当妹妹看的，不冲她是国公之女身份，就冲着晴儿自身才华，她都可以配得上更好的。京城的世家公子都是好选择。阿婉，你的意思我都懂，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就老实的和你交底。为了晴儿的婚事，我也带着晴儿她没少参加各个府中的宴会，那些人家虽然明面对我们很客气，
但在背后总能听到他们对我们指指点点。晴儿额头若是没有那字，亲事还容易些。现在京城这些世家，没有人愿意和我们国公府结亲，那些落魄些的倒是愿意攀上来，可是他们也不是真的看重晴儿，都是奔着府中的权势的。晴儿的婚事一再受挫，她现在也变得越发沉默了，都没从前开朗了。晴儿现在也已经15了，婚事也要定下来，所以我就想给她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可我那堂哥人也不知道开没开窍，也不知道晴儿对他是否有好感。二婶，婚姻之事也勉强不得，这不是给2个孩子相处的机会吗？再说了，从前咱们一起赶路的时候，我发现晴儿对晴婷的印象不错。二婶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时候的晴儿是很爱笑的，不想回京之后这么沉默。就是啊，没回来的时候，日子过得倒是舒心些。二婶，不如让晴儿在东宫住一些日子，我再时不时的去将我2哥给叫过来，让他们都熟悉一些。这个法子好，我还想怎么给2人安排机会呢？让晴儿在东宫陪着你，外人也说不出什么。那行，那今天就让晴儿在东宫住下吧。可行，稍晚些，我让人把晴儿常用的东西送进来。赵晴和晴婷都不知道，他们被人撮合了。2人从前就认识，相处起来倒是非常自然。啊，小狮子，虎头怎么这么大了？虎头，你低一些。虎头自然的趴在草丛上，小狮子直接爬到了虎头的后背上。虎头，站起来！虎头立即站了起来，驮着小狮子走了几步。别怕，虎头认识你，不伤人的。秦姑姑，虎头想和你玩，他不吃人。秦姑姑，你摸一摸虎头，他很乖的哟。赵晴缓缓地伸出手，揉了一下虎头的大脑袋。虎头估计是被摸得很舒服，虎嘴里还发出了呼噜噜的声音。秦姑姑，虎头让你多摸一会儿呢，他的头正好痒痒呢。赵晴陪着小狮子在大明宫玩了一下午，回来的时候心情明显是变好了。这些都是生的，怎么吃啊？太子，咱们今晚上吃火锅，把这些还没煮的菜放在锅里面涮一涮，再蘸上早就准备好的料汁，就能吃了。这是什么锅？我怎么从前都没见过？还有这2边的汤的颜色怎么不一样啊？爹爹，娘说这是鸳鸯锅，这边的汤白白的，是不辣的，给我吃的。赵真摸了一下小狮子的脑袋，头发梳起来都没有以前好摸了。爹爹，我晚上可以和爹娘一起睡，那时候我头发就散开了，脑袋就更好摸了。嘿。那怎么行啊？他好几天忙着没时间来宜春宫，今晚可是有大事要办的。于是他不搭理小狮子。婉婉，是不是这样？先把肉放进去。想要吃什么就放什么。晴儿你也是啊，辣的和不辣的你都尝一尝。是，大嫂。小狮子见爹爹不搭话，没有同意他一起睡，就不大开心，嘴巴撅得老高。小狮子，来，你不是最喜欢吃肉了吗？这羊肉切得薄，变了颜色就熟了。本来还撅起来的小嘴，吃了涮羊肉之后，眼睛越发明亮了，把刚才的不开心抛在了一边，开始专心的吃起羊肉来。饭后，赵晴被带下去休息了，小狮子也回到了自己的偏殿。赵真则是先去沐浴，然后一身清爽的来到了秦婉的内殿。婉婉这身衣服还真是好看啊！好不好看？好看，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夏天穿上既好看又凉爽。我还……秦婉的话还没有说完，直接被赵真抱了起来，然后大踏步向床上走去。我还给你做了身凉快的，你要不要看看？不看了，正事要紧。听说你派我哥哥去了西营，他还受伤了。火药都是在西营那边研发，西营都是我的人。咱们的手榴弹的威力，外族也都见识过，想必他们也在尝试实验。咱们这边更应该多制造些出来。此外，我觉得火药威力大，人工投递的距离有限，我想要把火药用在投石机上，这样在攻城的时候作用很大。至于让大堂哥去西营，除了大堂哥的能力外，还因为他的身份。身份？大堂哥在军期间虽然安稳，但想要升职太难了。秦家是你的母族，不能一直都无官无级。在西营，只要大堂哥能改良出新武器，做出成绩来，我就能给他请功。你有这份心，为什么没早点告诉我？你是我的妻，我为了你考虑都是应该的，哪还至于巴巴的问你邀功呢？赵真，谢谢你啊。娘娘，皇宫那边传来消息，德妃生产了。这时候就生了？这孩子才7个多月吧？是，娘娘。7月就生产，可是出了什么意外？听说德妃和新受宠的陆美人起了争执，德妃没站稳，脚底打滑了，直接摔倒了。现在永和宫那边好多太医都在那边守着呢。走吧，咱们也去永和宫看看。是，娘娘。秦婉来到永和宫的时候，这里已经来了好些人，就是皇上和赵真都在。
给父皇母后请安。皇上没有心情搭理秦婉，为了挥手让秦婉退下，秦婉也无所谓，起身之后来到了赵真的身边。你怎么也来了？工人去禀报的时候，我正巧和父皇在议事，于是就一起来了。东宫接到消息晚了一步，父皇不会怪罪吧？放心，有些时候也不用听他的。陛下不必着急，太医都在外面候着呢，德妃妹妹一定会没事的。皇上满意的看了一眼淑妃，然后又看了一眼悠哉悠哉的皇后。皇后，德妃生产艰难，你还有心情吃东西？你可是一国之母，你有没有一点仁爱之心？你有仁爱之心，你别让德妃怀孕呢。你也是你们俩造的，和本宫何干？又不是本宫让德妃难产的，陛下怪得着我吗？哼！你怎会如此粗鄙？你是中宫皇后，整个后宫都是你管的。现在德妃摔倒，造成早产，皇后你难辞其咎。赵南萧，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现在后宫可不是我管着，还想诬赖我？没门儿！徐嬷嬷，扶本宫回坤宁宫。哼！父皇，这边坐。赵真一下一下地拍着皇上的后背。父皇息怒。太子，你瞧瞧皇后竟然对朕不敬，你说朕该怎么罚她？父皇，儿子知道父皇担心德妃肚子里的孩子，只是也不该拿母后撒气啊。现在后宫也不是母后管着，是淑妃娘娘。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责怪母亲，他势必会恼。陛下，是臣妾失职，请陛下降罪。淑妃啊，现在后宫是你管着，好好查一下德妃摔倒是否有人从中做了手脚。是，陛下，臣妾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行了，淑妃起来吧。谢陛下。启禀皇上，广陵侯夫人得知德妃早产，请求进宫看望德妃娘娘。去通传，请广陵侯夫人进宫看望德妃。是，陛下。父皇，德妃这边有太医在，您不如回含元殿休息吧。太子说的对，朕确实是罚了。淑妃，你留下来照看德妃，等生产之后立即派人给朕报喜。陛下放心，一切有臣妾呢。等皇上走后，赵真来到了已经有点打瞌睡的秦婉身边。太子妃，咱们也走吧。咱们能走？当然，回吧，看看小狮子，那小子没准趁咱们不在又淘气了。说的也是啊，越大越不好管教。淑妃娘娘，我婆婆在偏殿，想要和娘娘叙一叙话。好，前面带路吧。商郡主见到淑妃进来之后，并没有起来。淑妃娘娘，阔别多年，不知道娘娘还认不认得我？奴婢晚秋见过主子。商郡主见淑妃跪下，直接站了起来，把淑妃扶了起来。淑妃娘娘，您真是折煞我了。如今你是主，我反倒是仆了。主子，奴婢不敢。奴婢从小被主子培养，又怎么敢不认主子？你如今已是淑妃娘娘了，整个后宫都是你管着呢，今非昔比了。奴婢还要多谢主子当年把奴婢安排到了世子身边，否则奴婢也没有今日的造化。淑妃娘娘认我即可，正巧我有事，请淑妃帮忙。不知主子有何吩咐？商郡主在淑妃耳边耳语了几句，看到淑妃惨白的脸色，怎么怕了？还是不肯帮？不是，只是陆晚秋，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成了淑妃就敢质疑我的命令？还是你仗着有了儿子就敢？不，奴婢不敢。哼，不敢就好，别以为你成了淑妃就不把我的命令放在心上。若是惹怒了我，后果你是知道的。主子放心，奴婢这就去安排。放心吧，若是君儿生的男胎，那计划也就用不上了。是。东宫，今晚看到外面下的大雨，下了这么大的雨，还要去立正殿？崔詹事派人来通知我，江南的密折到了，我晚上要和朝臣议事，你早些休息，不必等我。这时候，天上又传来了响雷。娘亲，娘亲！秦婉不再管赵真，急忙转身回到了内室，把小狮子抱在了怀中。娘亲，我今天要和娘亲睡。好，今晚不回去了，就在爹娘的房间睡觉。太好了！秦婉就这么哄着小狮子，慢慢的，娘儿俩就进入了梦乡。赵真是深夜的时候回来的，见到小狮子也睡在了这边，嘀咕了一声臭小子，也脱衣上床，睡在了两人的身边。翌日，小狮子最先醒了过来，他还没有意识到和父母睡在一起。大爸，我要尿尿。发现没有人回应，他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爹爹，起来，我要尿尿。赵真晕晕乎乎的时候，就听到了喊声：爹爹，我要尿尿。赵真本想起身，谁料顿时感觉到没有力气。赵真，你怎么样了？赵真，你发烧了，一定是昨日淋了雨。太子，你身子可有大碍？父皇不必担心，只是得了风寒，养几日就好了。大郎，你说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身体？就算国师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呀。太子啊，你母后说的对，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你别仗着年轻就不在意自个儿的身体。
父皇，儿子知道了，以后会注意。郑太医，你就留在东宫，暂时不要回太医院了。你留下，时刻关注太子的病情。是，陛下。爹爹，你醒了！小狮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快离爹爹远一些，风寒传染给你就不好了。婉婉，太子妃。秦婉端着药进来，你醒了啊，正好把药给喝了吧。快把小狮子带走。爹爹，小狮子要守着你，不离开。许佑，把皇孙抱走。不，我不走，爹爹，我不走。哈哈。我自己喝药，你去看看小狮子，别让他哭坏了嗓子。行，我去和他说说，这小子呀，现在很会用哭这一招。赵真端着药碗直接喝了下去。虽然生了病，还是担心台州的事。苏富春，去把萧侯爷、陆尚书和谢大人叫来。苏公公得了吩咐，脚步匆匆的离开了。秦婉这时候走了进来。怎么样了？劝了那小子了？我没听到他的哭声。你看看那边。实在劝不住，这小子脾气很执拗的，非说要看着你，我没办法，就给他带到了隔间，让他能听到你声音就好。他的个子够不着窗户那边吧？站着板凳呢。唉，这小脾气，我要治不住他了，也不知道是像谁了呢。很快，陆尚书等人就来到了东宫承恩殿。陆大人，今日朝会情形如何？父皇可同意对台州用兵？随后，陆尚书就把整个朝会议论的事说了一遍。太子殿下就是这样，臣看皇上那意思是想对台州用兵的。台州的贵安县百姓被海寇屠杀，杀了数千百姓，海寇若是不除，我燕朝百姓难安呐。父皇没有立即下命令，可是因为粮草的问题。是粮草军需正是陛下所忧虑的问题。现在国库的银子都是有数的，今年的预算，真没有对台州出兵的预算。太子殿下，苏杭等地富饶，可否让苏杭地区筹集粮草，不从中央调集粮草？秦婉在隔间照顾小狮子，也是听了个清楚。这时候他才知道赵真的难，怪不得冒雨也要出去。秦婉现在有钱，可以说很有钱。听到他们那边讨论对台州出兵，要拿出30万两银子，户部尚书东挪西凑的，就是没有凑齐。秦婉看了看时间，这都议论了好几个小时了，就连萧景睿都来了，也跟着赵真几人一起讨论。秦婉听赵真的意思，想派萧景睿去台州抗敌，这真是抗敌的主帅都想好了，临出门前没路费呀。太子，各位大臣，喝些茶水，再吃一些糕点吧。都不用拘礼，吃些糕点填一填肚子。秦婉则是来到了赵真身前，伸手摸了一下赵真的额头。太子，你现在又发烧了，说不今日就……太子殿下身子要紧，不若我们今日都想想可行性，明日再来讨论。台州形势危急，不能再拖下去。那就按照你们讨论的，让萧侯爷出兵，30万两银子，本宫出了。太子妃是30万两，不是3万两。萧侯爷放心，本宫可没发烧，也没说胡话。臣谢太子妃慷慨解囊，也替台州的百姓谢太子妃的仁慈。赵真是知道秦婉有多喜欢银子的，现在听到他为了自己慷慨解囊，看着秦婉的眼睛都是黏糊糊的。他现在觉得这世上不会再有别的女人像秦婉对自己这么好了。他的婉婉不是菟丝花，是磐石。还不等赵真多感动，就听到秦婉继续道：谢大人说到提升江南制造局丝绸的产量难题，我也听到了。为了控制成本，可以改良织机。本宫几日后呢，会给你一份图纸，按照新织机的织布，能够减少人员的费用，又能提高效率。太子妃，您真的有好法子。秦婉本想安稳的在后宫猫着，谁料这个江山好似不大稳固，那他儿子继承的时候岂不是个空壳？况且赵真这个狗男人现在又很乖，秦婉决定帮一帮他。陆大人放心。陆尚书等人都离开之后，赵真又被秦婉扶着躺在了床上，太医也给赵真开了一副退烧药，赵真直接一口就喝下去了。小狮子呢？还在隔间呢吗？那小子担心你啊，不肯离开，一直嚷嚷着说晚上就要住在那边呢。臭小子！赵真嘴上抱怨了一句，但心中是很开心的。别听他的，晚上他睡着的时候，让高公公把他抱走，千万别过了病期。你晚上也离开，也不要离我这么近，若是把你传染就不好了。秦婉已经知道宜秋宫的女人给赵真送汤了，赵真这时候生病，正是脆弱的时候，若是被别人钻了空子，秦婉想哭的心都有了。我不走啊，我都是大人了，抵抗力强，没事的。赵真不想传染给秦婉，但听她关心自己不肯离开，心里又非常甜蜜。你说改善织机的事是真的？还有30万两银子可不少，你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我时钟作坊不是召集了好些匠人吗？他们都带了家人过来，为了给那些妇人找活计啊，我打算让他们织布。高公公呢，已经是把市面上的织机给我买了回来，我正在研究呢，所以我今天的话不是无的放矢，你就放心吧。太好了，我是相信你的能力的。启禀陛下，臣要弹劾东宫太子妃秦氏，与民争利。
耿御史，你仔细说说。陛下，京城的昭西堂就是太子妃的产业。昭西堂的时钟非常暴利，小小一个时钟竟然售出30两银子，而且这还是最便宜的时钟。昭西堂中那种大件的时钟竟然高达1000两的银子。昭西堂不仅在京城有店铺，就是河南道、江南道、淮南道、山南道都有昭西堂的分号，可见昭西堂的分布之广。陛下，民间百姓5两银子就能活1年。可昭西堂最便宜的时钟也要30两银子，可见时钟的暴利。秦氏身为东宫太子妃，日后更是一国之母，她竟然如此贪财，与民争利，着实不配为太子妃。陛下，昭西堂如此暴利，太子妃得了这笔钱想要做什么呀？太子殿下可知道其中的内情？陛下，宋大人所言极是，昭西堂明面上是太子妃的产业，可太子和太子妃一体，恐怕昭西堂实际是太子的产业。陛下，不若把太子请来，若是昭西堂是太子的产业，可否充为国库，以解国库空虚的难题？夺了秦婉的作坊，皇上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他拉不下这个脸。其实皇上是心虚的，对秦婉，皇上虽然自视身份高，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他内心清楚，他们赵家的天下有秦婉的一份功劳。陛下，太子日理万机，恐怕不知昭西堂实际应手。不过太子妃确实是与民争利，立身不正，也该有所责罚。陛下，太子妃知道台州百姓遭受海寇侵袭，而国库军需不足，愿意捐出30万两白银作为出兵台州的军饷。萧侯爷，你可不要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是啊，这可是30万两白银，难道萧侯爷还能做了太子妃的主？方大人慎言，太子妃岂是你能胡乱编排的？萧侯爷，我不过是就事论事，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太子妃捐献30万白银的事？怕不是知道有人要弹劾他，才胡乱一个借口出来吧？方大人，太子妃捐献银子的事，我是亲耳听到。昨日在东宫议事，太子妃知晓朝中的艰难，慷慨解囊。今日本想呈奏给陛下的，谁料让耿大人抢了先。陆尚书，太子妃真的提出捐银30万两，这可不是小数目。陛下，事情是真是假，请太子妃进殿一问便知。请太子妃秦氏进殿。爱卿们，太子妃已经到了，你们有何疑问都可以问。不知众位可有事要询问本宫？启禀太子妃，臣有事要询问。本宫第一次来大朝会，还不知这位大人叫什么，什么官职？微臣御史台耿良忠，今日带百官弹劾太子妃参与商贾之事，大肆敛财，与民争利，骄奢淫逸。哦，原来是耿御史啊！本宫可听说过耿御史的威名呢。都传耿御史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不媚权贵。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太子妃客气了。耿大人贤明在外，本宫今日一见，却觉得名不符实。耿大人说的那3条，本宫可都不认。太子妃，如今可在大朝会上，你还敢狡辩？你敢说昭西堂不是太子妃的产业？你敢否认昭西堂内所售时钟价格昂贵？耿大人别急啊，本宫没有否认，昭西堂是本宫的产业。此外，昭西堂的东西贵，也有贵的道理啊。有客人愿意买，本宫愿意卖，有什么不对吗？哼，太子妃愿意承认就好。朝中明令规定，朝中大臣不可经商。太子妃身为东宫太子的正妻，却与民争利，大肆敛财，完全不为天下百姓着想，属实德不配位。这时候，二皇子一派的宋大人和世家出身的方大人加入了讨伐秦婉的阵营内。秦婉听了这几个大臣的意思，就是他不能做生意，现在就该把昭西堂上交国库的意思。还有人在暗暗的引导，暗指赵祯大肆敛财的意思。耿大人也说了，条中规定是臣子不得经商，那条令是限制你们的。本宫一介女流，与本宫何干？陛下，太子妃完全是在胡搅蛮缠，还请陛下替臣做主。陛下，太子妃明显是舍不得钱财，才不愿意把昭西堂上交国库。好，就按照各位大臣的意思，各位大臣家中的产业也应当是充为国库。只要你们都捐了，本宫立即把昭西堂送上。太子妃怎可混淆视听？臣两袖清风，且家中并不横产。耿大人，大家都在京城，据本宫所知，京城的金玉斋可是耿大人的产业。金玉斋一套上等头面，别说是1000两，就是10000两都有呢。这售价可比昭西堂的时钟贵多了。耿大人，如今当着陛下的面，这撒谎可就不好了哦。太子妃，家中产业都是妻子的陪嫁，不是臣的产业。呵呵，耿大人还真是双标啊！你的妻子名下可以有产业，本宫反倒是不能了。本宫从没听到过这样的笑话。那怎么能一样？怎么不一样了？是你的妻子不是女子，还是说本宫不是女子啊？耿大人作为御史台的御史，
本宫今日算是长见识了。身为太子正妻，自然和臣子之妻不同。太子妃将来也是一国之母，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是太子妃的子民。现在国家有难，国库不丰，太子妃也应当做起表率，为燕朝百姓做些贡献。太子妃身为皇室之人，朝夕堂日进斗金，将此产业归于国库，由国家经营，要比在太子妃手中作用更大。苏御史还真的是看得起本宫。不过苏御史说的对，说是本宫成了皇后，当了一国之母，天下百姓都是本宫的子民，那就等着本宫真的当了皇后再捐献朝夕堂吧。不过本宫现在是太子妃，皇后之位是母后的呢，本宫还年轻，可不着急啊。捐献朝夕堂名不正言不顺的，但本宫也是个爱民的。昨日本宫已经承诺捐献30万两银子给国库，充当抗击海寇的军需。这时候大殿内出现了小声的议论声，大臣们见太子妃把苏御史对得哑口无言，心中自有一番思量。太子妃高义，臣替台州百姓谢太子妃。宋大人和方大人现在也都是闭口不言，他们算是看出来了，太子妃不是个好对付的。好了，既然太子妃有此仁爱之心，这捐款朕就收着了。不过朕也不占你的便宜，你在龙首原那边的庄子放心用，朕再赐你200亩地，也在龙首原那边，和原来的庄子连在一起。秦婉没有想到皇上竟然会这么大方，还没等秦婉道谢，秦婉又听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此外，太子妃捐银有功，另赐秦家男爵爵位，赐圣叶坊宅子作为府邸。太子妃，你无兄长，2位堂哥，你看何人继承爵位合适？儿媳谢父皇赏赐，我大堂哥秦霄聪明正直，大巧若拙，可以承担男爵之位。好，那就选秦霄。至于捐款的银子，明日之前要送到国库。父皇放心，让户部大臣准备好，下午我就往国库运银子。太子妃，你先退下吧。是，父皇。秦婉回去的路上，嘴角都是噙着笑意的。她能感受出来皇上对她的改观。不枉她这小1年的时间，伏低做小，低调行事。秦婉回到了承恩殿，怎么没在床上躺着啊？高兴吗？你都知道了。赵祯直接拉着秦婉，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没想到你会这么厉害，我可是听说你把那些大臣怼得哑口无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女人天生就是比男人会吵架。哼，想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占我便宜没门。赵祯的身体大好，和秦婉腻歪了一会儿，去了立正殿。今天有哪些人故意针对东宫，想要拉他下马？现在他已经清楚了，他也是时候给那些臣子一点颜色看看了。娘亲，我的喜三礼办过吗？没有办。为什么不给我办？娘，你是不是因为我小就忽视我了？那时候在山上，又是大冬天的。不过呢，你的满月是办了，请了山中好些人过来吃酒，那还差不多。赵祯听着2人的谈话，也想起了当时的事。小狮子满月的当天，正是胡人突袭的那天，而泄露他们藏身地点的人，正是宋芷柔。赵祯听到暗探的禀报，在宫中修行的表妹已经中毒了，现在已经卧床不起。秦婉发现赵祯看着自己，怎么了？我今日装扮有什么不对吗？没有，很好。他知道是秦婉动的手，只是他没有阻止。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走。出了承恩殿，东宫的其他妃嫔已经在殿外等候了。给太子妃请安。赵祯只是点头，秦婉则道：都起来吧。秦婉特意的看了一眼苏青言，昨日大朝会之事，应该就是苏青言的手笔了。有个当御史的祖父，还真是威风啊。苏妹妹，昨日没有睡好吗？瞧瞧这脸色啊！谢太子妃关怀，臣妾无事。哦，那就好。本宫还以为妹妹是忧虑过重呢。秦婉也不和苏青言多纠缠，抓不住这个女人的把柄，那就釜底抽薪，解决了苏御史才是正题。花园内，夏老夫人私下见本宫，可有何事？太子妃的容貌可像你母亲。夏老夫人，本宫父母离世的时候年纪尚幼，对于母亲的记忆已经很少了。太子妃老身之后的话，你可能觉得匪夷所思，但老身说的都是实情。夏老夫人请讲。想必太子妃也看出来了，你和我夏家的姑娘有些相像。世上相像的人有很多，本宫已经听说曾经的成王妃与本宫很像，但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本宫出生在本地。是，太子妃说的对，淑仪不可能是你的母亲。可是太子妃不知道的是，淑仪有个双胞胎妹妹，叫夏淑华，幼年的时候丢了。这不能说明什么啊，况且京中并没有夏家丢失女儿的消息。是，这件事被夏家封锁了，毕竟丢女儿的事事关夏家女孩的名节，不能声张。那也不能确定我就是夏淑华的女儿，
况且我母亲早就死在了北地。太子妃，老身今日和太子妃说这些话，不是想要和太子妃攀关系。我们夏家在京城也不是小门小户的人家。夏老夫人误会了，本宫呢也没那意思，只是如今凭借着这一点线索，我很难相信。太子妃初见你的时候，夏家人就有了怀疑，因此夏家也是派人去了各地寻找。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淑华的消息，不知道等淑华回京之后，太子妃能否和她见一见？夏老夫人找到了丢失的女儿？是，已经有消息了，他们正在来京的路上。好，那等到府上的女儿归家后，本宫倒是可以和那人见上一见。谢太子妃。秦婉再次回到永和宫的时候，皇后和淑妃都已经到了。太子妃，你这是去了哪里？募捐已经开始了。母后，儿媳有事耽搁了，还请母后责罚。请罪就不用了。太子妃，你说说吧，怎么个募捐法？各位夫人，虽然母后已经讲过，但我还要再说一遍其中的缘由。那日听陆大人说起台州百姓，竟然被屠杀了数千之多，百姓常年受海寇侵袭，流离失所的百姓还不计其数的。可是朝中因粮草不足，才迟迟未出兵，我这才捐献出了30万两银子作为军需。太子妃高义，我已经听我家大人说了，太子妃宅心仁厚，贤良淑德。陆夫人吹了一波秦婉的彩虹屁，顿时其他想要讨好秦婉的人也纷纷说起了秦婉的好话。太子妃慷慨解囊，如今已经捐了30万两银子，今日为何还要再提捐献之事呢？潘侧妃说的不错，现在这军饷是有了，可是台州受灾的百姓还需要朝廷出银赈灾，我这一人力量有限，这才想到了众位夫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今日只需在座的夫人们为台州百姓尽些微薄之力即可。况且我今日这么做，也不仅仅是为了台州百姓居安思危。台州虽然距离长安甚远，但是海寇若是不除，谁也保不准海寇有一天会打入中原。太子妃说的不错，但我们这些人可没有太子妃那一份产业。朝夕堂的生意可是太子妃的独一份儿，我们就是普通的内宅妇人，身家怎么能和太子妃比呢？潘侧妃不必忧虑，今日募捐不过是份心意罢了，没有数目要求，咱们只需要尽力就好。太子妃说的不错，我们都是朝廷命妇，深受皇恩，忠君爱国本是我们的职责。现如今太子妃做了表率，我们这些人也要有所行动。我们夏家愿意捐出3万担粮食。谢夏老夫人的慷慨相助，粮食最是灾区百姓需要的。然后是北地军眷开始支持秦婉。太子妃，我们陆家愿意捐银500两。太子妃，我们王家愿意捐银300两。各位夫人，你们的爱心呢，本宫都已记下，谁捐了银子，本宫这儿都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捐银子的夫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时心里都把秦婉骂了好几遍。太子妃，那我捐10两银子，您不会觉得少吧？当然不会啊，多少都是咱们对台州百姓的爱心。那些原本不爱出钱的夫人，这时候纷纷提出捐献5两或者是10两银子。最后，秦婉拿着工人记录好的名单，仔细的看了看。感谢各位夫人今日的支持，正巧今日呢是4皇子的喜三宴，真是双喜临门。到时候把这份名单送给父皇，他看到这份名单一定是会很开心的。众位夫人无语了，太子妃的骚操作也太多了吧！2皇子一脉的夫人们也纷纷看向了潘侧妃，他们可都是跟着潘侧妃的眼色来的。如今这份名单送到皇上那儿，那他们家的大人岂不是会被穿小鞋？太子妃，不知名单可否给我们一观？妙玉，去把名单给众位夫人传阅看看。是，太子妃。这时候看过了名单上金额的夫人好些改口了，又重新捐献了银两。今晚让妙玉重新誊写了一份名单，看了一遍没有问题之后，才吩咐太监桂喜把新名单送到前朝去。众位夫人的心并没有放下，眼睛都盯着最早的那一份名单，就怕秦婉把这份单子扣下。秦婉自然知道众位夫人的心思，她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撞到了桌上的茶水。哎呀，本宫还想着怎么销毁呢，这现在啊倒是被茶水给阴湿了，正好。太极殿，皇上把那份名单给了赵祯。太子，你好好看一看，看看能否看出门道来。父皇，这名单上官职差不多的大臣家捐献的银子很相近，几乎是比照着来的。是啊，从前一个个的何震哭穷，现在反倒是被你媳妇儿炸出来了。赵祯看到名单后面好似墨点的痕迹，逐渐看出了门道。父皇，这墨点秦氏还是不一样的，他这是提醒咱们这些人是一伙的呢。哎呀，他一个内宅妇人，通过这些外命妇捐银子，就点出了朝中各个势力的人员，也是有几分才智的。
皇上看着赵祯那有些紧张的神色，不必多想，朕没有别的意思。父皇，儿子没多想。你在写什么？你怎么突然出现了？秦婉站了起来，嗔怪地看了一眼赵祯。赵祯实在是太开心了，他一把搂过秦婉，抱着她还嫌不够，又抱着秦婉转了几圈。赵祯，你发什么疯啊？我才没发疯。婉婉，今天父皇夸奖你了呀。哦，父皇就因为那笔捐款？不只是如此，父皇看懂了你想传达的意思。看清楚了就好，我也是偶然发现的，就是给他们提个醒罢了。你和父皇恐怕早就发现，我这或许就是无用功了。那怎么会？官职高的那几个我察觉到了，但是那些四品五品官我们都没发现呢。你放我下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才是最清楚的。你看，这是最早的那份名单，这份才能看出更大门道。这些少的都是对咱们东宫有意见的，这些人估计都被平王拉拢。婉婉，幸亏有你，这个户部主簿陈俊，我还想重用他呢，没想到他早已经投靠了二弟，藏得还真深啊。既然有用，那你就收好。这几个我要观察他们的夫人了，可能是第一次进宫，人最开始呢虽说是有些拘谨，但眼神清明，不是那种好钻营的妇人。你若是有想用的人，可以考虑他们夫婿。哦，这你都看出来了，凭他们的夫人，你就看出他们丈夫可用。当然，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赵祯直接抱起秦婉，把她放在桌子上，轻点了一下她的额头。虽说这是个歪理，但仔细想来又觉得合理。秦婉的嘴角轻轻翘起。那是当然，这可是后世网友总结出来的精华。赵祯，还有个事情还没跟你说呢。哦，你还有什么发现？夏老夫人说我可能是她外孙女。啊？赵祯身为太子，自然时刻关注着朝中的重臣，还有几个世家，更重视这些势力最终选择投靠谁。他没有采用联姻的手段拉拢朝臣，但是不代表他不在意。当初若不是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妹都有着伪善的面孔，让他觉得这世上的女人都不可靠，同时也明白他心中真正喜爱和在意的人是谁，他或许也会顺从了父亲的安排。有了表妹的事，他不再轻易信任女人，更是讨厌主动送上门的那种。在他最恼恨、对女人最失望的时候，偏偏后院的那4人也都不老实。韩家女又企图用阿杂手段对他下春药，想怀上他的孩子，否则他也不会让护卫睡了他。苏家女本来已经有了爱慕的表哥，谁料知道能嫁入皇室，转身就答应了。苏御史这人还真是好手段，当初真的瞒得死死的。李家女汲汲营营，人也蠢笨，早就投靠了三叔一家。至于最后的朱家女，整日像个跟屁虫一样围在苏家女的身后，也是个没主见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和她的婉婉相比。赵祯承认，他爱秦婉的缘由，也是因为她身上的坚韧，深深地吸引着他。怎么，我刚才说的话怎么让你如此震惊啊？还是说夏家有什么问题？不是，和夏家无关。你怎么了？木呆呆的，都不像你了。秦婉一边询问，一边任由赵祯拥抱自己。赵祯，你真的很奇怪啊！你中邪了吗？赵祯正是感性的时候，谁料秦婉总是说些煞风景的话。赵祯见秦婉的嘴巴不停，一直叭叭个没完，于是低下头凑了上去。秦婉终于是闭嘴了，随着时间延长，脑子也越来越晕乎。赵祯觉得好笑，放开了秦婉。呼吸啊！秦婉大窘，手握成拳，轻轻地捶了一下赵祯的胸口。这里是书房。我知道。随后秦婉就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许久之后，赵祯抱着秦婉出了书房。秦婉的头压得低低的，她觉得以后不能再好好的面对她的小书房了。那桌子，那椅子，这里的记忆，哎呀，难为情呐。爹爹娘亲，你们怎么才来呀？我都等好久了。娘亲，你是不是不喜欢儿子了？怎么会？那娘亲整日和爹爹在一起，都不和我玩了。小狮子捏了捏自己的小脸。娘亲，你看看，我和爹爹的脸一样啊。两人有点尴尬。秦婉直接上前把小狮子抱起来，亲了一下他的脸颊。娘亲最喜欢的就是小狮子啊。娘亲，我还是你最喜欢的好大儿，是也不是？娘亲最喜欢小狮子。娘亲，那我今晚要和爹爹娘亲一起睡。好。赵祯在旁边哼了哼。快过来用膳吧，否则要凉了。这时候工人们又把热腾腾的鱼汤端了上来，秦婉才坐下，闻着鱼汤的味道，那鱼腥味窜入鼻子，恶心的感觉就开始向上涌。这是怎么了？娘亲，你怎么了？很快就有小太监去太医院请太医了。很快太医就进了东宫，然后给秦婉把脉。秦婉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东宫太子妃有孕了，一下子就在后宫传扬开来。皇上这一次更是大手笔，送了好些珍贵的物件，还有珍贵的药材。秦婉的时间也算是闲了下来，安心的在东宫养胎。太子妃，宫外传来了消息。哦，什么事情？太子妃，宫外的探子说，今儿下午永昌伯府进了2辆马车，从外地来的。听下面的人说，马车上坐了一个少年，那少年，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桂喜，你怎么变磕巴了？那少年的头发和皇孙是一样的，有没有这么巧？难道那少年是原主的弟弟？臣父拜见太子妃。曹夏氏根本不敢看坐在上首的女子，只能跟着母亲照做，规规矩矩的行礼。夏老夫人不必多礼，快快请起。平嬷嬷赐座。秦婉看清了女子的面容，在见到她的那一刻，一些久远的从前不曾出现的记忆涌上心头。原来原主没有忘了她的娘，这种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那涌上心头的感觉，可能是原主最后的残魂吧。秦婉看着曹夏氏，曹夏氏冲着秦婉腼腆一笑，并没有开口。阿姐，我怎么没见到小外甥？你们过来。7岁的曹蕊熙向母亲靠了靠，曹泽宇倒是胆子大，直接来到了秦婉的面前。咱们是姐弟，我们有点像的。是啊，你还怪会长的呢。除了头发，我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嘿嘿嘿。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曹泽宇，小妹叫曹蕊熙。她胆子有些小，阿姐别见怪，她熟悉你就好了。嘿嘿。有了曹泽宇在大人中间打圆场，气氛倒是没那么尴尬了。太子妃，我们夏家已经确认过了，淑华就是我丢的女儿。11年前北地战乱，她受伤失去了记忆，现在可能记不起来你了。失忆了，不过失忆了好像一些事情就能够解释得通了。我是真的不记得你了，这些年也没有想起从前的记忆，现在看到你同样很陌生。你如今成了太子妃，想必日子过得不错。我现在也算放心了。秦婉见曹夏氏没有一见到她就打亲情牌，或是一上来就热泪盈眶的相认，很是满意。如今见到你儿女双全，想必日子过得也不错。这是我的小女儿，今年7岁。当年我有了泽宇，是曹郎帮着我照顾的她。2年之后，我才嫁给了他。我当年被救，养好伤，我们又返回了村庄。那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被屠杀了，我以为我的亲人也都死了，这才走的。还有，我也不记得你了，我不是故意丢下你的。您对李国柱和刘青姿还有印象吗？不记得了。李国柱是养父家的大哥，刘青姿是谁？她是李国柱的妻子。既然你也没有印象，那就算了。这个话题结束，一时间气氛又冷了下来。正在这时候，殿外倒是传来了喧哗声。娘亲，娘亲，小舅舅来了吗？哎呀，老虎，是老虎呀！曹夏氏立即抱起小女儿，惊恐地缩在一边。我操，这是我的小外甥，牛逼啊！骑老虎可真是拉风。你可是我的小舅舅。我是的。曹泽宇见到虎头乖顺，大着胆子走出门外。这是虎头，是我的兄弟，他不伤人的。虎头，趴下。这是老虎吗？为什么这么听话？小舅舅，我很高兴见到你。我也是。小舅舅，你跟我来，去我的地盘玩，我有很多玩具哦。那走吧。于是，一大一小就这么手拉手向偏殿跑去。那老虎是皇孙从小养的，非常懂人性，不惹到他是不会伤人的。夏老夫人等人也只是在东宫坐了坐，就提出了告辞。主要是他们真的被老虎吓到了，因此离开的时候都有些迫不及待。只有曹泽宇很是恋恋不舍，不过小狮子答应他会派人去夏家接他，让他经常进宫和自己玩。曹泽宇才又开心起来。太子，喝口茶润润喉。放着吧。大殿内，赵祯忙得飞起，皇上倒是姿态随意从容。他现在身体不能过度劳累，因此现在的折子都是由赵祯这个太子代劳，皇上则是大部分的时间歪在软榻上，看着大儿子干活。这段时间，二皇子没少往皇上这边凑，皇上见也会见，但是二皇子想要插手国事，那是不行的。皇上自然也看出了二皇子的野心，他曾经想给赵祯拉拢的肃国公府，现在完全是二皇子一派的人了。皇上现在就扒拉朝中能给赵祯添助力的人。太子，歇一歇吧。父皇可是有何事？皇上对赵祯招了招手，赵祯缓步走了过去。这边坐。父皇，你好像有事和儿子说。听说太子妃和夏家还有些渊源。有可能，夏家从前丢了一个女儿，那个人很可能是秦氏的母亲。那秦氏还是有点运道在身上的。夏家人今天就会去东宫，想必今天就能知道确切的结果。还用确认吗？他们秦家专门生卷毛，你瞧瞧整个京城啊，不对，你瞧瞧整个燕朝，除了老秦家，还有谁是？那家人一进京城，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又多了个卷毛小舅子。赵祯只能闭口不言，开始装鹌鹑。不过，这也不是坏事。
本来朕就觉得秦氏身份太低了，秦家势弱，还想着提升一下秦家的底蕴，现在看来是不用了，有现成的可以用了。夏渊的几个儿子都不错，他是秦氏的外公，现在夏家也算是你这边的助力了。父皇，夏家这次主动认亲，又去找丢失在外的女儿，儿子觉得他们目的并不纯。你呀，不要整日想的都是打打杀杀的，国家还是少打仗的好。夏家的那点小心思很好理解，他们要的咱们可以满足，而咱们也需要夏家在文臣中的支持。况且夏渊的大儿子夏同齐可是在益州当刺史，益州的重要你是知道的吧？儿子知道。夏家虽然有些小心思，但这是无伤大雅的小事，他们要做的也是给夏家第3代个机会，这都不难。你那媳妇儿秦氏，朕也算是看出几分她的性情，恐怕她和你的想法一样，嫌弃人家目的不纯吧？是，秦氏也有想过夏家的目的。想得怪多的，回去告诉他胆子大一些，也别晾着夏家，好不容易来个有能力的外祖，也要抓住了。父皇，外戚权力太大，对赵家也是不利。东宫亲近夏家，恐怕……你的手段本就严厉，你都是太子了，朝中还有人敢参你？你看看朝中有多少人愿意为你说话的？父皇，儿子觉得那些御史都是吃饱了闲的。父皇，儿子觉得苏御史年纪也不小了，是时候告老还乡了。朕记得你后院还有个苏家姑娘呢，苏御史勉强算是你的人，你把她弄下台，对你有什么好处？还有，你后院本来就没几个人，你这个太子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大郎啊，你这是何苦呢？父皇，说前朝的事呢。再说了，秦氏很好，现在还怀孕了呢。得了，再说下去也是我生气。总之，夏家是可以争取的，你们也别猜想夏家目的不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你当初把各家的贵女都拒绝了，他们自然要找别的门路。自古以来，姻亲都是最有效的结盟形式。还有，你那卷毛的小舅子来了也好，至少景轩以后不是活靶子了，以后多接着进宫吧。是，父皇。行了，你继续看折子，我去德妃宫里瞧瞧小四。父皇，小四长胖了一些没有？胖了一点儿，还是不壮实。以后让刘太医专门给你媳妇诊脉，听说他擅长给孕妇看诊。儿子替秦氏谢父皇。谢就不用了，告诉他多给朕生孙子就好。对了，要壮实的孙子，不要卷毛的，要正常头发的。可是这事儿吧，都不是他和秦婉能控制的呀。爹爹，我今天见到小舅舅了。你个小人精，我看你是喜欢他和你一样的发型吧？不全是，小舅舅和娘亲也像。他说的可是真的？有6分像。这样的弟弟出现，我是不认都不成的。那改日我倒是要见一见他了。随你啊。父皇说的对，夏家是有些小心思，但这都没关系，你也可以放心和夏家的人接触，淡淡相处即可啊。况且我觉得夏氏他也不想和我多亲近的意思。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不必给自己压力。好啦，不说他们了，咱们吃饭。好。一家3口温馨的开始用餐，赵祯完全是忘了皇上老爹的叮嘱，依然是我行我素，对秦婉不好的话是一句都不说。5天后，终于到了秦萧成亲的日子。这一天，不仅秦婉去了，就是赵祯也抽出了时间。谢玉安带着小厮也来了秦家吃喜酒。太子殿下，子安坐。夏一之带着夏家的子弟，远远的就看见了赵祯，发现谢玉安也在。夏一之和谢玉安都是京城3杰，但他觉得谢玉安为人太过冷傲，因此他平时和姚长风的关系更好。你们都跟我来，一会儿少说话，可知？大哥，我们知道。行，咱们走吧，先去拜见太子殿下。赵祯本来还和谢玉安闲聊，就听到旁边的窃窃私语声，一转头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给太子殿下请安。夏青不必拘礼，这几位都是夏家的郎君吧？夏一之见赵祯主动询问家中子弟，心中喜悦。他主动给赵祯介绍了弟弟们，说是弟弟们能入了太子的眼，对夏家都是有好处的。朝中的大臣也发现了太子喜欢重用年轻人，见赵祯盯着小表弟瞧，继续介绍：这是表弟曹泽宇。姐夫，你和外甥好像啊，真是一模一样。赵祯见到这样的曹泽宇，脑海里莫名的觉得，若是生了个像婉婉的女儿，头发卷曲也不会丑，反而还有点可爱。你过来，走近点。曹泽宇一点都不怕生，来到赵祯的身前。姐夫，我怎么没见到小外甥？赵祯又有一个发现，终于是知道小狮子的自来熟像谁了。他也许是在后院，过会儿应该会过来。哦，那我就等宴席开始了能见到他吧。应该呢，你随我单独叙话，可好？姐夫，那咱们走吧。赵祯带着曹泽宇离开了大厅，单独的来了一间小茶室。你好像不怕我。你不是我姐夫吗？咱们是一家人，我为什么要怕你？你说的对，说的对。
你可习武了？姐夫，我学了功夫呢，和父亲学的，会打拳的。赵真很满意，轻轻的嗯了一声，后面又引着曹泽宇说了好一些他们一家的事。曹泽宇也没有隐瞒，把从前家中的事，还有来京城在夏家的事都说了一些。赵真听下来，倒是对曹泽宇的继父感兴趣。哦，听你这么说，你继父是个很厉害的人喽？父亲能够打老虎，能打野猪，很厉害。那他曾经是哪里人？我不知道。赵真离开之后，众人倒是更自在了些。夏一之对谢玉安拱了拱手：“谢兄，好久不见，夏兄请坐。”谢玉安给夏一之倒了一杯茶。没成想，夏兄如今倒是成了太子妃的表哥。是啊，世事难料啊。怎么，夏兄这是觉得为难？为难倒是谈不上。谢兄，不知道你能否为我和太子妃引荐一下？我这个表哥就是想见太子妃都没机会。谢玉安喝茶的手就是一顿，摇了摇头。怎么，谢兄不愿意？这是你们自家的事，我这个外人不好掺和。况且太子就在此，你有事可以和太子谈。是，谢兄说的对。夏一之正有些尴尬的时候，发现好友过来了。长风，这里。姚长风今日代表广陵侯府来的。瞧，这3个青年才俊终于是聚在一起了。是啊，这可是京城3杰呢，是多少姑娘的梦中情人啊！是啊，我还记得他们当年的风采。不过他们现在这个年纪都要娶亲了，是不是该选出新的3杰了？那你就说错了，还有谢公子呢，他可没娶亲呢。不知道谁说出了这一句话，其他人立即扑哧扑哧的笑了出来。呀，若是等谢公子也成亲，那恐怕得等到咱们的头发都白了啊！谢玉安又不是聋子，就算那些人离得距离远些，但是嘲笑声还有偶尔的几句话，还是能分辨出是在议论他的。谢兄不急，我这就去帮你教训那些人。姚兄不必了，嘴长在别人的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谢兄，这些人胡编乱造，污蔑你的清誉，不罚可不成，3人成虎啊！姚长风看似是在帮谢玉安说话，可是提起的话都是在谢玉安的伤口上撒盐。姚长风长期居于谢玉安之下，心中自然是不服气他的。在前朝的时候，我娘可是郡主，我爹是侯爷，我竟然还比不上谢玉安。谢家有什么？不就是有个太傅吗？谢玉安不就是仗着自己是太子的伴读吗？太子都是个窝囊废，有什么好得意的？姚兄，听说你新出生的小闺女夭折了？姚长风的瞳孔微缩，心快跳了几拍。长风，这是何时的事？那是你的长女，虽然是庶出的，想必你也是爱惜的紧。可是后宅一之，那孩子早产，本就是胎中不足，我已心里有了准备，不爱他。也是，现在你还年轻，孩子以后自然会有的。姚兄，我听说你的长女可是和4皇子同一天出生的，难道他知道些什么？不会，他不会知道，否则不会这么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是啊，同一天出生，只是我那孩儿命薄。听说姚兄的那个妾室生产当天就死了。姚长风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闭嘴，闭嘴！谢玉安，你能不能闭嘴？谢玉安说这话的时候，本就是想讽刺姚长风的。谣言嘛，传一传就有了。若不是姚长风揪着他的痛处，他也不会随意的拿姚家的小孩说事。可是现在姚长风的反应倒是让谢玉安怀疑起来了，心中莫名的有了一个猜测。只是这个猜测吓了他自己一跳，姚家该不会如此胆大？坐在一旁的夏一之听到谢玉安的3问，心中也是惊恐。我那妾室身体不好，产后大出血，人就没了。哎呀，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了。对，正是秦家的喜日子呢。这时候，院外传来的喜庆奏乐声，秦霄已经接了新娘子回到了府中。仪式举行得很快，随着一声送入洞房就结束了。新娘子被送到了新房，新郎则是出去招待宾客了。娘，咱们为什么要去凑热闹？真是烦死了。当然要去啊，太子妃一直没来，兴许就在新房呢。见到太子妃又怎么样？他又不是太子。你呀你知不知道，你若是和太子妃交好，那去东宫的机会不就多了？到那时还愁见不到太子。是母亲，女儿都听母亲的。仔细看起来，你也有几分像你姑姑的。从前娘还遗憾你不像娘，现在想来是好事。是啊，说来女儿和太子妃也有3分像的。夏二夫人带着夏文瑶被堵在门外，根本进不去。娘，咱们就别去了，这一屋子的乡下村妇，说话的嗓门要把房间掀了，咱们还是离得远些吧。夏文瑶是看不起屋子中的那些妇人的，只是错过这机会啊，下一次见到太子妃要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夏文瑶也听过秦婉的过去，其实她觉得秦婉不配为太子妃，那样的女人怎么配得上丰神俊朗的太子？一个沦落过胡人地盘的女人，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哼，那我也不要现在凑上去，我刚才都见到她看到咱们了，可是她完全没有想要出来打招呼的意思。她毕竟是太子妃，哪有亲自来拜见咱们的道理？娘，按照辈分算，你可还是她二舅母呢，你不比她的辈分大。瑶儿，不能这么算的。
夏二夫人见真的挤不进去了，无奈的道：“走吧，咱们也别看新娘子了，回宾客那边。”秦婉在屋内确实是看到了夏文瑶，在元宵灯会是见过的，更何况夏家女，皇上曾经想给赵祯当妃子的人，秦婉暗中调查过的。夏家二房母女是什么性子，她还是清楚的。秦婉并不想和夏家有太多的牵扯。堂弟，堂弟，你真是我堂哥啊！我是啊，你看我们是一样的。叶芝，你这新任的表弟混得还真好啊！他在乡野长大，无拘无束，心中并无畏惧，和人交往也是自来熟的很。堂弟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曹泽宇。你姓秦？可是我从小到大都姓曹呀，我继父对我很好。可是你是秦家的孩子。我知道，母亲和继父从来没有瞒过我，只是姓什么有什么重要的？我还姓赵呢。22他还好吗？他来了京城，为什么没来看我和大哥？他不想我们吗？母亲当年受伤伤了脑袋，他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了。怪不得，婶婶若是没有失忆，他一定会想见我的。改日我再带着母亲来见堂兄可好？好啊，这么多年没见婶婶，不知道她变得如何了。咱们快吃席吧，我都馋了。那好，咱们快去吧。其实秦婷这人确实是有点少根筋的。今天这个日子，他要是懂事，就应该在自家大哥身边的，帮着他招待客人，或是替他挡酒的。倒是辛苦了赵二叔，他这是还没有当上老丈人，就开始为秦家张罗起来了。不仅充当了一个高堂，还要帮着招待那些身份高的客人。小狮子在宴席上看到了谢玉安，立即拉着2个舅舅过来了。谢夫子，这是我的2个舅舅。谢夫子好。你们可有位置，快去坐好。皇孙殿下，不如就留在我们这边一起用餐吧。不好，你们是老师的朋友，是长辈，我不能失礼。小狮子这话让夏一之一愣，他没想到小狮子小年纪竟然这么懂礼。姚长风很少见到小狮子，这时候也仔细看来，发现他真的和太子很像。他有些惋惜，若是皇孙和太子不像，还能再拿皇孙的身份做文章呢。谢兄能当皇孙的老师，想必这缘分早就定下了。我听说谢兄之所以能逃出燕北城，还多亏了太子妃当初的帮忙呢。太子妃那个时候恐怕已经有了皇孙了。你们说小皇孙和谢兄的缘分深不深啊？老师，他说的是真的吗？咱们真的那么早就认识了吗？曹泽宇则是皱起眉头，他觉得眼前这个身穿白衣的小白脸话不是好话。这算是什么缘分？若是这样算是缘分的话，那天底下怀孕的岳父有多少？况且我姐姐现在又有孕，她今日来参加酒宴，现在来吃酒的人可都是和我那还没出生的小外甥有缘分的。夏一之也没有想到，往日的好兄弟今日会如此失态。难道真的是妹妹当了德妃，姚兄就猖狂起来了？还是因为四皇子身上有姚家的血脉？看来他以后要少和姚兄交往了。交情是交情，我不能拿夏家整个家族冒险。想到这里，夏一之又赞赏地看了一眼小表弟，竟然如此聪慧，他才11岁吧，就能听出姚兄话中的陷阱。看来三姑姑有一双不简单的儿女啊。娘亲，我今天遇到了个大坏蛋。是谁啊？谁惹你了？和娘说说那人有多坏。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可我记住了那坏人的脸。秦婉很快就知道了小狮子说的那个坏人是谁了。在秦家的时候，小狮子跟在2个舅舅的身边，太监叶良还是跟在一边的。回到东宫，把小狮子交给高公公照顾之后，秦婉就把叶良叫了过来。广陵侯府世子真是说了此话。回太子妃，小的不敢撒谎，当时还有2位舅爷，还有谢夫子在。姚家这是仗着宫中有了德妃就抖起来了。行了，你下去吧，好好伺候皇孙。是太子妃。秦婉看了看天色，太子这个时候了怎么没回来？桂喜这时候进来禀报，娘娘，石喜那边传来的消息，太子说让娘娘先睡，前朝有事，太子晚上要忙很晚。好，我知道了。平婆婆端了碗鸡汤过来，娘娘今日也劳累了，喝点鸡汤吧。还是平婆婆记挂我。秦婉很快就把鸡汤喝完了。平婆婆，我觉得我胃口比孙家要好了很多哎。娘娘现在是1个人吃，2个人补，胃口好是应该的。唉，从前有小狮子的时候啊，真是每日提心吊胆的，时刻担心有人要害我们。就是生了他之后，这日子也不平顺。宋芷蓉那边怎么样了？娘娘，宋居士已经卧床数月，也就只有2、3个月的活头了。那就好，把人看牢了。娘娘放心，现在伺候宋居士的人都是咱们的人，且宋居士中的毒，太医绝对看不出来。那就好，给宫外的上日传个消息，让他派人盯着点姚家，尤其是姚长风。娘娘，可是姚世子有何不妥？没有，只是觉得姚家对本宫不太友善，
这才派人多盯着点。好，奴婢这就去交代。秦婉洗漱过后就上床睡觉了。半夜的时候，感觉有一双大手在摸她的肚子。你回来了。仔仔今天乖不乖啊？这才几个月啊，他现在可能还没有拳头大呢。小狮子那个时候出生，我就没陪在你身边。这一次你生产的时候，我希望能陪在你身边。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这么说？没事，不要多想。不对，一定是有事，是前朝发生了什么事？鲜卑那边又在边境蠢蠢欲动了，才消停2年，他们这心思是又活了。胡人？今年北地风雪很大，胡人又要来骚扰北地的百姓了。那咱们要出兵吗？现在还没定，还要在明日朝堂上议议。秦婉突然觉得整个燕朝就像个大漏斗，不是这边漏就是那边漏。放心，都不是大事，快睡吧。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养好身体，给我生个健康的孩子。赵晨，我会帮你的。赵真没有把秦婉的话当真，她拿下了秦婉的手，在唇边一吻，轻声哄道：我知道，快睡吧。随后的日子，赵真越来越忙了。秦婉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猫在东宫的，但在东宫也不耽误秦婉想要搞事。她已经想好了帮赵真的法子，那就是把大炮研究出来。只是大炮这东西非常费银子，朝中现在没钱，因此秦婉除了研究武器之外，还要努力搞钱。娘娘，歇一歇吧。今天外面很冷吧？是呢，不仅冷，风还很大，好像是要下雪了。说是长安都开始下雪了，恐怕北地会更冷。娘亲，娘亲，要下雪了，下雪了！娘，我第一次见下雪呢。你从前是见过雪的，只是那个时候你年纪太小了，不记得罢了。可真？当然啊。哎，我还没长大呢，又不是老爷爷，记性怎么就不好了呢？你呀，你不是太老，你是太小了，不一样的。我现在长大了，现在再见到雪，我就不会忘了。走吧，娘陪你出去看看雪。娘，咱们能去大明宫那边吗？那边的景色更好呢。我听说皇爷爷在太液池那里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亭子，我想过去看看。好吧，娘陪你过去。娘娘，这时候出去是不是不妥？我这些日子啊，经常久坐，一点不运动也不好。那好，奴婢这就出去准备。整理好桌案，才对小狮子道：走吧。娘亲，咱们也带虎头去吧，他好久没出去跑了。也行啊，今天下雪，大明宫应该是没人，带着他过去耍耍也好。娘，咱们快走。可是事情真的不凑巧，秦婉带着小狮子到了大明宫的时候，发现皇上带着德妃也在。皇上有老虎。给父皇请安。给皇爷爷请安。起来吧。谢父皇。太子妃，如今的天气，你还是在东宫待着好。父皇，今天下雪了，带着小狮子出来耍耍，没想到会遇到父皇和德妃娘娘。父皇身子才大好，这如此寒冷的天气，也要注意防寒。朕的身体朕自己知道，太子妃不必操那闲心。你现在把身体养好就行。行了，出来见见就行了，一会儿就回东宫吧。皇上说完这话，就不管秦婉，直接带着德妃往太液池那边走去。娘亲，咱们要现在就回去吗？我才出来呢。谁说咱们要回去了？咱们才来呢。娘亲，那咱们走这边，和皇爷爷走不一样的方向，这样就碰不上了。嘿，于是秦婉牵着小狮子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虎头，等等我！小狮子一跑，立刻就有小太监追了上去。秦婉见小狮子撒欢的样子，也是开心。平婆婆，我要的人从江南送过来了吗？娘娘，那几个姑娘都到了，都在别院住着呢。那就好，选一个最漂亮的，安排给苏家孙辈最有出息那一个。娘娘，苏家三公子苏浩轩正是苏御史最看重的孙子，也是苏良源的亲弟弟，在苏家的地位不比长孙苏浩哲的地位低。那就选他。娘娘，若是惩治苏良源，为什么要选孙辈的公子？苏良源的父亲也颇受皇上重视。年纪大的老狐狸没那么容易上钩，不会轻易被女色所迷。娘娘，那咱们要不要安排那些姑娘任务，让她们为娘娘做事？不必了，我没有其他任何的指示，只需要他们好好伺候那些人就好，也不要让那些女孩子知道是我把他们赎出来的。娘娘把他们从青楼赎出来，花了大把的银子，又不叫姑娘们做事，这笔买卖不大合适。况且就算把人送到了苏家，恐怕起的作用也不大。作用大不大，以后就知道了。断了苏家最有出息的那人的前途，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苏俊那老家伙现在还不能动，至少这人现在是帮着赵真的。秦婉不想给赵真添乱，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瓦解苏家还是要从内部开始啊。有时候钝刀子割肉才最疼啊，最有效。志气方刚的少年人刚开了荤，
那可是很难收得住的。沉醉在温柔乡，再大的志向也将毁于床榻之间。娘亲，你太慢了，我都跑了一圈了。小狮子的叫声拉回了秦婉的思绪。平婆婆，咱们继续走吧。小狮子见秦婉跟上来了，一人一虎又继续往前跑去。走了1刻钟之后，秦婉也有些累了。娘娘，那边有亭子，咱们过去休息一下吧。走吧。谁料就是这么不凑巧，在这里竟然又遇到了皇上和德妃。这次不仅有2人，秦婉还看到了几个月大的四皇子。秦婉嘴角抽了抽，她不知道是皇上的脑袋被驴踢了，还是德妃这个娘太没有良心了。这么大冷的天，这2人竟然都同意把四皇子抱出来，给父皇请安。进来歇息一下吧。谢父皇。这个亭子就是小狮子吵着要看的那个。冬天来了，窗户已经关上，挡了风雪。屋内又有炭火，倒是也不冷。太子妃这气色真好，有了身孕，皮肤竟然也如此光滑。谢德妃娘娘夸奖。本宫听说女子怀孕的时候容貌变好，怀的都是女孩呢。太子妃这一胎恐怕也是女孩。德妃娘娘怀四皇子那会儿可也是风姿绰约，肌肤胜雪，还不是生了四皇子，可见这传言是不准的。皇上不愿意听2个女人聊天，于是起身走出了亭子。这时候小狮子骑着虎头过来了。皇爷爷，皇爷爷，过来。小狮子拍了一下虎头的大脑袋，虎头非常配合他，弯下身子让小狮子滑了下去。那畜生还怪懂人性的。虎头听到皇上叫他畜生，立即扬起了大脑袋，眼神凶狠地看向皇上，嘴里还发出了虎啸声。这一声虎啸让藏在暗处的暗卫突然出现。你们让开，我看这畜生还能伤了朕不成？你要乖。虎头那凶狠的眼神收了起来。我知道你乖了。皇爷爷，虎头不是畜生，他是我兄弟，你骂他，他会不高兴的。你能听懂他的话？小狮子想起了母亲的交代，先是摇了摇头，后来又点了点头。又摇头又点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小狮子眼珠一转，我觉得我能听懂，但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爹知道他多了个虎儿子吗？皇爷爷，爹爹是知道的。皇上很无语，算了，愿意认就认吧。皇上本想趁着闲着问一问小狮子的功课的，谁料竟然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皇爷爷，你听，有婴儿的哭声。是你四叔哭了。我四叔他多大了还哭，羞羞脸。走吧，今天就带你去见见四叔。小狮子顺从地跟着皇上进了暖亭。你是干什么吃的？孩子都哄不好。请娘娘恕罪。皇上和小狮子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跪在地上的奶娘。小狮子的目光一下子就对上了四皇子的小脸。四皇子见到小狮子，竟然也止住了哭声。小狮子，看来你四叔还是喜欢你的，你一来他就不哭了。你四叔虽然辈分大，但是年纪小，以后还要你多照顾呢。德妃一听皇上这话，心就沉了下来。皇上竟然让小皇孙照顾四皇子，这代表着什么意思？他再明白不过了。太子的地位稳固，那他的儿子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了？皇上见小狮子看着四皇子不说话，好奇地问：怎么，小狮子你不愿意，还是不喜欢你四叔？不喜欢。皇孙殿下，虽然你还是小孩子，但骨肉同胞怎么能不认呢？你四叔和你一样，都是赵家的子孙，身上流着赵家的血，是不是有人特意叮嘱你，让你不要喜欢四皇子啊？我不喜欢这小孩，是他长得不像我，不像爹爹和叔叔，也不像皇爷爷。德妃的身子僵硬，皇上也若有所思地看向四皇子。这小孩长得像我在宫外见到的大坏蛋，他可坏可坏了。皇孙殿下，你一个小孩子可不要乱说呀，四皇子再怎么说也是你四叔，是血亲，我不喜欢他。皇上这时候一把把小狮子抱了起来。小狮子，你告诉皇爷爷，四皇子长得像谁呀？皇上这话一出口，德妃也是一脸无法接受，像是被辜负的模样，看向皇上。告诉皇爷爷，那人叫世子，好些人叫他世子。陛下，臣妾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皇孙说的人一定是我哥，他就是我们广陵侯府的世子啊。那人是姓姚吗？也有人叫他姚世子。陛下，你听听，我和哥哥都姓姚啊。小皇孙说的是我哥哥。老话讲，外甥像舅。从前臣妾还不觉得，四皇子才出生的时候，臣妾瞧着和皇上是相像的。只是这几个月，四皇子倒是越来越像臣妾的哥哥了。你呀你看看你的头发都能像你那卷毛舅舅，就不允许你四叔像他舅舅了。皇上说完这话，还用另外一只手揉了一下小狮子的脑袋。手感还不错，除了丑点儿，没别的大毛病。我没有不允许，我就是不喜欢那小孩。太子妃，小皇孙虽然小，但该学的礼仪规矩也要学起来。
他现在还小，胡乱说话没什么，但若是长大了，还这么口无遮拦，随意编排长辈，歪曲事实，可怎么好？我们四皇子还是婴儿，小皇孙就这么口无遮拦的，开口闭口的不喜欢他，都是皇家血脉，小皇孙怎么可以如此淡泊冷血？说完之后，又一脸委屈的看向皇上。陛下，今天的事好在您明察秋毫，四皇子又像臣妾的兄长，否则今天的脏水就真的泼在臣妾的身上了。陛下，臣妾心中一心就只有皇上，今日竟然还被人污蔑对皇上不忠，臣妾真的冤枉得很。小皇孙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懂这些？恐怕都是有人教的。陛下，您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皇上的脸上已经没了笑的模样，他把小狮子放在地上。皇上本来没觉得今天的事是大事，小狮子也是无心之语，可是听德妃这意思，就是指责太子妃了。太子妃，你怎么说？私心讲，皇上并不想惩罚秦婉，除了她怀着身孕之外，那就是太子太重视她了。皇上知道，若是秦婉出事，恐怕他的太子也完了。父皇，儿媳可否问德妃娘娘几句话？准。皇爷爷，你脸好白，你没事吧？无碍。皇爷爷，我给你按一按，按就好了，你放心，不疼的。皇上看着小狮子的眼中都是笑意。该死的卷毛小畜生，我早晚让你好看。收回对小狮子不满的情绪，转身看向秦婉。请问太子妃有什么事要问？本宫刚才说的话有哪里不对吗？此时秦婉站着，德妃跪着，就好似他给秦婉下跪一样。德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脸色僵了僵，但此时她也不能站起来，她还想在皇上面前扮可怜呢。德妃娘娘今天这反应未免也太大了些。你什么意思？秦婉怀着孕，站久了也累，于是没有皇上的命令，自顾自地找了矮凳坐了下去。皇上今天也打算看一看秦婉的能力，看看她是否只会蛮干，不会动脑。德妃娘娘，你也说小皇孙年纪小了，他又怎么会想到忠不忠的问题啊？他都不懂这事儿，谁都没提的事情，德妃娘娘反倒是像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反应如此激烈，怕不是心中有鬼吧？难道德妃娘娘是做贼心虚，真是偷了人才生下的四皇子，才会反应如此激烈？皇上恼怒地看了一眼秦婉，他就知道这秦氏的脑子不大好。德妃偷人，总不能偷他家哥哥吧？德妃听到秦婉的话，心中惊惧，恼怒地站了起来。大胆！太子妃，你竟敢污蔑本宫，毫无根据的事，你竟然说得出口？没有啊，我不过就事论事罢了。就事论事，我看你是毫无根据、无稽之谈。你往本宫身上泼脏水，就是往皇上身上泼脏水。刚刚德妃暗指本宫教唆皇孙不喜四皇子，也不过是德妃娘娘的臆测罢了，又有什么证据呢？污蔑之言，德妃娘娘不也是随意就出口吗？我现在不过是问了你几句，德妃娘娘就恼了。怎么，只许德妃娘娘放火，不许我这边点灯了？陛下，你要给臣妾做主啊！太子妃目无尊上，当着皇上的面就敢污蔑臣妾与陛下，恐怕将来宫中再无臣妾母子的安身之处。德妃娘娘和父皇的感情真的是情比金坚呀！陛下是人中龙凤，英雄气概，本宫自然是爱慕陛下。皇上表情严肃，并没有因为德妃表白的话而开心，他是觉得秦婉说话噎得慌，那话不大像是好话。德妃娘娘的深情我今日也算是见识到了，世上像娘娘这般美好又深情的女子甚是少见。父皇，将来待父皇100年之后，德妃娘娘想必会追随父皇而去。德妃傻眼了，秦氏这女人是想让我殉葬，她太狠毒了。父皇啊，德妃娘娘如此真心，父皇可不要辜负了她。将来到了天上，有德妃娘娘作伴，父皇也不会太寂寞。德妃的脑门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因为她没有听到皇上的反对声。太子妃既然这么说，那倘若太子出现了不测，你也会为太子殉葬呗？皇上本来就是看2个女人的热闹，现在听到德妃咒赵祯，立即拍了一下桌子。大胆！德妃立即跪在了地上。秦婉见皇上真生气了，也从椅子起来，小心地跪在地上。德妃，你竟然诅咒太子！陛下恕罪，臣妾失言了。奶娘这时候偷偷地掐了一下四皇子，四皇子立即哇哇大哭起来。陛下恕罪，陛下恕罪。皇上看德妃那一张脸和那人是那么的像，他叹了一口气。罢了，以后切莫失言了。谢陛下，谢陛下恩典。秦婉这时候也不说话，在旁边装鹌鹑。不过他现在也算是知道了赵祯在皇上心中的地位。赵祯本来在太极殿帮着皇帝批阅奏折，就听到小太监禀报皇上带着德妃去了大明宫。赵祯知道皇上会想起大明宫是德妃提起的，为了这事，虎头已经被关回了东宫了。赵祯虽然不满意德妃有意无意的和东宫对着干，但也不想自家老爹为难。太子，东宫那边传来消息，太子妃带着皇孙也去了大明宫。说没说太子妃为什么去？
可是有何缘由？听说是因为今天下雪了，皇孙想去看雪，太子妃就陪着去了。走吧，咱们也去一趟大明宫。赵祯脚下生风，快步地向大明宫走去。苏公公也是走得呼哧带喘的，不明白太子是着急什么？难道皇上还能吃了太子妃不成？赵祯直接向亭子那边而去，才要进去，就听到了诛心之言。德妃竟然再次质问婉婉，竟然让她陪葬。赵祯忽略了他遭遇不测的话，而是气恼德妃竟说让婉婉陪葬。德妃这人不能留太久，或许父皇百年之时可以让德妃陪葬。赵祯才来还不知道他的好媳妇儿刚才也提了这么一遭，才让德妃破防了。赵祯等皇上饶恕了德妃之后，才推门走了进去。你怎么来了？儿子给父皇请安。皇上不用想也知道，大儿子这是担心媳妇儿才来的。想到儿子偏心老婆，还怀疑他这个老父亲，气又不太顺。怎么，奏折都批完了，有时间来大明宫？父皇，这不是今天下雪了，知道您来大明宫，就来看看。哼，来了就带你媳妇儿回去吧。赵祯立即上前，把秦婉扶着站起。赵祯还弯腰给秦婉拍了一下腿上的灰尘。唉，这个糟心的儿子呀。膝盖可疼啊？没事。要腻歪回东宫腻歪去，不要当着朕的面。父皇，那儿子先带秦氏回去了，他有了身孕，出来久了对孩子不好。太子妃，没事不要总出来晃悠，好好在东宫养着吧。是，父皇。行了，你们退下吧。爹爹。赵祯就这么一边牵着小儿子，一边揽住秦婉的腰，走出暖亭。一直被忽略的德妃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他恨皇上，恨母亲，恨所有人，但是他更恨太子。若不是他不会沦落到如此境地。他发誓，今日所受到的屈辱一定会加倍地还回去。回去的路上，赵祯好奇地问了事情的经过。秦婉简单地说了一下他和德妃的争执。哎，要不是德妃娘娘咄咄逼人，我也不会反击，让她给父皇陪葬。她这才输了咱们。若我真有不测，我也不会让你陪葬。你要好好的活着。呸！你会好好的啊，不要说那不吉利的话。赵祯眼中淡笑，趁此机会亲了一下秦婉的手。小狮子在呢。娘亲，我什么也没看见。赵祯见此，朗声大笑。你呀你，小人精一个。赵祯看着稚嫩又可爱的儿子，就连朝中的烦忧之事都没有那么闹心了。小狮子把手拿下来，嘻嘻一笑。现在有爹爹和娘亲陪着，他开心的不得了，于是在雪地上快乐的奔跑起来。骨头见状，一个飞跃立即追了上去。四皇子真的和姚世子相像？我没见过姚世子，像不像的我也不知道。不过德妃出自姚家，四皇子就算是像，那也无可厚非啊。也许是小狮子瞎说的，他可能单纯是不喜欢四皇子。娘亲，我没有胡说，那小孩就像那个大坏蛋。你说的大坏蛋是姚世子？爹爹，看我。好，你说说那人为什么坏？那个人就是很坏，他让人把一个女人的大肚子剖开，取出了一个孩子。赵祯的双眼微微眯起，想起谢玉安提起的话，神情凛然。小狮子，你说的可是真的？你怎么知道的？我朋友亲耳听到的，他告诉我的。你朋友就是那个小胖鸟？不是渣渣，他太胖了飞不动，是他的小弟小黑告诉我的。你没骗爹爹吗？小黑不会说谎的。那日咱们去参加大堂哥的婚宴，小狮子就是那时候见的姚世子，他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小狮子就记住他了。我也是没想到这个小人间竟然盯上了他。你早就知道这小子有这份特殊吧？是啊，是够特殊的，我以前都不敢相信呢。你不会怪我没早点告诉你吧？开始有点别扭，感觉一家人你把我放到了外面，现在好了。真的不介意，不生气啊？不气。不觉得小狮子这孩子太奇怪吗？我儿子有这份能力，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婉婉，咱们儿子天生就是个当皇帝的料。小狮子被赵祯举着，伸出两个小胳膊。爹爹，我胳肢窝疼。好。赵祯把小狮子放在地上，兴奋也收了起来。小狮子，以后你能听懂动物说话的事，不要告诉外人，知道吗？爹爹，娘亲也说过的，小狮子都记着呢。那你刚才不是说漏嘴了？可是爹爹不是外人。赵祯心里熨帖。赵祯把秦婉和小狮子送回了东宫之后，立即把暗卫叫了过来。去查一查，广陵侯府姚世子那姨娘是怎么死的，找仵作好好的验一验。是，殿下。若是姚家真的换了四皇子，那姚家的谋算真就太大了。若宫中那个孩子是被换的，那真的孩子在哪里？姚家死去的那个女婴，真是父皇的孩子吗？姚家一直都是商郡主做主的，倘若这事是真的，那商郡主这个女人也太不简单了。
倘若换了孩子，那宫中一定有人帮忙才行。能做得如此天衣无缝，那人在宫中的权力一定很大。赵祯仔仔细细的思索，顺着四皇子是假孩子的思路想，后宫现在可是淑妃管着的。想到这里，赵祯的双眼猛然睁开。会是他吗？淑妃可是生了二皇子，她为什么要帮姚家？一时间，赵祯有好些事情想不通。看来这事得尽快在暗中查一查。小夫妻俩一个忙一个闲，倒是截然相反。赵祯听到宫人禀报秦婉睡得安稳，也是放心了。他不希望他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多费心神。太医已经和他禀报过，秦婉肚子里怀的是双胎，要格外的小心。石喜，你去给太子妃身边的宫人传话，让他这些日子留在东宫，少往皇宫那边去。是。随后的日子，秦婉果然就在东宫中，外出的时间都少了。皇后这边也放话了，不用秦婉去请安。德妃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气得不行。她本来已经在秦婉去请安的路上做了埋伏，可是现在秦婉不出来，让她的手段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德妃又摔了一个杯子，该死的，那贱人还真是属老鼠的，竟然猫在洞里不出来。德妃娘娘，这个时候真不适合动手。您和太子妃刚对上，她这个时候呀，这出了岔子，皇上一定会怀疑您的。本宫还怕她怀疑不成？德妃这几天也是郁闷的不得了，她没有想到皇上是真的生她的气了。自从那日她说了太子不测的话，就被皇上冷落了。娘娘，皇上是天下之主，您还是要笼络好皇上才行啊。娘娘，不好了，不好了，本宫好得很。发生了什么事了？皇上封了陆美人为昭仪了。好得很。美人不过是正4品，昭仪可是9品之首，正2品的品级。陆美人怎会生得如此之快？她可是有了身孕。说没有啊，没听说陆昭仪有了身孕。好呀，赵南萧竟然如此对我，陆秋霜她也配为昭仪，她爹一个7品县令。娘娘慎言，皇上的名讳怎能直言？陆昭仪也确实是美貌，娘娘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的好。哼，什么东西？娘娘，现在当务之急是挽回陛下的心。行了，本宫知道该怎么做。德妃不管众人，直接向外走去。娘娘，你要去哪里啊？不要跟着我。说完，不管众人，大步向殿外走去。德妃心中郁闷，出来散心。走着走着，就去了曾经和皇上一起去的地方。远远的，他还能听到悠扬的琴声。陆昭仪擅长抚琴，琴声果然动听。德妃不想再继续偷看，正想离开，突然就被一道身影挡住。我当是谁在这里偷听，没想到竟然是德妃娘娘。二皇子怎会在此？本王来自然是向父皇请安的，只是没料到父皇有美人陪着，无暇见我这个儿子。低头看了一眼德妃姣好的容貌，感叹了一句：看来德妃娘娘和本王一样，都要扑个空吧。二皇子的身子不断靠近，德妃并没有躲闪，她看了远处一眼，又转身看向二皇子，眼眸低垂，嘴角含笑。二皇子见德妃没动，眼中也露出了笑容。最近京城的百姓格外的关注朝中的动静，老百姓也知道梁国的使者来京了。驿馆内，齐泰似笑非笑地看着朗布。朗布来了，长安城就要见到你朝思暮想的人了，激动吧？齐太大人慎言。怎么还不让我说了？你那相好的人如今成了燕朝的太子妃，你是不是很生气呀？我警告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亲自解决了你。你敢？朗布，你别忘了，这次谈判我才是主官，你不过是个副手。你若是再这么口无遮拦，那我这个副手也能变成正手，你信不信？不让说就不说呗。他小心地把朗布的刀挪开。朗布，我就是替你抱不平罢了，我是真的为了你好。那娘们儿当初利用了你，把你耍得团团转，我真替你叫屈。他们不是一个人，你不要胡说。朗布，咱们这次一定要让燕朝出一点血，帮你出一口气。闭嘴！齐泰是这次谈判的主力，但这次进京来的人又都是朗布的手下，而齐泰又是齐蒙的哥哥。四皇子这次派出的使团也是很有意思，这些人过往都和秦婉有那么点关系的人。太子殿下，梁国的使者已经安排好了，什么时候让他们面见陛下？先晾着他们几天。是，太子殿下。人离开之后，赵祯突然有点看不进去奏折了。太子妃现在在做什么？回殿下，今天秦二爷进宫了，想必太子妃正和二爷叙话。走吧，咱们也过去看看。二舅舅，你带来的是什么呀？啊，硬硬的。这就是钢。
我只听过铁，没听过钢。这是你娘教我的，这个钢可是比铁要结实呢。娘亲，二舅舅说的对吗？妙玉，去把殿外带刀护卫叫进来一个。是，娘娘。妙玉才出去叫人，就在殿外碰见了赵祯，给太子殿下请安。这么匆忙？可是太子妃有什么事？回殿下，秦二爷带了一个东西进宫，太子妃让奴婢叫一个带刀的护卫进去。哦，史策，你跟着一起进来。是。然后在院中就见到了几个人围着一个东西瞧。是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人？回殿下，二哥带来钢来，这是成品，这个钢的硬度要比铁强多了。果真？殿下试一试就知道了。赵祯还真有兴趣，他直接示意史策把刀给他。你们都躲开一点。娘亲，咱们离得远一点，不要伤到你和弟弟妹妹。好。众人都离得远了一些之后，赵祯才拿着刀用力地向下砍去。果然，赵祯手中的刀直接断了。殿下，这东西若是做成了武器，那在战场士兵的战力会大大提升，同时也能减少我军的伤亡啊！蜻蜓，这是你研究出来的？蜻蜓看了一眼秦婉，才想说是堂妹给他的配方，就听到堂妹说话了：“殿下，这就是我二哥研究出来的，他一研究出来就进宫给我们看了。”赵祯看着两人之间的眉眼官司，还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蜻蜓，你可愿意把秘方献给朝廷啊？愿呀！好，既然你愿意，你就抱着他随我去见皇上。好。太极殿，皇上听到了赵祯的禀报，龙心大悦。好，秦家研究出这等厉害的武器材料，有大赏。蜻蜓最后是晕乎乎的离开了太极殿，他得了一个官职，是正七品下的宣德郎。赵祯也没有想到皇上会这么大方，还以为皇上会给个品顶天了呢。皇上被赵祯看得不自在。怎么，朕赏了你的二舅兄，高兴傻了？父皇，儿子没有。哼，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朕这么赏他也不是为了你媳妇儿，他还排不上号啊！你二叔进宫来和朕说了，想把赵晴许配给秦庭。二叔是请父皇赐婚的？自然不是，那秦卷毛还不配朕给他赐婚。哎，说起来，也是朕对不住你二叔，当初忙着打仗，让他们一家沦落到胡人的地盘，以至于赵晴的容貌和名声受损。赵晴是女子，不比男子，否则也不至于嫁给个铁匠。父皇，咱们这次得到了锻造的新法子，以后造出的钢刀在战场上会有更大的优势。在赵祯这狠狠地吹了一波钢刀的好处之后，皇上的表情终于是缓和下来了。赵祯离开太极殿之后，擦了一下额头，两边哄得他还真累呀。东宫，秦婉已经知道了这次梁国来的使者中有朗布了。对于朗布这个人，秦婉并没有觉得他是不同的，反倒是因为朗布看上他，还给他带来了麻烦。娘娘，咱们的人要不要行动？先不要动手，不知道朝廷是怎么想的，咱们这个时候就先不要添乱了。况且他还不知道朗布这次来的目的，先看看对方的条件，再做准备。不过驿馆那边也通知外面的人，好好盯着，看看他们有什么行动。是，娘娘，奴婢会交代下去。平婆婆退下去之后，秦婉继续画图。在画什么呀？听说你都画了好些天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没想到竟然提前被你给看到了。你说的礼物就是这个？你看看啊，瞧瞧能不能看得懂，给你个提示，这东西对你啊大有用的。这是什么？这图上的好像是轮子吧？是轮子，这个东西很重的，要用轮子推的。那这个像是木头一样的东西是什么？这是大炮的身管，到时候装上炮弹之后，从这里发射出去。这个叫大炮的东西和你之前给我的炸弹是一个东西吗？总之呢，就这一个大炮的威力啊，要比火药大多了，威力和射程都很远，非常适合远攻。这些图纸才是一部分，等到全部画好之后，你可能就明白了。远攻？那不就相当于投石机啊？差不多，只不过投石机投出去的是石头，而且射程没有大炮发射的距离远，大炮的弹药落地是会发生爆炸的。听起来这个叫大炮的东西比投石机强很多呀。也不能这么算啊，大炮是好用，但是弹药很贵啊。投石机的造价便宜，也还是实用的。贵能有多贵啊？有句话讲，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竟然如此贵！我现在就是缺银子，目前还真没有银钱做大炮，钱以后总会有的，慢慢存着，不着急。给你啊，这是你缺的钱。这是什么房子？玻璃啊，你安排工匠做出来，卖给那些乡绅或者是商人手中，我保你赚得盆满钵满。怎么，你不喜欢？不是，其实你不必做这些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和孩子啊，咱们是一家人，更何况能帮到你，我很是欢喜啊。
梁国使臣来京多日，这天终于是被皇上召见了。梁国使臣齐泰拜见燕国皇帝。见我燕朝皇帝为何不跪？下跪是你们燕朝的规矩，我们梁国可没有，我们是梁国人。你范尚书还想质问，就被皇上制止了。其使者，梁国陈兵我国边境，意欲何为呀？陛下，我梁国有意和燕朝联姻，燕朝只需另嫁公主到我梁国，并送黄金100万两作为陪嫁，我梁国的大军即刻就能撤退。齐泰的话一出手，陛下，万万不可！梁国这是狮子大开口。陛下，我朝初见，况且陛下并无公主。陛下，我听说2位国公家里可是有2位姑娘，都是赵家的女孩，是可以联姻的。不好意思啊，齐使者，我们家的女儿已经定亲了。这是才定亲，又不是成亲了。况且我听说顺国公家的女子也已经11岁了。我呸！你个狗杂碎，竟然想让我女儿去和亲，我看你是想屁吃！大哥，雅儿可是你的亲侄女，你可不能答应啊！是啊，大哥，不能答应和亲呢。其他的大臣并没有出来干预，甚至有人还在暗中看着赵家的笑话。私心讲，他们认为北地来的赵家人和北地的蛮族也差不太多。新朝才建立，谁知道能坚持多久？爱卿们有何想法？陛下，臣认为和亲不妥。陛下，怎么能靠女人平息战乱？臣愿意率兵和胡人决一死战。一人带头，其他的武将开始毛遂自荐起来。齐泰看了一眼朗布，希望他这时候顶上。陛下，想必你也不想两国开战，打仗都是劳民伤财的，现在只需要燕朝送一名公主过去联姻，再送上些许陪嫁，两国就能平息战乱。陛下何乐而不为呢？100万两黄金就是1000万两白银，你管这叫些许陪嫁？这位大人想必不清楚，若是两国交战，燕朝的军需粮草也都是银子，况且燕朝的百姓也是大量伤亡。倒是北地那大片的田地无人耕种，变成了荒田，这些加起来损失的岂是区区1000万两银子？贵国不如和我们梁国化干戈为玉帛，嫁个公主过去，一结两国之好。陛下，燕朝初建，此时和亲也是个良策。太子，你是什么意见？孤不同意和亲之策。郎使者，两国交战伤亡的人不能只有我燕朝吧？梁国的人口可比我们燕朝少，战乱起，梁国的百姓只会越来越少。到那个时候，梁国的邻居、扶余、乌孙、匈奴想必也不会闲着。你们都是游牧民族，地盘可是随时会换的。太子殿下多虑了，不必为我们梁国考虑。我们草原儿女从小放牧，偶尔换个地方也无所谓。况且我们鲜卑和匈奴争夺的也是草木茂盛的草地，冬季来了，皑皑白雪，属实没有争夺的必要。郎使者说得对，不过我燕朝也不是你们的钱袋子，不是你们的后花园，想要我们和亲赔款，姑告诉你，别做梦。太子殿下，你就不心疼你的士兵、你的子民了吗？二皇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若有所思。朗布为了一个女人和燕朝太子对上了，就算只剩下一兵一卒，姑也会打到底。大殿内因为赵祯的话立即安静了，顿时两国之事陷入了僵局。皇上也一直看着朝堂上的动静，这一会儿他也看出了一些门道。他满意的看了一眼赵祯，心中满是自豪。皇上看赵祯的眼神深深的刺痛了站在下面的二皇子。父皇，开战之事兹事体大，不如先让使臣下去，几日后再给使臣答复。陛下，我们愿意再等几日。朗布没有再坚持，他特意的看了一眼二皇子，觉得此人是个能拉拢的对象。很快长安城的人就都知道梁国的条件了。二夫人听到使臣的要求，气得砸了一个茶杯。该死的蛮夷！娘，我不想去和亲。晴儿，你放心，娘不会让你去的。娘，要是大伯答应了怎么办？没事，你今晚就成亲，明天你就是秦家的媳妇了。娘，这能行吗？要不要和我爹商量一下？不用，听娘的，我这就去秦家说去。说实话，二夫人是不大信任男人的，就是赵二叔，二夫人都觉得他靠不住。说是皇上坚持，她也不敢违抗皇上的命令。况且家中2个孩子，丈夫要更重视儿子。崔嬷嬷，准备好马车，我要出门。是，夫人。晴儿，你去收拾一些随身用的衣服，跟我一起去秦家。娘，快去，你以后就要住在秦家了，带一些日常换洗的衣服。
对了，你自己绣的嫁衣也找出来，一起带着。娘，这么做成吗？爹还没回来呢。不等他了，快去。赵琴一咬牙，决定听母亲的，丢脸就丢脸吧，总比和亲去梁国好。等崔嬷嬷那边准备好，就见到了自家国公夫人抱着一个小盒子，自家小姐背了一个包袱，这娘俩看着像是要跑路的样子。夫人这是？崔嬷嬷，一会儿你和赵管家去采购成亲的东西，然后送到秦府去。秦府？对，就是男爵府秦家，明白吗？夫人，奴婢明白。陆如莹听到下人的禀报，安国公夫人到的时候还很疑惑。快请。小丫鬟立即出去迎人了。江嬷嬷，你说二婶这时候来，是不是发生急事了？夫人不急，等国公夫人到了就知道了。江嬷嬷，走，咱们去二门口那边去迎一迎。二夫人和赵琴在二门的位置就看到了出来迎接的陆如莹。二婶，莹丫头有大事，咱们快进去说。陆如莹和二夫人都是北地一起逃难的老战友了，说话也没有那么多顾忌，于是二夫人就把朝堂和亲的事说了一遍。就是这样，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晴儿嫁出去。那帮蛮夷欺人太甚，二婶放心，我也不同意晴儿妹妹去和亲，我这就去把我小叔子抓回来，让两人成亲。江嬷嬷，快派人出城，天黑之前让二爷一定要回来。还有，去西营那边通知大爷，请假回来参加弟弟的婚礼。是，奴婢这就去。晴儿，你放心。于是秦家的下人就行动起来，陆如莹亲自带着下人把秦庭的院子布置起来。晴儿，不要觉得委屈，虽然成亲是一辈子的大事，现在的婚礼过于匆忙和寒酸，但只要能活着就好。娘，我不觉得委屈，况且是秦二哥人很好，现在秦家愿意答应，我很感激了。秦庭和秦霄在城门口碰到的时候都是面面相觑。二弟，你今天要成亲？今天成亲？你不知道？不，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大哥替我答应的呢。不过既然是娶赵家的小妹子，成亲好像也不错。走，先回府看看。好。于是兄弟俩骑着马快速向家里赶去。到了秦府，已经有下人在那边等候了。怎么回事？谁定的二爷今日成亲？是咱夫人定的，当然亲家太太也在，大爷、二爷、新娘子都已经打扮好了。如此急切，想必是发生了大事。秦提木呆呆的被大哥拉着，向着他的院子走去。大哥，嫂子的行动真快。快，泰安伺候二爷沐浴，然后换上新郎服。是，夫人。泰安把秦庭拉走了，秦霄这时候才有机会问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陆如莹就把事情和秦霄说了一遍。事情紧急，咱们不能看着晴儿就和亲，今天这场婚礼必须要办了。见秦霄不说话，还以为他不同意呢。怎么怕了？不同意？想什么呢？如此匆忙，恐怕是委屈弟妹了。将来京城恐怕议论的他会很多呀。顾不得那么多了，能留住才是最好的。此时，东宫的小狮子哒哒的跑去了秦婉的房间。娘亲，娘亲，二舅舅要成亲了，咱们不去吃喜酒吗？小狮子对于想关注的人，那真是人家在干什么，在哪里，他都能知道。不过，小狮子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才这么做的。娘亲，大舅舅成亲，请了好些人呢，还有好些好吃的。那你知道二舅舅的新娘子是什么？知道啊，就是秦姑姑。二奶奶还给秦姑姑梳头了。娘亲，二奶奶还哭了呢。娘亲，二奶奶为什么要哭啊？秦姑姑明明很好看呀。赵祯没有回东宫，秦婉还不知道朝堂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是秦婉怀孕了。赵祯吩咐了工人不要打扰秦婉，以至于秦婉的消息闭塞了。平婆婆，平婆婆，平婆婆立即走了进来。平婆婆，快去吩咐贵喜去打听一下前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奴婢这就去。娘亲，咱们不出宫吗？这时候，殿外又出现了一只黑色的乌鸦，一直嘎嘎的叫着。小狮子立刻急得跳了起来。娘亲，二舅舅已经拜堂了，咱们晚了。没事，不晚的。以后娘让你二舅舅带着你秦姑姑一起进宫，就能见到了。娘亲，我以后还要叫秦姑姑吗？我要叫舅母吗？你呀，脑筋转的还很快嘛。二夫人解决完了这桩心事，悬在心头的那把刀终于是没了。崔嬷嬷，回去的路上到酒铺买几坛酒回去。夫人，果公爷那边有酒，他的酒不够烈，去曲安酒铺买几坛烈的。二夫人坐在马车里，用手扇风。寒冷的冬季，
二夫人却觉得身上不断有热气上涌。她今天做了一件大事，一件不知道后果如何的大事。也许这件事会打乱皇家的计划，也许会让整个皇朝陷入战乱。可是她不后悔，凭什么要牺牲她的女儿换取天下的平安？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要保护女儿的母亲。若是这个燕朝要牺牲她女儿换取，那就让整个燕朝一起覆灭吧。此时新房内，秦婷僵硬地坐在一边，脸红得像个猴屁股，不敢看新娘子。两个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做。古时候在成亲前会给新郎和新娘子送些小人书，只是秦婷成亲的太匆忙了，根本没提前给他看。两人就这么坐着，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是江嬷嬷发现房间内没有动静，让人拿了小人书，然后轻轻地敲了一下房门。二爷，二爷！秦婷逃也似的起身，打开门。江嬷嬷，二爷，这书你好好看一看，学一学啊！江嬷嬷说完这话，直接把书塞到了秦婷的怀里，然后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为什么给我书啊？拿过来我看看。他接过书之后，自然的打开，然后就看到了小人书上那没穿衣服的男女。小人书直接是被扔了出去，秦婷倒是捡了起来，然后打开看了看，当然脸更红了。不过有了这书，刚成亲的小两口倒是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赵二叔是天黑的时候才回了安国公府。灵燕，你怎么也喝起酒来了？高兴啊，女儿出嫁了，我这是喝的喜酒。怎么回事？你说晴儿出嫁了？是啊，出嫁了，今儿下午嫁出去的。今天下午？夫人，你是不是说胡话呀？晴儿嫁给谁了？这个时候谁家敢娶她？当然是秦家呀，我亲自挑的女婿呢。这时候恐怕小夫妻俩已经洞房了。赵二叔看着这样的妻子，心中只有佩服。你做得好，晴儿嫁出去就好。这时候13岁的赵毅跑了进来。娘，外面都传大姐要去和亲了，是不是真的？娘，外面传的都是假的，对不对？屁儿，不要担心，你大姐不会和亲，她今天已经嫁出去了。太好了，是嫁给秦二哥吗？行了，你回自己的院子吧，这2天就先不要去国子监了，就待在家里。是，父亲。晚上的时候，皇上就知道二夫人下午做的事了。老二这一家人真是信不着朕呐。老二也是一点脑子不长，当着那么多内臣的面就让朕给他个准话，你说朕能说出口吗？父皇，二叔并不清楚父皇的用意，不知道父皇是借着这次的事看朝中各个势力的部署，他是关心则乱了。老二这人就是没有才干。从前你祖母还说朕不培养兄弟，可你瞧瞧，你二叔这人能培养起来吗？是，二叔不知道父皇的用心。不过老二的媳妇儿倒是个狠的，就这么把晴儿嫁过去了。父皇，晴儿毕竟是咱们皇室女，二叔和三叔当初都封了国公，不是王爷，晴儿这身份……皇上想到赵晴因为国事，反而连一辈子的大事都这么仓促，那就封赵晴为寿安郡主吧。翌日，皇上的圣旨就发下去了。宿醉的二夫人和赵二叔两人听到这圣旨的时候都懵了，他们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两人又不知道皇上是否知道他们所做的事，而且这时候封郡主还有封号，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和亲准备的。安国公接旨啊！臣弟谢主隆恩。二夫人倒是没有赵二叔胆怯，她站起来来到宣旨太监的身边，塞了一个荷包过去。这位公公，里面坐坐吧。你们在这里等着。然后跟着二夫人一起进了大厅。公公，我家的事皇上清楚吗？国公夫人放心，太子和皇上都是清楚的。太子称赞二夫人做得好呢。二夫人一听是这样，心里有数了，她松了一口气，他们一家人保住了，剩下的事就和他家无关了。国公爷，现在咱们怎么办呢？若是北地起了战事，上古、渔阳等地的产业也将会受到波及啊！父亲，不能开战，一定要让陛下和太子答应和亲。和亲？现在连个公主都没有，找谁去啊？苏国公皱着眉头，他在北地的产业涉及到了走私，这一条线每年能给国公府带来巨大的利益，多年的经营若是毁了，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安国公的女儿也不是真的公主，就不能找个别人家的女儿替了？不是赵家的女儿，你以为胡人会要？他们就是要拿公主，逐年向燕朝要好处。那怎么办？赵家没有女儿了，总不能把皇子送去吧？公主和亲不成，皇子当质子，梁国必定会答应。国公爷，
若是换成皇子，四皇子才几个月大，难不成还让皇孙去？陈先生的主意不错，小皇孙的年龄还真的很合适。不过这个提议不能是咱们提出来，这事儿我去和二皇子商量一下。太子很重视皇孙，这事若是让他知道是咱们家提出来，想必会惹祸上身。是，父亲，到时候让二皇子的人再派人去给梁国使者透露些风声，让使臣改口。是个好主意。国公爷，太子旗帜鲜明，不同意和气，现在提议让皇孙去当质子，恐怕不会答应。而梁国那边还有1000万两白银的赔款呢。这是小事，我这边有主意，有人愿意花这笔钱买命。父亲的意思是用上台州那边的官员和富商？太子心狠手辣，不给人留活路。那边传来消息要拿银子买命，门路已经走到了咱们家。本来我是不打算管的，不过现在嘛，倒是可以管一管。国公爷，这事若是被陛下知道，恐怕……陈先生放心，这事儿都是二皇子做的，陛下就算要查，查到最后也只能是二皇子，那毕竟是他的儿子。国公爷英明。苏国公现在是二皇子一脉的，毕竟苏国公那二家的闺女儿现在是他的侧妃。当初潘彦霜在除夕宫宴带着的药是冲着赵祯去的，可是赵祯逃脱了，二皇子是自己送上门的。二皇子现在十分信任苏国公。弘文馆，到底是谁在念叨我？小狮子，你是不是得了风寒？没有啊，我身体好得很。想到潘元白那日带来的好东西，白白，你那个海螺，我能不能拿我的玩具和你换啊？我不想。好吧，我也不勉强你。其实我就只有一个，不像我弟弟元义，他有好多，都是我弟弟给他的。真的吗？比我的好看多喽。哎，你一定是都没见过。我也好想看一看啊。那些好东西啊，都是我弟弟让下人从辽西带回来的。辽西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过，听说是靠着大海呢。潘元白并不知道，他今天的显摆让他家被小狮子盯上了。小狮子下学之后，有些闷闷不乐地回了东宫，见到了二舅舅和新鲜出炉的二舅母。二舅舅，秦姑姑，小狮子下学了？下学了。秦姑姑，我是不是以后要叫你二舅母？可以。可是爹爹说让我还叫姑姑，改叫二舅舅姑父。哎呦，小狮子，你怎么这么可爱呀？秦婉笑着看着这一切，她对现在的结果很满意。虽然两人成亲仓促了些，但至少秦二不用和亲。秦婉是最讨厌用女人来平息战乱的了，什么以大局为重，完全都是狗屁。都以大局为重，谁能体会被牺牲的那个人的苦楚？二婶，我又想到了一个赚钱的法子，不如咱们两家一起开个铺子。阿婉，是有什么好法子？二舅舅，咱们走去宜春宫，我的玩具坏了，你帮我修一修。好，我去帮你看看。于是三人就悄悄地退出了承恩殿。秦婉人在宫中，宫外的事没有办法出面，好些事都要下人办，但他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时间短还好，说是时间长了，或许就有人起了心思，而二夫人就是那个合适的人选。二婶，是这样的，我这个方子呢，主要也是针对内宅妇人的，由你出面最合适不过了。哦，阿婉，你仔细说一说。我知道提纯香露的法子，以后想要身上带着香气，就不用带那些香包了。香包的味道不够持久，而且多种花瓣凑在一起，味道有时候又会混乱。我这种呢叫做香水，是液体的，喷洒出来味道更好。阿婉，若是这个叫香水的东西真能做出来，我有把握让它火起来。秦婉和二夫人讨论着经营铺子的事，小狮子这边回去了宜秋宫，不仅让秦婷给他修了玩具，还让他的朋友去了小伙伴的家。潘元白下了马车，小厮领着他去了国公夫人的院子。小厮看到了头顶盘旋的乌鸦，有些不解。小公子，你发现没？这乌鸦好像是跟着咱们一样。你想多了，这个就是个黑鸟，我在皇孙那边看过，不杀人的。2天后，梁国的使臣在大殿上提出让皇孙去梁国当质子的请求。陛下，据我们所知，安国公之女已经嫁人，既然燕朝没有公主能和亲，我们愿意接受皇孙去我们梁国当质子。齐泰这话一出口，不仅是赵祯目光锐利地看向了齐泰，就是他身边的朗布也愤怒地看向同伴。朗布小心地挪动几步，用胡语小声质问：什么质子？为什么有这个要求？我怎么不知道？还有，怎么不提前和我商量？若是提前和你说，你会同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天上蹿下跳的，不就是想找机会见太子妃吗？
有事儿回去再说，现在是在大殿上。陛下，我们这次可是放宽了条件啊，只要燕朝同意皇孙到我们梁国当质子，那1000万两银子就不用付了。其他这话一出口，好些大臣倒是心动了起来。只是舍出小皇孙一人，就可以解救边境数万百姓，这笔买卖划算呐！陛下，皇朝初建，燕朝各地百姓食不果腹，边境百姓更是无家可归，无时无刻不在困苦中挣扎。此时再兴起战乱，属实对燕朝不利，对天下百姓不公。若是皇孙殿下能……耿御史，你好大的胆子！大人，耿御史口出狂言，拖出去斩了。皇上这话一出口，整个大殿都静了下来，朝中的大臣都不敢相信这是皇上会下的命令。陛下，陛下，臣冤枉啊！臣都是为了燕朝好啊！陛下，臣是冤枉的，臣一心为了燕朝好啊！皇上抬了一下手，拖动耿御史的士兵就停了。耿御史，你可知你附议的是什么事？景轩是朕的嫡长孙，是太子的嫡长子，更是未来的太孙。你今日竟然提议让太孙去当敌国质子！皇上这一句太孙，让下面的大臣心思各异。二皇子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我燕朝还没到亡国的时候，也没沦落到要靠女子和幼童换取太平的地步。耿御史，你身为朝廷御史，不做纠察百官之责，整日盯着我们皇室，今日竟然胆敢附议如此荒唐提议，其心可诛。朕看你早有不臣之心，勾结外敌。大人，传朕旨意，耿御史通敌，令其午门斩首，查抄耿家所有家产，耿家男丁6岁以上全部斩首，女眷通入教坊司。是陛下。苏大人，救我，救我！御史大夫，怎么，耿御史是你授意的？陛下，绝无此事，臣也不知耿御史会附议如此诛心之策。皇上似笑非笑地看了苏御史一眼，这老家伙现在还不适合动。那就好。苏旭，你个老匹夫，是你害了我呀！苏旭，你害了我全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苏旭，我耿家的今天就是你们苏家的明天，你们苏家早晚会替我们耿家陪葬。苏迅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若不是为了孙女，他也不会犯了这个错，和太子妃和皇孙对上。这一刻，苏御史把自己错误的决策怪在了孙女的身上。其使者回去告诉你们主子，我们燕朝不同意和亲，更别提什么质子之事。若是两国想要开战，我们燕朝随时奉陪。朗布，你替我回话。朗布鄙夷地瞪了一眼齐泰，于是站了出来。陛下的意思，我们会带给我们的王子。陛下，既然如此，那我们明日就启程回梁国，告诉我们王子燕朝的决定。准。冯顺宣布退朝之后，就扶着皇上离开了。这时候，殿内的大臣纷纷往外走去。苏御史跪在地上，时间久了，起来的时候很是缓慢。这时候，二皇子走了过来。御史大人慢些。谢谢殿下。两人交流也只是一瞬间，好似就达成了某种合作一样。出了太极殿之后，肃国公立即来到了二皇子的身边。殿下，如今要如何做？走，去本王的府中再说。好。二皇子府。岳父，我也没想到父皇的反应会这么大，当堂就杀了耿御史。殿下，幸亏是太子那边的人窝里斗，才让咱们占了便宜。是咱们给使臣送的消息，让他们提议皇孙为质子。幸亏咱们安排的人又没来得及开口，否则皇上就查到咱们这儿了。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最差的，至少皇上不知道咱们参与了。是，我也没想到父皇会生那么大的气。皇上似乎对太子妃有所改观，现在竟然当庭承认小皇孙是太孙。皇孙和太孙两个称呼只是一字之差，身份上可是差得远了。殿下，绝对不能让皇上封皇孙为太孙的。父皇就是偏心，见小狮子和大哥长得一样，就这么宠爱他。哼！二皇子正不高兴的时候，就听到了外面的嘎嘎声。该死的，怎么这么多乌鸦？肃国公走了过来，看了几眼，心中也很疑惑。他们肃国公府这些日子乌鸦也格外的多，难道是家中的风水出了问题？不会呀，大女儿马上就要生产了，一切都很顺利。来人，把这些乌鸦撵走。是，殿下。可是非常奇怪，那些乌鸦好像是看准了二皇子府一样，撵走了就又飞回来，聚集在书房的数量格外的多。殿下别生气，和那些畜生计较什么？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阻止皇上立太孙之事。那小崽子运气还怪好的，
父皇竟然如此重视他。殿下，太孙还小，想要成就大业，太子才是前面的那颗巨石。岳父的话本王也懂，可是如何挪开也是难事。殿下不必急。他在二皇子的耳边耳语了几句。会不会太冒险了？殿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好，就这么做。东宫今晚听到朝廷发生的事，心里很是气愤。娘娘不必多想，那提议的耿御史已经被皇上砍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耿御史只是附议之人罢了。最可恶是查出谁是提议之人。那不是梁国使者提的吗？应该是有人故意给使者递话。这次的事情目的是冲着东宫而来，那梁国使臣为什么提了让小狮子当质子，就不再提议陪迎之事？小狮子一个小孩，把他送到梁国可解救不了胡人，他们照样是粮食短缺，除非是有人私下答应替朝廷出那1000万两的银子。娘娘说的对，这笔钱一定有人会送，并且他们已经和胡人暗中勾结。可是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对咱们太子爷不满的人好像……对太子不满的人可就太多了，这话平婆婆不敢说出口。高伯，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帮我多查一查外面的事情。娘娘放心，我会安排好的。高伯，冬天路滑，马车翻车，断个胳膊腿和什么的，是个寻常事情吧？娘娘是想……苏御史年纪大了，也该好好休息了。是，我会暗中安排。高公公离开之后，平婆婆开口：娘娘，苏御史这时候出事，恐怕会有人猜测是东宫所为吧？知道又怎么样？也该让人知道本宫不是个软柿子了。平婆婆，二皇子的潘侧妃是不是要生了？娘娘是想……本宫记得潘侧妃很喜欢来淑妃娘娘请安的。是，潘侧妃每半个月就会入宫见淑妃娘娘。娘娘是想怎么做？先不急，让人先准备好，说是查出这次的事和二皇子有关，再动手。是。晚上，赵祯回了承恩殿用膳。今天怎么样？肚子里的2个小家伙闹不闹人？没事，今天白日睡了好久啊，肚子里的也很是乖巧。你放心，外面的事情有我，你不必太操劳。小狮子是咱们的孩子啊，我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他。那些人太过分了，竟然想对一个孩子下手。婉婉放心，我一定会找到背后之人。小狮子怎么不在？平婆婆，快派人去宜春宫。很快，闷闷不乐的小狮子就被请来了。小狮子逐渐长大，又知道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真相，他变得没有从前活泼了。怎么了？在学堂谁欺负你了？爹爹，小狮子是坏孩子吗？当然不是，你最乖了。爹爹，可是二叔不喜欢我，他和白白的爷爷说想要把我送走。爹爹，我不要离开爹爹和娘亲。肃国公，你还真是好样的。小狮子，你来娘这儿。娘。小狮子还记得赵祯平时对他的叮嘱，娘亲怀孕了，他不能猛然地扑向娘亲，那样会吓到娘亲肚子中的弟弟的。娘，我在爹爹这就好。小狮子，你说说你都听到什么了？他们说的太多了，我记得不全。你怎么想起去关注你二叔了？我没让小黑去盯着二叔，小黑是去了白白家，白白的爹爹很厉害，他家有很多很多钱呢。肃国公府果然是深藏不露，你继续说。白白的爹爹从海边给白白的弟弟带了好些好漂亮的玩具，都是辽西那边运来的。爹爹，漂亮的海螺我都没有，也没见过呢。然后呢？不是去的白白家，你是怎么知道是你二叔让你离开爹娘的？小黑听到白白的爹爹和爷爷说起皇孙，我就是皇孙啊。他们说让我去当质子，还和二叔说了，二叔就答应了，想要把我送走。爹爹，我不要当质子，我不要和爹娘离开。赵祯心疼地把小狮子抱了起来。放心，小狮子不会离开爹娘，哪里也不会去的。真的？真的。谁分开咱们父子，爹爹就杀谁。爹爹，那杀了二叔吧。爹爹不杀二叔吗？爹爹现在也没有权利，要你皇爷爷答应才行。那等我长大了就杀了二叔。小狮子，这话不能当着外面的人说啊，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也不能说出来，明白吗？爹爹，我知道了。小狮子的小脑袋瓜里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不能说，可以做，只要谁都不知道就好。赵祯把小狮子哄睡之后，今晚我就不回来了，让这小子今晚陪着你吧。听小狮子的话，是肃国公给二皇子的建议，这事是潘家是主谋。潘家的心大了，潘家有潘侧妃的肚子，心里有了其他念想，
想要蛊惑二皇子很正常。痴心妄想，老二也是个蠢，直接被潘家当枪使。二皇子可不蠢，他未必不知道苏国公的打算，只不过两个人现在是各取所需。不过与虎谋皮罢了，这事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好，赵真，重点查一下使臣他为什么要答应只要质子？那1000万两白银到底是谁打算出的？你要是查出来，还能给国库创收呢。是了，还有这一茬呢。正巧我打仗没银子，现在倒是来了。这天，长安城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二皇子被蛇给咬了。好在经过太医的诊治，命是救下来了。只是二皇子毕竟中过毒，以后会对寿数有影响。然而，二皇子府就像是走了霉运一样，怀孕8个月的潘侧妃早产了。经过了1天1夜的生产，潘侧妃最终生下个男胎。只是几个时辰，男胎就死了。潘侧妃也因为这次生产损坏了身子，以后子嗣艰难。陛下，你一定要为皇儿做主啊！你要朕怎么做主？陛下，敏儿一定是被人害了。现在寒冬时节，好好的府中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出现一窝蛇？一定是有心人指使的。淑妃，你想说是谁指使的？陛下，一定是有人看敏儿挡了那人的道，他才会如此狠辣。还有，不光是敏儿，还有潘侧妃，他好好的进宫就滑倒了，一定是有人故意安排的，故意针对敏儿，我让他有子嗣呀！陛下，这都是阴谋，有人要害敏儿，请陛下彻查，还敏儿一个公道。淑妃，你不就是想说东宫指使的吗？臣妾不敢。不敢？朕看你敢得很呐！陛下，敏儿出事，得力的就是太子，臣妾这么怀疑，有什么不对？淑妃，你还真看得起自己。平王能挡着太子什么路？他不过是个王爷，也配太子对他动手？可笑，可笑至极！陛下，如今太子已经接管朝中政务，平王一个闲散王爷，太子犯得着对他出手吗？况且，朕已经派了暗卫查了，二皇子府中守卫森严，没有外人进去。可是蛇都是冬眠的，怎么会好好的出现？这太不寻常了。皇上也很疑惑，但他查了，毫无头绪。那只能怪平王运气不好。难道这事儿真不是太子做的？陛下，那潘侧妃滑倒之事，一定是有人指使。淑妃，现在整个后宫都是你管的，后宫的人都是你的人，就是这样，你都保不住你的儿媳妇和孙子，那能怪得了谁啊？陛下，若是臣妾查出了背后指使之人，臣妾能处置吗？要有真凭实据。是，陛下。此时，小狮子咧着小嘴，高兴地整理书籍。小狮子，你好像很高兴。没有，我没笑。唉，真不愿意回家。小狮子扭头，为什么呀？我家的气氛很不好，爷爷和爹爹进来总是沉着一张脸，很吓人的。既然他们在生气，你就躲着他们点儿。大姑姑没了孩子，我听祖父和祖母说，要让小姑姑替大姑姑生孩子，还能替别人生孩子？我也不知道，大人说能，那就是能吧。我二叔不是好人，你告诉你小姑姑不要答应。本来是2个小孩子的无心之语，却是让回来取东西的谢玉安听了个清楚。他当然知道潘元白口中的小姑姑是谁，那是被太子退婚的潘艳茹。说起来，他之前之所以被退婚，还是因为他的原因。谢玉安想到，因为他的原因，让潘艳茹陷入如此境地，心中很是愧疚。参见太子殿下。子安不用多礼，子安，你过来看看这个。谢玉安接过折子，看到上面的数字，吓了一跳。殿下，这是台州？没错，就是台州上下官员贪污的赃款。他们和台州富商勾结外地，敛财如此地步，竟然不把1000万两银子看在眼里。太子，台州那边求到了哪位大人疏通？想必子安也没想到，那人正是肃国公。殿下，肃国公这个人轻易动不得。子安不妨仔细说说。殿下，肃国公对吏部和工部2位尚书都有知遇之恩，前朝选拔的地方官员暗中都记着肃国公的好，前朝的旧臣不清算清楚，就不是动肃国公的时候。看来还得留着那老家伙。殿下正当年，不必急。就算不动肃国公，那台州那些从上到下的贪腐之人也绝不能轻饶。殿下，既然查到了银子，即可直接定罪。正好萧豪爷正在台州，由他亲自督办此事，正合适。这个主意不错呀。这样一来，就算和梁国对战的银子也有。殿下，还有半个月就要过年，胡人或许会在咱们过节之时出兵，殿下要早做打算。王将军已经做了部署。殿下，臣偶然听到肃国公有意让潘四小姐入了二皇子府。
肃国公这是想一条道上走到黑了。殿下，想必你已经知道臣与潘四小姐的事。哦，子安，你是想娶了潘四小姐啊？殿下误会了，臣现在已成废人，怎可耽误潘四小姐青春？况且，臣自始至终都不曾喜欢潘四小姐。赵祯看着如此俊逸的谢玉安，想起了他曾经和婉婉在燕北城一起渡过难关。赵祯这心没由来的就有点酸。潘四是想到了什么？怎么眼神如此恐怖？殿下，二皇子不能生出有潘家血脉的孩子。肃国公的野心昭然若揭，潘四小姐绝对不能入了平王府。子安可有什么好主意？殿下不如让皇后娘娘给潘四小姐赐婚，只要潘四小姐出嫁，问题迎刃而解。子安的主意不错。谢玉安离开立正殿的时候，后背都湿了。他觉得太子殿下今日看他的眼神有点吓人。走吧，去承恩殿看看太子妃。是。娘亲，藕粉圆子真好吃。软糯糯的好吃。此时娘儿俩的心情都很好，秦婉出手对付了苏老御史，又对付了潘侧妃，心情正美。小狮子放蛇咬了坏二叔，虽然遗憾没有咬死，但还是很高兴。赵祯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的是这副场景，一大一小，就像是偷了心的猫一样。爹爹，给你吃，很好吃的。这小子还真是个有仇必报的性子。这一点很像啊。不过这小子怎么想起放蛇的主意？赵祯把工人全部都挥退了。爹爹，你要和小狮子说悄悄话吗？小狮子，你告诉爹爹，那蛇是不是你放的？不是我，爹爹不要冤枉我。小狮子牢牢地记着只能做不能说的道理。真不是你？不是我。好，以后无论谁问你都不要承认，明白吗？小狮子点头。爹爹，是甜汤，很好吃的。马上就要过年了，今年宫里是怎么安排的？是宫宴还是家宴？父皇交代了，今年就只有家宴，也让那些大臣在自家过个好年。赵祯之前查姚家的事，发现疑点重重。虽然没有找到姚家换孩子的确切证据，但是姚家的种种行为确实是非常可疑。怎么了？可是前朝又有什么难事？说出来也无用，反倒是让你也添了烦恼。说不是大事就说说呗，一人计短，两人计长。是啊，爹爹，你说说呗，小狮子也能帮上忙的。之前小狮子不是说过四皇子的事吗？姚家确实可以。姚长风的孩子碰巧也在四皇子出生那日出生，太巧了。他那姨娘死的蹊跷，已经找仵作验过骸骨，他的肚子确实是被人剖开，开腹取子，这些都和小狮子说的对得上。这说明姚家在德妃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准备。当初接生的稳婆已经死了，稳婆的家人也都失踪了。现在的证据不足，都是推断而已。就算说出来，姚家也会推个干净。说是换了孩子，那带孩子进宫又带着孩子出去，一来一回都会有很大风险。宫中一定是有人接应，否则这事成不了。是，后宫是淑妃管着，她的嫌疑最大。可是她有什么缘由去帮助德妃呢？难道淑妃有什么把柄在德妃身上？或许是淑妃的把柄在商郡主身上。爹爹，娘亲，淑妃奶奶给一个叫郡主的人磕头了。磕头？就像我给皇爷爷磕头那样。赵祯，淑妃和商郡主从前就认识。淑妃她原来是商郡主的人，那她这么多年陪在父亲身边，就值得深究了。小狮子，你说说，你还知道什么？小狮子毕竟还小，你问他，他不一定知道那事儿是有问题的。只有听到他知道的关键词，他才能说出来。因此赵祯这时候这么问，完全没有结果。秦婉眼珠一转，把小狮子的玩具拿了出来。小狮子，你看，这个小狗是淑妃奶奶，这个小老虎是德妃，这个小猪是四皇子，这个小熊啊是你二叔。你看他们谁和谁有关系啊？秦婉这么一解释，小狮子就明白了，他直接选了小老虎和小熊出来。他们俩是一对儿。秦婉以为小狮子不理解，好笑道：小狮子，你不能因为你喜欢虎头又喜欢小熊玩偶，就说这两人是一对哦。我知道他们是坏二叔和德妃，他们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意思你明白吗？小狮子总被质疑，也不高兴了。我知道他们和爹娘一样，都不穿衣服的抱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跟你娘的事。赵祯觉得这个儿子真的要好好的引导一下。我喜欢爹爹和娘亲，我不和你们睡的时候，就会让我的伙伴来看看你们。你那个能飞的鸟可进不来屋子里。我还有一群蚂蚁朋友呢。啊！小狮子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爹爹和娘亲是一对儿，一起睡觉很奇怪吗？以后不准让你那些朋友盯着我和你娘，尤其是晚上，明白吗？我早就不让我朋友盯着你们了，又没有意思。
你们除了总打架，别的也不做什么。现在都冬天了，我的伙伴好多都睡觉去了。以后东宫的卫生一定要搞起来，什么蚂蚁、臭虫的，全部都要清理干净，一个活着的动物都不能有。爹爹，你提着我转圈玩吧，爹爹太忙了，好久没有带我飞了。赵真看着这样的儿子，心中无奈，他把小狮子抛了2下，逗得他嘎嘎大笑。小狮子，以后小动物告诉你的话，谁都不能说，明白吗？和爹娘也不能说吗？除了爹娘，谁都不可以说。以后也不要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明白吗？其实赵真想多了，小狮子只对他感兴趣的人多关注。至于二皇子的事，因为他惹到了小狮子，这才知道了他的秘密。夜晚，小狮子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本事？这2个孩子生出来后，会不会和他们哥哥一样啊？秦婉刚才听赵真问小狮子，还有点心虚。说实话，他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件事很难解释的。至于小狮子为什么能和动物沟通，他也不清楚原因。现在听到赵真没有一直追问，秦婉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估计不会，哪能孩子个个都特殊啊？这俩孩子还是正常一些，不用像他们哥哥那么厉害的。你们呀，出生之后就乖乖的听哥哥的话，好不好？你现在说这些早了吧？他们又听不懂。赵真想到了二皇子，叹了一口气。小时候二弟也是很乖的，现在竟然做出如此有违人伦之事。那你要怎么办？直接告诉皇上，他会信吗？先不急，先把淑妃的身份曝光，再把换孩子的事情查出来，到时候让父皇对商郡主那老女人起了戒心。至于二弟和德妃的事，先不说，我怕父皇的身子受不住这个刺激。赵真说出了他的隐忧，秦婉倒是希望赵南萧知道，这样没准儿那老家伙就一命呜呼了。好，都听你的。好了，天不早了，睡觉吧。赵真今晚被小狮子放的2个雷炸得不轻，早就忘了他今天吃醋来着。娘娘，不好了，刘福海被带走了。万嬷嬷，你说清楚是谁带走了刘福海？娘娘，是太子的人带走的。好啊，东宫还敢在这个时候来招惹我，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万嬷嬷，你带着那份口供和我去太极殿找皇上去。娘娘，那口供中有些话，陛下也许不会信的。哼，虽然人已经死了，但也能让皇上对东宫的印象差几分，甚至在皇上心中埋个钉子，对咱们来说都是好事。是，娘娘英明。很快，淑妃就带人去了太极殿。陛下，请给皇儿做主啊！好好说话。陛下，臣妾已经查清，害了潘侧妃早产的真凶就是太子妃秦氏。淑妃，你说的可是真的？朕和你说过，你可以查，但是要有确切的证据。陛下，这是臣妾审问出来的口供，请陛下阅览。冯顺，呈上来。是，陛下。皇上打开卷宗，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口供，片刻之后，皇上才开口问：淑妃，这口供中的太监徐海和东宫有什么关系？陛下，那徐海的干爹就是首领太监何环，而何环和东宫的高公公交往过密。淑妃，朕说过，要确切的证据，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你的猜想。陛下，臣妾没有，臣妾愿意和太子妃亲自对质。况且徐海虽然已死，但是何环还在，他就是人证。陛下，臣妾是陛下亲自封的淑妃，又待皇后掌管后宫公权。太子妃就算不敬我这庶母，不给臣妾请安，这些事情臣妾都可以不计较。可是她不该对潘侧妃出手，害得我的孙儿一出生就断了气。陛下，那是淼儿的第一个孩子呀，就这么没了。陛下，淼儿现在又中了毒，虽说那蛇毒已经被解了，可是到底伤了身子，淼儿以后能不能有子嗣都是未知数呀。陛下，淼儿也是您的儿子，您就真的不能疼一疼他吗？冯顺，你去东宫一趟，把太子妃和高公公都传过来。是。秦婉听到皇上要见他的时候，还很奇怪。冯公公，父皇单独召见我，太子不在吗？陛下宣娘娘和高大办觐见。好，冯公公稍等，容我换身衣服。是，娘娘不必着急，咱家等着就是。秦婉给平婆婆使了个眼色，然后就让妙玉和妙音帮她换衣服去了。平婆婆把准备好的银子拿出来，塞在冯顺的手中。冯公公，不知道皇上见我们娘娘是何事啊？淑妃娘娘也在，为的是潘侧妃之事。多谢公公。平婆婆立即让小太监去给赵祯报信。儿媳给父皇请安。奴婢给皇上请安。给太子妃赐座。是，陛下。谢父皇。秦婉坐在椅子上，正巧对上淑妃的眼睛，
他微微一笑，这个太子妃太嚣张了，皇上也是，不是来审问太子妃的吗？为什么要给他赐座？真的好气啊！太子妃，这次叫你来是有事问你。是，父皇请讲，儿媳一定知无不言。淑妃查出潘侧妃当日进宫请安的路上滑倒是人为的，她怀疑这事儿是你干的，你可承认？父皇，这事与儿媳无关，儿媳冤枉。淑妃，你不是想和太子妃对峙吗？她现在来了，就没有这么偏心的。太子是宝，我的儿子就是草，是吗？秦婉看着气鼓鼓的淑妃，心中也很疑惑，今天的皇上貌似比从前顺眼了些许。淑妃娘娘有何证据证明潘侧妃早产之事和本宫有关？太子妃，别说你对潘侧妃的肚子没有想法，你应该早就想除掉老二的孩子了吧？淑妃娘娘，今早是不是吃了太多的盐，还是食用了麻风散？太子妃，你这是何意？娘娘是不是太闲了，或者疯了，开始说胡话了？淑妃娘娘，本宫与潘侧妃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本宫又不是二皇子的正妃，潘侧妃生不生孩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会没有关系？淼儿若是没有了儿子，那他……想到皇上对太子的偏袒，淑妃说不下去了。淑妃娘娘也觉得您刚才的话站不住脚了吧？淑妃娘娘对二弟全爱子之心，我这做小辈的都很是动容呢。潘侧妃自从有孕之后，淑妃娘娘每半月就要召见潘侧妃进宫，这份关心我看了都很羡慕。只是我也没想到潘侧妃的肚子都8个月大了，淑妃娘娘还要坚持让潘侧妃请安。其实淑妃娘娘就算是着急着见孙子，也可以等1-2个月啊。这隔着肚子看孩子总是不真切。像母后这一点就做得很好啊。本宫刚一怀孕就免了我去坤宁宫请安一说，这点淑妃娘娘还是要向母后学一学。太子妃，你不要再狡辩了，就是你派人动的手脚，是你派了太监徐海在潘侧妃请安的路上洒了水，以至于路面光滑，潘侧妃才摔下轿子。徐海这是何人？哼，你不要再狡辩了，徐海的干爹何环已经交代了，就是东宫大办高公公指使的徐海。陛下，臣妾恳请陛下恩准，让何环进殿来对质。冯顺，去把何环带过来。是。高公公，你有什么想说的？陛下，奴婢冤枉了。奴婢是认识何环，但是他的干儿子徐海是真没有接触过，又怎么会指使他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呢？请陛下明察。真不是你做的？陛下，奴婢真的没有。好，那就等何环来了，和你亲自对质。陛下，太子殿下到了。皇上瞪了一眼秦婉，才道：请他进来。太子怎么这么快就来了？难道刘福海招了？赵祯进来之后，见到秦婉安稳地坐在椅子上，松了一口气。儿子给父皇请安。太子，这个时候你不去处理国家大事，来这儿干什么？皇上当然知道赵祯的来意，他就不爽他偏疼媳妇儿，没事就刺他几句。赵祯也不恼，媳妇儿没事，让老父亲过一过嘴瘾，无伤大雅。父皇，儿子听说淑妃娘娘猜测二皇子府的侧妃滑胎和东宫有关系，也前来听一听。现在事情还没有定论，只是太监何环的证词，需要和东宫大办高公公好好的对质一番。若是这样，姑爷正好来听一听何环的证词。赵祯在太极殿的姿态就很随意了，他直接搬了椅子坐在秦婉的身边。皇上随意的扫了一眼，在心中哼了哼，当作没有看到。赵祯的手悄悄地握着秦婉的手，秦婉瞪了一眼赵祯，都这个时候了，这个人还能闹他？赵祯却只觉得秦婉有趣，他的嘴角微微上翘。皇上突然就后悔答应让太子进来了，完全是在辣他的眼睛。人呢？怎么还没带上来？陛下，奴婢过去催一催。快去！这时候殿外传来了冯顺的禀报声：陛下，何环带来了。带进来。很快，一个浑身是伤的太监就被带了进来。淑妃，这就是你说的证人？父皇，这人怕不是屈打成招的吧？淑妃没有想到刘福海下手会这么狠，她心中暗自恼怒。陛下，臣妾也不知道何环伤得如此重。我有罪，我有罪。淑妃，这就是你的证人，朕瞧着他好似傻了呢。何环，可是你受到高大办的指使，让你的干儿子徐海陷害潘侧妃。何环好像是受了指令的机器人一样。是高大办指使的，是太子妃指使的，是太子殿下指使的。陛下，何环已经交代了。淑妃，你这是把朕当傻子耍吗？竟然如此欺骗朕！这时候又开始猛烈的咳嗽起来。赵祯立即起身，来到皇上的身边，给他拍背。父皇息怒，身子要紧。陛下，妾身也是受了下面奴才的蒙蔽，是刘福海，是他给了臣妾证人的口供，臣妾看了才会找陛下做主，这才怀疑了东宫。陛下，臣妾也是受到了蒙蔽呀。陛下若是不信任臣妾，可以把咸福宫的太监总管刘福海叫来，陛下可以亲自问他。不过，陛下若是要见刘福海，还要问太子殿下。臣妾的太监总管被太子殿下抓走了，咸福宫的工人被你拿了。父皇，儿子也查到了些事，本来没想今天说的，毕竟也快过年了。快说。父皇，
儿子查到当初德妃娘娘生的女孩，现在宫中的四皇子是广陵侯世子姚长风的孩子，而姚世子的孩子之所以能换进来，就是掌管后宫的淑妃娘娘帮的忙。淑妃的心一沉，她心里只有完了2个字。太子，你说的可是真的？父皇，这事儿子早有怀疑，一直在查。姚世子孩子出生时间太小了，德妃意外早产，姚世子妾室也才8个月就突然生产，本就不正常。最后儿子派人验了那妾室的尸体，发现孩子是被剖腹取出来的。皇上自从上次小狮子说不喜欢四皇子，又说他不像自己的时候，心中就有了芥蒂。他那时候也疑惑，他有过3个孩子，还有个大孙子，唯独见到四皇子这个小儿子不亲切呢。现在看来是血脉的天性使然。那换出去的孩子如何了？皇上1个女儿都没有，也是有点期待小公主的。父皇，那个孩子也死了。皇上眯了眯眼，早就该想到的。那个女人既然都敢换孩子，又怎么能让她活着？可是那孩子也算是她的外孙女，她竟然如此狠心。太子、太子妃，你们全都下去。是，父皇。赵祯离开之前，从怀中取出了一份口供，交给了皇上。皇上只是把东西放在一边，没有打开。等人都离开之后，他才将锐利的目光看向淑妃。淑妃啊，朕自认这么多年对你不薄，没想到到头来你竟然还是偏向他的。陛下，您知道臣妾是郡主派来的？是，从你出现在朕面前的第一眼，朕就知道了。为什么？陛下为什么没有拆穿臣妾？淑妃没有想到，她被人要挟的把柄根本就不是把柄。若是早知道，她根本就不会参与商郡主的谋算。为什么拆穿你？从前的你也算是乖顺，那时的你是我和他之间唯一的牵扯了。只是没想到你还是想着你从前的主子竟然做出换子嗣之事。淑妃呀，你就真的不为了冕儿着想了吗？陛下，这事是臣妾一人所做，绝对与二皇子无关，请陛下不要厌弃冕儿，她是无辜的。说吧，今日的事除了和缓，有没有别的证据证明秦氏对潘氏动的手？臣妾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有奴才交的那份口供。臣妾听到太子把刘福海抓了，这就慌了，这才做了糊涂事。淑妃自知她不能全身而退，那就不能把东宫得罪死了。况且之前秦氏说的不错，她不应该总是宣召潘氏进宫请安。陛下，臣妾有罪，请陛下责罚。淑妃，换子之事，德妃是否知道？淑妃摇了摇头。当晚德妃是难产，产后她人就昏迷了，就连孩子都没有看一眼。至于之后商郡主有没有告诉德妃，臣妾也不知道了。皇上，臣妾愿意把当晚参与人员的名单叫出来，请皇上宽恕臣妾。臣妾只是被郡主拿住了把柄，不得不做。淑妃，你要知道，祸乱子嗣可是大罪，况且他想谋的可是朕的江山，换了四皇子只是第一步。朕这么多年待你不薄，可你还是背叛了朕。淑妃最后给皇上磕了一个响头，是臣妾对不住皇上，臣妾自知死有余辜，请陛下照顾好冕儿，保他平安到老。平王也是朕的儿子，只要他安守本分，朕自然让太子保他周全。谢陛下隆恩。回咸福宫吧，等朕的旨意。是。很快后宫的人都知道了，淑妃被赐了白绫，德妃居住的永和宫也被围了，宫外的广陵侯府也被禁军围了，广陵侯府的主子都被抓到了天牢里。普通百姓都很好奇，老皇帝为什么发怒？朝中的大臣都懵了。还有5天就要过年了，皇上这是要干什么呀？也不知道是谁趁乱把皇上和广陵侯年轻时候争夺商郡主的消息散播了出去。另外再有心之人引导，立即就有了皇上心中狭窄、公报私仇、滥杀无辜等等罪名出来。皇上从前想要掩盖的黑历史又被翻了出来。皇上没有提前公布姚家的罪责，就是想看看暗中到底还有哪些人和姚家勾结在一起。过年那天，安国公和顺国公一家都来皇宫参加了家宴，只是这顿家宴也不是很愉快。家宴吃到了一半的时候，皇上和太子被宫外传来的800里加急叫走了。原来胡人真的在年前进攻了北地的城池，好在王将军早做了准备，如今两军已经交战。朝中的重臣因为这一场战，除夕那晚又被请进了皇宫。东宫小狮子因为过年有了半个月的假期，他白天的时间就多了。娘亲，爹爹怎么会这么忙呢？小狮子，爹爹现在很忙，你要快点长大，以后就能帮爹爹忙了。娘亲，我今年已经4岁了，我是大孩子了。乖。谢夫子留的作业你写了吗？没有。这么理直气壮，谁给你的勇气啊？小狮子，还有10天就要上学了，你是不是要写功课了？那好吧，我写先生安排的大字。叶良，去把皇孙的课本带过来。是，娘娘。
高伯，姚家的事，前朝有什么风声吗？太子妃，奴婢还真派人关注了。我听说商郡主不在刑部的监牢中。哦，他不在，那姚家其他人呢？姚侯爷、姚世子都在。难道是父皇他？怕是皇上有其他的安排。这都是什么时候，他还这么糊涂？皇城之内有多少家替广陵侯府求情？夏家是什么反应？娘娘，夏老大人下了命令，因此夏家的二位爷倒是没插手，也没上折子。倒是夏大公子可能因为和姚世子关系好，一直在打听姚家的事儿，在尽力奔走。哦，夏一之。对，哼，夏老大人还真的是老狐狸啊！姚家若是真的有罪，那夏一之也是出于和姚世子的同窗之情，孙辈的孩子胡闹罢了。若是姚家无罪释放，那夏家和姚家继续交好，毕竟夏家第3代的话事人亲自出马，他足以代表夏家。是，娘娘聪慧，一下就看出来。我都能看出来，这别人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啊？这就是夏老大人的阳谋了。不管结果怎样，夏家既全了世家之间的情谊，又不得罪皇上。是啊，到最后夏一之重情重义的名声，那也有了。秦婉想到之前安排的事，又问：徐海和何环的事都处理妥当了吧？回娘娘，徐海的家人那边已经暗中送了银子。没想到他会自杀。娘娘，徐海已经得了绝症，他用自己一命换了家中父母和弟妹的富贵，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何环在皇庄还好吧？好，娘娘放心，皇庄那边已经安排了小太监照顾他，还给他请了大夫，身上的伤啊都好的差不多了。那就好，派人都盯紧着点，不能让给咱们办事的人寒心。是，娘娘说的是。对了，二审的铺子准备怎么样？娘娘，安国府派出来的大掌柜，我瞧着也是个厉害的。现在他那边已经按照娘娘画的图纸找匠人做了，并且铺子都已经选好了，距离西市那边不远。行，若是二审有需求递进来，也立刻禀报给我。是。高公公离开之后，秦婉又转悠的走了几圈。现在赵祯不让他为了外面的事情烦忧，就固执的不让他知道。秦婉对于如此大男子主义的赵祯也是很无奈。肃国公府，父亲，不好了，辽西那边的产业暴露了，咱们怎么办啊？肃国公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梁丽，你来看看这个字。父亲，这是何意？难道咱们家只能忍？世子，从前是咱们急躁了。父亲，我现在才看出来，夏家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咱们家和姚家都太急了。父亲，您打听出姚家到底犯什么事了？姚家犯的是死罪，诛九族的死罪，谁都救不了。爹，你快说说，到底是什么事啊？四皇子不是皇上的儿子，德妃之前生的是个女娃，四皇子是姚长风的孩子。现在替姚家求情的人家都不会有好结果，咱们家也不用参与了，明白吗？是。至于辽西的产业，既然被太子发现，那就全都放弃，断尾求生。父亲，那边可是还有近80万两银子呢，这笔钱……世子，是区80万银子重要，还是肃国公府重要？当然是国公府重要。世子啊，你要学会一点，钱是赚不完的，没有辽西，咱们还有南面，不要为了蝇头小利，把家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是，父亲教训的是。父亲，你说二皇子被蛇咬了，是不是太子动的手？咱们前脚才和二皇子提议让皇孙当质子，二皇子后脚就被咬了，大妹妹好好的男胎就这么没了，咱们家辽西的产业就被端了，还有咱们依靠的二皇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颓废的不成样子，淑妃娘娘也这么没了。父亲，这是不是太子的反击啊？太子这人太难对付，咱们从前认为二皇子能扶起来，现在看来二皇子完全不是太子的对手。父亲，太子手底下到底都是什么人？为什么消息这么灵通？到底是什么能人在帮衬他？潘世子从前还真没把武将出身的赵祯放在眼里。肃国公怀疑赵祯在暗中有一对密探。他是太子，手底的能人多了。总之你以后办事要格外小心，不该说的在外都不要说，明白吗？是，父亲。那四妹妹还要送到二皇子府吗？送什么送？二皇子他也配？肃国公觉得之前他就是押错宝了，不应该听大女儿蛊惑的。以后你好好的对元白，他既然和皇孙交好，将来或许也是个出路。父亲，元义可比元白优秀多了，那也要皇孙喜欢他呀。其实肃国公想得太美了，小狮子已经盯上他了。对于他讨厌的人，他将没有秘密，他们潘家的家底会一直缩水。太极殿，赵祯把调查姚家的卷宗呈现给皇上。父皇，这些都是和姚家有勾连的官员。皇上接过卷宗，仔细地翻了翻。不错，调查得很详细。父皇，这是刑部拟定的处决方案，您看看是否可行？你看过了吗？
儿子觉得可以这么办。皇上看过之后，看赵祯的眼神带着欣喜。太子，这次你做得不错，没有赶尽杀绝。姚家的事不适合牵连太广，若是把官员都杀了，对咱们皇家也不好。是，父皇说的是。现在民间对姚家之事颇多猜测，对姚家的判决还是要早日定下。赵祯当然知道商郡主不在监牢中，不过不管怎么样，商郡主这人都不能活。就算父皇放过他，赵祯都不打算让他活着，偷偷动手即可。赵祯也在小世子那里学到了个思路，那就是啥也不说，干就完了。赵祯有的时候都觉得他被自家儿子上了一课。父皇，现在长安城内已经有人提起了父皇和姚侯之间的事，姚家拖得久了，对父皇的名声不好。这事儿朕知道了。翌日大朝会上，陛下，姚侯多年来兢兢业业，且自从陛下进京之后也卧病在床，陛下可否念起从前的功劳，饶过姚侯？陛下，德妃育有4皇子，对皇室有功，陛下可否看在德妃的面子，放下当年之事，放了姚家？从前亲近姚家的官员，依然有些人没有看清楚形势，给姚家求情，而一些听到风声的官员则是闭口不言。马爱卿，你来说一下姚家犯了何罪？是，陛下。于是马尚书直接站了出来，把姚家换孩子的事说了一遍。姚家欺君罔上，祸乱后宫，用姚长风之子换了德妃产的公主，企图用姚家血脉替换皇室骨血，如今证据确凿。皇上看着下面不说话的臣子，心中满意。姚氏夷3族，3族开外，抄家流放。另外与姚家勾连的穆文林、曹官、吕阳泽等人，全都抄家。男丁6岁往上斩立决，女眷冲入教坊司。陛下，陛下，臣冤枉了，臣和姚家毫无关系啊！拖下去。其他大臣大气都不敢喘了，他们倒是老实了一些，不敢挑衅皇上了。苏国公站在一旁，擦了一下脑门上的冷汗。他突然发现，从前他太轻视赵南萧了。皇上有军队有兵，就算没钱，但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可以抄家，把你的钱光明正大的抢过去。他们前脚暗中和皇上对着干，后脚皇上就能抄家。苏国公也意识到了他们之前的行动有多冒险，好在他是找的2皇子出面，否则现在被抄家的就是他们潘家了。皇上退朝之后去了后宫，在一间僻静的宫殿内见到了一身素净的商郡主。你来了。你们都退下。冯顺不是很放心。陛下，退下。冯顺只能带人离开。你终于想见我了。为什么？赵南萧，你不觉得你问这话好笑吗？这天下本就是我们商家的，你们赵家不过是乱臣贼子，你们是小偷，偷了我商家的王朝。商梦溪，不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不也肖想着商家的王朝吗？只不过姚恒那人没那本事，帮不了你罢了。赵南萧，你果然知道我的心思，既然知道，你就能猜到我为什么那么做。若是当年你能说出……怎么？你是想说，当年我告诉你实情，你就能替我打了这天下？赵南萧，别搞笑了。那时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侯府世子，还是个不被朝廷重视的侯府。你们侯府自己生存都困难，能够帮得了我什么呢？若不是秦氏拿出能爆炸的火药，你想打开长安城的大门，做梦去吧！好气呀！不管怎么说，这天下是我们赵家的了。哼，运气好罢了。那孩子是真的体弱不能活。赵南萧，你以为我能让那孽种活着吗？我告诉你啊，是我亲手捂死他的。皇上虽然猜到了，但亲耳听到的时候，心中还是很痛的。你真的太冷血了。冷血？可真是好笑。恶心的事情都让你做了，现在你还有脸说我冷血？你明明知道湘俊是我的女儿，是给你儿子选的太子妃，你这丧心病狂的伪君子，竟然……剩下的话，商郡主说不下去了。当初明明是你亲口允诺我的，要让太子娶了湘俊，可是秦氏还是当了太子妃。朕是答应过，可是太子不喜欢湘俊，而且朕也没想到朝中会有那么多人支持秦氏。你不过是得到了我就不珍惜罢了。皇上看着眼前的女人，突然就释然了。他喜欢这个女人，或许是在怀念过去的青春吧。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有什么好怀念的？当初她能干脆利落的给广陵侯下药，说明这个女人就没有心。她和姚恒都是她手中的棋子罢了。朕再问你一句，德妃知不知道你换孩子的事？不，她不知道，那是我和淑妃一起做的。湘君那个时候还昏迷着呢。好，那朕就饶他一命。姚家的后果是什么？姚家夷3族家产全部充公。赵南萧，你就是个伪君子，你恐怕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吧？等着我们犯错，好接收姚家的财产，
你当初那么容易答应我，亏我还觉得你对我余情未了，原来这不过是你的计划罢了。商梦溪，朕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你们姚家要是安分守己，朕根本就不会对姚家出手。是你自己太贪心了，淑妃一直都是你的好奴婢。既然你们主仆一场，你也该下去陪她了。你，赵南萧，你真的要杀我？黄泉路上，你陪着淑妃最好不过。商郡主好似是被人抽走了力气，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赵南萧，我想要回到天牢中去，我要见我的丈夫和孩子。不必了。姚家做主的一直都是这个女人，她不想出现别的差错。皇上出了宫殿，冯顺，准备一杯毒酒过来。是，陛下。这事你亲自办，要亲眼看着他喝下去。是。1刻钟之后，冯顺带着几个小太监走进来。商郡主，请吧。商梦溪先是看了一眼冯顺，又瞧了一眼端着酒杯托盘的小太监，他的眼中划过惊喜。端过来。商郡主接过毒酒，一饮而尽。突然，商郡主感觉腹部一阵疼痛，然后便是如有刀绞一般。接着，她的嘴角冒出了黑色的血迹。那名端着托盘的小太监好似是吓了一跳的模样，他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之前拿着的酒杯。怎么会是真的毒药？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冯顺见这个小太监浑身发抖，就这点出息，不过是刺死个该死之人罢了。冯顺蹲下身，把手放在商郡主的鼻息处，发现人真的是死了，也放心了。走吧，把尸体运送到刑部监牢中去。是。这时候，在隔壁的小狮子好奇地看着赵真。爹爹，那人要被送走了吗？送走了。那他是大坏蛋吗？当然。赵真把儿子带过来，就是怕皇上对商郡主留情，带着儿子，他不必近身，也能听到父皇和商郡主的谈话。让赵真没有想到的是，商郡主这个女人这么能钻营，他父亲才一打入长安来，那女人就攀上来了。要不是后来他把姚湘俊送上他爹的床榻，破坏了两人的感情，赵真不确定父亲会不会被那个女人给迷惑。商郡主刚才喝的那杯毒酒是赵真亲自准备的，就是怕中间出了差错。这皇宫毕竟从前是商家人住着的，他既然从前就存了取而代之的想法，那么宫中留下的探子想必也是有的。赵真不会冒这个风险，解决了一个大麻烦，赵真的心情大好。走吧，爹爹带你去骑马。太好了，爹爹，我要最威风的马。赵真直接抱着儿子去了皇家马场。爹爹，我要骑它。不行，池风太烈了，爹给你找个温顺的。爹爹，他会听我的。说完，小狮子示意赵真放下他，然后赵真就看到小狮子飞快地向池峰跑去，而烈马池峰竟然主动卧在地上，让小狮子爬了上去。不愧是我儿子。赵真看到小狮子神气地骑在马上，那一副傲娇的小模样，也是翘起了嘴巴。爹爹，从前萧伯伯抱着我骑马了，我们就好像是在飞一样。赵真闻言有些过意不去。那小狮子还想不想感受飞一样的感觉？爹爹也可以办到哦。好呀好呀。赵真一个翻身就骑在了马上。池峰立即奔跑起来。驾！池峰的速度更快了。飞了！顿时马场上都是小孩子的欢笑声。永和宫，德妃从年前就被圈禁在永和宫，她一直想找机会见皇上，可是皇上根本不见她。这时候殿门突然打开了。嬷嬷，你听，是不是殿门被打开了？娘娘，奴婢这就过去看看。不，我亲自去，一定是皇上来看我了，一定是皇上。德妃脚步踉跄地跑出去，发现只是几个太监。皇上怎么没来？葛公公，皇上呢？皇上当然是在太极殿。葛公公您见谅，我们娘娘也是心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姚家用姚长风之子换了德妃生的大公主，现在姚家已经被判了死刑。这不可能，四皇子怎么能不是我的儿子？柳嬷嬷，他们骗人对不对？他们说的是假的对不对？柳嬷嬷身子僵硬，她只知道2个字：完了。柳嬷嬷，你说话呀！我生产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在我身边吗？你早就知道。请娘娘责罚。嬷嬷，为什么？葛公公，那我生的公主呢？我的公主呢？小公主被广陵侯夫人亲手捂死了。娘，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柳嬷嬷，你知情不报，并参与姚家密谋，跟我们走吧。葛全回到太极殿，把在永和宫的一切都和皇上描述了一遍。许久之后，皇上才开口：德妃也是这事的受害者，把围在永和宫的人都撤了，另外派一批新的宫人给德妃送去。是，陛下。很快，宫中的人都知道了德妃的娘家出事了。
德妃成功解禁，一点事都没有。赵祯带着小狮子回了东宫。娘亲，爹爹今天带我骑马了。娘亲，石峰的速度很快，就像是在飞一样，很好玩的。过来，娘给你擦一擦脸。小狮子停下。娘，等你生了弟弟，我也带你去骑马。赵祯看着臭屁的大儿子，这小子说的好像是他会骑马一样。好，等到弟弟妹妹出生了，小狮子可是要当个好哥哥。娘，弟弟们什么时候出来？弟弟们也太慢了，我都等了好久了。差不多还要5个月左右。哦，那还要好久呢。陛下，皇宫那边传来消息，皇上没有责罚德妃，也解了德妃的禁。姑知道了。宫人退下去之后，秦婉才开口：父皇对德妃还是有感情的。父皇喜欢那就养着吧，给父皇当个吉祥物。北地怎么样了？王胜将军是否能抵挡得住？胡人那边也有了炸药，王胜那边也是很有压力。想到北地缴获的80万两银子，即使补上了军需，不用从中央调集。他看了一眼小狮子，还多亏了这小子提供的消息呢。我早就猜到火药只要一出来，就会被别人给学了去。那东西只要知道配方，他们自己研究配方总会研制出来的。是。所以现在咱们的优势不明显了。见秦婉好像很担忧的样子，他又安慰：不用担心，现在只不过是双方都站在公平的局面上。从前咱们占了先机，胜利才那么顺畅。我年前交给你的大炮图纸，现在做成什么样了？这事交给史册负责了，不如把他叫来问一问。好，看看他们有没有困难。遇到困难，你现在的肚子也出不去啊。是，不出去，那就让史册过来问问具体情况。很快，史册就被叫了进来。参见太子、太子妃。起来吧。大炮做的怎么样了？现在进度如何？回太子、太子妃，现在工匠已经加紧研制了。大炮的弹药有些困难，现在炮弹是从前手榴弹的几倍大，研究的时候都要小心，防止炸开。还有大炮的机身需要工匠的手艺要好，所以现在还在研发阶段。那就好，一切小心行事，注意不要有人员伤亡。是太子妃，属下会派人好好叮嘱的。史册，以后每隔半月就来东宫和太子妃禀报具体情况，到时候让玻璃作坊的管事也进宫来向太子妃禀报进度。是，太子殿下。赵祯挥了挥手，史册退出了大殿。也好，玻璃啊可是能够赚大钱的，早点造出来，你的私库也能丰盈起来。最近国库倒是充盈了不少。那钱也是国库的啊，虽然你是太子，你看看你拿出的那钱修宫殿，或者是用来享乐，那些朝中的大臣保准啊立马跳出来弹劾你。南边和北边都在打仗，我哪敢拿出来挥霍？这银子还要用来赈济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呢。爹爹，娘亲，银子很重要吗？当然，你吃的饭、穿的衣，是不是都要钱？以后小狮子不能浪费，要知道钱财来之不易，要珍惜。可是小狮子很小的，不用很多钱吧？那你可知，你每一餐都要花费数10两银子，可是贫苦人家，一年都花不上3两银子。可真，他们竟这么穷吗？是啊，燕朝的百姓都很穷。爹爹，我以后要让燕朝的百姓都变成有钱人，让他们安居乐业。好，真是爹的好儿子，有志向。皇爷爷，你怎么有空来看我呢？我来了，你不高兴？当然不是，皇爷爷是皇上，爹爹说皇爷爷很忙的。皇上满意了，儿子没在孙子面前拆他的台。走吧，去你们学堂看看。皇爷爷，我牵着你走，我带你去。皇上这时候觉得孙子这话痨的小毛病也挺好的，至少什么时候都不冷场，还能捧场。皇爷爷，这边走。皇爷爷，这边有台阶，你小心点儿。爷爷们都注意台阶呀。谢玉安知道皇上驾临的时候，快速的来到了学堂。微臣给皇上请安。谢亲不必多礼。皇上又开始扮白脸，没办法，儿子脾气太倔强了，不肯低头，只能是他这个老子来。于是现在朝中的局势就是赵祯当那把刀，皇上在后面拉拢。还别说，两父子现在配合的还不错。皇上明面上稳住这些老臣，私底下并不阻止赵祯。两父子这段太极玩得很好。坐在第一排的那个，你先过来。皇爷爷，那是陆敏之，他爹爹是户部尚书啊。陆敏之有点拘谨地走上前。外见皇上。不必紧张，朕来考考你，《弟子规》会背了吗？陆敏之虽然害怕，但是看到了熟悉的小狮子和谢夫子，还是背诵起来。弟子规，少人训，首孝悌，次谨信。陆敏之摇头晃脑的背诵，其中有记不清的地方，小狮子就在一边小声的提醒他一句。小狮子帮着同窗在皇上面前作弊，皇上自然也看到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他这孙子的记忆力这么好。皇上心中得意，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陆敏之背了一小半的时候，皇上就要停了。你很好，记性不错，先回到座位上去吧。
随后，皇上又随意的点了几个小孩，小狮子依旧像是个小大人一样给皇上介绍：皇爷爷，这是马子峰，他爷爷是刑部尚书。皇爷爷，这是蔡瑞鹏，他爷爷是工部尚书。皇爷爷，这是刘子轩，他父亲是刑部侍郎。跟着来的几个大臣都是惊奇的看着小狮子。皇上，小皇孙果然聪慧，竟然连同窗父辈的官职都能说清。我又不是傻子，知道有什么稀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肃国公很下不来台。他发现他和小皇孙很不对盘。皇孙殿下，你怎么能记住同窗的父辈的官职？是不是有人在偷偷教你啊？蔡尚书这话就很有争议了。小狮子，你过来，告诉皇爷爷你为什么知道。我本来就知道啊。那是谁教你的呢？不用谁教我，我自己就知道。孩子还太小，真是没有办法沟通。小狮子记得娘亲和爹爹教他的话，不能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白白的爷爷是个大坏蛋，他是不会说的。小狮子已经在等了，现在天气还没有暖和，他的朋友们还在睡觉，否则他一定要让他的朋友们帮他欺负回去。小狮子眨巴着大眼睛看着肃国公，心中已经在想，用哪个朋友帮忙了？是马蜂小珍去呢，还是要毒蛇小青好呢？肃国公被小狮子盯着，竟然有点后背发凉。怎么回事啊？小皇孙的眼神有点奇怪啊。皇上今天来也只是想让袁太师重点看一下小皇孙的资质，没想到大孙子还挺长脸的。他一点也不介意小狮子知道的这么明白，他这么小就知道同窗和他背后的家族，对于他长大之后当太子都有好处。皇上和赵祯一样，都在心中默认了小狮子就是赵家第3代的帝王。袁太师早就在暗中观察小狮子了，然后发现这小家伙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后来又主动的考教了小狮子功课，小狮子是学过的都记得。若是袁太师问到没有学过的，他就干脆说不会，很是理直气壮。袁太师最后也答应了皇上的请求，每旬来上2天课，教导弘文馆的孩子们。那些跟着来的大臣都是很高兴，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借着小皇孙的光了，能让袁太师授课也是十分荣幸。小狮子下学之后回到了东宫，和秦婉分享在弘文馆的趣事。娘亲，我今天很厉害哦。哦，你今天做了什么？今天皇爷爷带了好些大臣来弘文馆了，还考教了我们功课呢。那小狮子表现怎么样？我是皇孙，自然是最好的。不能撒谎哦，真是最好的。也不是，李弘毅也很厉害，他就比我厉害一点点。李弘毅的爷爷是中书令，他回家之后还会被他爷爷教导功课。我下午回来都是和虎头玩，所以他比我厉害。秦婉一愣，好家伙，这小子就连中书令家里的情况都知道。娘亲，皇爷爷给我们又请了一个夫子，是个白胡子的老爷爷，比皇爷爷还要老。那你可还记得他的职务？皇爷爷叫他袁太师，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他既然厉害，以后你可要好好和那人读书，明白吗？娘亲，我会努力的。现在学堂里的同窗以后都是我的臣子，我要比他们厉害，我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给我做事。小狮子，这是谁教你的？是你爹爹吗？还是皇爷爷？不是。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弘毅的爷爷教育他，让他刻苦学习，长大后有本事了就能周旋在皇上和其他大臣之间，来保证他们李家的权力不被吞噬。我觉得这话不是好话，对李弘毅好，对我不好。我长大了是要当皇帝的，我不能让李弘毅糊弄我，所以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功课，我至少不能比李弘毅差。娘的好大儿，还真是聪明。娘亲，你也就能再亲我3年了，以后就不行了。哦，为什么？哪里来的歪理啊？今晚没有忍住，又在小狮子的左右脸颊上亲了一口。小狮子嘴上拒绝，心里可是很欢喜的。夫子说的，男女7岁不同席，我现在4岁了，就剩下3年了。这个小机灵鬼。秦婉的心情起伏大，肚子里的小家伙也动了起来。娘亲，你的肚子在动。是啊，他们正在和小狮子打招呼呢。娘亲，我能摸摸弟弟吗？可以啊，
小狮子小心地伸出小手，轻轻地放在秦婉的肚子上，然后就感觉小手下被碰触了。娘亲，弟弟在和我打招呼。不等秦婉的反应，他把大脑袋凑近秦婉的肚子。弟弟，是我，是哥哥。秦婉看着这么温馨的画面，这一刻他切身体会到了他是真正的存在在这个朝代。秦婉有了归属感。娘亲，弟弟能听到我说话，我以后要给弟弟念千字文，你说好不好？当然好啦，弟弟喜欢你呢。初春时节，万物复苏，小雨淅沥沥的下。皇宫内，因为这一场春雨，院中的草木也冒出了点点绿意。承香殿内，还乡，你去坤宁宫一趟，替我送个消息，我要见姑母。居士放心，我一定会把消息送出去。皇后冒着雨去了承香殿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宫。太子妃，宋居士怕是不行了。宋芷柔的生命力很顽强吗？我都没想到她会坚持这么久。娘娘，皇后娘娘已经去了承香殿，咱们要不要派人听一听，他们都谈了什么？不必了，有皇后在，人一定不少。咱们的人不适合暴露，否则可能会引起其他麻烦。是，娘娘。以后承香殿的探子都不要动，也不要再派其他任务给那些人，就把他们当做普通工人对待，明白吗？是。姑母，你终于肯来见我了。你怎会如此消瘦？姑母，姑母。皇后的眼睛也湿润了起来。姑母，你还生芷柔的气吗？我真的……你们全都下去，关上门，走得远一点。徐嬷嬷带着人退了出去。柔丫头，姑母，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我真的好疼，好苦啊！柔丫头，你只要按时吃药，总会好的。姑母，我知道我好不了了。从前我总是装吐血，让表哥担心我，可当我真的每日咳血的时候，我才知道有多痛。侄女从前的病也是装的，她还以为她这些日子是犯病了呢。宋芷柔本来想让皇后怜惜她，可是她这话才说出来，却发现姑姑的眼神飘忽。宋芷柔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姑母，我知道我活不久了。皇后听到宋芷柔这话，心中又涌起了不舍来。傻孩子，不要说傻话，我这就叫太医来给你诊治。姑母，不用了，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几天好活了。徐嬷嬷，徐嬷嬷。站在门外的徐嬷嬷立即推门走了进来。皇后娘娘，奴婢在。快去把太医院的院正叫来，给柔丫头看病。是，奴婢这……宋芷柔急忙制止。姑母，不必，不必了。血，你吐血了。姑母，我只想好好的和你说说话，不要让太医来打扰我们。好好好，姑母在呢，我听你说话。徐嬷嬷见皇后没有让她出去，于是就留了下来。姑母，我自小就想当表哥的妻，可是我福气薄，不被姑父喜欢，这些都怨我出身低。宋芷柔这话可是在皇后心里插刀。姑母，我知道姑父从前就嫌弃宋家身份低，觉得我配不上表哥，就算表哥喜欢我，姑父还是想要拆散我们。可是姑母，我喜欢表哥，表哥也喜欢我，我们两情相悦，到底有什么错？难道姑父当年爱而不得，就不让表哥如愿？皇后听到宋芷柔的话，心中好像是被撕裂了一个口子。她知道她这么说，皇后以后和皇上别想好了。她卧床这大半年，真的是恨透了这个皇宫。她恨皇宫里的所有人，可是她最恨的人是姑母。自称待她比娘亲还好的人，竟然也舍弃了她，对她不管不顾，就这么放弃了她。姑母，我知道姑父是嫌弃宋家的女孩，再生下有宋家血脉的孩子。从前我的年纪小，看不清形势，以至于才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姑母，姑父若是嫌弃宋家女，他可以明说的，否则我当初也不会如此执着。或许姑父早早把我送出侯府，不给我和表哥接触的机会，我也不会情根深重，以至于后来不择手段。那样我是不是也成了别家妇？以我宋家钱财，也可以找个好夫婿。想必那时的我也已经有了孩子，子嗣环绕，像秦氏一样。姑母，我知道我配不上表哥，表哥已经爱上了秦氏，这些我都不争了。我知道我没有几天可以活了，我就希望姑母以后
能好好的活着。皇后听着宋芷柔这一大段话，内心复杂。她深深地看了一眼宋芷柔，她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懂，侄女的话是往她心里捅刀啊。不过她也说对了一句话，那就是赵南萧不想他的儿子再生下含有宋家血脉的孩子。姑母，我离开以后，希望姑母能照顾我爹娘。京城是个捧高踩低的地方，我爹无官无职，他虽然是国舅爷，可是京城的世家大族，又有哪个人把他放在眼里？表哥就算不喜欢我了，可是父亲是他的亲舅舅，希望姑母能劝一劝表哥，让他对宋家好点儿。姑母，我以后不能陪着姑母了，以后就让堂辈们多陪陪你吧。宋芷柔说了这么久的话，也是劳累得很。好在她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她虚弱地躺在床上，眼睛已经不看皇后，而是看着灰突突的房顶。柔丫头，可是宋芷柔好像是没听到一样，她轻轻地哼唱了一个小调，那是她从前常给表哥唱的歌。皇后这时候又心酸了起来，她对侄女的感情非常复杂，有怜惜，有痛恨，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她的内心急剧拉扯。柔丫头，我叫大郎来看你。不必了，我不想表哥见到我如此丑陋的模样。宋芷柔还是死在了那个雨夜，临死前做了她想做的，也就没了执念。秦婉知道宋芷柔死了，还特意观察了赵真好几天，然后发现赵真并没有什么异样。这日用晚膳的时候，秦婉又盯着赵真看。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没什么。那你这些天是怎么回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哪有啊？说吧，或者想问什么，你继续这样，我都怕你憋出病来。娘亲，你看了爹爹好几次，我都发现了。秦婉白了一眼小狮子，忘了还有这个小奸细在呢。娘亲，有话就说说呗，咱们是一家人，你有难处，我们都会帮你的。是啊，小狮子说的对，婉婉有什么请求，我都答应你。秦婉看了小狮子一眼，有孩子在，很不好开口。赵真顺着秦婉的视线，也看了一眼小狮子，知道他说的话不适合小孩子知道。你们两个是不是在想，等我离开之后，你们再偷偷说？哼，你们就算不当着我面说，我也能知道，我能知道很多人的秘密啊。小狮子，你还小，真的不适合什么都知道。那我也想知道爹娘的秘密啊！你们要是不想让我偷听，那就当着我面说呗。你太小了又不懂，我是大孩子了，啥都懂。秦婉很无奈，她觉得小孩子什么的有时候真的不好带。他愿意听，你就当着他的面说吧。赵真给秦婉使了一下眼色，想让他找个借口把小狮子骗了。只是秦婉没有懂赵真的意思，俩人联合骗儿子还没有默契。我就是想要问问，宋芷柔去世了，你的心情怎么样？表妹去世，说她没有一点影响，那是假的。不是对她余情未了，而是觉得她去世之后还是给宫里留下了后遗症。不知道她临死前和母后说了什么。总之赵真觉得父亲和母亲两人的关系更僵了，而且赵真也接到了消息，宋家现在的3个女孩都要进宫陪母后。赵真非常头疼，宋家的目的很明显，而母后答应了，那就是心里也有了打算。赵真忙着前朝的事就够头疼的了，他就想后宅能安静一些。可是现在呢，不仅帝后不和，两人还反而有了想打擂台的趋势。秦婉见赵真不说话，还以为他是伤心宋芷柔去世了。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这不是想着你俩从前。见到赵真锐利的眼神，秦婉的话说不下去了。我也不想知道了，我不问了啊。难道真的是因为怀孕了，激素紊乱才导致脑袋都出了问题？我竟然想问问赵真的真心，想要知道赵真对宋芷柔的感情，我在做什么呀？我难道在验证宋芷柔在赵真心中的地位，来反推自己在赵真心中的排行吗？我竟然在求赵真对我的真心。秦婉觉得最近安逸的生活让她逐渐失去了本心，她对她的好让她动心了，她好像是爱上了赵真。秦婉想到这里，慌乱地摇晃了一下脑袋。我不行了，我不能。秦婉慌乱地起身，我吃饱了。说完不看父子俩，直接向内室那边走去。爹爹，娘亲怎么了？她好像在害怕。赵真眯起双眼，见秦婉慌乱，她竟然有些开心。来人，把皇孙抱走。门外的小太监立即走进来。小狮子现在一脸的懵，他发现他还是不够聪明，他不知道大人的脑子中都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我还是要快点长大才好。
帮我去宜春宫，我要和虎头玩一会儿。是，皇孙殿下。此时，赵真有些激动地追进内室，她发现婉婉有向她敞开内心的迹象，她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秦婉见赵真进来，没有开口，而是转头不看她。怎么了？没什么。婉婉。赵真伸手把秦婉的脸摆正，让她看着自己。秦婉看看赵真，发现他真的好帅，很有男子气概。这样的他，要比他在学校中遇到的任何男生都帅气。赵真被秦婉盯着，看着他满眼都是自己，他微微翘起嘴角，然后一歪头擒住了秦婉的嘴角，麻酥感占据身体。意识到他还怀着身孕，他推开了他。孩子，婉婉，我心悦你。你不是……嘘，听我说。赵真调整了一个姿势，他也顺势躺在了床上，又帮着秦婉换了一个不累的姿势，让她半靠在他的胸膛上。你愿意听我讲我的故事吗？好。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想问表妹在我心中的地位。曾经我以为我心悦她，可是我发现咱们成亲之后，我在打仗那2年，我想起最多的女人是你。秦婉的身子一僵，但内心却是雀跃起来。你没骗我。我没骗你，不知道是因为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还是其他。我承认，我想起来的人都是你。表妹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从小她喜欢缠着我，大房没有女孩子。我和三弟从小就习惯照顾表妹，有时候也会觉得表妹缠人，有些烦。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跑去军营，离她远远的。但是慢慢长大，表妹说喜欢我，我也不讨厌她。我以为这就是喜欢。那个时候我不懂得喜欢和爱的区别，我也不明白我自己的内心。我以为我爱她。当初被父亲强迫娶亲，我心中不满，又违抗不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才把气撒到你身上，才对你那么坏。赵真想到那时候对秦婉那么坏，就很自责，恨不得捶爆自己的脑壳。正因为那时候做错了，他愿意等秦婉慢慢对他敞开真心，等他慢慢的接受他。可是后来我发现喜欢和爱是不同的，我不会想起他，不担心他，不牵挂他。我那个时候才发现，我对表妹的喜欢是习惯，是宠爱，是兄妹之情，可却不是爱。表妹去世，要说我一点触动都没有，是假的。我们一起长大，是有情分的。感受到秦婉听到他这段话，身子是僵硬的，他安抚地拍了一下秦婉的后背。其实我很后悔当初纳了表妹，当时要是把表妹嫁出去，也许她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会，她不会嫁给别人。是，表妹这人对认准之事不会轻易放弃，而且她不是她表现出来的那么纯良。至于她对我也没半点真心，不过是利用罢了。那韩清代呢？她和宋芷柔是一个类型，你不是也很喜欢她吗？没错，两人还是很像的，都是那么轻浮，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好家伙，韩清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赵真对她的印象和宋芷柔一样呢？宋芷柔是出轨了，难道韩清代也是如此？韩清代那个孩子不是我的。秦婉满脑子的问号，赵真又被人戴了绿帽子。婉婉，自始至终我只有你一个女人，我也只碰过你一个女人。秦婉的脑袋都宕机了。赵真说的是什么傻话？赵真没有碰过其他女人。你说的是真的吗？婉婉，你要不要奖励我？赵真的气息扑在秦婉的脸边，就想再次吻上去，谁料被秦婉的一只手给推开了。他正好奇呢，那韩清代的孩子是谁的？谁都别想阻挡他知道八卦的心。那孩子是我的替身莫弈的。替身？他好奇地看着赵真，好像是想要分辨眼前人的真假一样。秦婉这么想着，也就这么上手了，在赵真的脸上摸索起来。想什么呢？是真的我。你怎么会有替身呢？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你的替身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吗？怎么会？替身不过是身形和个子和我有些像罢了，脸是不像的。墨轩和莫弈两人从小和我一起长大，只是墨轩的个子矮了一些，因此替身只留了莫弈一人。是之前总是跟在你身边那个吗？皮肤有些黑的。是的。为什么那么对韩清代？在他的认知里，赵真不是那么卑鄙的人。当初父皇给我赐了4个侍妾到府中，我本来也没有在意，可是韩家的野心太大了，韩清代并不安分，他为了获宠竟然下药。既然韩清代那么迫不及待，我不过是让莫弈完成他的心愿罢了。秦婉还是有些好奇，这里面一定有别的原因。就只是因为这个？赵真赞赏地看了一眼秦婉。不全是，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父皇很看重子嗣，总是催促我。还有那个时候我怀疑前朝国库库银失踪与韩侍郎有关，为了避免韩侍郎察觉，韩清代那个时候也必须受宠。至于他的孩子，也是他自作聪明，没和小安子送去的药，否则他也不会怀孕。赵真并不想对一个女人做得那么狠，只想让她安稳地在后院待着。
只要老老实实的，他就能保证他衣食无忧，富贵荣华。说是韩千带的孩子还在，生下来，那你打算怎么办？那时候会私下报给莫弈吧，毕竟是他的孩子，会给他养着。你就这么确定莫弈没有对韩千带动情？不会，他对我很真心。秦婉摇了摇头，男女之间一旦是发生了关系啊，很多事情都是不好控制的。秦婉只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赵真听到秦婉的话，倒是沉思起来。好了，没有疑问了吧？咱们也该休息了。两人就这么躺着，一时间都没有说话。秦婉向赵真身边靠了靠。赵真，我一心愿你。赵真听到秦婉的回应，眼中星光闪烁，她等到了他的回应，真好。赵真伸出大手搂紧了怀中的女人，他的妻他的子都在他的身边，更好。几日后，终于到了宋家女入宫的日子。大嫂，我来看你了。臣女参见太子妃。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快坐。三弟今天进宫，可是要给母后请安了？去了，不过没坐多久就出来了。哦，还不是宋家的姑娘进宫了，叽叽喳喳的，闹人的很，我们就先离开了。哦，今天是宋家姑娘进宫的日子啊。大嫂，你不要担心，大哥的心里现在只有你，那几人过2天就要灰溜溜的滚回去了。你呀你，瞎说什么呢？母后啊，不过是叫一些娘家人陪着，不是大事啊，你就不用替我和你大哥担心了。对，没必要担心，要是那几个人不长眼来骚扰大嫂，大嫂就用锤子给他们锤出去。好啊，你还跟我评上了你。秦婉扔花生，那可是一扔一个准。大嫂，我再不贫嘴了。秦婉见赵荣求饶，终于收手了，说是我也学会了，那是不是就可以教训赵三了？嘿，赵三是夏文淼给赵荣起的外号，那时候两人是不打不相识。文淼，这一手你可不准学哦。大嫂，你可不能教他，别因为她是你表妹你就偏帮她，我也是你弟弟呢。胡说什么呢？谁说我要学了？那可说不准呢，文淼可是我表妹。文淼，以后呢多来东宫坐坐，咱们以后都是妯娌，你进宫多陪陪我。我自是愿意来的，能和表姐多说话，我也是高兴的。娘亲，我回来啦。等他越过门槛，见到赵荣的时候，还一脸失望。怎么不是二舅舅呢？怎么见到三叔就不高兴？你非要和你二舅舅亲？放开我，放我下来！大嫂，我带小狮子出去玩一会儿，好好的和他亲香亲香。去吧。不要，我不要。哎呦，你这个小卷毛还敢和我耍脾气，我今天就要治一治你。说完，抱着小狮子就出了承恩殿。三叔，你真的要和我玩？今天三叔就好好的陪你耍耍。三叔真好。三叔，那咱们去宜春宫吧，那边有好玩的。小孩子还是很好哄的嘛，我就说嘛，我怎么能比不上秦婷的卷毛？算起来，我和小狮子的血缘关系才是最近的。秦婷可是大嫂的堂兄，血缘到底是差了一层。可是等他到了宜春宫，大门关上的那一刻，他发现他想错了。小狮子，有老虎！三叔，这是我兄弟虎头，虎头，快和三叔好好玩玩。赵荣急忙后退，可是退路已经没了，赵荣只能拼命奔跑。啊！有老虎，不要追我呀！顿时，宜春宫传来喊叫声。三叔玩得真开心，开心的哇哇叫呢。叶良站在他身后，嘴角不停地抽搐着。他觉得荣王不是很开心的。承恩殿，曹夫人现在还好吧？三姑姑已经搬离了夏家。哦，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前2天，姑父找了房子，然后三姑姑一家就搬了出去。哦，搬出去也好。祖母劝了姑姑多次，只是三姑姑很坚持。那泽宇呢？还在夏家的学堂念书吗？表弟还在夏家的学堂。表姐放心，夏家的学堂都是夏氏宗族的孩子，不会欺负泽宇的。他呀，自己就是个皮猴子，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表姐说的真对，我听弟弟一心说，表弟当时给几个同族的兄弟都收拾了。夏家这表妹还怪有意思的。文淼，咱们快走，以后我都不要来东宫了。三弟，这是怎么了？小狮子跟在身后，没敢进来。大嫂，你儿子真是好样的。三弟，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夏文淼也担心了，来到赵荣身边，用帕子给他擦脸。没事，就是跑得太久，腿软了。跑得太久？你不是抱着小狮子出去了吗？难道是抱着他抱累了？大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小狮子养了只老虎？我以为你知道了呢，整个皇宫都知道这个消息吧？赵荣坐在椅子上，捶着自己的双腿。大嫂，我是知道，但谁也没告诉我，那老虎你们没有拴起来啊？大嫂，小狮子绝对是故意的，你得帮着我，他让老虎吓我。秦婉见赵荣告状，也是哭笑不得。最后，赵荣是被扶着走出东宫的。事后，秦婉用手点了一下小狮子的脑袋。你呀你，怎能如此做呢？娘亲，我也没想到三叔胆子那么小。况且，我不想和三叔玩，他一定要黏着我，要陪我玩。我都说了，我喜欢和二舅舅一起玩，不喜欢他。总之啊，你以后不能拿虎头吓人，明白吗？小狮子就是无辜的看着秦婉，
不点头也不摇头。秦婉见他这样，就知道他这是有自己的小想法。小狮子，虎头对你来说是兄弟，你们感情好，这娘都知道。可是对于没见过他的人，他就是猛兽，会伤人的。不会，虎头很乖的，不会伤人。小狮子，我们听不懂虎头的话，其他人也不能，只有你。秦婉正教育的时候，赵真回来了。这是怎么了？赵真也听到了消息，说是荣王来东宫请安，但回去的时候却是被太监扶着出宫的。小狮子，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小狮子觉得他无辜极了。我陪三叔玩了一会儿，他身体太弱了，跑几步就腿软了。赵真想起弟弟从小就逃避习武，不能吃苦。赵真想到此，立即就教育起儿子来。小狮子，你以后可不能学你三叔，要好好锻炼身体，学好武艺，明白吗？爹爹，我明白的。这小子呀，是个会避重就轻的。赵真的教育方针和秦婉完全不一样，他就觉得儿子哪里都好。小狮子有了赵真的支持，很是开心。他也觉得自己做的没错。他虽然有些小胡闹，但是知道深浅的。赵真在东宫用了5扇之后，就又回了太极殿。北帝王胜将军和胡人交战，已经打了将近2个月。最近传回来的消息都不太好，最近的2场战役，王胜都输了。朝中正在商量选谁去北地支援。萧景睿在南面，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赵真才坐下来，打算继续看奏折，就听到苏公公过来禀报：殿下，皇后那边传来消息，让你晚上去坤宁宫用膳。母后说没说？什么由头？赵真现在又成了皇后和皇上的夹心饼干，他除了忙于国事，真的还要两边哄着。你去回忆上，过晚膳的时候会过去。是，殿下，坤宁宫的人已经在殿外等候多时了。派石岐给东宫传消息，让太子妃不必等顾，过晚膳去母后那里。是。到了坤宁宫之后，赵真听到里面女子的说话声，就是眉头一皱。回太子殿下，今天宋家的3位小姐入宫了。赵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又是宋家。他不是不知道宋家的3个舅舅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看在母后的面子上没有深究，但这不代表他会这么一直包容下去。皇后见到赵真来了，笑道：太子到了，快来见见你3个表妹。母后，既然你这边有客在，儿子就不打扰了。站住！赵真的脚步顿住，转过身。母后，3位宋家小姐在，我这个外男留在这里，像什么话？什么宋小姐？这是你的亲表妹，是你舅舅的孩子，哪里是外人？母后，舅舅家的妹妹们也老大不小了，到了相看人家的时候，母后今日见见就好了，不要总留在宫中，这样对他们的名声也不好。赵真说完这话，就走了出去。赵真，你给我站住！站住！赵真的脚步不停，几步就走出了坤宁宫。皇后气得胸口起伏，她没想到她儿子会这么给她没脸。宋芷欣这时候来到皇后的身边：姑母，你不要生气，太子表哥也是替我们着想，我们年纪大了，和表哥确实是要保持距离。行了，既然太子不在这边吃，咱们就自己来吃。莹丫头、蕊丫头，你们都过来吧。姑母，我们明天还是先回去吧，太子表哥都生气了。想必你们都知道我接你们来的用意，以后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谁有能力进东宫，就是谁的造化。因为宋家女孩来了坤宁宫，宫里倒是热闹了许多。至于东宫，他们倒是想来，可是秦婉也没有想见3人的意思。宋芷莹前些日子倒是来过，但是被平婆婆给挡了回去。娘娘，坤宁宫那边又传来了消息。哦，什么事啊？那3个宋家小姐又有什么行动了？娘娘，宜秋宫那边有人和宋芷莹搭上了关系。宜秋宫？难道是苏清言？是，娘娘料事如神。不是我料事如神，而是苏清言这个人呢，一直是不太安分。从前有苏御史在，他都是暗中搞小动作，现在苏御史退下去了，他不着急才怪呢。娘娘，苏良缘邀请宋家姑娘去宜秋宫坐坐，东宫这边的口子算是开了。东宫虽然是我在当家，可是皇后娘娘的面子也是要给的啊。苏良缘请人来了，那本宫也不能把人撵走啊，让下面的人啊多盯着点就是了。还有啊，防止他们亲近小狮子。是，娘娘，奴婢明白。桂喜，给庄子那边送个消息，让二爷明天入宫一趟。是，娘娘。宜秋宫，苏清言把宋芷莹送了出去。宋妹妹慢走。宋芷莹微微点头，就跟着宫女离开了宜秋宫。宋芷莹路过承恩殿的时候，想到前些日子她来给太子妃请安，就连大门都没有进去，这让她心中愤恨。秦氏她太嚣张，等有一天这宫门她进了就没有想要出去。苏清言住的院子对面是韩清代的。宫女欢儿看了一眼自家主子，娘娘，你也要振作起来。韩清代站在院子中，感受到了外面的春意，可是她的心好似还在冬季。韩姐姐总算是愿意出来了。韩清代不想搭理苏清言，
转身就想离开。韩姐姐留步，咱们姐妹二人好久没有说话了，不知道韩姐姐愿不愿意聊聊呢？苏清言见韩清代还要走，漫不经心的道：韩姐姐发现没，太子身边那个护卫身形和殿下有着8分相似呢。韩清代的心砰砰乱跳，手下意识的握成拳。前几次我还以为是太子殿下来了宜秋宫，后来才发现是我看错了。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那人是叫莫弈，是从小就跟在太子身边的护卫。你和我说这个做什么？韩姐姐，不如来我这边坐一坐。韩清代想要抽出手，但是苏清言死死的握住。好，两人一起去了苏清言的院子。苏妹妹想要和我说什么？韩清代率先问出口，苏清言不会无缘无故的说起莫弈的事。韩清代自己早就察觉了，太子身边的那个护卫给他一种熟悉感。从前他不敢想，也不想去想，那太匪夷所思了，他也接受不了事情的真相。韩姐姐不觉得太子和太子妃都太过分了吗？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如今我只有独身一人，不像你有苏家做靠山。韩姐姐啊，现在太子妃可是有6个月的身孕，听说太子妃可是怀着双胎。你到底想说什么？韩姐姐，你就不想要做点什么吗？当初你会滑胎，未必没有太子妃的手笔啊。宋芷蓉也许只是个幌子，毕竟你的孩子可是能威胁到皇孙的地位。从前咱们都觉得太子喜欢的人是宋芷柔，可是太子最重视的女人只有太子妃啊。韩姐姐啊，当初你意外滑倒和平王府的潘侧妃是多么的相似啊！太子妃的手段太狠了，她为了小皇孙可真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啊。苏妹妹，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了。我如今就想好好的在宜秋宫活着，我已经无心再插手其他人的事了。韩清代站起身，苏妹妹，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苏清言这一次没有挽留，他也看出来了，韩清代不会向他投诚，但是他已经把钩子放下了，他就不信韩清代忍得住。翌日大朝会上，朝廷接到800里加急，北地的王胜将军又败了。众位爱卿，何人能去北地平息战乱？站在下面的大臣闻言，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人站出来。肃国公这时候心情很好，皇上越生气，他越开心。当初他就反对和胡人开战，现在看看打败仗了吧？怎么，我燕朝没有人可用？兵部尚书王齐峰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阮云亭和孟绍都可以。不过2位将军，一个在金城，一个在建围，距离北地太远。跟随赵南萧打仗的将领，现在都分布在各地，镇守着燕朝的边境。不可，2位将军都不能动。现在西羌也在虎视眈眈，西羌距离长安城更近，西边的防守不能动。太子的话不错，西边的西羌等部族也要防范。这时候，刑部尚书站了出来。陛下，臣倒是觉得有一人可以，也只有此人可行。哦，是谁？陛下，臣以为太子殿下是最合适的人选。太子殿下文治武功不输于陛下，若是由殿下率兵亲征，小小鲜卑人必定不是太子的对手。陛下，臣也认为太子殿下是最合适的人选。殿下骁勇善战，对北地地形十分熟悉。臣曾听说，殿下曾率领800骑兵夜袭鲜卑王庭，捉拿了慕容都正，杀了鲜卑大王子慕容卓。陛下，我军现在士气低下，需要太子殿下亲临，鼓舞我军士气，守住北地边陲。陛下，臣附议，太子殿下是最合适的人选。有了大臣开口，逐渐附议的大臣就多了起来。肃国公很开心，他挑在最中间的时候，站在那些附议的队伍中。皇上坐在上首，沉默着不说话。虽然他相信大儿子的实力，可是如今他是太子，若是出了一点差错，这代价就太大了。父皇，儿臣愿意率兵出征。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陛下，太子乃是燕朝储君，储君怎么可以冒险？陛下，袁太师说的对，太子殿下不能去。中书令为了国家大局考虑，都不能让太子冒险。况且皇上的身体他也清楚，若是皇上突然驾崩，太子在北地恐怕都鞭长莫及。陛下，太子殿下虽然骁勇善战，但好些国事也要太子殿下定夺，还是派其他将军前往。陛下，如今已经快到4月，马上就要进入春耕，胡人再不撤兵，北地那大片的土地将无人耕种，战乱不平息，北地百姓怎么办？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耕地没人种，没有粮食，到那时恐怕不用胡人打来，燕朝内的百姓都要揭竿而起了。父皇，儿臣愿意带兵前去支援王胜将军。皇上听到赵祯这么说，并没有一口答应，他要私下和太子商量。此事明日再议。退朝。肃国公在人群中看着皇上缓慢地被人扶着走了下去，他也不再停留，快步地往殿外走去。这是个机会，二皇子的机会。太子，说说你是怎么打算的？父皇，儿子这次必须去，北地的战役必须要尽快结束，还要在春耕之前结束。是。
除此之外，你可还有其他的缘由？是，父皇。儿子觉得王将军输得蹊跷，开始的时候还有输有赢，现在连输了3场，此事绝不寻常。儿子也想过去调查事情的真相。既然如此，那你就好好的准备吧。父皇，朝中之事恐怕要让三弟来。老三那人没有才学，来了只能帮倒忙。赵真的心一紧，父皇恐怕是要让二弟来了。父皇，儿子先和秦氏说一说，他现在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他这一胎是双胎，他一说有可能是早产，秦氏生产的时候，儿子恐怕不在身边，还请父皇多关照秦氏一二。秦氏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朕的孙子，朕还能亏待他不成？父皇自然是不会，就怕宫中那些不长眼的奴才在暗中使手脚。放心，朕的孙子朕宝贝着呢，绝对不会让那些魑魅魍魉伤了他们。父皇，那儿子先告退了。皇上挥了挥手，赵真离开两仪殿，没有先回东宫，而是先去了坤宁宫。坤宁宫的宫女禀报赵真来的时候，坐在一边陪着皇后下棋的宋芷欣眼睛一亮，但是她很快就掩藏了下去。请他进来吧。赵真进来之后，先给皇后行礼。儿子给母后请安。太子这个大忙人怎么有空来坤宁宫了？母后，儿子大概5日之后就要出征了。怎么会？你为什么要亲自去打仗？皇后敢和皇上对着干，就因为太子是她生的，而且这个大儿子就是她的依靠，她怎么能让他冒险？大郎，朝廷有那么多将军，为什么要你去？请宋姑娘回避一下。姑母，太子表哥，希儿先告退了。宋芷欣退出了殿外，并没有离开。徐嬷嬷见此也并没有驱赶，她也是凑近了一些。母后，儿子出征的时候，希望你多照看一下秦氏。她生产的时候，儿子恐怕回不来。真的要你去吗？母后，这一战我非去不可。朝廷养那些人都是吃干饭的吗？那些大臣怎么就不能想想办法？母后，秦氏那边以后还有你照看着。这次出征准备的匆忙，儿子时间紧急，还有好些事要去准备。母后，儿子走后，你不要和父皇继续怄气，也尽快把宋家的女孩都送出皇宫。大郎，你真的不能纳一个宋家的女孩到后院吗？母后，我以为你应该是最懂儿子的，我和芷柔的事你都是清楚的。大郎，可是我还是想，你的孩子中有个带有宋家血脉的孩子，就算是个女儿也行啊。大郎，我就这么一个请求，都不答应母后吗？母后，我的身上就有宋家的血，小狮子是你的孙子，这些都算的。从我这代开始，往后的数10代不都是吗？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母后，就是这样。等儿子出征以后，母后还是尽快把宋家的姑娘送出去吧。时间长了，对他们的名声不好。母后总不想让父皇纳了他们吧？行，我改日就和3人说一说。赵真见说动了皇后，就转身离开了。谁料刚一出口，就看到了在门口的徐嬷嬷，还有那一闪而过的粉色裙摆。是那个宋四姑娘？难道她在偷听？赵真想到这里，眼中闪现不悦。殿下，赵真只是嗯了一声，就快步离开。太子殿下应该没见着芷欣小姐吧？赵真回到东宫的时候，就看到了一脸担心的秦婉。你都听说了？秦婉点头。真的要你亲自去？北地的战事焦灼，拖久了对燕朝不利。况且我和梁国4王子早晚有一战，北地就是镇北郡的根，也是我们赵家的根。如今我们必须要去守住。大炮还没造好，现在还帮不上你的忙。秦婉有些后悔，没有早一点拿出来。不碍事，我打算用投石机投放炸药，只要炸药足够多，我们还有优势。秦婉想到王将军接连败了几场，好奇地问：王将军也有炸药，按理来说不应该是打得那么艰难啊。你说的对，这也是我要亲自去的原因。王胜将军战败，也许另有隐情，我要亲自去看看。也好，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出发？大概5天之后吧。秦婉算了一下时间，时间还来得及吗？什么来得及？我要送你一个防身的东西啊，到时候你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到时候都穿着盔甲呢。我要送你的东西更轻便，可以穿在盔甲里面的，双重保险。哎，对不起。为什么道歉？你生小狮子的时候，我就不在你身边，现在又要出去。没事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父皇和母后那边，我都已经拜托他们多照看你了。秦婉心想，其实大可不必。说句不好听的，他的危险或许都是他们招来的。此外，我走之后，你就把高公公调回来，外面的生意不重要。还有，我会给你留一队东宫护卫队，到时候都听候你的调遣。父皇会同意吗？无事，父皇不会反对的。到时候我把史子和墨轩都留给你。我不要墨轩，我要墨义。墨轩的身手要更好一些，让墨轩跟着你去。不对，你怀疑墨义？不是我怀疑他，我留他保护我，你不放心吗？胡闹！或许是女人的直觉吧。你在外出征，我不想你身边有任何潜藏的危险，把墨义留下来，让墨轩和你走。好，听你的。赵真又嘱咐了秦婉好些话之后，才离开东宫。在赵真离开之后，秦婉就让人给庄子上的秦庭送消息，催促他尽快下山，需要他出力气的时候到了。阿婉，何时这么着急啊？
现在天气虽然暖和一些，你怎么出来了？大嫂，这次叫你们过来，是想让你们在宫中小住几日。大嫂，我们在宫中留宿是不是不好啊？没事的，这几天呢，需要你相公出些力气，太子那边都已经说好了。阿婉，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太子5日之后就要出征，我要给他做一个防身的东西。我现在怀着身孕，便只能劳烦二哥来做。大嫂，大哥要出征是因为北地的战乱吗？北地战事焦灼，王将军连败了3场，太子要亲自去北方看看情况。阿婉，你要做的是什么？三人来到了秦婉的书房，秦婉取出了一张图纸递了过去。二哥，这个呢是锁子甲的图纸，你想好好看看。阿婉，这是用铁环做衣服？差不多，不过不用带袖子，主要也就是保护胸前和背后就行了。制作起来有些繁琐，妹夫5日之后就要出发，光靠我自己可能完不成。我知道啊，我把图纸给你啊，你带着去军旗间，太子已经打好了招呼，你去挑选几个手艺好的匠人，和你一起做，尽快把此物赶制出来。那好，我这就去军旗间。秦婷脚步匆匆的离开，秦婉则是有时间和赵晴好好的说一下外面的情况。庄子上都还好吗？一切都好。时钟作坊那边十分忙碌，听说又接了江南那边的大单，二婶好些日子没进宫了，家里可是有事在忙。赵晴看了秦婉一眼，不大好意思，我娘她不大舒服。怎么会？可传了太医了？我娘有身孕了，这是好消息啊！二婶怎么没有往宫里送消息呢？我娘觉得丢人，她都这个年纪了又怀孕，她觉得外面的人会笑话她。二婶想多了，这是大好事啊！不行，我得要给二婶啊送些东西过去。走，跟我去库房看看，给二婶挑些好东西。大嫂不用了吧？无事的，我这肚子没几个月就要生了，现在又不能多吃，那些补品正好是给二婶用。你也成亲了，肚子有动静了没？没有，大嫂，我没怀孕。小狮子可是非常的期待，他想你给他生一个和他一样头发的弟弟呢。我也希望。赵晴和秦婷两人就这么在东宫留了下来。晚上的时候，众人又小聚了一番。赵祯和秦婷这次还一起喝了酒。秦婷知道大哥也要跟着妹夫一起出征的时候，心里有些羡慕。妹夫，你说你怎么只让大哥去，没有让我也一起呢？妹夫，你喝醉了。不对，我叫你妹夫，你怎么又能叫我妹夫呢？赵晴在一边有点尴尬，他来到秦婷的身边，拉住她，不让她说胡话。大哥大嫂，他喝醉了，我这就带他回去。行，二哥是喝多了啊，你扶着回去吧，让他好好睡一觉。哎，二舅舅，我和你一起走。赵祯无奈地看着大儿子和人离开，笑骂了一句：这小没良心的，有了舅舅就不要父亲了。他还不知道你离开多久，到时候他见不到你啊，一定是会哭鼻子的。我要出征的事不要告诉他。秦婉想到赵祯要出征，脸上的笑意都淡了一些。4天后，秦婷带着军器间的匠人一起，终于是把锁子甲造好了。这东西倒是轻便不少。锁子甲比盔甲轻便，而且更贴身。这东西啊，不能轻易脱下来。这真是个好东西。我看给众位将军配一身都是好的。当然可以啊，现在军器间的匠人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只是这东西非常的费功夫。本来我还想请二婶来东宫照顾你，没想到她也不方便了。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接生嬷嬷和奶娘我已经找好，等到发动的时候再把人请进宫就好。赵祯想了想，你月份大了，还是早一点请进来。随后秦大夫人会些医术，到时候秦霄和我出征，可以让她进宫陪你。好，到时候我让大嫂过来，这下你总放心了吧？不放心，不见你平安生产，我的心里总是提着。赵祯明日就要率兵出征，这一夜小夫妻俩说了好一会儿的话。翌日，秦婉醒得很早，看着赵祯穿着一身的铠甲，头也不回地出了东宫。在赵祯离开的这一刻，秦婉的心好似空了一块。赵祯这个男人到底是在他的心底留下了印记。皇上和皇后两人这次倒是没有闹矛盾，两人亲自把赵祯送出了皇城外面。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皇后忍不住抱怨了一句：你若是身体好，这时候就该你去出征。皇上看着大儿子远去的背影，心中正酸着呢。现在听到皇后这么扎心的话，顿时咳嗽起来。皇后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的大郎这一去，不知道。闭嘴，闭上你的乌鸦嘴！太子这一去，必定能收回北地损失的城池。大郎的本事大着呢，一定胜利而回。皇上见皇后终于说了好听的话了，满意了。从前朕出征，你怎么没有这么担心朕呢？担心你什么？我要是什么都担心，我日子还过不过了。宋家来的那3个女孩，赶紧送出宫去，别让他们在宫里乱蹦跶了。皇后听到皇上语气中的不屑，心中恼火，本来都打算送走的，现在又改变主意了。她就要晚几天送，看这老货能怎么样。不行，他们也没来多久，过些日子再说吧。父皇、母后，大哥的队伍已经离开了，咱们还是回去吧。此时二皇子离得远了一些，想到那人送来的消息，他看着远方露出了笑容。北地驼壁城，将军，长安城传来了消息，
赵祯已经率领大军出了长安城。通知下去，派人提前做好埋伏。是。还有，再给商云泽送消息，让他那边动作快些，不要总想着占便宜。是。朗布站在巍峨的城墙下，看着被他打下来的城池。赵祯，你终于是要来了吧？这一次来了，就不要想着再回去了。雁门将军，长安城来了消息，少主子率领大军出发了，咱们很快就能脱困。好好的检查一下那批残次的刀和铠甲，活着的士兵和将领有哪些人穿，立即换下来。是，将军。王胜非常痛恨，连败几场，若是他实力不足，他愿意战死沙场，交上他的头颅。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送上来的军需会有问题，将士们用的刀竟然被敌军一砍就断，还有冬季将士们的棉衣中竟然不全是棉花，还被人添加了柳絮，以至于将士们不敌北地的严寒，身体不强，过半数的人都生了病。将军，等少主子一来，一定能查出那些贪官污吏的。这次的事不小，本将给京城送去的密折都石沉大海，恐怕朝中有人拦截了这道折子，不给皇上和少主子见到。看来那人的实力不小。是，就是那人在暗，我们在明，现在军需出了纰漏，这么大的事报不上去，也太古怪了。少主子这次来了，希望带来的军备都是完好的。王胜还有一层忧虑，他觉得这次的事透露着古怪。陛下的身子不好，他们这些老部下都知道。这个时候太子离京可不是好事。将军，末将的那人和太子妃有些交情，不如我写一封家书，让他交给太子妃。若是写的明显，恐怕也会被拦截；可若是掩藏太深，太子妃可能看明白。将军，太子妃虽然一介女流，但是她的才智和坚韧完全不输男子，末将觉得可以一试。好，死马当活马医吧。好，末将这就去写家书。既然这样，为免别人起疑，我也给京城的妻儿老母写一封。昌兴城，商云泽也接到了京城的消息，知道赵祯出兵去了北地，心中大喜。好，赵祯这狗贼终于是出了京城，也不枉费我费了这么一番功夫把他调出来。还是王爷棋高一招啊！北地就是赵祯的埋骨之地。赵家狗贼竟然窃取我商朝的江山，这次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炸药准备的充足吧？这次的配比不会无缘无故的爆炸吧？王爷放心，已经找人试验过了，确保万无一失。商云泽很是满意。王爷，赵祯虽然出了京城，可是赵南萧那个老家伙还活着，他若是不死，恐怕朝中那些老家伙没那么好拉拢。本王爷无需全部拉拢过来，只需本王动手的时候，这群老家伙不碍事就好。是，王爷英明。想到一直被防范的李国柱，王爷，李国柱那边要怎么办啊？他带兵打仗也有些本事的。到时候安排他去打赵祯，我去长安城的消息不要告诉他。是，王爷。长安城，小狮子这几天都蔫蔫的。小狮子，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我爹爹率兵出征了。我知道啊，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爹爹出征了，我不能天天都看到他了。我也不常见我爹爹，我也不想见他。哼，你爹爹不是好人，不见也罢。潘元白没有反驳，他觉得小狮子说的很对。我爹爹最近好像很开心啊，他为什么开心？不知道，估计是害了谁吧。小狮子立即就警觉了起来。小狮子从前也让他的伙伴看着潘世子每日都在做什么，有没有说他的坏话，可是每日报回来的消息都和他没有关系。时间久了，小狮子就觉得无聊了。放学之后，小狮子背着小书箱颠颠地回了东宫。今天心情好点了吗？没有，不过我有个发现。什么事啊？和娘说一说。白白说他爹爹最近很开心，我想知道他在开心什么。你呀你，这好奇心还真的很重啊。连人家开心什么的都这么好奇。当然，白白的爹爹不是好人，他要是开心了，我就不开心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我已经让小麻雀去他家了，他们不喜欢小黑，觉得小黑不吉利，小黑一去就有下人撵他们走。那你的鸽子有传你爹爹的消息了吗？还没有，爹爹太坏，走的时候还没告诉我，害我的小白都追不上他了。不过小白飞得很快，很快就能找到爹爹的。说是你有消息了，也得要告诉娘亲一声，好不好？放心吧，娘亲，我的朋友都很厉害的。两仪殿，父皇，儿子的身体已经大好了，儿子想在3弟娶妻之前，把孟氏和金氏娶进门。皇上目光悠悠地看着二皇子。二郎，你的身体大好了吗？父皇，郑太医已经给儿子瞧过了，现在全好了。
二皇子很是坚持，他不敢看皇上的眼睛，把准备好的托词全都说了出来。父皇，儿子比三弟大，还有半月三弟就要成亲了，我这个做哥哥的怎么能在弟弟后面成婚？老三还有半个月就成婚了，他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可是你想在他之前仓促成婚，恐怕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准备吧。父皇，现在朝中正在打仗，儿子不能为父皇分忧，本就十分自责。儿子想着婚礼之事就不浪费了，一切一事从简就好。二郎啊，那也太委屈你了。父皇，大哥在外打仗，儿子自知不如大哥，不能像大哥一样为父皇分忧。儿子只想早日娶亲，为皇家开枝散叶。去年潘氏滑胎伤了身子，儿子想着把孟氏娶进门也好。父皇，大哥已经有了小狮子，大嫂也马上要生了，儿子想着自家的孩子年岁和大哥家的也不能差得太多。儿子听说堂兄弟年岁差得大了，都玩不到一块呢。你说的对，年岁小的感情好，到时候朕找青天剑算个好日子，争取在老三成亲之前给你找一个。二皇子胸有成竹，青天剑那边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定有好日子的。儿子谢父皇。行了，你先下去吧。二皇子看了一眼皇上桌案上的奏折，他没想到他父皇竟然没有让他接手。本来他以为太子不在，辅助皇上处理国事的人会是自己，现在父皇竟然自己来处理了。他听小太监说，父皇现在每日睡得都很晚。父皇，儿臣告退。二皇子才走出两仪殿，就碰到了小狮子。景轩，两仪殿是你皇爷爷批阅奏折的地方，不是小孩子玩闹的地儿。哼，我知道，我不是小孩子。于是，一扭头向大殿那边走去。这一张脸，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那么讨厌。可是小狮子来了。皇爷爷，皇爷爷，我来了。皇爷爷，你有没有想我？当然。听到殿中传来儿童清脆的笑声，皇上的嘴角也挂起了笑意。皇爷爷，您批奏折累了吧？孙儿给你捏捏肩，可好？好。小狮子从小就是个贴心的小孩，秦婉肚子和腿不舒服的时候，他还会给秦婉按腿。秦婉现在的腿肿得厉害，小狮子这时候是非常心疼的，教训了还没有出生的弟弟之后，就用一双小手给秦婉按按。秦婉虽然腿没有得到缓解，但是心里却是甜滋滋的。现在小狮子被允许每日下午可以来两仪殿陪皇上，立即化身贴心好大孙。皇爷爷，我的力气大不大？肩膀可有缓解？好好好，力气正好。皇上本以为小狮子按一下就会停下，可是发现大孙子是个有长性的，皇上不忍心小狮子受累。好了，皇爷爷的肩膀不疼了。皇爷爷，你给我揉一揉，我的手酸了。揉着软乎乎的小胖手，看着那和大儿子一模一样的小脸，皇上感觉好像都是回到了从前。皇爷爷，你的手这里硬硬的，不像我的，我就没有。这是手茧，等你以后学了刀剑也会有的。真的吗？当然。祖孙两人在殿中亲亲热热地说着满是童趣的话题，很明显皇上很有耐心地陪着大孙子说话。二皇子自从小狮子进入大殿之后，人就在殿外没有离开，他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父皇啊父皇，你真是太偏心了，你总是偏帮太子，以为他登基之后会善待我和老三。其实您老不知道，太子大哥已经对我动手了，去年的蛇就是东宫放的。许久之后，二皇子才转身离开了两仪殿。东宫承恩殿，娘娘，李成辉求见。哦，说没说他有什么事？没有，他说要亲自和娘娘禀报。好，请他进来吧。是。很快，圆滚滚的李佩兰就走了进来。嫔妾给太子妃请安。李成辉请起，这都是自家姐妹。妙音，去搬一把椅子过来。是。李佩兰没有客气，直接坐了下来。娘娘，我有事和你说。李佩兰现在是抱紧秦婉的大腿，她发现她投靠太子妃之后，太子对她的待遇都好了。娘娘，我最近发现苏清言最近总往韩清代那边跑。苏清言最近都很忙，除了总到皇后那边讨巧卖乖，还总是带着宋家的姑娘来一秋宫，现在又去拉拢韩清代了。娘娘，你可一定要重视起来，苏清言这是想要搞事。哦，那你可知道苏清言的想法？秦婉也有眼线，自然知道这些表面上的事，至于他们私下里谈的是什么，秦婉还真不知道。其实她若是想知道，她可以借助小狮子，只是秦婉不想这么做。小狮子太小了，他是自己的儿子，不是一个工具。一些阴暗的事还不适合小狮子这时候知道。
这嫔妾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我就是觉得苏青言或许是憋着一个大招，所以来提醒娘娘一句。多谢李成辉的提醒。平婆婆，去我的库房，把太子赏赐给我的那个白玉莲花牡丹簪子拿过来一支，赏赐给李成辉。是娘娘。娘娘，这都不好意思呀。你有心提醒本宫，这份情本宫是记得的。嫔婆婆很快就拖着托盘进来了。谢娘娘赏，谢娘娘赏。李佩兰离开之后，嫔婆婆才开口：娘娘，为何今日要重赏李成辉，还送他太子送您的簪子？您平日也很喜欢戴呢，现在只剩下一只了。东宫这几个女人也就李成辉还算是顺眼些。苏青言这人心里有主意，朱成辉又以苏良缘马首是瞻。现在呢，他要去拉拢韩清代，本宫现在也要留住李成辉。况且他能主动提醒本宫，就是好的。嫔婆婆听到秦婉这么说，暗暗点头，但是她总觉得自家娘娘没有说实话。娘娘一定是有其他的打算的。随后的日子，秦婉除了在承恩殿活动，还偶尔走出了承恩殿，在东宫的花园里溜达一圈。一连3天，秦婉都去了花园溜达，好些人都看到了。到了第4天的时候，秦婉就没去，然后又隔了2天，又去了花园。今天她才出来，碰到了来东宫找苏青言的宋家3姐妹。给娘娘请安。不必多礼。就这副容貌，竟然还把太子表哥勾了魂。那张脸上不过只有眼睛能看罢了。想必3位姑娘是去找苏良缘的吧？你们快过去吧。表嫂，我们之前来拜见表嫂都没有找到机会，今天我们既然遇到了，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过去坐坐呢？本宫现在怀着身孕，不便招待宋姑娘。秦婉被宫人扶着缓步回了承恩殿。唉，太子妃表嫂还真是讨厌咱们，就连最基本的面子都不给呢。二姐姐，我看咱们以后就别来东宫了，咱们惹恼了太子妃，就算是皇后表姑也不会帮着咱们。姑母可是很重视太子妃的肚子。姑母，去东宫一点意思都没有，也就二姐姐喜欢去。我今天发现东宫的花园居然没有御花园那好看。姑母，我觉得去那边还没有陪着姑母好玩呢。你呀你，真是没长大。那你就别去那边，在坤宁宫陪着姑母吧。宋芷欣还小，皇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她。皇后主要选的人就是宋芷莹，现在大儿子不在，侄女们再去东宫也不好，平白的让太子妃不痛快。姑母，我们今天运气很好，在花园里还碰见了太子妃。我们进宫这么久了，第一次见到她呢。太子妃那人性子冷淡，见不见都没什么关系。宋芷欣是暗戳戳的告状，谁知道皇后会这么说？她不知道姑母是没有听懂她的暗示，还是装不懂。言多必失的道理她知道，于是立即转移了话题。宋芷欣叽叽喳喳的和皇后说了好些好吃的好玩的话题，中间倒是也逗得皇后哈哈大笑。宋芷莹中间还偶尔插上那么1-2句话，倒是宋芷欣只坐在一边，什么话都没说。莹丫头、蕊丫头，你们来宫里也有段时间了，这2天你们收拾一下就出宫吧。皇后还是舍不得宋芷欣，想把这个最天真最孩子气的留在自己身边，逗自己开心。姑母，可是我和3妹妹做错了什么事？姑母没有说送她出去，难道姑母选中了她？没有，你们很好，只是太子不在，你们留在宫中也无济于事。况且你们久居宫中，难免你们祖母和母亲惦念。宋芷英还想再争取一下，就听宋芷蕊起身扶了扶身子，是，姑母说的对，我们出来也有些日子了，也是想念家里。唉，若不是这丫头长得太像柔丫头，是最好的选择。3人中，只有蕊丫头是最不可能的人选。是，莹儿听姑母的，只是莹儿和苏姐姐交好，能否和她道别之后再离开？这是自然，给你们3日的时间，可以收拾东西。谢姑母。谢姑母。等宋芷莹和宋芷蕊离开之后，宋芷欣才问：姑母，仙儿不用和2位姐姐一起离开吗？你不用，你年纪还小，你2位姐姐的年纪大了，太子不在，他们继续留在宫中不好。宋芷欣乖巧的点头，低头间藏起了自己失望的神色。她果然不是姑母选中的人，不过她也因祸得福，这次不用像2位堂姐一样被送出皇宫去。太子妃，奴婢听说李成辉又在花园中滑倒了。娘娘，这都是第3次了。是啊，这已经是第3波人了。娘娘，之前抓到的那些人都要怎么处置？既然敢伸手，那本宫就把他们的爪子都给剁了。走吧，叫上史册等护卫一起出去看看。是。很快，太子妃，你一定要给嫔妾做主啊！太子妃，这些个不长眼的奴才完全是故意的，他们就是故意撞的我。太子妃，你一定要好好的管一管，现在是什么人都敢来咱们东宫了。刚才这婆子明明见到我了，还故意撞过来，也不知道宋二姑娘怎么管教的，手脚如此不利索的人也带在身边。
太子妃，这还幸亏是撞了我皮糙肉厚的，若是……李佩兰说到这儿停了一下，但是剩下的话众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宋芷莹和苏清言两人立即向秦婉走来，请安之后，宋芷莹才道：请表嫂责罚，是我乳母的错，不过请表嫂明鉴，她绝对不是故意的。太子妃，宋妹妹说的没错，她明日就要回宋家了，今日是特意来宫里和我辞行的，谁料路上竟然遇到了李妹妹。宋芷莹厌恶地看了李佩兰一眼，就是这个李胖子坏了她的打算，要不是他混淆视听，总是出来瞎溜达，他也不会弄错人。尤其是见到秦婉现在好好的，他就心里烦闷不已。不过他明明已经查了，听说李胖子去了御花园，他才让下面的人动手的。难道是苏姐姐的人提供的情报有误？史色，把园子里这些下人都抓起来。太子妃饶命，不关我们的事。太子妃，奴婢什么也没做。桂喜，把东宫的大门关上，外面的人都不要放进来，本宫要好好审一审。是，奴才这就去办。平婆婆，去把高大办请过来，就说好些人要劳烦他出马。是，奴婢这就把人叫过来。宋芷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仗，她紧张地看了苏清言一眼。太子妃，如今太子不在东宫，今日之事不过是小事，太子妃封锁东宫大门，是不是太劳师动众了呢？苏妹妹倒是急了，本宫不过是查一查罢了。算上今天，李妹妹都已经摔了3次跤了，都说有再1再2，却没有再3再4。李妹妹就算是身子强健，那也经不住这么折腾。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太子妃说的不错，要是不查清楚，别人还不以为是我腿脚不好呢。更何况，我觉得这些刁奴估计是受了谁的指使，把我错认成了太子妃，其实就是想要害太子妃呢。李妹妹所言不假，本宫身子骨可经不住这么折腾。太子妃是东宫之主，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恐怕是娘娘误会了，是不是误会？审一审就知道了。动手！表嫂，都说来者是客，我初来宫中，好些宫中的规矩都不懂，还请表嫂别和我一般见识。姑母已经吩咐让我明日就出宫，表嫂，我以后都不来东宫了。看着乳母被人拖走，宋芷莹颓然地跌坐在地上。太子妃她不会是来真格的吧？那人的人是靠得住的吧？东宫封锁了，开始的时候皇上和皇后都不知道，还是德妃先发现的。她可是一直关注着东宫的情况。德妃想到前些天好不容易算计了一把，谁料害的人竟然是李佩兰。她现在唯一能信任的人也就一个小宫女翠羽，这人是二皇子安排过来的人。这次能成功，还是用了淑妃之前留下来的人，谁料害的是李佩兰那个棒槌。想到这里，德妃就非常气愤，秦氏那女人一定在搞鬼，不行，我必须得把消息传出去。翠羽，皇后的侄女还常去东宫吗？娘娘，苏二姑娘常去，这次也是受了牵连，现在人就被关在东宫呢。娘娘，东宫一定是发生了咱们不知道的大事。是啊，一定是大事，否则不会封锁东宫。去，找个衍生的小太监，去给坤宁宫送消息，就说宋二姑娘被太子妃打了，人困在东宫。是，娘娘。德妃看着翠羽，就想起了二皇子。她没想到二皇子会成为她的退路，当初勾引了二皇子，和他半推半就的成了好事，不过就是报复皇上罢了。没想到现在竟然派上了用场，若不是有二皇子的人，那他现在和聋子瞎子又有什么区别？不过他得想个法子接手淑妃当初在宫里留下来的暗线。5日后二皇子就要大婚了，德妃想到这里心里微酸，想到那次害潘侧妃不能生育还不够，二皇子这么快就要有其他的女人了。二皇子娶了正妃，应该会把自己抛在一边吧。想到这里，德妃竟然有些害怕。不行，她要在二皇子娶妻之前再见一次二皇子，让他把淑妃留下来的暗线都交给自己。来人，来人！门外的宫女立即进来，娘娘，奴婢在。去，把翠羽叫过来。是。1刻钟之后，翠羽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娘娘，消息已经送到了坤宁宫了，去给二皇子传信，就说本宫明日申时在千秋殿等他。秦氏真的封锁了东宫，皇后娘娘，这是千真万确，奴婢派人去求证了，现在东宫上下不许进也不许出。秦氏这是搞什么名堂？娘娘，先不说太子妃的打算，宋二姑娘前去和苏良缘辞别，现在人还没回来呢。什么？莹丫头被扣下了？是啊，
不知道东宫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娘娘，太子妃现在怀有孕，又封锁东宫，不如娘娘亲自过去看一看吧。徐嬷嬷是不担心秦婉的，她是担心宋芷莹真的做了什么错事，被秦婉拿住了把柄。姑母，不如咱们也过去看看吧。二姐姐对宫中的事物都不熟悉，若是说错了几句话，惹了表嫂不高兴，那二姐姐岂不是罪过？秦氏虽然是太子妃，但你二姐姐也不是没有身份的人，还能允许秦氏胡来？走吧，随本宫去东宫看看，我倒是要看看秦氏闹什么幺蛾子。是，娘娘。此时宋芷莹见到屁股和背后全是血的主母，吓得都不敢动弹。太子妃，求您放过我的奶娘吧，她真的是无辜的。宋二姑娘，众目睽睽之下，可容不得她狡辩。既然她是无辜的，难道是受了你这主子的指使？太子妃，不是我，和我无关啊。这时候高公公带着审问出来的口供走了上来。娘娘，人全都招了。宋芷莹人一下子就慌了，她颓然地坐在地上。苏清言也是很紧张，他目光死死地盯着高公公手里的卷宗，就想知道那些人有没有把他牵扯进去。多谢。娘娘客气，后宫那边的人咱们要怎么办了？这是我会向皇上禀告的。宫里的下人动也就动了，至于牵扯到别的几位主子，他会交给皇上处理。苏妹妹，宋二姑娘，本宫从来都不知道你们竟然还有如此歹毒的心思。太子妃，妾身冤枉，妾身从来都是安分守己，从无半分的逾矩行为。今日李妹妹摔倒之事和妾身无关。和你无关？你敢说不是你的人给宋姑娘传递的消息？苏清言一听只有送消息之事，心里稍微安定。太子妃，妾身也没想到宋二姑娘就会有如此歹毒的心思，妾身完全是被宋二姑娘给骗了。妾身也没想到她来东宫不是存心和妾身交好，而是奔着暗害太子妃而来的。宋清言，你血口喷人，你敢说你不知道？当初是谁说的？太子妃这时候一尸两命，我们就有机会了。还有是谁和我说的？太子表哥就看中太子妃，只要他没了，我就能入东宫了。太子妃，我完全是受到了苏清言蛊惑，否则东宫我也没有任何人脉，又有谁能听我的调遣？这些事都是苏清言的人替我做的。这时候妙玉进来禀报，娘娘，皇后娘娘到了，人在东宫门外。宋芷莹听到公母来了，心中欢喜，她有救了。把门打开，本宫的旨意你们都不听了。回皇后娘娘，属下已经派人去给太子妃报信去了。失策，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连本宫的话也不听。好，秦氏还真是好样的。来人，把东宫的大门给本宫撞开。皇后娘娘稍安勿躁，太子妃应该很快有旨意下来。史策这时候也是硬着脑门说的这话，谁让当初他得了太子的交代，必要的时候只听太子妃的命令，皇上和皇后来了都不能退缩。还不动手，愣着干什么呢？护卫立即向前冲去，谁料这时候东宫的大门被打开了，秦婉被人扶着，笑盈盈地看着皇后。不知母后驾到，儿媳给母后请罪。太子妃这是好大的架子，竟然让本宫等了这么久。还有，本宫身为后宫之主，竟然进不了东宫的大门，说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母后这说的是哪里话？今日封锁东宫，不过就是捉拿几个小贼罢了。现在人已经招供，宫门自然就不用封锁了。史策，你都听到了吧？是，娘娘。母后如此着急来到东宫，可是有什么要事？秦氏，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连本宫的侄女都敢打！太子妃，后宫是皇后娘娘做主，太子妃怎么能私下动用刑法？竟然连宋家的姑娘都能打，太子妃今天可是要给皇后娘娘个交代。徐嬷嬷，你听谁说本宫乱用私刑了？没有的事啊，本宫可不承认。太子妃，你还敢狡辩？母后，儿媳有没有伤了宋二姑娘？母后见见就知道了。这时候宋芷莹被宫女扶了出来，人竟然好好的，完了。徐嬷嬷，本宫怎么瞧着你对本宫成见很大呀？太子妃恕罪，奴婢失言了。徐嬷嬷，你确实是失言了。你虽是母后身边的嬷嬷，可终究是个奴婢。本宫往日对你尊敬，不过是看在母后的面子上。本宫给你几分敬重，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本宫堂堂大燕朝的太子妃，太子的发妻，你竟然敢对着本宫大呼小叫，这是第一宗罪。糟了，被太子妃给抓到了把柄了。这第二宗罪嘛，就是蛊惑母后。你随意散播假消息，利用宋家姑娘挑拨我和母后之间的感情。太子妃，既然莹丫头没事了，就是一场误会。徐嬷嬷刚才失言，不过是一时性急罢了。秦婉怎么能让皇后这么轻轻地接了过去？她已经发现了这个徐嬷嬷很有问题。
这个出身宋家的老嬷嬷，心思是偏向宋家的。若是继续让她留在皇后的身边，对自己可不妙。母后，原来儿媳在您心中竟然这般无足轻重啊！太子不在，就连母后身边的下人都能欺负到儿媳的身上。徐嬷嬷，你可知罪啊？太子妃恕罪，奴婢再也不敢了。秦婉看着徐嬷嬷轻飘飘的手法，淡淡的道：“徐嬷嬷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啊？”徐嬷嬷没有办法，只能用力的扇自己的嘴巴子。一时间，现场只能听到徐嬷嬷自扇嘴巴的声音。表嫂，徐嬷嬷年纪大了，你看她的脸都肿了，你就饶过她吧。太子妃，你看看人你也乏了，是不是该停下了？表嫂身怀有孕，为了孩子着想，多给皇孙积福，也不能在表嫂面前责罚才好。这位就是宋四姑娘吧？前次呢没注意到你，今日一见，果然是长了一张巧嘴啊。谢谢表嫂夸奖。她今天一定要保一保徐嬷嬷。这些日子，她没少偷偷告诉自己太子表哥的喜好。徐嬷嬷都说了，她是宋家3姐妹中最有福气的一个。别看她的年纪小，等她长大了，太子妃早就过了女子最好的年华。那时候，太子的目光就会放在其他的女子身上了。待到那时，她的机会就来了。徐嬷嬷，听到了吧？本来本宫只是想要让你自扇50个嘴巴就好，但是宋四姑娘提醒本宫，要为了本宫腹中的孩子积福。本宫觉得啊，宋四姑娘提醒的对，虽然孩子还没出生，但是当着他们的面处罚你啊，确实是不好。跪鞋，把徐嬷嬷带下去，打10板子吧。是娘娘。皇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徐嬷嬷的身影已经消失了。太子妃，你敢动私刑？母后，儿媳没有啊。母后这也不是在吗？况且这不是宋四姑娘提议的吗？表嫂，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了。这时，徐嬷嬷那边已经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宋芷欣紧紧地攥紧帕子，一脸阴郁地看着秦婉。娘娘，打完了，不多不少，正好是10板子。皇后见到这样的徐嬷嬷，吓得身上一个激灵。这个儿媳妇儿不好惹呀。秦氏，如今人你也打了，人本宫就带回去了。莹丫头还不过来？姑母，救我，救救我呀！秦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让莹丫头离开？母后既然来了，那不如进来坐坐。儿媳有事要向母后禀报。不用了，本宫今日乏了，就不进去坐了。莹丫头他们明日就要出宫了，本宫把人带回去就好。母后，宋二姑娘你恐怕带不走。什么？秦氏，你不要太嚣张了。莹丫头犯了什么事，让你扣着她不放？母后，宋二姑娘居心叵测，指使乳母要害儿媳腹中孩子，这算不算是有罪？皇后的心里一沉，有点糟糕啊！谁料更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就听到了太监的通传声：“皇上驾到！”顿时，在东宫门口的人齐齐向皇上行礼：“参见皇上！皇上！万岁！臣妾给皇上请安。”儿媳给父皇请安。到底是怎么回事？父皇，还请您替儿媳做主。皇后没有想到，刚才还恨不得把自己吃了的儿媳妇儿，现在竟然倒打一耙，开始装可怜了。明明是她来了，什么便宜也没有占到，好不好？太子妃，既然身子不便，就别跪了，走吧，都去立正殿，好好讲讲你的冤屈。皇后，你也一起来，朕也想知道你怒闯东宫到底所为何事。众人到了立正殿，给太子妃赐座。皇后见秦婉都坐下了，自己也坐了。不管怎么样，她都是皇后，是婆婆，不能被儿媳妇比下去。皇上也不在意皇后的行为，这人你不能和她太较真了。说吧，朕倒是想看看东宫在闹什么。父皇，有人想要趁着太子不在，暗害儿媳腹中孩子。这几日有3拨人对儿媳腹中的孩子动手，只不过那些人错把李妹妹当成了儿媳，这才没有得逞。是谁有如此大的胆子？高大办，劳烦你把调查出来的卷宗给父皇看看。是娘娘。皇上接过调查的卷宗，看到上面详细的介绍了参与人员的名单，还有他们背后之人，并且从卷宗的墨迹来看，有新有旧，就知道这不是今天才写的。秦氏这是在钓鱼呢，还准备的那么早，而那傻乎乎的李氏就是那鱼饵。皇后很好奇皇上手中的卷宗上的内容。苏清言和宋芷莹参与谋害太子妃，全部杖责30。宋芷莹永不得进宫。宋芷莹瘫软在地。宋家2女立即出宫。宋芷欣听到宋芷莹不准再入宫，心中还来不及欢喜，
就听到了他也要出宫的消息。苏清言削去梁元的封号，罚去浣衣局做杂役。苏清言很想开口辩解，但他现在也想明白了，太子妃早就察觉到了他的心思。另外，参与其中的奴婢全部杖杀。皇后本来还想替侄女说几句好话，只是听到其他人杖杀的时候，又不敢开口了。秦婉也没有想到皇上会这么痛快，不过对于皇上没有揪着德妃不放，他倒是没有意外。毕竟他也知道那些奴才明面上只是后宫普通的宫人，皇上是不想牵扯太深，还是有意保护德妃，都是皇上的意思。秦婉站起身，谢父皇替儿媳主持公道。行了，谢就不用了，好好在东宫待着，不要惹祸就好。说完就大踏步地离开了立正殿。宋家三女在1个小时之后全部都出了皇宫。高伯，医女那边安排一下，徐嬷嬷身上的伤绝对不能好。娘娘放心，我这边已经交代下去了。另外，借着这次机会，后宫那边杖杀了那些人，把咱们的人都安插进去，尤其是皇后宫里，徐嬷嬷这人没了，要留给咱们的人在皇后身边。偏偏她还是皇后，那是一指都能下的人，要是被人利用了，后果不堪设想。人选奴婢要好好的选，得让皇后喜欢和信任她才行。徐嬷嬷是皇后身边的老人，所以皇后才信她。秦婉也知道这件事的难度，这事急不得，得徐徐图之。高公公离开之后，秦婉又把平婆婆叫来。平婆婆，再去库房给李氏选些好东西，再犒劳她一下。娘娘，李成辉喜欢美食，还送吃的吗？不用，送些好看的珠钗和布料吧，人太胖了也不好。是。平婆婆离开之后，秦婉又喊了一声：“史策，太子那边可有什么消息回来？”还是2日前的消息，今天的还没到。秦婉看着外面的月色，心中有些担心。我上次给你的图纸，你让人做了吗？回娘娘，已经加紧安排匠人制作了。那就好。史策非常好奇，不知道那些棍子一样的东西到底能做什么。此时，被秦婉惦记的赵祯正在和敌军拼杀。杨笑看到前面不断掉落的巨石，快速的来到赵祯的身边。殿下，咱们快撤！赵祯双眼猩红的看着前方死去的士兵，撤退！赵祯不甘心的看了一眼前方的战场，夹紧马腹向后方撤走。长安城，最近长安城里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北地的战争，而是2皇子和3皇子大婚的事。你说皇帝老儿的儿子都是怎么想的？成亲还扎堆啊？是啊，谁说不是呢？真够奇怪的。要我说，还不如一起办了呢。这你们就不明白了。我有个亲戚是往宫里送菜的，他听宫里的人议论，都说3皇子成亲的日子是早早的就定下来的，是2皇子硬要塞进去的。呀，是这么回事啊？那2皇子就不大地道了。有什么不地道的？2皇子本来就比3皇子大，早成亲怎么了？嘿，你这人和我急什么呀？顿时，原本积极在一起讨论的人，因为意见不合又吵了起来。除了皇子大婚之事，更让朝臣关注的是东宫的消息。太子妃竟然封锁了东宫，皇后的娘家侄女都被赶出了皇宫。因为这个举动，倒是让一些想要往东宫送女儿的大臣歇了心思。德妃到底想干什么？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邀请我见面？告诉他，本王很忙，没时间见他。殿下，翠羽说了，上次殿下失约，德妃娘娘很生气。哼，她生气与本王何干？告诉翠羽，把德妃给盯牢了，现在宫里动荡，让她安分一点，不要惹事。2皇子见小太监还不离开，很生气。难道没听到本王的话吗？殿下，德妃娘娘说了，明日老时间老地点，你若是不去，她不敢保证什么？不敢保证会不会对皇上说。该死的女人，告诉她，本王明日会按时到。是。姚香俊，你还真是好样的，看来你这个德妃是不想当了。2皇子的眼中满是杀意。这时候房门被敲响，进来。殿下。潘彦双走了进来。双姐，你来了。殿下，马上就要大婚了，又有2位年轻漂亮的姐妹进门，殿下又有何忧愁的呢？殿下不必急，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双姐，时间不早了，咱们安置吧。翌日，弘文馆内，小狮子，你今天是怎么啦？没什么事啊。不对，你想对别人做坏事。没有，才没有，你不要胡说。景轩，你站起来背诵一段。哼，就不告诉你。小狮子因为不认真上课，又背诵的磕磕巴巴的，就被谢玉安给罚了。小狮子，咱们一起踢球吧。
不了，我今天有事，就不能哄你们玩了。什么你哄我？明明是我每天都在哄你，好不好？小狮子，是我们每天陪你玩，好不好？这小子和他爷爷一样，都长得很难看，我也不用你陪我呀。要不然咱们以后就分开玩吧。那还是不要了，一起玩吧。不过小狮子，能不能不要我总当坏人？不行。为什么？我爷爷可是刑部尚书，他每天都是要去审问坏人的，我却在宫里天天都当土匪。总之，我不能给我爷爷丢脸，我不能总当土匪。小狮子眨巴着大眼睛。要不然你当贪官吧。不行，我也不要当贪官。我爷爷的监牢里关着好些贪官，他们都要被砍头的。小狮子还是觉得马子峰不像是好人，他摇头，不行。小狮子这样，马子峰也来了脾气。那我就不玩了，我要回家了。小狮子，你太霸道了。小狮子挠了一下脑袋。我有吗？你有。马子峰不愿当坏人，我愿意，我愿当土匪、贪官、海寇、奸贼，哪个都行。我不想总是当销声地主了，我不想总是被抢劫。马子峰、白白，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我回去会好好的想一想，以后给你们分新的角色。太好了！放学了，小狮子被小太监接到了两仪殿。小狮子心事重重地走进大殿。皇上这时候已经在等候小狮子一起用午膳了，见他蔫蔫的，开口问：景轩，怎么了？哎，学堂的同窗不好管教了。来，和黄爷爷说说，他们到底怎么不服管教了？马子峰他不愿意当坏人，白白不愿意当好人，我得给他们换个其他的名头。说完，小狮子就把自己身上挎着的斜挎包揭开，然后把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皇上见地上那么多纸条，眯起了眼睛。景轩，这些都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纸条太多了，我都没看。爹爹不在，我要留着给他看。能给黄爷爷看吗？黄爷爷是爹爹的爹爹，可以看的。小皇孙整日在宫里，怎么会结婚那么多消息？看着地上的小圆头，估计有几十个了，不知道是哪些个作死的奴婢，这是被人收买了。黄爷爷，我来帮你。皇上已经打开了一个，看到上面的内容，哼了哼。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冯公公，现在什么时辰了？到申时了吗？回皇孙殿下，才过了50。小狮子一想，没错过时间。皇上好奇地看着小狮子手中的纸条。你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哦，是德妃娘娘邀请二叔去千秋殿的事。皇上眯着眼睛看着小狮子。你二叔？德妃娘娘想要见二叔，二叔没有去，德妃娘娘生气了。王爷爷，二叔可能今天也会来，德妃娘娘想他想得好苦呢，说要在二叔成亲前见见他。他们约在今天的申时。是约的这个时间，但二叔最近不是很守信用，经常放德妃娘娘的鸽子。二叔不守信，经常说话不算话，他不是好孩子。从前二叔对德妃娘娘很好的，他总是找德妃娘娘打架的。王爷爷，你知道打架吗？二叔打架的时候都不穿衣服。皇上终是没忍住。王爷爷，王爷爷，你怎么了？王爷爷，皇上，传太医，快传太医！不准动，大殿内的所有人都不准动。皇上，可是您的身体……皇上一个眼刀过去，冯顺不敢说话了。王爷爷，孙儿是不是说错话了？皇爷爷，孙儿不想你生病。母亲。这时候，殿外的穆青走了进来。陛下，这些人全都处理了。陛下饶命！谢陛下饶恕。冯顺，你是朕打进皇宫内第一个向朕投诚的人，朕希望你能一直保持对朕的真心。陛下放心，奴婢生是陛下的人，死是陛下的鬼，奴婢一定不会把事外传。行了，全都推到殿外去。冯顺就好像是背后有狗撵一样，脚步倒腾的飞快。皇爷爷，我以后再也不和你分享秘密了。皇爷爷的胆子太小了，一点事儿也扛不住。你怎么对你二叔的事知道的这么清楚？你好像不喜欢你二叔啊。二叔不是好人，他不喜欢小狮子，他和白白的爷爷商量要送我去梁国当质子。
没想到老二的野心已经如此大了。他和德妃打架，你亲眼看到的？我偷偷看过一次，很没意思，我就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对，那不是好事，你不必多关注。黄爷爷，快擦擦！黄爷爷，你又吐血了。黄爷爷，都是小狮子不好，是我不好。不碍事，黄爷爷吃药就好了。真的？真的。好了，小狮子，今天就到这儿，你回东宫去吧。黄爷爷，那你要看大夫，好好治好身体哦。好，小狮子，这些就留给黄爷爷好不好啊？黄爷爷，你不是看这个就吐血吗？我还是拿回去自己玩吧。皇上也是很感慨，他终究是老了，如今竟然被大孙子嘲笑了。如今燕国的情况不允许他倒下，他要等大儿子回来，把皇位交到他的手上，他才能离开。没事，黄爷爷没事啊，还是能看的。那好吧，黄爷爷，你要保护好自己，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哦。小狮子就很听话，身体都是棒棒的。好啊。最后，皇上目送小狮子离开了大殿。冯公公等小狮子离开之后，就推门走了进来，只是想起先前皇上不让通报，又吓得闭紧了嘴巴。去，请太医院的院判过来。是。冯顺脚步匆匆地进来。李卓，你悄悄去千秋殿，看看二皇子有没有去赴约。是，陛下。冯顺吩咐了小太监去跑腿之后，又返回了。他亲自给皇上换了新的衣服。这衣服悄悄地收了。是，陛下。太医院的院判来了，给皇上把完脉之后，也是心中一惊。陛下，您的身体，陛下竟然有那油尽灯枯之象。徐院判，你说朕还能活多久吧？陛下，陛下，说，陛下从前的身体本已养回大半，只要不操劳，还有2-3年的光景。可是陛下近来过于操劳，且又气急攻心，恐怕只有半年。朕生病之事不要外传，否则……陛下放心，下官明白。徐院判，即日起你就留在皇宫吧，朕的身边离不开太医了。是，陛下。听说你大儿子的医术也很是不错，到时候等太子继位了，你可以让你大儿子继续给皇家人看病。臣替家中长子谢陛下赏识。一轮诊治下来，皇上的脸色确实是好了不少。冯顺，去把穆统领和京兆尹杨鹤选进来。是，陛下。潘世子接到消息之后，脚步匆匆地来到了肃国公的书房。爹，今天一定发生大事了。皇上和小皇孙在两仪殿好好的，突然殿内伺候的人全都被处决了。消息可是真的？爹，千真万确。皇上还宣了徐院判去了两仪殿。皇上自从登基之后身子就不见好，从前都是徐院判替陛下诊治的。是，父亲说的对。可是陛下好好的，为什么要清洗身边的人？前些日子东宫刚杀了一批，现在皇上这边又……赵家不过如此。从前觉得商家人倒行逆施，现在看来赵家也不遑多让。爹，咱们这次损失也有些大呀。那俩人可是从来都没有启用的人呢。行了，我去一趟平王府，让二皇子去试探一下皇上。对，二皇子是皇上的儿子，在宫里也更方便一些。肃国公的动作很快，到了平王府之后，父亲，二皇子去了皇宫，想必他能知道宫中发生了什么事。叶双啊，如今正妃要入府了，你不要和孟家的姑娘起争执。父亲说的是，父亲，我的身体很难给二皇子诞下子嗣了。孟家和金家的女儿很快就要入府，若是他们生出了孩子，父亲，不如还是让小妹来吧，让她给二皇子当个侍妾，这样也能生出有潘家血脉的孩子。不成，你母亲已经在给他和吏部尚书的小儿子说亲，典如不能来平王府。肃国公现在不敢把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放在二皇子身上了，他
他觉得夏家的法子不错，没必要把宝都压在二皇子这边。除了二皇子这一艘船之外，他还有大孙子呢。他可是打听过了的，大孙子在皇孙面前那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若是大孙子和皇孙一直交好下去，他们潘家也不是不能一直永保富贵。苏国公没有称帝的决心，他只是想保住潘家现在的财富和地位。父亲，你不疼双儿了吗？王妃入府没有妹妹的帮忙，我在平王府以后怎么立足？双儿，你竟一点也不为你妹妹着想吗？苏国公现在有了退路，脑子没过去一根筋了，现在倒是看清了一些，大女儿的心思并不单纯。父亲，不必再说了，你四妹妹的婚事已经不能改了，到时候我会在潘氏宗族里选一个美貌的女子送过来。他只想要四妹妹来呀。行了，既然二皇子不在，我改日再来。此时被抓包的二皇子和德妃两人身子抖得像是筛糠一样。父皇，饶命！父皇，都是德妃勾引的儿臣，父皇，你饶了儿子吧，真是那女人勾引的我。德妃这时候倒是没有二皇子那么怂。最开始皇上出现的时候，他确实是惊慌了，毕竟那时候他衣衫不整。可是在见到皇上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他又觉得心里一阵畅快。姚家就剩下他一个人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德妃，真想听听你的想法。没错，是我勾引的他。二皇子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听到，哼，也不对，我们是互相勾引。李卓，先把二皇子带下去。是，陛下。二皇子直接被拖了出去。为什么？朕自问对你不薄。你个老匹夫，还敢问我为什么？皇上这话问的真是太可笑了。德妃从地上爬起来。赵南萧，你一个面如枯槁的老头子，难道还想要我真的喜欢你不成？赵南萧，你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你的儿子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还有，实话告诉你，我娘从来没爱过你，你不过是她的垫脚石。她去接近你，不过是皇帝舅舅想要除掉镇北军，让我娘来迷惑你罢了。呵呵，偏偏你是个傻子，就那么被我娘骗了。你这个镇北侯，就这么窝窝囊囊在北地，替我皇帝舅舅守着北地。赵南萧，你说你是不是很可笑？你这一辈子都是个笑话。吐血了。赵南萧，我知道我活不成，不过你也很快就来陪我了。虽然你又老又不中用，但我也不希望你多活。这江山本就是你造反来的，到时候还是会还给商家的。德妃的笑声戛然而止。来人！这时候，沉重的殿门被推开，冯顺带人弯着腰跑了进来。门不用关了。皇上又吐血了，太子此时可不在京城，只怕皇宫恐怕又会有一番腥风血雨啊！陛下，外面风大，您的身体要紧。皇上此时双臂张开，感受迎风而来的大风。王顺，把德妃的尸体处理了，把人扔到乱葬岗，给一群野狗啃食。这事儿你亲自去办。是，陛下。通知淮南道战生，山南道鲁章，江南道郑林，河南道相州，秘密带兵来京，守卫京都。这些人都是陛下从前的老部下，这时候来京，难道是？是，陛下，属下立即通知。祭酒大人留步。马大人，你有何事？那位的意思您明白吗？难道令孙女的婚期就这么延后了？还有3天就办婚礼了，这个时候叫停，真是太儿戏了吧？马大人，陛下雄才大略，高明远识，他的决定哪会出错？皇宫这边血雨腥风，东宫这里倒是一派祥和。这天，小狮子心事重重地跑回了东宫。小狮子，怎么了？娘亲，我是个坏孩子。哦，怎么了？和娘亲说一说。娘，我把皇爷爷气吐血了。秦婉心惊，她都不知道皇上吐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秦婉看了一眼屋子里的人，给平婆婆使了个眼色。平婆婆立即退了出去。来，小狮子，和娘说一说，那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告诉皇爷爷，二叔总是去找德妃娘娘打架，皇爷爷就气吐血了。秦婉可是知道这小子嘴里的打架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嘛。
德妃怎么好好的就那么死了呢？原来是小狮子放的雷。你怎么想起来和你皇爷爷说这件事情了？我就是给皇爷爷看我的纸条，爹爹不在，小白他们又有了很多纸条给我，然后我拿去给皇爷爷分享，他看了之后就吐血了。娘亲，我是不是做错了？娘，皇爷爷把德妃掐死了，他自己也病倒了，都昏迷了，一直躺在两仪殿呢。你皇爷爷真的昏迷了？哎呀，娘亲，你怎么了？哎呀，没事，就是弟弟们顽皮，踢了娘亲一下。娘亲，是不是要发生大事了？我发现宫里的人都好忙啊。你说的忙，都是指哪些人？就是在各个宫殿里的工人们，他们都忙着一直藏东西。藏东西？怎么多了这么多？这些不是小白他们送来的，这是小松鼠给我的。那些人好笨啊，他们总喜欢在石头、花盆、树底下藏东西，然后全都被我的朋友们找到了，嘿嘿。秦婉知道这时候不能笑，很好，你做得很好。娘亲，皇爷爷的事真的不怪我吗？那是你二叔和德妃的错，是他们把你皇爷爷气吐血的，不怪你。那就好，二叔是个大坏蛋，若是皇爷爷死翘翘了，那二叔要去陪着皇爷爷才是，他要代替爹爹在地下好好的照顾皇爷爷。这时候平婆婆进来禀报，娘娘，洪夫人递了拜帖，人这时候在皇宫外等着了。洪夫人正是王将军的副将弘毅的夫人，就是二狗的娘亲。王将军可是镇守北地的王胜将军。正是。快请洪夫人。慧喜，你亲自去宫门口去接人。是娘娘。臣妇参见太子妃。陈芳嫂子不必多礼。太子妃，这是我男人给家里送的家书，只是送信的人带了口信，让一定给您看看。接到信纸的那一瞬间，秦婉只觉得眼前一黑，这字真是太丑了，而且貌似还有错别字。红伯娘，二狗哥哥呢？他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啊？他要去学堂，没有时间。二狗哥哥骑马骑得不好，在学堂会被同窗笑话。今儿我送二狗哥哥一匹马，红伯娘带回去，让二狗哥哥私下里好好练习，这样下次骑射课就能考甲等了。洪夫人却是被小狮子的话震惊了，她都不知道儿子在学堂的情况，儿子在学堂真的被人笑话了。臣妇替儿子谢皇孙殿下的赏赐。让二狗哥哥好好练习，长大以后替我带兵打仗。嘿嘿，小皇孙这么聪明，未来的天下都是皇孙的。秦婉这边把信都看完了。春芳嫂子，这信你看过吗？看过了，我反复看了几遍，不怕太子妃笑话。臣妇认识的字不多，从前一哥很少给臣妇写信的，只是这次一哥特意带口信回来，让臣妇把家信交给太子妃，臣妇不敢耽搁。太子妃许是臣妇粗鄙，不懂其中的含义，太子妃聪慧，想必能看懂吧。还真是高看他了，他看着也有难度啊。都不对啊，难道是因为怀孕了，这脑袋都不好使了吗？人们都说一孕傻3年，难道这是真的吗？小狮子立即贴心的跑了过来。娘亲，小狮子帮你，家中安，二狗学堂我不安。他那缺胳膊少腿的信在路上已经被人验收过了，正因为他文化水平不高，写的信又是狗屁不通，这才顺利的到了长安城。军器监，娘，你看这几个字是军器监，二舅舅从前待着的地方。难道是武器出了问题？随即秦婉想到赵祯提到王将军后几次战事失败的异常。哪里写的？秦婉接过信又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发现军器监3个字要比别的字大一点。秦婉顺着这个思路看，有贪腐，军需有误，查军期间。秦婉没有想到，还真照着他担心的方向来了。春芳嫂子，这个信我就留下来了，信的事情千万不要外传，也不要向外人提起洪副将有送过信。太子妃放心，臣妇明白的。史策，太子妃，派2个身手好的人暗中保护洪夫人。谢太子妃。还有我给二狗哥哥的马，也要让红婆娘带走。洪夫人离开之后，秦婉就拿着信带着小狮子去了两仪殿。此时皇上才刚刚醒过来，赵荣正在侍候皇上喝药。父皇，二哥的婚期都延期了，儿子的也照办吧。皇上看着从前疏于管教的3儿子，心思单纯，是个赤诚的人。父皇，你身体有恙，瞒着别人也不应该瞒着儿子。大哥不在，我要替大哥多看着你呢。皇上听到赵荣这么说，心中熨帖。父皇，现在大哥出征在外，父皇就我们3个儿子，不知道二哥犯了什么事，若是不严重，父皇就饶过二哥吧。老二的事你不用管。是。至于你的婚事，无论如何都要按时举行。
夏家的姑娘必须要嫁过来，明白吗？夏家虽然是秦氏的外祖家，但秦氏和夏家并不亲。老三必须要娶了夏家的女孩，这样就算乱起来的时候，夏家才会成为主力。若是大郎那边，他要选谁呢？老三还是小狮子？最近一系列的事让皇上意识到，暗中有一股势力正在针对他们赵家。若是太子在京城该多好啊！父皇，儿子知道了，儿子会娶夏氏进门的。这时候，冯顺走了进来。陛下，太子妃和皇孙殿下来了，请进来。太子妃也快生了，怎么这时候来了？皇爷爷，你好点了吗？你都昏迷好长时间了呢。皇上的目光看向冯顺，他立即对皇上摇头。小狮子，你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难道是秦氏？他已经把手伸进了两仪殿。不是啊，我自己知道的，我娘不知道，还是我告诉我娘的。秦婉才走进来，还不知道皇上怀疑他的事。儿媳给父皇请安。起来吧。父皇，儿媳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还请父皇屏退其他人。还不等皇上示意，冯顺立即带着殿内的太监们退了下去。小狮子，你把这信送给你皇爷爷。皇爷爷，有小狮子的功劳。皇上没把小狮子的话当真，这狗爬一样的字，一看就是武官写的。太子妃，这信是有何不对？父皇，这是洪副将寄来的家书，但也是他们求救的信号。这上面有什么奥妙？赵荣也好奇起来，他伸长脖子往信上看。皇爷爷，我知道要看大一些的字，这是小狮子发现的。父皇，信中大一些的字都是洪副将想要传递的消息。王将军多次战败，是军需出现了问题，有贪官贪了银子，以至于将士的武器不敌胡人武器。父皇，现在当务之急是严查军器间。他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敢在武器上动手脚。大胆！皇爷爷不气，咱们把大坏蛋全都抓起来，然后一个个都杀头。小狮子，没那么容易的。皇爷爷，为什么？洪伯伯不是说要查军器间吗？军器间那么多人，还有各个地方官员，想要查出谁在军需上掺和，又查清谁动了手脚，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皇上感觉他活不了多久了，他要等着太子快速返京。父皇，此事不适合明察，只能暗访。不过军器间长官朱茂生，此人绝对脱不了干系。这事儿先不要动，等太子回京之后再开始调查。父皇，太子要回京了。5日前，朕已经派人前去通知太子，让他立即返京。父皇，调查贪官之前，军器间的朱茂生，此人呢也绝对不可再用。都要想个法子，既不打草惊蛇，又不能让他参与军器间的事务。父皇，还有现在也要查清太子带去的武器是否要有瑕疵，若是有，军部还要重新制作一批新的武器。这一次不如用新的锻造材料，直接制造钢刀。行，这事儿就让秦廷来负责，升他为军器丞。谢陛下隆恩。行了，你先回去吧。秦婉带着小狮子一起退出了两仪殿。李卓，太子那边还没有消息传回来吧？陛下，还没有。詹生等人到哪儿了？陛下，怕是还有3日才能抵达京师。翌日正是大朝会的日子，他们已经有3天没有见到皇上了。这时候，随着冯顺的一声“皇上驾到”，百官们停止了交谈。有那胆子大的官员小心地抬头打量着皇上，见到他那枯槁的面容，心中已经有了决断。有事启奏，无事退朝。朝中的大臣这时候也都把准备在朝会上讨论的事拿出来讨论讨论。皇上坐着不动，看着朝中各个部门开始扯皮，皇上依然不说话，而是听着百官争论。陆尚书、西河、朔方、雁门3地已经都在催促了，兵部的武器需要尽快送到3地。陆尚书站了出来。王大人，2个月前户部拨了80万两银子给兵部，就是用制造武器。这才过去了2个月，你们兵部又送来50万两的批条，我们户部也拿不出这笔钱呐。陛下，北地送来的折子都是催促武器尽快送到雁门等地。王将军等人被胡人和商朝余孽夹击，若是兵器供应不上，只怕我军的将士损伤惨烈呀。王爱卿，你觉得北地军备消耗巨大的原因是什么？
陛下，想来是胡人现在也学会了使用炸药，我军现在并不占优势。皇上看了王尚书一眼，此人忠心有余，奈何实力不足。皇上坐在上面，扫视着下边的群臣，他们垂着头，不敢和自己对视。这时候，大殿外传来了响动。陛下，雁门800里加急，快请进来。陛下，雁门失守了，王胜将军阵亡。皇上的身子踉跄了一下。陛下，雁门可是重要之地，若是雁门失守，恐怕胡人的士兵会从雁门直入中原呀。陛下，不知太子的大军抵达到了何地，是否能抵挡住鲜卑大军？陛下，现在或许应该派出使臣和胡人议和，尽快结束战乱。这时候，杨鹤又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陛下，800里加急。传。陛下，太子殿下在上郡遭遇了埋伏，身中数箭，掉下悬崖，现在生死不知。皇上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住了，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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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传太医，快传太医！朝中3省6部的高官都不敢这时候离开。雁门失守，太子失踪，皇帝昏迷，真是没一个好消息。这时候，一名衍生的小太监脚步匆匆地向东宫跑去。太子妃不好了，800里加急，太子殿下在上郡遭遇埋伏，身中数箭，跌落山崖。你是哪个宫的？奴婢是太极殿的。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见到秦婉一点都没有被打击到的模样，猛然向秦婉扑了过来。2声枪响，小太监直接倒在地上。尸体处理了。属下失职，请太子妃责罚。无碍。史策，宫外我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全部派人秘密送进东宫来。此外去秦宅一趟，把陆老大夫和秦大夫人请过来，本宫选好的奶娘全部都接进宫里来。是。娘娘的意思是，既然有人想要让本宫早产，那就放出消息，就传本宫被惊吓动了胎气。有人把戏台子都已经搭好了，本宫倒是要瞧一瞧名角都有谁。秦婉心里有一种另外一只靴子终于要落地的感觉。太极殿内，几个太医轮番给皇上把脉。许愿判严肃着一张脸，他也是心中沉痛。内殿外，安国公，皇上重病，这时候是不是要把二皇子放出来？三郎，你过来。赵荣也走了出来。三郎，你知道你二哥是怎么回事吗？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安国公，你说这时候是不是把二皇子放出来？太子不在，二皇子身为儿子，怎能不来皇上身边尽孝？苏国公，你说的都在理，可是我怎么能违背皇兄的旨意呢？赵二叔的话还没有说完，殿外的房门就被推开了。父皇，父皇，父皇呀，父皇！这么看来，您还是心疼儿子的。二郎，不要压着你父皇。母后，皇后还没有想到，这个二儿子是要抢皇位的。到了戌时，2天了，别说太子失踪了，就是他还活着都没用了。长安城一间静谧的房间内，主子，宫里传来消息，太子妃发动了。消息准确吗？千真万确。这时候只要除掉太子妃和皇孙，到时候赵家皇室就没人了。派人去给平王府的人送消息，让他说动平王，趁乱夺了皇位。是，属下这就去办。慢着，东宫那边的人也得赶紧行动了。主子，朱茂生那人现在恐怕还有别的心思。哼，不用管他，只要他女儿听话就好。告诉他，事成之后，本王会论功行赏的。是。宜秋宫，环姑姑，太子妃真的发动了吗？回娘娘，承恩殿那边严阵以待，太医已经去了多时了。是时候动手了。先不急，太子妃这人甚是狡猾，先不要轻举妄动。娘娘是什么意思？二皇子既然出了皇宫，恐怕他此时更不希望太子妃和皇孙活着。二皇子回到了王府之后，他立即把幕僚和早就投靠他的官员召集过来。肃国公怎么不在？殿下，国公爷没有和你一起出宫吗？本王和皇后道别，耽搁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的确没见到人。王爷，现在正是关键时候，肃国公不能不到啊。臣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二皇子先是一愣，随后就朗声大笑。宋大人几个官员先是震惊，随后也跟着跪了下来。
宋大人，到时候本王还需要大人在朝臣中多多提本王啊。王爷放心，下官这就去替王爷劝说那些大人。王爷，不知道东宫那边您有没有安排？东宫本王怎能插得了手啊？王爷，今晚就是最好的时机，女子生产难产最正常不过。殿下，若是淑妃娘娘留下的人还在，恐怕就不能藏着掖着了。哼，本王自是知道，只是现在人没了。难道殿下要放弃这个机会？殿下，属下还有一事不解。殿下前些日子进皇宫请安之后就没再出来，属下们都很是担心呐。不过说起来，有件事很蹊跷，殿下进宫那日午后，不知道小皇孙和陛下说了什么，以至于两仪殿的内侍全都被灭口。陈琦，你说的可是真的？他的眼中闪现冷意。来人，王爷，派一队人马跟本王走。殿下不急，这是大事，要计划周密才行。随后，陈琦在二皇子的耳边耳语了一番。好，陈先生大才，听先生的。深夜，宜春宫，娘亲，怎么了？为什么他们都说爹爹死了？今天我的伙伴刚给我送了消息回来。那些人都是坏人，是他们希望你爹爹不在了。娘亲，那我去告诉他们，爹爹活得好好的，爹爹马上就要去打胡人老巢了，好不好？这样皇爷爷就能醒了吧？嘘，不要泄露哦，这宫里除了娘谁都不要说，明白吗？为什么呢？就是二爷爷也不告诉吗？不行，二爷爷也不许说。那好吧。小狮子，暗中有人要对咱们不利，你要趁着这段时间把藏在暗处的人全部都抓到，明白了吗？好，小狮子也喜欢抓坏人的游戏。天黑了，快睡吧。好，弟弟们，你们要乖乖的。娘，弟弟们听懂了耶，嘿嘿。今晚微微一笑，宜秋宫的珠帘梦也是急了。再去打听，真的没有动静。回娘娘，太子妃的肚子一会儿疼一会儿好的，还没生下来呢。娘娘，妇人生产也有生个3天3夜的，只是这样的妇人十有八九会凶多吉少。主子那边已经传到了消息，到时候他会亲自到。东宫这边必须处理干净。有公公在，秦氏他插翅难逃。殷公公微微一笑。太极殿内，3省6部的高官都在，皇后也被请了过来。他听着大臣们说搜寻太子的尸体，终于意识到他大儿子没了，而且皇位貌似还要转给二皇子。我以为二皇子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陛下打天下的时候，二皇子虽然没有太子的战功高，但是也是有功劳的，且他此时又是陛下最为年长的皇子了。苏国公此言差矣，太子只是失踪，并未找到尸体。况且陛下只是昏迷，这个时候提立新君之事，怕是不妥吧？袁太师，肃国公的担忧不假。此时燕国需要有一人站出来主持大局。皇上只有3子，太子若是不在，只有二皇子最为合适。本宫还有3皇子，为什么要选二皇子？回皇后娘娘，3皇子面容有瑕，不能为我燕朝新的储君。什么狗屁规矩！我就要选我3儿子当新的太子。皇后娘娘，储君人选事关江山社稷，不能儿戏。既然我儿子不成，那我还有孙子呢。小狮子是太子的嫡子，皇上驾崩之后，就由我孙子当吧。臣以为皇后所言极是，皇孙小小年纪就天资聪颖，且陛下从前也说过，大皇孙可为太孙人选。臣以为陆大人说得对。是啊，皇上曾经说过这话，且太子殿下只是失踪，也并未确认身亡，这时候立皇孙为太孙最为稳妥。二皇子才来到太极殿，就听到了如此诛心之言。难道本王还不如一个小娃娃得众位大臣的信赖？各位大臣，本王难道比不上一个小娃娃？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众人。今天你们可是要好好的选一选，本王看着你们选。二皇子选了一张椅子，嚣张地坐了下来。若是本王不满意，那他的下场就犹如这个桌子一样。二哥，你怎么这身打扮？老三，这里没你的事，你老实在一边，要是误伤你就不好了。二哥，你想要皇位？呵呵，我有什么不能？都是皇子，为什么只有赵祯行？我赵冕又不比他差什么。选啊，本王就在这儿，你们怎么不说了？本王没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的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吗？
臣愿意支持二皇子。马尚书，你很好。二哥，咱们怎么办？选谁呢？先看着，咱们都别出声。好，听二哥的。殿下，玉玺找到了。二皇子接了过来，眼中闪过惊喜。有了玉玺，本王就是皇上了。老二，你果然是个坏心肠的。闭嘴！你现在安静一点。本王登基之后，还能让你当太后，否则别怪本王无情。皇后虽然不高兴，但也不敢多嘴。谢大人，正好你也在，本宫记得你最是得大哥喜欢，你们真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的。大哥在的时候，好些旨意都是你草拟的。今天本王就让你替父皇草拟了退位诏书吧。平王殿下，臣不能错。谢玉安，你不要敬酒不吃罚酒，本王现在是给你命呢，你就那么不想活吗？平王殿下，你真的以为皇位是你的了？你不看看你身边的人是谁吗？谢玉安，你不要虚张声势了，赶紧写诏书，本王念，你来写。商云泽，没想到你竟然回到了长安城。谢玉安啊，谢玉安，还是老朋友更熟悉一些。没想到我骗过了所有人，竟然被你识破了。你是前朝皇子？商云泽冷笑一声，快速抽出刀向二皇子砍去。二皇子没有防备，我的手！来人，把这人给本王拿下！赵冕，你个蠢猪！你以为就凭你那仨瓜俩枣的人能打进皇宫吗？看清楚，你身边的人都是我的人。商云泽看着殿中的赵家人，非常满意。赵家男丁全部在，正好可以一起下地狱。二哥，恐怕咱们活不过明天了。赵二叔强装镇定，听他吹牛吧，皇宫的守卫那么多，他们才多少人？你个前朝余孽，不要在这里口出狂言！你是前朝皇子又怎么样？现在这天下是我们赵家的，就凭你们赵家，哼，你们不过是乱臣贼子，你们背信弃义，人人得而诛之。这天下不过是借你们3年，你们还以为一直能掌控不成？赵南萧乃是乱臣贼子，他不配为整个中原的天下之主。在统治的这3年，连年灾害与战乱不断，这完全是因为他德不配位。现在就是物归原主、拨乱反正的时候。各位大人，你们本就是我们商家旧臣，本王在这里保证，只要你们臣服于本王，本王可以既往不咎。商云泽这话一出口，原本安静的大殿内立即就有人议论起来。你做梦！你以为占领了皇宫，你就能统治天下了？我告诉你，我大哥会回来的，就算我们全都死了，我大哥也会给我们报仇的。一时间，殿内的大臣们又不知道怎么选了。赵祯，他恐怕尸体都快腐烂了，你还期待他杀回长安城？真是可笑。各位大人，咱们同朝为官多年，齐王的本事想必大人们都清楚。当初若不是晋王谋篡皇位，齐王殿下当时未必没有机会。正如齐王说的，赵家乃是乱臣贼子，赵南萧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侯爷，机缘巧合之下才篡夺了商朝的江山。现在齐王不过是诛杀赵家这个乱臣贼子，各位大人又有什么好迟疑的呢？何况赵祯那死也是心狠手辣，咱们好些同僚都死在赵祯的手中。咱们是前朝旧人，赵家父子现在是无人可用，才留着咱们。若是他日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咱们逃不过抄家灭族的大祸呀。军器监朱茂生这时候站了出来。马尚书所言不差，我女儿虽然身在东宫，但是今日我也过来说一句公道话，赵南萧父子绝不是明主。况且赵南萧身体老迈，现在都还昏迷着，赵祯恐怕也凶多吉少了。而赵南萧除了赵祯一个儿子有点用之外，其他的2个儿子都是废物。各位大人，赵家的气数已尽，赵家已无可用之人，难道各位大人想要把江山送到一个4岁的小娃娃身上吗？朱大人所言不错，赵家的气数尽了，各位大人还是选择明主才是。宋大人、刘大人、许大人都不用隐藏了，过来本王这边。属下参见主子。商云泽好自是看出了那些大臣的迟疑，给各位大臣1炷香的时间选择，大人们不妨好好的听一听，看一看殿外的状况。对了，大人们不妨等一等，先看看东宫的情况。商云泽想到商朝灭亡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秦婉，这心里就很不爽。来人，
去东宫那边看看，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把秦婉那个女人给本王拖过来。是是。商云泽身后的2名护卫立即退了出去。东宫，此时东宫四周不断有黑衣人倒在地上，往往他们才从墙上飞下来，飞到一半，身子就摔在了地上，身上不断冒着血。小狮子没有害怕，他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母亲手上的东西。娘亲，这个可以给小狮子一个吗？小狮子可想要了。你还小，等你长大了给你用啊。这时候，朱莲梦和殷公公都傻眼了。殷公公，看来还需要您老亲自出手了。是，咱家倒要看一看太子妃有几条命。秦婉坐在椅子上，小狮子站在旁边，2人一起看着前方的打斗。虎头扬起大脑袋，几次想要冲上去。虎头不要急，娘亲是让你保存实力。虎头又扬起大脑袋，咕噜几声，他被打得吐血，直接被拖了过来。娘亲，咱们快去救二爷爷和老师吧，他们被坏人给捆起来了。走吧。秦婉看着殷公公和朱莲梦2人，送他们上路。为什么不听我狡辩？眨眼间，人已经没了气息。秦婉被平婆婆扶着，小狮子骑在白虎身上，东宫护卫围着2个主子，众人一起去了太极殿。这天下又是我们商家的了，是吗？这天下是我们赵家的天下。他上前几步，秦氏，你竟然没死！你都没死，本宫怎么会死呢？秦氏，你舅舅李国柱本就是本王的将领，当初把你嫁给赵家，不过是本王和赵南萧谈的一笔买卖罢了。本王可以看在你舅舅的面子上饶你一命，待本王登基之后，本王可以让你当本王的妃子。秦婉好笑地看着他。商云泽，你的脑袋是不是灌水了？本宫好好的未来皇后不当，跑去给你当妃子，真是可笑。皇后？秦氏，你不要痴心妄想了，赵祯已经死了，你这个皇后当不成了。若不是看你还有点用的份上，你以为本王能让你当本王的妃子？我爹爹没有死，他很快就要把胡人的老巢打下来了。我爹爹才是未来的皇帝，我将来也要当皇帝，皇位是我们父子的，你想都不要想。你们不要抵抗了，本王这次来就不会做没把握的仗。这皇宫是我们商家人建造的，哪一处有密道，本王都是清楚得很。到时候本王的大军将会源源不断的闯进来，地道的出口都被我娘封上了哟。商云泽怔愣瞬间，不可能，地道中都有机关术，况且没有图纸，你们根本找不到地道所在的位置。秦氏，你不要抵抗了，若是你舍弃你的孩子，本王可以饶你不死。秦婉看着大辣辣站在店门口，他直接拿出袖珍手枪，砰砰2声，商云泽直接倒了下去。全部拿下！秦婉转身看着那些打在一起的士兵，商云泽已死，全部放下武器，投降者不杀。把小狮子放下之后，虎头兴奋地冲了过去。秦婉见外面的人处理完了，一步一步地向太极殿走去。大嫂，大嫂，你终于来了，刚才吓死我了。太子妃，你终于来了。放心，有我在。三叔，你别怕，有小狮子保护你。史策，看看人死透了没，补上2刀。是。史策捅了2刀，才蹲下来试了一下鼻息。回太子妃，人已经死透了。好些大臣抽了抽嘴角，没死透的人挨2刀也死得透透了的吧？秦氏，你个毒妇，竟然连死人的尸体都不放过！你就是宋大人宋德启吧？还真是藏得深啊！要不是为了把你们调出来，你以为他商云泽能进来皇宫？真会做梦！秦婉这句话还真是平地一声惊雷。众位大臣看了一眼躺在地上抱着断掉胳膊的二皇子，原来二皇子也是太子妃玩耍的一环呐。现在看来，人家是等着鱼上钩呢。二皇子这时候也恶狠狠地向秦婉看去。尸体保留的完整点，商云泽这次进京，一定还有一大堆的人马留在长安城外，这尸体就挂在北城门上。我要让那些人见到他们的主子死了。恶妇，恶妇，为女人和小人难养也。秦氏，你如此心狠手辣，不配为太子妃。我心狠手辣？那你们还真是没见过我心狠手辣那一面呢。你们暗中勾结贪污钱款，在军需上动手脚，以至于北地将士无辜惨死，这一笔的账本宫可都记得呢。
你们不要以为皇上昏迷没人来判你们，本宫告诉你，本宫能。本宫从来不是心慈的主，我要让你们把吃掉的全部都吐出来，不要有一丝侥幸。本宫有的是法子让你们说出真话。还有，在我这儿没有抄家流放一说，只有抄家灭族，全族男女老少，不管老者还是幼童。秦婉的话像是一股风，吹得人透心凉，又像是尖刀悬在头顶上。穆统领，把这几个大臣全部关进大理寺，告诉大理寺卿，人看好了，人若是没审之前就死了，本宫要他脑袋。很快，穆青就带着禁军把宋大人等人全都押了出去。虽然被同僚鄙视了，但各自都是为了活命，一个个猫着腰低着头在那边装鹌鹑。本宫虽然不在这儿，但也知道刚才投靠商云泽的人不会就那么几个，都站出来吧。本宫知道你们只是一时没有抵受到商云泽的诱惑，才立场跑偏。你们和之前带走的那批人不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是你们也不能继续围观。现在站出来，本宫会饶你们一命。命可以留着，但是家产必须充公。哼！各位大臣现在都开始怀念起太子了。赵荣，都是哪几位大臣投靠了商云泽？去找出来。好的，大嫂。他显得很认真。大嫂，一共有5个人，我就认出来3个，剩下2个找不到了。谢玉安倒是知道有哪2人，他看了秦婉一眼，觉得他此时杀意有些重。娘亲，我知道，我来找。娘亲，是这2个人。来人，把这5位大臣也关起来。是。不要想不开寻死，除了这次站队的问题，只要没犯其他罪，本宫可以饶你们不死。本宫说话算话。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众位大臣放心，陛下昏迷，太子不在，好些事情还需要众位大臣操劳呢。袁太师站了出来。臣当朝太师拜见太子妃。袁太师不必拘礼，本宫还是要感谢太师。小狮子都回来说了，很喜欢听太师讲的故事。娘亲，袁老师也很好的。太子妃，皇孙如此聪慧，只要好好培养，将来必定是一代明君的。如今燕朝内忧外患，还是早定下储君人选为好。臣以为应该立即立下小皇孙为太孙。臣服议议。不行，我现在还不能当皇帝，得我爹爹先当皇帝，然后我再当。皇孙殿下是太孙，不是皇帝。太孙，我本来就是皇孙啊。小狮子还不明白其中的区别，袁太师耐心地解释其中的关系。皇孙是第3顺位继承人，你看看你爹是太子，你是他的儿子，又是皇位继承人，就是太孙。啊，我明白了，这样好，我爹爹把坏人打跑之后就能回来了。他现在已经去了阴山。太子殿下到了阴山，越过了雁门去了阴山。太子殿下不是在上郡被埋伏了吗？谢玉安也快速地来到小狮子的身边。景轩，你和老师说说，太子真的去了阴山，你是怎么知道的？小狮子想起从前秦婉的叮嘱，我是好孩子，我不会说假话，我爹爹很快就会把坏人打跑的。太子妃，皇孙说的可是真的？皇孙说的不错，本宫确实是才接到消息，太子殿下现在是安全无忧。众位大臣也不知道是卸下了心中大石，还是太过激动，有些人竟然跌坐在地上。太子无忧，我燕朝之福啊！各位大臣，本宫现在还有个不情之请，还请众位大臣帮忙。太子妃请说。众位大臣也知道，如今6部中有5部都有商云泽的党羽，虽然现在才抓了几人，可是暗中或许呢还有一些官员藏匿在其中，那些大臣都是潜藏的危害，本宫是一定要把人给找出来的。太子妃有何吩咐？只要下官能做的，下官愿意鞠躬尽瘁。刚刚看到秦婉的手段，太子妃完全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主，你能和她强调君子言行吗？不能，她是女子，也是小人，反复无常才是本色。是，下官也是。此事非常容易啊，本宫也知道今日时间也不早了，众位大臣在宫中也是受到惊吓，应该是早些回家休息啊。本宫要求的也不难，现在父皇昏迷，太子不在，不能没有人做主。朝中6部本宫都不熟悉，虽然那几人都关在了大理寺，但是呢，想要查清他们暗藏的同党也没那么容易啊。现在就有劳各位大人把朝中和那些大人平日交好的官员全部都写下来，本宫看着做个参考。他们互相看了看，有人觉得为难，也有人有点兴奋。太子妃，这样是不是不好啊？各位大臣不用担心，这次是不记名举报，结果呢也只是本宫来看，
众位大臣只要把平日和宋德启、朱茂生等人关系好的人写出来就好了。穆统领，给众位大臣准备笔墨纸砚。是，太子妃。众位大臣仔细斟酌，也不要漏了谁，否则别人都照实写了，偏偏你一个人避开，那也是很有嫌疑的。众位大臣走出太极殿的时候，脚都在打颤。苏国公被扶上马车，他瘫在车厢里。父亲，今天皇宫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回家再说。皇宫内，秦婉这时候才带着小狮子向内殿走去。皇上怎么样了？丰顺低着头。皇上还在昏迷。皇后呢？她好点了吗？回太子妃，皇后娘娘已经被送到了万春殿。皇后娘娘受到了惊吓，三殿下在那边照顾着。赵二叔走近。阿婉，今天多亏了有你，多亏了你了。秦婉看出了赵二叔的慌乱。二叔不必担心，一切都有我呢。对，阿婉说的没错，只要有你在就没事。二叔三叔，天色不早了，宫外的家人可能都急了，你们也回家报一句平安。对，你二婶那边我也得回去看看，别让别人钻了空子。二夫人怀孕了，还是不放心。二叔也不必太急，我已经提前派人去了安国府，上云泽的人伤不了人。阿婉，你说的对，我要回家看看。太子妃，我们顺国公府有没有去人？三叔放心，也是安排了的。谢太子妃。于是赵二叔和赵三叔也立即出了太极殿。娘亲，我困了。秦婉牵着他，走，去看看你皇爷爷，咱们一会儿就回去。好。小狮子立即颠颠地跑到床边。皇爷爷，你快醒来啊！小狮子来看你了。皇上躺床上一动不动。皇爷爷，娘亲，皇爷爷还没醒。太医呢？奴婢立刻派人去宣太医进来。冯顺也不敢离开，说实话，他怕太子妃对皇上不利。很快，曲院判带着其他太医就走了进来。臣太医院院判参见太子妃。起来吧，父皇的身体如何？陛下伤了根基，又气急攻心，以至于元气耗竭，阴阳离绝。且陛下这些日子劳倦内伤，心气衰微，心阳不振。本宫只想知道皇上什么时候能醒过来。陛下这样，臣也拿不准呢。史策，去把陆老大夫请过来。是，太子妃。行了，你们全部都退出去吧，在殿外守着。是。小狮子，你躺在你皇爷爷身边，陪他睡一会儿。皇爷爷，小狮子陪你睡觉，咱们一起等爹爹回来。很快，陆老大夫就被请了进来。陆老大夫，你给父皇看看，一定要保住他的命，让他早点醒过来。娘娘，太医开的药方都对症，只是这药量上有些不足。陆老大夫，按照你的思路给父皇开药。那些太医虽然也是医术高明，但是他们不如咱们的勤奋，有时候会有些私心。娘娘放心，太子对老夫有救命之恩，老夫一定全力救治。好，田婆婆，把小狮子抱过来，咱们回东宫。是，娘娘。小狮子这时候已经躺在皇上的身边睡着了。人才回到东宫，就有小太监过来禀报：娘娘抓到了韩良元，带我过去看看。是。很快，秦婉被带着来到了一间密室。娘娘，莫弈他怎么了？秦婉没有解释，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你们全部都下去吧。娘娘，还是让属下留下吧。行，史策留下，你们全部退下。是。很快，其他人都退了出去，房间内只剩下了4人。太子妃，我们果然都小瞧了你，如此行事都让你扭转乾坤，我今天是真的佩服了。大家都是人，不过是趋利避害罢了。我这太子妃的位置，好多人都惦记着呢，我不能不防。不对，你这个样子，还真不像个农户人家人教育出来的姑娘。人人都平等，为什么要分个3、6、9等？为了活命，不得不多思多想。不过本宫也想不通，你没有接受苏清言的拉拢，又拒绝了珠帘梦交好，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逃呢？没有恩宠的女人，在这个宫里就像是个牢笼。我不想要继续困在这里。你怀孕了？难道太子做了对不起太子妃的事？哎，什么时候呢？出征前，太子好像没有去宜秋宫啊。史策内心7上8下的。哎，太子妃哪儿都好，就是心眼有点小，对太子太痴情，容不下其他的女子。当初太子后院的5个女人已经死了3个，现在这个韩良元估计也活不成了。哎，女人心海底针呐。
秦婉完全不知道史册在一旁想七想八。哼，太子妃，你还真是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当初也是你最先发现我怀孕的，现在竟然又被你看出来了。你们想要趁着这次宫中混乱，想要逃出去？韩青黛看了莫弈一眼。是，我想要保住我的孩子。莫弈这时候也抬起头，正好对上韩青黛的眼睛。太子妃，属下知道我死罪难逃，还请放过韩良缘啊！韩青黛，你是怎么想的？太子妃，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我和莫弈的关系。也没有很久啊，你们不能继续留在宫里。既然你们想要离开，那本宫就放你们走。你真的愿意让我们活着？史策，你亲自去安排，趁着今夜宫门往外运送那些尸体。太子妃，谢谢你。出去后有莫弈在，想必你们也能生活得不错。属下谢太子妃。是。皇宫太极殿，陛下，微臣救驾来时，请陛下责罚。无碍，有惊无险。皇上这次也是没有想到，前朝三皇子商云泽是幕后的主使者，而且这次的危机还是那大了肚子的秦氏给化解的。皇上每想到这里都觉得不可思议。商云泽带来的部下全都处理了吗？回陛下，末将带领的士兵来京，正巧接到了陛下的消息，直接在距离长安30里的地方全都歼灭了。是啊，陛下，还有4个密道中也击杀了数千人，幸亏皇宫这边的出口被堵死了，否则这些人闯入皇宫，后果不堪设想。那秦氏果真是有大气运在身上的。襄州、战生，现在长安的危机破了，你们立即赶往阴山去接应太子。是，末将领旨。鲁章、郑林，你们2人先不急离开，驻守在长安城外，随时听候调遣。是，陛下。4人都离开之后，皇上又把穆青叫来。穆青，东宫那边有什么动静？回陛下，太子妃和皇孙已经都睡着了，东宫一切如常。只是什么？太子妃悄悄送了2人出皇宫。什么人？因为什么？是，说。是韩良缘和莫弈2人。莫弈，他不是太子的替身吗？陛下，韩良缘怀孕了，不是太子的。太子妃仁慈，放了韩良缘和莫弈2人。大胆！妇人之仁呐！母亲，你派几人找个机会把2人都处理掉。是，陛下。皇上还想继续看看秦婉的能力。朕醒来的事不要告诉太子妃，有拿不准的事也可以去问太子妃的主意。还有，让太子妃把后宫的掌宫权也接了，那活早晚都是她的。是，陛下。穆青离开之后，这时候陆老大夫让人熬的药也已经送了过来。你从前是太子救下来的人？是，陛下。曹明从前也是北地的百姓，后来得了太子殿下的搭救，又有幸和侯府家将的亲眷一起，后来又和太子妃等人一起留在了栖霞山。太子接太子妃进京之后，曹明和孙女也都一起来了长安城。听说你孙女嫁给了秦家的大小子。是的，陛下。曹明的孙女有幸嫁入了秦家，曹明也算是和太子妃成了亲家。皇上知道这段渊源，也是放心了。既然是太子的人，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是，曹明是医者，也只会看病救人，不会参与其他。听说秦氏生的第1胎，当时就有你坐镇。是，老夫曾经也给许多妇人看病。那好，你就留在宫里。太子妃这1胎是双胎，怕是还需要你。是，陛下。朕醒来的事要保密，不要让太子妃知道，明白吗？是，陛下。行了，你退下吧。陆老大夫离开了太极殿。天色微亮，出长安城的小路上，一匹快马正在飞快地奔驰着，一群蒙着面的男人正在全力追赶。莫弈，若是逃不掉，你就放下我，自己跑吧。韩青黛知道单凭莫弈的身手是能逃走的。莫弈用力挥舞马鞭，搂紧我，咱们一定能逃走。我就知道秦婉不会放咱们活着离开的。莫弈的手攥紧缰绳，眼神意味不明。天亮了，
但是整个长安城都是静悄悄的，百姓们在半夜的时候就察觉到有异，家家户户那都是紧闭门户。夏家正说着宫中昨夜的惊险，说时迟那时快，太子妃带着东宫的护卫来了，就听到砰砰两声，原来还嚣张的尚云泽就倒在了地上，胸口出现2个血洞，那鲜血不断的往外冒。三舅舅，是什么暗器能够发出砰砰声？夏爹，是飞镖吗？还是箭矢？你们2个小屁孩不要插嘴。是啊，你们不要插话，听爹爹说。老三，你不要胡编乱造，要按事实说。爹，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亲眼看到太子妃只是伸出了胳膊对准了尚云泽，2声巨响之后，那人就倒地不起了。而且啊，太子妃真的老狠了，尚云泽的尸体他也不放过，估计现在还在北城门挂着呢。还有啊，他的心野戏，害怕尚云泽假死，就这么当着我们的面让东宫护卫又去补了2刀。夏家的女眷听到夏三爷这么说，都用帕子捂住了嘴巴。爹，你们不知道太子妃她有多聪明，她好像是算准了二皇子会造反一样，她精准的预判了敌人的预判。皇宫的密道出口被她提前封住了，二皇子带了尚云泽进宫，太子妃正好来了一个关门打狗。夏老大人听到三儿子这么说，嘴角也是上翘的。不可乱说，二皇子造反，太子妃又怎么会知道？是，爹说的对，是我想差了。不过爹，你都没瞧见，太子妃一个女人可是把朝中那些老家伙吓坏了，儿子估计现在还有好些人都睡不着觉呢。三弟，怎么回事啊？你快说。这老三也真是的，总是吊人胃口。爹，二哥，当时那情况，我们是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那时候谁要是不听话，估计我们都会被扣上前朝余孽的同党，当场命就能交代在那里了。你们就真的写了？朝中6部，有5部都被尚云泽渗透了，这其中牵连的人不少呢。是啊，这其中牵连甚广，但也不能让那些有反叛之心的臣子继续留在朝中。太子妃这招虽然有些胡闹，但也是个法子，不是？夏老大人这时候觉得这个外孙女她要见上一见了。皇宫内，陛下，韩清代已经身亡，莫亦逃了，请陛下责罚。无碍，只要韩氏死了就好。二皇子那边，太子妃有没有下命令？回陛下，平王府已经被围了起来，二皇子现在也关在大理寺内。皇上好奇了，太子妃没有下令杀了二皇子。回陛下，没有，太子妃没有任何命令。行了，你去东宫待命，看看他都想干什么。是，陛下。秦婉睡到下午，人才醒过来。娘娘，今天上午皇后娘娘和李成辉都来过了，只是娘娘还没睡醒。奴婢和皇后娘娘说了，皇后娘娘也没恼，痛快地回了万春殿。趁着母后不回坤宁宫，徐嬷嬷那边就别拖着了，送她上路。是，奴婢稍后就去安排。对了，母后这个时候正是脆弱的时候，选一个嘴皮子利索又灵敏的姑姑送过去。记住啊，首要任务是先取得母后的信任，最后才是慢慢规劝母后的行为。是，高大办那边已经选好了人，就等着送过去了。行，这次后宫损失的工人不少，让大办辛苦一些，选些合适的人分配到各个宫中。对了，娘娘，穆统领和杨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快一些，替本宫快些梳洗。秦婉很想知道城外的情况，也想知道商云泽外面的部下到底处理的怎么样了。很快，秦婉就带着小狮子去了立正殿。臣等参见太子妃，给皇孙殿下请安。各位大人不必多礼，快请起。穆统领，城外的那些叛军都已经擒拿了吗？穆青站了出来。回太子妃，4个密道中的敌人已经全部歼灭，反贼尚云泽率领近万人，现在反贼已经全部被诛杀。好，穆统领做得不错，待太子返京必有重赏。微臣大理寺卿崔家行参见太子妃。崔大人，如今大理寺关押的官员都是朝中重犯，还请崔大人仔细审问，问出他们的同党。太子妃，这次的事牵连甚广，刑部尚书也在其中，恐怕这次要3司会审才行。不用了，崔大人先自行审问一遍，能问出多少是多少。太子妃，从前此等重大案件都是要3司会审才可，必须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判。马尚书掌管着刑部，全国的案件都是由刑部负责，可是他这人竟然是最大的特务头子，说出来都是非常的可笑啊。特务头子，
太子妃，什么是特务头子？李纯没忍住，还是问了出来。糟糕，一着急把后世的叫法给喊出来了。就是反贼的意思。哎呀，总之称呼不重要啊。刑部上下的官员都要查，马昭管理刑部多年，想必是有众多党羽，这次必须要连根拔出。还有，马昭此人要重点查。本宫记得当初就是他举荐太子率兵出征，太子又在上郡遭遇埋伏，此事都与此人脱不了干系。糟糕了，太子妃这是想要借题发挥呀！当初大朝会上建议太子出征的人可是不少，我当初也附议来着。算了，我还是老实点吧。是，太子妃英明，马昭与刑部大小官员都要严查，一个也不能放过。谢大人，这次呢要有劳你帮着在一旁记录。崔大人审问过程中，无论是问话还是犯人的答话，全部都要记录在册。谢玉安先是一愣，随后站了出来。是。完了，这是帮手没找到，现在求来了一个监工。本宫对审问一事一窍不通，防止漏下重要的线索，没法对父皇和太子交代，所以呢，就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秦婉笑着看着众人，几位大人可还有其他事情？众人齐齐摇头。那好，众位大人就去忙吧。本宫一介女流，对国事呢也不应插手过多。太子妃，既然北地军需出现了问题，太子军队是否也存在？现在当务之急是迅速派个军需官押送新的军需粮草前去支援太子。秦婉赞赏地看了一眼李纯，李大人说的不错，这事就由李大人牵头，协调各个部门督办此事。梅世忠这时候觉得他也不能坐以待毙了。启禀太子妃，臣也还有一事。洪，梅大人有事请说。太子妃，正是册立皇孙之事，现在陛下昏迷，但太子不在京城，太孙的册立尽快举行才是最为稳妥。秦婉看了小狮子一眼，说实话，赵祯和小狮子比起来，还是小狮子更重要。丈夫或许能换，但儿子不行。梅大人所言极是，前日百官也已经恳请了立皇孙为太孙，现在还差着举行仪式，昭告天下。梅大人，既然这件事情是你提议的，那么册立太孙的大典就由你亲自来督办。是，臣定当不负太子妃所托。老梅这人所图甚大呀！册立太孙的仪式明明是礼部的活儿，老梅竟然这么不地道。他一个门下省的，竟然把手伸到了尚书上。咱们大哥别说二哥，你不是也盯上了吗？你插手的更多，筹集军需不仅有户部的事，还有兵部呢。你这老家伙更鸡贼。彼此确认过眼神，他们是尿不到一壶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明明进棚前俩人都是笑呵呵的呢。谢玉安暗自的看着这一切，这女人不简单呐。众人没事之后，一起出了立正殿。谢大人，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崔大人，咱们也不能闲着了。太子妃不是个有耐心的人，牢房里面可是关着好些犯人。娘亲，刚才那些人都是好人吗？小狮子现在有个疑惑，他突然对好人和坏人分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娘亲，李弘毅的爷爷本来是想替人求情的，我朋友都告诉我了。可是今天他来了，又没有说，他说话不算话，是个坏孩子。小狮子啊，娘亲今天再告诉你一招啊，人不是只看好坏，也不是非黑即白，要看是怎么用。娘亲，小狮子不明白。如果一个人呢是个大好人，但是他没有才智，做的事啊心是好的，但是结果是坏的，那你说这个人怎么办啊？不知道。好人但办蠢事，那这样的人就不能用。相反呢，这个人被称之为坏人，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是对你有利的，你也可以用一用。人不分好坏，只看你把人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将来是皇帝，要懂得识人用人之道。小狮子懵懂的点头，他慢慢的消化母亲的话。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之后会慢慢了解的。走吧，去两仪殿看看你皇爷爷行没行？好。秦婉牵着小狮子一起向两仪殿而去。奴婢给太子妃请安。父皇醒了吗？还没有，就是喝下去的药都难以吞服下去。秦婉皱着眉头，这不是好现象呀。小狮子立即哒哒哒的跑了上去。爷爷，皇爷爷，你醒一醒啊！
我的乖乖呀，可不能这样啊！他也走进床前，伸出手试探了一下皇上的鼻息。秦氏想干什么？吓死我了！太子妃，您真是吓死奴婢了，谁有你这么大胆的？冯公公，父皇这样可不行啊！好人不见米食也受不了，这何况是昏迷之人呢？冯顺看了皇上一眼，立即换上了一脸愁容。太子妃说的是，只是陛下昏迷吃不了啊，现在就靠米汤维持着呢。既能够吃下米汤，那就再端2碗过来，本宫看着你给父皇喝下去。这……冯顺为难了，还不快去！大胆奴婢，你还不快去？是想要饿着我皇爷爷吗？是，奴婢这就派人去准备。皇爷爷，你要快点醒来，小狮子就要当太孙了呢。今天有个梅老头说要给我准备册封大典呢。梅老头难道是梅从那老家伙？他一个门下省的，怎么操心起礼部的事了？皇上被这个消息弄得差一点破功了。不行，当秦氏离开之后，我得尽快问问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御膳房就送来了2大碗米汤。冯顺见到这么多米汤，抽了抽嘴角，怎么这么多？冯公公，你快伺候父皇喝汤。冯公公，你是不是想要饿着我皇爷爷？奴婢不敢，不敢。冯顺一小口一小口的给皇上喂米汤。这老家伙是不是装的呀？人就算是昏迷，也会有下意识的吞咽动作。皇上这样真的和从前灌小狮子吃药的时候一个德行啊，那真是牙关紧咬，一点都吃不下去。冯顺，你把父皇扶起来，你过来，把米汤给皇上灌下去。被秦婉指着的小太监吓得哆哆嗦嗦的。奴婢不敢。是废物。冯公公，父皇这种情况必须要进食，来，你扶着父皇。冯顺迟疑了一会儿，才把皇上扶起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秦婉直接端起米汤，掰开皇上的下巴，1大碗米汤就这么吨的给皇上灌了下去。皇爷爷，你要吃饱饱的。秦婉又端起了另外1碗，照样掰开皇上的下巴，把那碗也给皇上灌了下去。秦氏，他是不是故意的？冯公公，有劳你好好照顾父皇，本宫出来许久，也该回到东宫去了。奴婢恭送太子妃，我的活祖宗，您可快走吧！您再折腾下去，您没啥事，小的命就没了。走吧，让我皇爷爷好好养病，咱们就先回去。小狮子点头。皇爷爷，小狮子还要学本事，快长大，以后当皇帝。今天就先回去写大字了。走，都走，赶紧走。秦婉和小狮子出了大殿之后，皇上就睁开了眼睛。皇上，去，准备贡桶过来。是。皇上上了厕所，人终于是舒服了些。去把穆青叫过来。是，陛下。太子妃在立政殿都说了什么？问了什么？穆青没有隐瞒，把秦婉和众位大臣说的话全都和皇上说了一遍。陛下，就是这些。皇上沉思起来。你说李纯那老家伙和梅从2人是分开走的，2人看着是闹掰了。是的，陛下。臣发现太子妃下了吩咐之后，2位老大人之间就有了那诡异的气氛，而且2人也完全没有大理寺卿的意思。他们真的那么听太子妃的话？行了，你下去吧。是，陛下。皇上躺在床上开始胡思乱想，石喜脚步匆匆的来了宜春宫。娘娘，石喜来了，请他进来。给太子妃请安。起来吧，是有什么消息吗？回太子妃，好消息，大好的消息。可是太子传来的消息。娘娘果然料事如神，北地传来了800里加急，太子大胜，现在已经夺回了雁门。可是真的？可说了太子什么时候回京？没说什么时候回来。石喜，你去把兵部尚书叫来，还有金兆尹、杨鹤。石喜不敢耽搁，快速的退了出去。陛下，太子大捷的消息传回来，您还有何忧虑的？杨鹤被传召进来。杨鹤，你说派你去攻打西域，你有没有信心把太子换回来？陛下，臣愿意替陛下前往，只是在行军打仗上，臣不及太子。启禀皇上，太子妃传了兵部尚书和杨大人。行了，杨大人过去吧，听听太子妃有什么吩咐要说。是，陛下。
杨鹤起身，快速地离开了两仪殿。杨大人，您知道太子妃召见为了什么事吗？王大人，我也才到，还没见到人，怎么知道有什么事？哎呀，是了，我这也是急糊涂了。老杨啊，你看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只是咱们两家夫人倒是从不交往，我看以后也该让他和杨夫人多见一见。那好啊，到时候可以让他们多走动走动。两人一起被小太监领去了宜春宫。李佩兰才想去花园走走，就看到了小太监领着2名官员去了宜春宫。她立即缩回身子，走吧，咱们先回去。娘娘，看那2人的官服是个大官。看那颜色得是个2、3品的官员。娘娘，现在太子妃当家，娘娘不如去求一求，让她给老爷也安排个大官，把职位也升一升。不用，我爹官小，还是很保险的。回太子妃，臣也不知道要派谁去接替太子，臣真的不敢保证接替之人一定能收复西域，一定能打胜仗啊。王尚书觉得很为难，不是他怕太子妃本人，只是怕他现在手中的权力。秦婉看着王尚书早就不满了，兵部出了那么大的篓子，他这个尚书大人竟然不知道，竟然被下面的小吏耍得团团转，还真是可笑。王尚书，不知道你家有几名公子，今年都多大了？下官有4个儿子，家中长子已经28，次子26，三子22，小儿子17。王大人好福气啊，有4子，还都是成年的儿子。完了，我儿子这是被选中来了。王大人，你们这些老臣也要给年轻人机会啊。太子妃说的是。杨鹤站在一边，也是心中打鼓。启禀太子妃，臣有话说。杨大人请说。回太子妃，西域之事事关重要，太子妃想要有将领接替太子，只是臣以为这事存在风险，太子领军对战的能力在燕朝无人能及。杨大人，本宫当然知道此时无人能够取代太子，只是朝中难道只有太子能够领兵打仗吗？难道就不能培养新人吗？想到这里，秦婉又把目光射向王尚书。王尚书，你身为兵部尚书，就连这点规划都没有吗？本宫猜想，你们在心里或许也是看不上我的，觉得本宫一介女流能懂什么？可是偌大的燕朝，竟然需要太子亲自领兵出征，难道以后大燕朝的战乱都要太子亲自率兵出征平乱？朝中难道就不能亲自培养新的将才？王大人、杨大人，你们这个年纪想要安稳，本宫也能理解你的心思。可是燕朝需要的是敢闯、敢拼又有活力的人才。啊！太子妃这是嫌弃他们没用了？两位大人，本宫没有别的意思，本宫呢就是想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说起来，咱们都是北地一起来的，算起来咱们才是一家人。王尚书和杨鹤互相看了一眼。是，太子妃说的是。哎呀，本宫也是为咱们北地之人着想啊。朝中局势，两位大人比我这后宅的妇人要看得明白。咱们是行武出身，你们又是跟着父皇的老部下，说起来咱们都是自己人。如今的朝廷，咱们北地之人本就被前朝文官看低，咱们能够压制他们的就是咱们的武力。咱们靠着手腕，靠着拳头夺来这燕朝的天下，可是这如今咱们竟然无帅才可以派，只怕这件事都已经被那些前朝官员笑掉了大牙。现在父皇昏迷，太子不在京中，就算已经准备立下太孙，可是他还太小了，本宫又是一介女流，遇事还需要听众位大人的意见，这时候还需要咱们上下一心，把整个燕朝给稳住了。太子妃英明睿智，一夫当关，可谓女中豪杰。本宫如今这情况，还需要两位大臣在朝中帮着太子多盯着。虽然中书令负责新的军需筹措，但是咱们自己人，这也不能看着不是。是，太子妃说的是，下官会盯着此事。王大人、杨大人，咱们北地将领的家中小辈，多数都是行武的路子吧？是。咱们看家的本事不能没了，既然想要培养将帅之才，那就不能把机会白白便宜给外人。我看咱们兵部呢，就出个章程，特设一个机构，就叫做锦衣卫，招收北地将领家的孩子来这儿学本领。娘娘，此策甚妙。他看着小太监送来的圣旨，就知道皇上是真的醒了。娘亲，我要看，我要看。秦婉把圣旨给了小狮子。娘亲，皇爷爷对我真好，他早就想要立我当太孙了呢。小狮子已经意识到太孙和皇孙的不同。
娘亲，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是太孙了？明天呢，你要乖乖的，好好听谢夫子的话。娘亲放心，大半教了我好些遍，我都练习会了。翌日，去吧，小狮子。娘亲，我很快就回来了。大半都交给你了。娘娘放心，一切都有奴婢在呢。小狮子出了东宫大门，坐上了属于他的新轿辇。起轿。大半，我第一次坐这么华丽的轿子，还不大习惯。皇孙殿下，你以后会习惯的。小狮子今天举行册封大典，他是可以不用去上学的。可是弘文馆的其他同窗还是要来的。现在听到了宫中的动静，于是也不老实，纷纷借着梯子爬上了墙头。他们一个个趴在墙头，正好对上小狮子的视线。小狮子，小狮子，你好威风啊！小狮子，你的轿子好气派。等我参加完了大典就回来了。我们等着你呢。轿辇路过了弘文馆之后，出了长乐门，然后直接向朝天门那边去了。高公公宣读了皇上的圣旨，小狮子也叩完了头，伸出小手接了圣旨。这时候礼部官员喊了一声礼成，文武百官齐齐跪在地上。臣等恭迎太孙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岁。众位大臣平身。他们看着高台上的稚童，不自觉地高抬了下巴。谁料这时候皇上被小太监们扶着从台阶上慢慢走了上来。臣等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众卿平身。小狮子一小步一小步地向皇上挪动。今天的这个场合，他不能乱说话，要守规矩。皇上低头就见到了大孙子。东宫前面册封大典很是热闹，秦婉这边也是忙了起来，因为他发动了。陆老大夫已经被请了回来，史册亲自带着人守着呢。他也牢记太子妃的吩咐，不要声张。产房内有平婆婆，还有陆如莹。太子妃放心，胎位都是正的，放轻松。秦婉脸上都是汗水。娘娘用力呀，已经开了10指了，再用力呀。接生嬷嬷大喜，生了生了。太子妃是个男孩。婴孩的啼哭声响起，守在外面的工人都是眼中欢喜。太子妃生了，史册也是求了各路神仙，现在也是非常欢喜。爷爷，你快给小皇孙检查看看。陆老大夫，快看看我的小主子。等咱的主子回来，有你受了。哼，太子呀太子，你快回来吧，小苏是真的想您喽。虽然小了点儿，但是很健康。陆如莹听到孩子没问题，就返回了产房。只是还没一会儿，她的肚子又疼了起来。秦婉的第3子也出生了。恭喜太子妃，这个孩子也是男孩。秦婉有点遗憾，娘娘，这2个男孩长得一模一样，看来要做个标记，不能把哥哥弟弟弄混了。恭喜娘娘。秦婉虚弱地笑了笑。谁料平婆婆，我肚子又疼了。太子妃，我再给您摸一摸。很快接生嬷嬷就确认了，太子妃，您肚子里还有一胎。太子妃，来跟着我吸气呼气。陆如莹进来之后，被告知太子妃还有一胎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她给秦婉把了一下脉，然后就跑了出去。爷爷，太子妃肚子里还有一胎，只是娘娘似乎没力气了。没事儿，我早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几种药，同时都熬着呢。梁姑姑，去把3号炉子的药端过来。梁姑姑急忙点头。好，我这就去取来。陆如莹端着药碗进来。平婆婆，你帮我把药给太子妃喝了，这是催产的，让孩子尽快生下来。好好好。平婆婆立即扶着秦婉的身子。娘娘，快喝。秦婉现在很虚弱，但是她还是咬牙坚持，快速地把药喝了下去。娘娘，跟着我的口号，咱们一起呼气吸气，用力再用力。终于在半个小时之后，秦婉又生下了最后一胎。孩子一出生，她人就昏迷了过去。陆如莹见秦婉昏迷，立即给她把脉。不用担心，太子妃她太累了，昏迷了。平婆婆松了一口气，小郡主要瘦弱一些，没2个皇孙大。我抱出去给爷爷看看。平婆婆把接生嬷嬷送了出去。庄嬷嬷，你先去休息休息，等太子妃醒来，必会有重赏。哎，庄嬷嬷开心地应了一声。苗玉，快带庄嬷嬷下去休息，好菜都端上去。是。
顿时有个小太监去了后宫和前朝，纷纷报喜，冯公公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冯顺闻言大喜，急忙向皇上这边跑来。陛下，陛下，大喜大喜！冯顺来到了皇上的身边。皇上，大喜呀！什么喜事？陛下，太子妃生了2位皇孙，1位郡主，竟然是3个！好，好，好！小狮子的双眼瞪大。冯公公，我娘亲一下子生了3个小娃娃。是的，东宫是这么传来的消息。王爷爷，大典什么时候结束啊？我要回去看娘亲和弟弟妹妹。现在就结束了，走，去东宫看看。是，陛下。臣等恭送陛下，恭送太孙殿下。等皇上和太孙离开之后，众位大臣才站起来。工部的蔡尚书和吏部的汪尚书都来到肃国公的身边。国公爷，看来您分析的对，赵家的气运没尽，反而还越加的昌盛起来。小狮子都没有管皇上，立即哒哒的跑了进去。娘亲，娘亲，弟弟妹妹。小狮子最先跑进了秦婉住的主殿，发现人不在。我娘呢？陛下，娘娘还在昏睡。我娘昏迷了，请太医了吗？放心，你娘没事，就是太累了。大舅母，你说的是真的？小狮子，让娘好好休息，好不好？小狮子先是点头，然后用小手捂住嘴巴，一副不说话的模样。舅母，我弟弟们呢？我想看看他们。走，我带你去看他们。好。这时候，皇上已经比小狮子早到了。好，好。皇上特意扒开了小被子。都是男孩，男孩好啊。好，好，好。皇上见了2个孙子，就知道剩下的那个是孙女了。为什么小郡主这么瘦？还有，太子妃明明是3胎，为什么之前没有把脉看出来？这时候，已经接到消息的徐院判带着刘太医也来了。回陛下，小郡主的胎心极弱，因此在把脉的时候就遗漏了。你也没看出来？回陛下，刘太医所言不假，小郡主生来体弱，要好好养着。徐院判，从明日起，每天派2名太医来东宫，给小郡主请平安脉。朕要看朕的孙女平安健康的长大，明白吗？是陛下。小狮子进来的时候看到了皇上。王爷爷，您竟然比我来的还早。谁让你一来就去找你娘的？朕当然比你快。于是带着太医们离开了。皇后见皇上赏了，她也拿了些东西，派工人送了过去。她人倒是没有来东宫，主要是她心里也有气，因为皇上把后宫的掌控权从她手中收了回去，直接给了太子妃。皇后心里怄气，又因为宫变那日被秦婉吓住了，不敢和秦婉叫嚣，于是人一直老实的待在坤宁宫。舅母，2个弟弟和我一样呢。当然啊，都说了是弟弟。弟弟们都太丑了，好像红猴子。他直接爬到了另一边，然后眼睛一亮，这个妹妹像我，我喜欢这个。秦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田婆婆，把孩子抱过来，我看看。是，娘娘。很快，2个奶娘和梁姑姑就被叫了进来。娘娘，奶娘还要再请一个才好。人慢慢找着，要可靠的。是。把孩子抱过来。秦婉看向梁姑姑，把小郡主给我看看。等她看到了小女婴的时候，眼中就满是担忧。这孩子太瘦了。秦婉的眼中一下子就蓄满了泪水。这要是在现代，是要放保温箱的。娘娘放心，皇上已经交代了，以后每天都有太医来给小郡主请脉。把孩子给我，我亲自喂养他。娘娘，您才生产完。娘娘，小郡主，我亲自喂养。秦婉已经养过了1个孩子，现在也是经验丰富。不过，以后你就留在小郡主身边吧，她比2个哥哥瘦弱，要好好照顾。是。秦婉又把孩子送到了梁姑姑的怀中。小女婴好像是知道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开始哼唧起来。只是她的声音文弱，听起来都让人很心疼。秦婉擦了一下眼角。田婆婆，你吩咐一下，打1张超大的床。娘娘这是，以后本宫要亲自养几个孩子，倒是床稍大一些才好。在长安城一下就传开了，
百姓们都是拍手欢庆，这是皇家的喜事。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安稳的生活，他们所求的也不多。他一个人就有3个儿子呢，就算太子以后对他变心了，那太子妃光靠着这3个儿子，地位都是非常稳固的。大皇孙已经立了太孙，那么太孙妃是不是也要提前准备了？太子妃的位置没了，太孙妃可以想一想啊。秦婉并不知道小狮子已经被惦记上了，她现在就安心的坐月子。皇上醒过来了，朝廷的事就由皇上做主。小狮子倒是每日下学了，依旧被皇上叫去。至于皇上怎么教导小狮子，秦婉也不管，那是他亲祖父，又不能害他。秦婉这胎生得多，平婆婆建议她做双月子，于是秦婉已经被困在房间里40多天了，现在也是盼着日子过，盼着出月子的时间，也盼着赵祯快些回来。陆如影已经出宫回了秦家，但是陆老大夫还留在皇宫里，他倒不是因为小郡主，而是因为皇上。陆老大夫透露，皇上恐怕是不行了。皇上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初他用了重药，也只是拖延着皇上的病情，只是这都只是拖延10日罢了，皇上也就只有几天的时间了。秦婉希望赵祯能接到京城的消息，快些返回长安城。玉门关，杨素脚步匆匆地来到了营帐内。太子殿下，京城传来消息，催促殿下尽快回京。赵祯接过信件，仔细地阅读起来。有了战生和鲁章，咱们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他来到鱼图前，指着上面的方向。到时候我们3路大军，一路守在阳山和五原，一路从罗陀出发，等大军到了玉门关，和咱们骑兵营会合，从玉门关直奔昌新城，拿下西域指日可待。殿下，如今尚云泽至今没有露面，恐怕还躲在暗处，咱们不能不小心行事。他早就想要会一会这个前朝的皇子了。战将军等人到了哪里？有消息吗？还没有，殿下。信中催促殿下回京，难道是京城出事了？赵祯低头沉思，他总觉得传来的消息不大连贯。派2个人前去接应战将军，问一问现在京城的局势。是。杨素迅速出了军帐。赵祯算着时间，他的动作要是快些，应该可以赶上晚晚生产。许攸，殿下，去，再派一队人马前去探路，看看尚云泽到底在故弄什么玄虚，主要是要打听清楚他人在不在昌新城。是。许攸离开之后，赵祯又拿着信件看了起来。他总觉得奇怪，父皇在他离开的时候，身体虽然虚弱，但好好养着，应该没有大碍。这时候，营帐外传来了禀报声。殿下，属下有要事禀报。进。殿下，你看看谁来了？赵祯转身见到莫毅，很是惊喜。莫毅，你竟然来了！属下叩见太子殿下。起来回话，京城的局势如何？皇上可还好？还有太子妃呢？回殿下，皇上和太子妃都好。莫毅，你是什么时候从长安城出发的？这次过来，太子妃可是有吩咐什么？是啊，大哥，太子妃当初点名要你留下，否则咱们就一起跟着殿下出征了。哦，当初是太子妃要留下我的。是啊，大哥，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这次属下来是太子妃的仁慈，她放我和韩良元离开的。莫轩一脑门的问号。啊，大哥和韩良元俩人怎么有牵扯的？莫轩，你先出去，说说吧，京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太子妃为什么要赶你出宫？莫毅跪在地上。殿下，这事不怪太子妃，是属下犯了错。从头说。于是莫毅把从他离开的时候发生的事有选择的说了一遍。二皇子不知道何原因惹恼了皇上，后来二皇子又联合了尚云泽造反，想要发动宫变。父皇如何？殿下放心，皇上没事。二皇子宫变失败了，皇上早有准备，就是那尚云泽也已经被太子妃射杀了。竟然是婉婉亲自出手，想必当时的局面一定非常混乱。至于二弟惹恼了父皇，想必他和德妃之事暴露了。至于属下没有抵挡住韩良元的请求，在二皇子宫变那晚，想要带他离开东宫，最后被太子妃的人发现了。莫毅小心地看着赵祯的神色。然后呢？太子妃似乎知道属下和韩清代原来的关系，并没有责怪属下，相反，她还同意让属下和韩清代一起离开。婉婉还真是小心眼，她没准备是早就等这么一天吧？特意把莫毅留下来，估计就是想给俩人相处的机会吧。到时候好让莫毅把韩清代带走。既然太子妃让你带韩清代离开了，你怎么又来了玉门关？他的额头抵在地上。殿下，属下是殿下的人，自然要跟在殿下身边。莫毅，既然太子妃已经放你们离开，你和韩清代又有那一段姻缘，姑就同意你娶韩清代为妻。谢殿下。赵祯亲自把莫毅扶了起来。
莫弈，虽然你是我的护卫，但是咱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分自然是不一样的。你来了，那韩青带人在哪里？殿下放心，属下已经给他租了宅院，并留下了银钱，够他生活一段时间了。虽然太子妃允许了属下和他的事，可是殿下才是我的主子，自然要和主子禀报了才是。那好，到时候给韩氏换个身份，等咱们大军回京之后，我亲自给你们办婚事。谢殿下。随后，赵祯又问了一些京城的事，还有小狮子的消息，莫弈都是有选择的说了。来人，太子殿下，快去把杨将军和几位副将请来。是殿下。赵祯还不知道，他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长安城，秦婉终于是出了月子，不是他自愿的，而是皇上不行了，他要带着孩子去甘露殿。此时甘露殿外面站着朝中的文武百官，皇后和安国公等人都已经在了。赵二叔上前，太子妃，皇上想要见你，他有事要交代你。好，我也带几个孩子给皇上瞧一瞧。是，给他看看。秦婉带着3个孩子走进了皇上的寝宫，小狮子趴在皇上的身边，见到母亲来了，红着的眼睛流下了眼泪。娘亲，你快来救救皇爷爷，我不要皇爷爷死！娘亲，我不要皇爷爷死！儿媳见过父皇。你恢复的不错。谢父皇送去的好药材。大郎难道就没有收到我的信吗？为什么还没有回来？抱过来，朕看看他们。奶娘依次把3个孩子抱过来。这个最小的倒是长得好。秦婉抽了抽嘴角。秦婉没有反驳皇上，他都是个将死之人了。秦婉对皇上没有感情，他们现在这么和谐，不过是因为共同的利益罢了。皇上自己也清楚，他之前做的事他都认，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在昏迷之后不敢清醒了。你们都出去，秦氏你一个人留下。奶娘们抱着3胞胎都走了出去。皇爷爷，我不走。乖，先出去玩一会儿，皇爷爷和你娘有话要说。小狮子看了秦婉一眼，见到他对自己点头，好吧。冯顺牵着小狮子走了出去。太子妃，见到朕这样，想必你很高兴吧？高兴谈不上，但也不伤心。皇上被噎个不轻。朕从前做的事，朕不否认。朕确实是觉得你配不上太子。是啊，你觉得配得上的，不是成了您的德妃了吗？皇上顿时咳地咳嗽起来。就不能好好的听一听我的遗言吗？这个秦氏果真不是个孝顺的。皇上决定不和秦氏计较。朕死了之后，你那个先进的武器能交给太子吗？让他早一点回到京城。秦氏这女人有勇有谋。秦氏，太子那小子对你是真心的，当初那几个女人都是朕硬塞给他的，不是他想要的。当初也是朕不想给你太子妃之位，和太子无关。朕希望你能看在你们夫妻的感情上，帮一帮太子。秦婉狐疑地看着皇上，觉得这老头自己想的太多了，都开始有被害妄想症了。父皇，我和赵祯之间的感情，您不必怀疑。我心悦他，我比谁都希望他平安回来。好，那朕就放心了。太子没回来，恐怕是未接到消息，或许就在回京的路上。来不及了。皇上这一声感叹，就是让本就没有感触的秦婉也有了一丝动容。太子妃，朕走后，希望你能好好的抚养小狮子和其他几个孩子。太子没回来之前，朝中的几位大臣、中书令那人可用，虽然那老家伙有些小心思，但无伤大雅。袁太师此人清高，但为人端正，让他继续教导小狮子。父皇放心，太子回来之后，儿媳会把这些话传达给太子的。皇上听到秦婉这么说，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时候他指了一下旁边的盒子，那里面有一道圣旨，是有关二皇子的，你收着。秦婉缓步走了过去，把盒子放在手中。等朕走后，就让二皇子来陪着朕吧。皇上还真是对赵祯好，就连一点难题都不给他留。你出去吧。是，父皇。秦婉才走出来，皇后就迎了上来。太子妃，皇上和你都说了什么？父皇只是交代了儿媳要好好照顾太孙和3胞胎。皇后不相信，但是也没有继续追问，带着其他赵家人走了进去。1刻钟之后，内殿传来了哭泣声。秦婉知道皇上驾崩了。皇上驾崩了！大嫂，都是二哥害了父皇，他要怎么处理？
冯公公，这个圣旨你来宣读吧。冯顺打开圣旨，直接念了出来。总之就是二皇子被赐死。肃国公眯了眯眼睛，不过他也在庆幸，最后他没有跟着谋反。皇上驾崩，丧钟敲了起来，巨大的响声传得很远很远。一直被关在天牢里的二皇子直接坐了起来。来人，来人！住嘴！吵什么吵？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你老实一点，我过去帮你问问。二皇子眼巴巴地看着外面，二皇子这一等就等到了天黑，终于有人来看他了。三弟，父皇是不是驾崩了？你还有脸问？父皇要不是因为你，也不会被气吐血，否则也不至于早逝。是，都是因为我。太子回来了吗？想必他也不会让我活着吧？那是毒酒吧？哼，我早就知道赵真不会饶过我的，他早就把我当成了眼中钉。大哥还没回来。赵冕先是一愣，随后又哈哈大笑。原来这毒酒就是父皇赐下的。父皇啊，父皇，你对儿子是真狠啊，不愧是儿子的好福气。赵冕，你自己做出那猪狗不如的混账事，现在有什么资格说父皇的不是？三弟，像你这样傻乎乎的是真的好。父皇走后留了圣旨，你们平王府的人全都斩立决，赐二哥毒酒一杯。痛快地接下了毒酒，一仰而尽。父皇，儿子来陪你了。皇上驾崩，一切礼节规范都由礼部来主持。秦婉则是直接下了命令，立即派人前往北地送消息给赵祯，让他快速回京。昌兴城，商云泽当初把李国柱留在了昌兴城，还真是帮了一把赵祯。李国柱这人又不是傻子，他迅速做了反应，那就是投靠燕朝。他的外甥女可是大燕朝的太子妃。末将李国柱参见太子殿下。舅舅快请起。殿下，快随我前往城内，酒菜已经准备好了。是啊，太子殿下，末将们早就盼着殿下到来了。这几年商云泽猜测李参将有二心，总是防着我们在这儿也是窝囊的很呐。李国柱瞪了一眼副将，随后笑着看向赵祯。商云泽怀疑的也不错，我和殿下的关系，想不让人猜忌都难。现在终于好了，我也可以带领我的部下继续为朝廷效力。商家的父子就没有一个好人，就知道窝里斗，只知道和胡人一起挖咱们中原的墙角。众将士们，你们曾经都是商朝的士兵，那么现在就是燕朝的士兵，咱们都是中原人，敌人只有胡人。想必好些人已经许久没有见过家人们了，姑在这里答应你们，战事结束之后都可以回家看看。赵祯这话一出口，好些当初仓皇和商云泽西逃的士兵眼窝都湿了。这一天的昌兴城很是热闹，赵祯也高兴地和将士们都喝助兴酒。许攸这时候带着信件急忙跑了进来。太子殿下，长安传来了消息，皇上。赵祯的心一沉，父皇怎么了？皇上驾崩了，殿下。赵祯踉跄了2步，眼睛立刻就红了。父皇，他走了。快去调集人马，咱们立即回长安城。是。很快，太子带着贴身护卫连夜出发了。杨素留下来主持大局。夜晚，山林中，殿下，药来了。赵祯端过药丸，一仰而尽，不知是药效的原因还是什么，没有睡意的赵祯眼皮越发沉重。翌日，需要。昨天你休息的怎么样？还不错。我去看看殿下。昨夜是大哥守着，不知道殿下的身子好点没？殿下，属下进来了。走吧，现在天色已经大亮，不能再耽搁了。看来昨天那药管用，殿下都不烧了呢。走吧，不能再耽搁了。好，殿下，我大哥一直不在，属下已经找了好久。孤有间事忘了交代杨将军，让莫仪去了长辛。6天后，太子率领一小队人马抵达长安城外的消息就传了回来。娘亲，爹爹要回来了。秦婉也接到了消息，她早就期盼着赵祯了。秦婉立即让宫女给她梳妆打扮。娘亲，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听到了，你爹要回来了，娘也知道了。娘亲，咱们要出城去接爹爹吗？不行哦。这时候，桂喜脚步匆匆地进来禀报：太子妃，殿下进了皇城了。小狮子，咱们去太极殿。太好了！秦婉则是欣喜去见赵祯，于是带着小狮子离开了东宫。谁料在太极殿的门外竟然被拦了下来。回太子妃，殿下有交代，想一个人陪一陪皇上。
秦婉微微一愣，她没想到赵祯不愿意见她。行，那本宫先回去了，到时候告诉殿下一声，本宫来过了。娘娘放心。石公公，爹爹也不想见小狮子吗？太孙放心，太子殿下在和先帝叙旧，想必很快就会去东宫见太孙的。小狮子一想也是，爹爹还是很心疼他的。秦婉直接带着小狮子又返回了东宫。太子在太极殿看了皇上的灵柩一眼，你们全都出去。许攸和墨轩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都退出了大殿。小狮子独自去了大明宫，秦婉则是先回了宜春宫，给娘娘请安。不用多礼，孩子们都还好吧？娘娘，小郡主刚才饿了，是方奶妈喂的奶。把孩子们放在床榻上，你们全部都出去吧。两位奶妈知道太子妃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所以对她的话一点都不敢反驳。娘娘，晚膳已经准备好了。竟然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娘娘，太子那边可能是太忙才没有回来，娘娘不用心急，到了晚上太子总会回东宫的。好，本宫知道了，去把小皇孙叫回来摆饭吧。是。只是到了晚上，秦婉还是失望了，派了小太监过来通知，现在是国丧期间，他和太子妃不宜见面，让他照顾好4个孩子。娘娘，殿下就是这么交代的。石喜，你是不是乱传命令？太子怎么会不想见皇孙和郡主呢？还有，太子妃也盼着殿下呢。石喜，这次回来的太子，你看着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回娘娘，殿下和从前一样，奴婢没瞧出来什么不同。本宫也是许久未见太子，他才回来又见不到人，本宫免不了是担心几分。秦婉这么一说，倒是让石喜放松下来。行了，你退下吧，回去好好侍候太子。石喜弯着腰退了出去。石喜走后，平婆婆走了过来。娘娘是有什么怀疑？赵祯回来不会不见我和孩子的。不是秦婉这人多自恋，她对自己还是有些信心的。这时候，小宫女走了进来。娘娘，冯公公到了，请他进来。很快，冯顺就走了进来，规规矩矩的给秦婉行礼。冯公公现在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情吗？娘娘，是这样的，太子知道娘娘生了3胞胎，想要奴婢把皇孙和小郡主抱过去给太子瞧一瞧。冯公公，告诉赵祯，想要见孩子就来东宫来看。娘娘，太子也是惦念孩子的，这才命令。秦婉的眼神也凌厉起来。冯顺，去告诉太子，本宫在东宫等他。冯顺这时候灰溜溜的离开了。秦婉这时候心头的疑惑更深了。桂喜，去把穆统领叫过来。是。小狮子这时候颠颠的从外面跑了回来。娘亲，我有个秘密和你说。你又有什么新发现了？娘亲，爹爹很奇怪。你知道了什么？娘亲，爹爹在太极殿来回的摸着皇爷爷的椅子。娘亲，你说爹爹是不是很奇怪？那龙椅我还坐过呢，爹爹也不是第一次见，为什么要那样做？小狮子突然眼前一亮。娘亲，你说龙椅里是不是藏了什么宝贝？秦婉听到小狮子这么说，心里的怀疑倒是越发笃定了。娘亲，我觉得这个爹爹太奇怪了，不像是我的爹爹。是不是？验证一下就知道了。很快，穆青就来了。微臣参见太子妃。穆统领请起。穆统领，我接下来的话可能很匪夷所思，但是本宫希望你能够相信。太子妃请说。想必穆统领已经见过太子殿下了，可看出来现在的太子和从前有什么不同吗？微臣并未察觉太子有意。穆青，本宫觉得身边的暗卫少了些，父皇之前的暗卫都有谁？李卓和李毅2人。好，即日起把这2人调入东宫，来当本宫的暗卫。2人功夫高强，是陛下留给太子的呀。太子功夫高强，一般人是近不了身的，本宫一个弱女子才需要保护。是，微臣立刻就把人派过来。好，有劳穆统领了。穆青离开之后，秦婉又把史册叫了过来，让他去和许攸等护卫套近乎。娘亲，皇爷爷身边除了李卓那个暗卫，还有别人。你还知道什么？小狮子急忙捂住了小嘴。小狮子，你告诉娘亲，你还知道什么？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个乖孩子。看来这小子是被人叮嘱过了，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老皇帝了。秦婉装作一脸伤心的模样。哎呀，原来娘亲已经不是小狮子最亲的人了，你有了秘密都不和娘亲说了。娘亲，小狮子很是犹豫。皇爷爷说只能告诉爹爹的，这可怎么办好呢？
小狮子对了一下小手指，纠结了好一会儿，后拿出了一个小令牌。娘亲，这是皇爷爷给我的小令牌。秦婉接了过来，仔细的看了一眼。皇爷爷说我可以交给爹爹，也可以自己留着。这有什么区别？这个令牌能调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要不然娘亲亲自问他吧。小狮子对着外面喊了一声：诛心，你们出来！这时候嗖嗖嗖的从暗处出现了3个人。诛心参见太孙，参见太子妃。你们有多少人？回太子妃，属下不能说。虽然太孙把属下们暴露了，可是有些事太子妃不能知道的。娘亲，皇爷爷说不能告诉你。秦婉揉了一下小狮子的大脑袋，看着几人。你们是皇上留给太孙的人？是。太子和太孙2人让你们选，你们选谁？回太子妃，属下是太孙的人，只会效忠太孙一人。好，本宫也不想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你们只要好好保护太孙就好。此外，给本宫10人，借来用用。太子妃要做什么？不用多问，到时候照做就是了。好，娘娘什么时候要？今晚可能就要让他们出发。见朱心一副非常怀疑的模样，放心，不是难事，替本宫找人罢了。是。见秦婉没了吩咐，身形又快速消失了。很快，李卓和李毅2人就来到了东宫。属下李毅参见太子妃。不必多礼，想必穆统领已经和你们说过了。不知道你们2位是否愿意来本宫身边？是，属下愿意来当太子妃的护卫。好，那你们2位就替本宫效力。本宫保证，你们的待遇绝对不比在皇上身边的时候差。而且你们以后呢，也将不是暗卫，可以出现在人前。谢太子妃。本宫看你们这年纪也都不小了，到时候本宫选了合适的女子，赐给你们当媳妇儿。属下谢太子妃。李卓这次的谢声更大了些，一直隐藏在暗处的朱心听到秦婉的这一番话，一时间竟然还有些羡慕。这时候史策回来了。太子妃，属下问清楚了，太子身边。史策见到了李卓和李毅2人的时候，很是诧异。继续说，2人不是外人。太子妃这是嫌弃我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太子那边的事情问清楚了没？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娘娘，太子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许攸说了，殿下这一趟出门都是率领了骑兵营冲锋，经常在野外扎营，最后到了昌新城的时候，才和李参将等投降的将士喝酒。席间，李参将虽然想要舞姬服侍殿下，都被殿下婉拒了。太子从昌兴回来这一路上，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莫宣说太子在返京途中病了，还发烧了，幸亏莫毅照顾的及时，第2天殿下就好了。李卓这时候开口道：你说莫毅出现在殿下身边？哼，有什么奇怪的？莫毅和莫宣都是太子的贴身护卫。你说太子在回来途中生病了？是，莫宣说太子着急回京，赶路的时候淋了雨就发烧了，后来中途不得不休息1晚，太子吃了药，第2天病就好了，他们这才再次上路。秦婉的手指轻轻地敲击桌面。莫毅为什么去找太子？那韩青带人呢？当初2人可是一起走的。莫毅出现的太过巧合，太子妃，属下这就去查韩青带的消息。回太子妃，属下有一事回禀，事关莫毅。你说，当初太子妃送走莫毅和韩氏，皇上知道了此事，派了属下去劫杀2人，当时韩氏就死了，莫毅负伤离开。秦婉猛然地站了起来，之前没有想明白的事，现在倒是明白了。这就说通了，现在回来的人应该是莫毅假扮的。那太子殿下他……李卓、李毅，你们2人带一队人马，趁夜出城。太子妃，太子回来，我们那一支暗卫队已经在太子手中，没有他的手谕，我没法调人。放心，你来调遣太孙的暗卫营。太子妃，属下愿意带人亲自去寻找。不行，你是赵真留给我的人，是明面上的不能动，这次去找人只能悄悄行动，不能让莫毅知道，也不能让朝中大臣知道。他也是没有想到，现在才是到了最迫切的时候，他还真有一场硬仗要打。朱心等人隐藏起来，也是好奇太子妃在房间里说了什么。现在他们这3人被太孙搞得暗卫变明卫了，也不好靠得太近，更是听不到里面的动静。朱心从树上飞下来。太子妃，朱心，本宫有个急事，你立刻秘密调遣30暗卫给我。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30人了，我也不是没有，只是之前不是说好是10人吗？本宫有要事。好，不知太子妃让何人带领？李卓。很快，李卓和李毅2人就带着30个暗卫出了皇宫太极殿。穆统领，太子妃要了暗卫李卓。是，太子妃是这样要求的。哦，就没说是什么缘由吗？殿下，太子妃的性子你也清楚，那是说1不2，卑职也不敢问啊。好，既然太子妃看上了李卓，那就让他留在东宫吧。是。行了，你先下去吧。穆青离开大殿，
翌日，官道上，一队快马飞快地奔驰着。老大，咱们跟着这老鹰，真的能找到人吗？李卓看着天空中的老鹰，或许吧，姑且试一试。老大，既然这样，有老鹰就好了。为什么老鹰头上还有多一个胖鸟呢？那明明也是鸟，为什么不能自己飞，还要靠老鹰驮着？渣渣听着下面聒噪的人类，翻了一个白眼。渣渣叽叽叫了几声，然后老鹰飞得更快了。泥泞的小路上，一个男人背着另外一个已经昏迷的男人，嘴里不断地嘀咕着：要不是为了见他，我是不会救你的。不过看你这熊样，被人搞得这么惨，我还真是同情你。两人终于是走出了山路，来到了一个小镇里。男人背着昏迷的男人去了医馆。大夫，快看一看，这人还有没有救？把他放在床上吧。他的2条腿全都断了，应该是从高处坠落的原因。不过这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他的手。他的胳膊不是好好的吗？这人右手的手筋被人挑断了。朗布倒抽了一口凉气。不仅如此，而且此人还中了毒。大夫，那你看看这人还能不能救？要是救不活，其实好像也没事，到时候我就有机会了。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此人好像是一点也不希望床上的男人好一样。幸好这个毒药只是寻常的毒药，我就能解了。哎呀，赵真这厮运气还真挺好的。那有劳大夫了，要钱不是问题。这个病人很奇怪，他双腿断裂处非常的平整，看来这人衰落之前腿骨就已经断了。那这人的腿以后还能走吗？因为腿骨断裂的齐整，接骨倒是省事了。而且因为这个原因，病人的腿好起来也更容易。大夫，那他的手筋呢？能接上吗？赵真这厮还用这手教训过自己，被他打得也挺惨的。朗布突然觉得赵真这手废了也挺不错的。是个小医馆，一定没有名医。赵真呀赵真，不是我不想救你，是人家医术不行。说起来还是你们幸运呢，正巧我爹来了，只要他老人家出马，这人的手筋也能接上。这你们真是幸运呢，要是晚来1天，我爹就要去府城大哥家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小兄弟，你放心，我看你这兄弟是个福大命大之人，他这运气，我看老天都不肯收他呢。朗布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赵真，可不是个有运气的人吗？有那人为他生儿育女，一下子有了3胞胎。朗布想到这里，这心都酸溜溜的。他不明白扎琴为什么没有看上自己，难道就因为自己的皮肤不够白？去，把老爷子请过来，就说来了一个棘手的病人。是，东家。很快，小伙计就跑了出去。病人不能移动，要是留在医馆，诊金会贵一些。老大夫，他的手没问题吧？虽然手筋是接上了，可是以后用起来也没那么灵活。老夫看了他的手掌，虎口处全是手茧，想必这人擅长用剑。那厮不光会用剑，还会用枪，当初被他打得很是狼狈。是，他的剑法很好，恐怕以后这人都无法拿剑了。他的手简单的活动还是可以，真是可惜了。那没事，这人以后都是养尊处优的，不拿剑也挺好的。老大夫摇了摇头，年轻人啊，也太难理解了。这时候大夫也走了出来。爹，病人这样，您老怕是要推迟几天再走了。不会，老夫晚走几天就好。伤他之人，恐怕心中对他是恨到了极致。朗布这时候也收起了笑容，脸上变得严肃起来。这时候，药铺的伙计把煎好的药端了过来。大人，药好了。朗布接过药碗。赵真，看在我这么照顾你的份上，你将来就容一下我吧。长安城皇宫内，朝中大臣见到了太子，倒是比从前老实了很多。现在兵部也接到了消息，整个西域都被收回来了。虽然昌兴城被攻克下来，是因为李国柱投降了，那这也是太子殿下的功劳。太子出征半年，不仅打退了胡人，就连前朝余孽强占的地盘都收回来了。万春殿，太子殿下，如今您已经回京，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即登基。右仆射汤素看了老对头一眼，也站了出来。虽然太子殿下伤心陛下离世，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呢。停灵的时日尚短，此时登基，天下人如何看顾？殿下，您登基之后，亲自给先皇主持葬礼，岂不是更好？先皇对太子全权爱子之心，我们这些老臣都看在眼里。
想必先皇是不会介意这一点的。左仆射这时候也站了出来。殿下，唐大人所言极是。殿下出征这段日子，先帝几次陷入昏迷，国事都是太子妃一人掌管。太子妃毕竟是女流之辈，且前朝有祖训，后宫女人不可干政。可是太子妃这人强硬惯了，如今无论是皇后的凤印，还是皇上的玉玺，都在太子妃的手中。太子猛然站了起来。什么？玉玺也在太子妃手里？左右仆射一脸问号，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莫名的觉得眼前的太子貌似没有从前的太子睿智呢。是殿下，如今朝中的政令想要颁布下去，都要得到太子妃的首肯才行。虽然殿下和太子妃伉俪情深，只是国事为大，太子妃浅薄，又是女子，着实不能再继续插手朝中之事。太子攥了攥拳头。好，那明日就有劳两位大臣上个折子。是。两位大人离开之后，太子拿出虎符，不怕，他手中有兵，不怕那情势。此时东宫承恩殿，秦婉派出去的人还没有消息传回来。这3天太子不过来，他也没在意。就像左右仆射说的，此时凤印和玉玺都在他的手中，整个皇宫的内侍都是他的人，就连假太子每天喝了几口水，上了几次茅房，秦婉全都清楚得很。他不动就是在拖延时间，等把赵祯接回来，那个假的就可以下线了。虽然假太子不想和秦婉见面，但是秦婉还是乔装了一番，远远地看了他一眼。秦婉承认那人看不出一点破绽，只是他见他没有悸动的感觉。娘娘，谢大人已经到了，请他进来。是。很快谢玉安就被请到了立正殿，见到秦婉坐在从前太子的位子上。微臣参见太子妃。谢卿不必多礼。谢玉安觉得太子妃坐在那个位置貌似也不是不行。谢卿，本宫叫你过来是让你写一份诏书。好。秦婉没有想到谢玉安竟然问都没问就答应了。谢卿是知道什么了？如今的太子殿下似乎不是从前的太子了。秦婉很满意，谢玉安自己看出来了，倒是省了好些麻烦事儿。是，当前的太子是被人假扮的，赵祯现在情况还不知，现在的局势比从前更加险峻。是，太子妃想要臣做什么，臣必当在所不辞。你来拟定2份圣旨给萧侯言，让他速速返京。还有第2封是升任他为兵部尚书。是，微臣这就拟旨。升任萧景睿为兵部尚书的事，也是概述了他做的功绩。秦婉看了2封圣旨，检查后发现写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拿起玉玺直接就盖了上去，立即叫来了小太监，派人立刻把这封圣旨送到泉州。是。娘娘，不知可还有其他的事？谢卿，你放心，你的功劳本宫都看在眼里。如今你的官职低了些，朝中6部9卿中，你想到要去哪儿任职了？微臣觉得现在的职位就可以。6部中，本宫觉得礼部不错，礼部右侍郎的位置还空着，不知道谢卿是否满意？臣谢娘娘。好，那就有劳谢卿自己来拟旨。动笔之前倒是犹豫了。娘娘，此封圣旨不如换成黄门侍郎夏大人来做，臣此举不合规矩。也好。谢玉安离开之后，夏同章被请进了东宫。太子和太子妃到底在闹哪样啊？难道这个外甥女真如外界传的那样起了别的心思？可是你要有早动手啊！如今太子都回来了，已经在皇宫里了。娘娘，任命的事是不是太子殿下来定比较好？谢大人拟旨就好。太子殿下伤痛皇上先世之事，朝中之事还是本宫做主。于是乖乖地拟定了圣旨。秦婉看圣旨没有问题之后，点了点头，在夏三爷离开之前又提了一个要求。夏大人，本宫好些天没见到弟弟，你回去之后替本宫传达一下，明日让泽宇进宫。是娘娘。夏三爷离开之后，桂喜走了进来。娘娘，前朝那边传来了消息，左右仆射大人建议太子殿下立即登基。秦婉倒是快忘了这俩装病的老家伙了。哦，那人是什么意思？回娘娘，他同意了。若是赵祯，一定不会如此迫不及待。西河，赵祯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昏黄的房间。这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让赵祯意想不到的人走了进来。是你？怎么样？见到我是不是很意外？有什么想问的，稍后再问。咱们先吃药。朗布从药碗里舀了一勺，来，吃药了。赵祯听到这一声吃药了，嘴巴紧紧地闭上了，脑袋又扭到了一边。怎么，害怕我在药里下毒啊？赵祯不吭声，他继续挖苦。赵祯，你还真是白眼狼！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竟然一点都不感激我。赵祯，
你都不知道你当时多狼狈，就那么挂在树上。要不是我好奇上去看看，你就被风吹成肉干了。谢谢你。把药喝了吧，你的毒已经解了，断腿也接上了，还有手筋也接上了。放心吧，你福大命大，死不了的。接过药碗，把药一仰而尽。你怎么来了中原？还能是什么原因？草原待不下去了呗。我是你的手下败将，四王子自然看我不顺眼，加上蒙家一直想要杀我，我只好来中原保命。朗布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既然你是真心投靠我燕朝，到时候你就随我返京吧。赵真也有自己的思量。对了，要不要我去通知官府说你在这里？不用，我现在没有证明身份的腰牌。燕朝好些地方官员又没有见过他。现在咱们俩秘密进京吧，只要回了长安城就好。你的手筋才接上3天，现在还不能移动，还有你的腿现在都不适合赶路。我可以坐马车。你要是不怕以后成了瘸子，手成了残疾，那咱们立即就走。说完，不等赵真反应，继续挖苦。你现在4条腿有3个都坏了，你说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大夫说我多久能动？只要10天。你那手筋那么细，还是人家老大夫费了许久接上了，可不能弄断了。至于全好，没有半年手是好不全的。赵真听到要10天，倒是也可以接受。对了，你去准备笔墨纸砚，我要给京城去一封信。赵真就是害怕莫弈去了长安城对秦婉和小狮子不利。不用拿笔墨了，你去给我抓几只麻雀，或者找几只信鸽过来。啥？麻雀？信鸽？那信鸽可是非常容易被人拦截消息的。按我说的做就好。朗布费了好一番功夫，抓来了几只麻雀。朗布还是躲在窗外偷听，然后朗布就见到赵真像个疯子一样，对着几个瑟瑟发抖的麻雀说着他现在的情况。赵真这厮是不是把脑子摔傻了？在泉州的萧景睿接到了圣旨，和副将做了交接之后，就立即带着几个亲信往长安城奔袭。东宫内，他哒哒地跑到立正殿。娘亲，你快看看，这些都是我截获的。等他进来之时，就发现了2号蘑菇头曹泽宇。小舅舅，你来啦！小狮子，小舅舅，你又长高了呢，感觉你比娘亲还高了一点点。当然，我现在吃得多，长得自然高。秦婉起身，小狮子，你看娘的身形和你舅舅是不是差不了多少？还是小舅舅要高一点儿。平婆婆，把东西拿上来。很快，平婆婆就端着托盘进来，宫女妙玉还端着一身女装走了进来。你到那边坐下，我帮你装扮上。阿姐，你要我扮成女人？听话，我有事必须要出宫，你留在宫里假扮我。曹泽宇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很是不可思议。老实一点，平婆婆，过来帮她梳妆。娘亲，你和小舅舅好像啊。泽宇，你白日就在宫里伴我，若有人来求见，你只需要走出来晃悠一下就好，不必开口，藐视他们就行。秦婉交代了曹泽宇和小狮子一些话。娘亲，你这样好看，你能不能以后都这么打扮？不能。小狮子撅了撅小嘴巴。娘亲都不喜欢这个头发，为什么要给我生成这样嘛？秦婉还真不好说什么。秦婉不管小孩子的小心思，快速地换上了曹泽宇原来的衣服。秦婉非常顺利地出了皇宫，史策跟在一边，两人快速地上了马车。马车飞快地往城边的工厂而去。太极殿，莫弈装扮成了赵真的样子。本来他打算回来之后找机会接近秦婉，杀了他为韩青代报仇。他和赵真从小一起长大，他完全知道他的脾气，他的习惯，他的一举一动，每一个表情他都能拿捏到位。尤其是在见到三皇子安国公、顺国公，他们全都没有怀疑他。最后他还冒险去见了皇后，可是皇后依然没有识破他。莫弈就知道他的法子可行，可是他唯一不敢见的人只有太子妃。太子妃那女人和赵真朝夕相处，他不敢冒险。就像韩青代说的，两人做过最亲密的事，彼此熟悉彼此的身体，那一刻假的将无所遁形。来人呐！苏公公走了进来。殿下，奴婢在。苏公公，你去东宫把李胜辉请过来。苏公公，你说这太子要见我？是娘娘，殿下让奴婢带你去万春殿。李佩兰立即站了起来，摆了摆手，我不去。她一下子就捂住了肚子。哎呦，我肚子疼。要不要装得这么假呀？刚才还在大吃大喝，现在就开始肚子疼，还当着我的面儿。娘娘，机会难得，从前殿下冷落娘娘那是没法子的事儿，如今殿下主动亲近，娘娘不能不抓住这个机会呀。苏公公无视李佩兰那蹩脚的演技，
哎呦，哎呦！李佩兰揉着肚子，继续哎呦哎呦的叫。哎呀，苏公公，我真的吃撑了，肚子疼。苏公公也是很无奈，只能回去复命了。等苏公公离开，李佩兰立即站了起来。朵儿，收拾一下，咱们去承恩殿找太子妃去。娘娘今天拒绝了太子，恐怕以后都再难有机会了。嬷嬷，你不要被骗了。太子那人我虽然见的次数不多，但那人太冷情了，靠他我还不如靠太子妃来得快呢。娘娘，亲近了太子，您才能有孩子呀。哎呀，我不用生孩子呀，将来小狮子当了皇帝就可以给我养老了呀。李佩兰带着宫人去了承恩殿见秦婉，她要把太子派人找她的事和太子妃说说，只是今天竟然在门口就被拦下来了。妙玉，太子妃真的病了吗？严重吗？太子妃早起之后喉咙疼痛，今天实在不适合见娘娘。那劳烦妙玉姑娘去请平婆婆出来，我有事要禀报。娘娘稍等，我进去通传。很快平婆婆就走了出来。娘娘是有何事？平婆婆，我当时装病给推拒了，我一直都是太子妃的人，您一定要帮我带话呀。娘娘放心，奴婢会禀告给太子妃的。谢谢平婆婆，那我就先回去了。平婆婆弯腰行礼，送了李佩兰离开。回去的路上，娘娘，太子妃是不是生你的气了？否则怎么不见娘娘？不会，我这么老实，娘娘怎么会生我的气呢？走吧，咱们回宫，估计我要的点心御膳房应该送过来了。万春殿，苏公公小心的禀报：殿下，李娘娘吃坏了肚子，疼得无法过来。那个只会吃的蠢猪，除了吃还会什么？这时候石喜进来禀报：太子殿下，萧侯爷求见。你说萧景睿回来了？到底是谁通知他的？还有，没有圣旨，他怎么贸然回京了？莫毅的心跳得很快，他不知道他能否骗过他，调整了下表情，莫毅才开口：请他进来吧。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表哥不必多礼，都是自家兄弟。莫毅知道赵祯和萧景睿的相处形式，所以这时候的态度和从前一样。可萧景睿的眉头却是微微皱起。表哥，泉州现在形势如何？萧景睿如从前那样坐下来之后，就和莫毅禀报了泉州的情况。表哥，看来泉州匪寇的事，还是朝中重点要防范的地方。待父皇的葬礼结束之后，泉州还需要表哥去镇守。萧景睿心中诧异，这次的圣旨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宣旨太监已经隐约传递了。这次回来，上面有意让我接手兵部，只是太子却好似是不知道一样。皇上既然驾崩，这圣旨难道不是太子下的？还是太子又改变了主意？萧景睿心中很是疑惑。萧景睿一身脏污，起身：是，一切都听太子的吩咐。殿下，臣回来的匆忙，还没来得及回去梳洗，臣先告退了。好，那表哥先回去。萧景睿揣着满肚子的疑问走出了皇宫。等人走之后，立即就有小太监进来禀报了：殿下，查到了，李承辉没病。苏公公离开之后，他立即就去了承恩殿。哼，给脸不要！小太监吓了一跳。莫毅整理了一下衣袍。太子妃可是见了李氏？没有，听说太子妃病了，李娘娘没有见到太子妃。病了？走吧，既然太子妃病了，估这个太子不去看看，岂不是太无情了？莫毅才走出大殿，就看到了左仆射大人来了。臣参见太子。免礼。两人又回到了大殿之内。殿下，还请您过目。巩大人，这是？回殿下，这些大臣都是同意殿下立即登基的人员名单。若是殿下同意，殿下可以组织个小朝会，臣等会一起联名提出此事。巩修启小心地观察太子的神色。殿下从前的果决，臣等都是看在眼里的。如今太子还有什么犹豫的呢？饭都给你喂到嘴边了，你这都不吃，这人的变化也是真大。好，明日在两仪殿组织小朝会，有劳巩大人去传达此事。是，微臣领旨。巩修启离开之后，走去东宫。宫外，秦婉在西山试验了大炮，而且大炮的射程也很远，之后就放心了。有了这个武器，他还真就谁都不怕了。主子，萧侯爷回京了。走，先去萧家。是。萧景睿梳洗完之后，就有人禀报有故人相见。请进来。很快，太子妃怎么这个造型？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认出我了？青瓷她也是如你这般。太子妃这般的造型是为了何事？想必侯爷已经入宫拜见太子了。太子妃，你想说什么？实不相瞒，这次调你回京的圣旨是我下的。萧景睿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看向秦婉的目光也不善起来。萧侯爷不必动怒，本宫比谁都希望太子能登基，可是现在宫中的人并不是赵真，是别人假扮的。你说的是真的？虽然没有亲自把那人的面皮摘下，但我相信他绝对不是赵真。赵真身边那么多护卫，想要取代他很难，而且我今天进宫了，还见了好些熟面孔，他们总不能都是别人假扮的吧？我怀疑假扮之人就是赵真从前的替身莫弈，他深得赵真信任，又知道他的习惯，想要动手不难。萧景睿倒退了好几步，赵真若是真有不测，那燕朝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他想取代太子，哪有那么容易？无缘无故，他怎会有这么大的野心？韩氏死的时候，腹中已经是有了莫弈的孩子，如今韩氏已经死了，莫弈这次怕是回来报仇的。虽然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已经派人去沿路寻找赵真，不管生死，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既然怀疑他是假的，为什么不早些拆穿呢？他顶着太子的身份回来，不曾好轻易动弹，况且兵符都在他手中，而且拆穿他好说，真正的赵真流落在外，我也怕有他人浑水摸鱼，趁机对赵真不利。秦婉必须要解释清楚，他还需要萧侯爷稳固天下兵马。不过现在萧侯爷回来，明日我就会颁布任命萧侯为兵部尚书，宫中的人也可以拆穿了。好，依太子妃的。莫弈的防范心很重，功夫又高，本宫就算是想要偷偷下药都很难。太子妃的意思是，不知道萧侯的功夫和莫弈比起来如何呢？就是太子殿下也不是本侯的对手。这不就成了吗？到时候萧侯可以借着切磋武艺的时候拿下他。好，秦婉和萧景睿这边通了气，就告辞离开了侯府。史策带着他立即往宫里赶。东宫内看着眼前的小孩和一只大老虎，他倒是也不敢硬闯了。小狮子见到爹爹为什么不过来？爹爹不好，都不要我和娘亲了，我们现在也不要你了。平嬷嬷，太子妃呢？姑要见她。回太子殿下，娘娘今日身子不爽利。就算不爽利，难道连见一面都不成吗？还是秦氏以为掌管了后宫，就不把本太子放在眼里了？姑看秦氏这太子妃是做到头了。莫弈这话一出口，东宫的下人全部都吓得跪在了地上。这时候从房间内缓缓地走出了一个人，也吓了一跳。这女人还真在宫里。曹泽宇就这么看着台阶下的众人。不要靠过来，不要靠过来。此时他也不敢靠近，他也怕太子妃认出他是假的。既然太子妃无碍，姑也就放心了。太子妃好好的养着吧。说完不管其他人，直接转身离开了。虎头，你是好样的。虎头呜呜了两声。我知道他不是爹爹，不知道我爹爹现在怎么样了。渣渣怎么还没有消息呢？曹泽宇把人糊弄走了，学着女人的步子又回到了殿内。小狮子也颠颠地跑了进去。唉，也不知道阿姐什么时候回来，她出去这么久了，外面都要天黑了呢。应该快了，舅舅，咱们安心等着吧。那咱们继续看一个纸条吧。好呀好呀。小狮子立即把他的小挎包找了出来。小狮子截获的消息好些都用了暗语，是需要破解的。一大一小，两人凑在一起又玩了起来。秦婉顺利地进了皇宫，他回来之后立刻就有宫人禀报了莫弈的行踪，并告知他来了东宫。秦婉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桌面。娘娘，太子今日过来，怕是想要查证娘娘是否在宫中。他要是连这点警觉心都没有，哼，怕是脑袋早就搬家了哦。娘娘，你说太子要见李成辉是为了什么事？不过就是想要借着李氏打压我罢了。李成辉拒绝了太子，然后立即就来了咱们这儿表忠心。以后跟李氏的待遇再提高3分。是。秦婉无暇管李氏的事，他想的则是左仆射要莫弈召开小朝会的事。来人！很快魏喜就走了进来，趁着宫门没落锁，尽快去萧家和谢家宣读这2份圣旨。是娘娘。翌日，两仪殿的小朝会上，现在见到了一个个老面孔，倒是有闲心一起寒暄。现在尚书省空调2个关系户，一个是太子的表哥，一个是太子的幕僚。谢玉安早就被打上了太子的标签，毕竟太子是武将，而谢玉安从前就是太子身边的狗腿子。太子不知道的弯弯绕绕，都是谢玉安那厮在旁边提点的。左仆射看了中书令李纯一眼，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太子驾到！众位官员齐齐站好，莫弈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在最前方。本来他想直接坐在龙椅上的，可是殿内伺候的老太监准备了一把椅子放在了龙椅下面。
莫弈看了一眼龙椅，按捺住了躁动的内心。莫弈坐在龙椅前的小椅子上，苏国公站在一旁扫了一眼太子，什么话也没说。就算觉得那诡谲之事，也不要妄言。宫里这位最擅长钓鱼了，那心眼如蜂窝一样的太子妃，完全摸不到他的脉络，还是不当出头鸟的好。朝中6部9卿的官员可是都到齐了。左仆射扭头看了看，回太子，新任兵部尚书萧景睿和礼部右侍郎谢玉安未到。什么任命？谁下的圣旨？莫弈气得直接站了起来。说什么时候下的圣旨？右仆射这时候开口了：殿下，昨夜在落锁前，从宫里送了2道圣旨出去，一封是去往萧家，一封是送往谢家。难道这2封圣旨不是殿下下的？孤从来没有下这2道圣旨。萧侯虽然是孤的表哥，但是他资历尚浅，也不能因为是本太子的亲戚就给他如此高位。兵部尚书的位置如此重要，怎么能如此儿戏呢？此外，谢玉安一个残疾之身，且面容已毁，当一个中书舍人已经是孤大发慈悲了，他怎么能进6部呢？曾经如此辅佐你的人都被你嫌弃成这样，那我们投靠过去，那这下场……你是不是傻呀？说这些细枝末节做什么？话头都已经牵扯到了太子妃，你倒是接着这个点说呀。这时候只能继续说：殿下，圣旨上可是有玉玺的印章，不是太子下的，那就是太子妃了。各位大臣，太子如今已经回京，从前先帝驾崩，太孙年幼，有太子妃掌管朝政，本是无可厚非。可如今太子已经回京，玉玺就应该归还给太子。此外，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子还是早日登基，以安天下民心。其他大臣都没有吭声。明明都说好的，这些老滑头为什么不出来吃吃我？还有没有一点诚信了？他这时候只能点名：袁太师，你觉得我说的可对？袁太师站了出来：龚大人说的是，不知中书令意下如何？太子是一国储君，更是未来天下之主，但臣以为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办好先帝的葬礼，等葬礼结束之后，殿下登基为好。中书令，你还真是太子妃的好狗，孤是太子，你都不把孤放在眼里，难道你只认太子妃那一个主子不成？哼，她秦氏不过是个铁匠之女，孤当初能立她，现在也能废了她。这时候，是吗？我倒是要看看谁要废了本宫。孤是太子，当然有权利废了你。太子？哼，你配吗？太子妃，你竟然如此猖狂！虽然你是燕朝太子妃，但是那也不能越过太子和皇后。如今你滥杀无辜，倒行逆施，杀了好些朝中大臣。现在太子回来，你竟然还把持朝政，不把太子看在眼里。你这样的毒妇不配为太子妃。左仆射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大段话，然后就看向其他同僚，他们悄悄挪动，以至于左仆射的身边顿时空出了一个圈。左仆射立即看向右仆射：龚大人说得对，自古女子不得干政，太子妃还是不要贪权揽政。各位大臣，你们真的觉得秦氏如此还能当太子妃吗？她如今竟然都敢质疑太子，她这是想要篡位，自己当女帝的节奏啊！苏国公见到老小子一直向自己这边走过来，连忙挪动小碎步。苏国公，你觉得我说的可对？对你个大头鬼，你个蠢货！现在你闹得欢，一会儿准保你哭得最大声。从前斩首的人确实是贪了朝廷的银子，还有人勾结了前朝的余孽，他们的死倒也不算冤枉。秦氏，你太放肆了！这里是小朝会，不是你能随意来的地方。况且，你一个后宅的妇人，朝中之事不容许你插嘴。还有母后还在，后宫之事以后就由母后掌管。来人呐！苏公公小跑着进来。殿下，去坤宁宫，请太后过来。是。苏公公又小跑着出去了。太子妃，孤才是太子，你不过是太子妃而已，你不要搞反了。哼！孤劝你立刻把玉玺和凤印都交出来。这样孤还会看在你孕育子嗣的份上，给你个凤仪的位分。本宫再说一遍，本宫的位分可不是你能废的。孤是太子，未来的皇帝。莫叶，你以为你能骗过所有人吗？你不过是太子的替身，还以为是能够瞒天过海。秦氏，没想到你如此狠毒，为了自己上位，
竟然污蔑本太子的身份，真是岂有此理！来人呐，来人！很快，殿外的禁军就走了进来。快把秦氏拿下！即日起，削去太子妃的封号，打入冷宫。没有姑的吩咐，不允许放出来。禁军看向秦婉，就是不敢上前。动手啊！都是废物吗？于是向秦婉走去。谁敢？那2名禁军倒是不敢前进了，他直接自己飞身而起，大手向秦婉的脖子捉去。突然从四周飞出来几个人，萧景睿直接拉了一把秦婉，顺便把他带出了两仪殿的殿外。失策！你竟然背叛过，帮着那秦氏！莫弈，你不要再狡辩了，你已经暴露了。禁军，快过来，把人拿下！这时候，穆青带着大部分的禁军已经把两仪殿围了起来。太子妃，你说太子的身份有异，希望你能给本将一个十足的证据。秦氏，原来你早就红杏出墙，和萧景睿有染，否则怎么会如此费尽心机的扶持他？现在又污蔑本太子，你不过是想让你的奸夫上位。我操！皇家还有这么一文？萧景睿看见这个假太子竟然随意的攀咬他和太子妃的关系，飞身上前，直接想要去擒拿莫弈。这时候，莫轩和许攸两人直接站了出来。萧侯爷，你不能对太子无礼！许攸，萧侯以下犯上，立即将此人拿下。许攸看了一眼萧景睿和秦婉。许攸，此人不是赵真，他是莫弈假扮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在一旁看着，本宫自会给你证据。见他很迟疑，本宫保证，在证实之前，本宫绝不伤他分毫。他看了秦婉一眼，又看了一眼太子。全体护卫让出路来，让萧侯爷和太子切磋。许攸，你敢！太子殿下放心，属下绝不允许萧侯爷伤殿下分毫，殿下放心切磋就好。好，你们一个个的，全都想要造反不成？许攸，许攸看向莫轩，难道你不想知道太子变化的原因？还是你知道那是你哥哥莫弈？放心，不会让那些人伤了太子分毫。赵真已经死了，就算我今天暴露了又怎么样？我都不亏。从回到长安城，我不是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吗？莫弈想到这里，心中倒是更安定了。和萧景睿对打的时候，招数倒是越发的凌厉起来。最后一招，萧景睿直接把莫弈擒住了。莫弈被制住，秦婉立即吩咐：“来人，把他脸上的面具给本宫揭下来。”桂喜立即上前。这时候，小太监喊了一句：“皇后驾到！”大胆，萧景睿，你想干什么？你们竟然敢对太子不利！来人，快来人呐！太子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后怒气冲冲地来到秦婉的身边。秦氏，你果然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太子说的不错，你果然被权力迷了眼，想要自己上位。母后，你就这么确认眼前人是你儿子？太子是本宫的儿子，我岂会认错？你不要为你的野心找借口了。哼，我真替赵真悲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莫弈，伸手在他脸上摩擦。他就这么仰着脑袋，面露不屑地看着秦婉，从腿上拿出匕首，直接把莫弈身上的衣服划开了。就是萧景睿也吓了一跳。秦氏，你拿刀干什么？大嫂，你不要冲动。秦婉把莫弈的衣服划开，终于在他的后背处找到了漏洞。顿时，莫弈的面容暴露在众人的眼前。这人还真不是太子啊！哎，咱们怎么没看出来啊？不过太子妃这女人眼光也太毒了吧，这都能发现？放屁，那是太子的枕边人，还能发现不了？说的也是，就算瞒过了父母，也瞒不过枕边人。哼，想瞒过父母那也不容易，毕竟是自己的孩子。那人说完这话，更有讽刺皇后的嫌疑，立即闭嘴了。皇后又不是聋子，她现在也下不来台了，她直接甩开宫人，向莫弈冲去。说，太子呢？我儿子呢？母后，我不就是你的儿子吗？就凭你也配和太子比？你不过是我赵家的一条狗，当初要不是侯爷捡了你们，给了你活命的机会，你早就饿死了。快说，太子在哪儿？我是一条狗，但是你儿子赵真，堂堂燕朝的太子，最后也是像一条狗一样被我凌辱。我告诉你，你儿子死了，我亲手打断了他的双腿，又挑断了他的手筋，灌了毒药，扔下了山崖。你们的太子没了，是不是很开心啊？啊！瞎说什么大实话。不过和年富力强的太子比起来，4岁的太孙貌似更好控制。大哥，为什么太子对咱们不薄？莫弈不看弟弟，他天赋比自己高，又怎么懂得他的苦楚？
来人，把莫毅压下去。就在萧景睿松开莫毅的瞬间，谁料他猛然抓住了在他身旁的皇后。都不准动，否则我就掐死皇后！救本宫！太子妃，救我！天不亡我，有了皇后在手，我一定能逃出去。莫毅的脑门出了一个洞，皇后直接昏死过去。她其实不介意莫毅的手劲再大一点的。来人，把莫毅的尸体带下去。是。很快就有禁军过来，把莫毅的尸体拿了下去。赵荣这时候跑到了皇后的身边。母后。皇后依然没有醒过来。三弟，你带人把母后送回坤宁宫，然后去请太医。赵荣知道之前是误会大嫂了，也有些不好意思。大嫂，我先送母后回去。秦婉点了点头。这时候安国公和顺国公也走了过来。太子妃，之前是我误会了。二叔没事，你们也是被莫毅那人给蒙蔽了。太子妃说的对，我们当时就是急了。说起来，还是莫毅这贼人可恶，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暗害太子，企图取代他。二叔、三叔，你们今日也都受到惊吓，还是先回去吧。好。安国公和顺国公倒是没有反对，现在宫里能靠得住的，还真只有太子妃了。秦婉来到了那些看热闹的大臣面前，让众位大臣受惊了。那些大臣微微弯曲了身子。幸亏娘娘慧眼如炬，识破了那贼人的算计，否则赵家江山都要被他颠覆了。扁太师这时候站了出来。老臣请问太子妃，娘娘是何时查到假太子的身份有异？可派人去寻找真太子的踪迹？本宫比谁都希望那贼人说的是假话，可是本宫也是最近几天才察觉到太子身份有异，现在已经派人去查太子，可现在还没有消息传回来。秦婉那悲伤的模样一点都没有掺假。太子怕是。秦婉的话没有说完，眼泪就流了下来。娘娘保重身体，好在太孙身体强健，又聪慧善良，将来必定是个明君。这老家伙还真是有意思，这是怕我上位啊。不过他是小狮子的老师，能一直为小狮子着想，那也是好的。袁太师说的对，以后太孙的教育那就有劳太师了。本宫也希望太孙能够成为大燕朝的明君。太孙还年幼，此时还需要娘娘在旁辅佐，娘娘也要保重身体啊。谢李大人挂念，朝中各地方送来的折子，先由中书令李大人审阅，实在拿不准的，再过来禀报给本宫。秦婉这话一开口，立即让那些还七想八想的大臣目光对准了中书令李纯。好了，众位大人还是先回去吧。众位大臣给秦婉行了礼之后，就三三两两的往宫外走。中书令李家，以后5岁以下的女孩全都要好好的培养。李老夫人斜睨了丈夫一眼，这老头子最近真是飘得很。行了，你们全都下去吧。家中不管男孩还是女孩的教育，全都不能松懈。是母亲祖母。李家的儿媳妇儿和孙媳妇儿都规规矩矩的走了下去。你现在就开始关注家中的女孩子，难道是为了给太孙选媳妇？先帝驾崩，太子也坠崖，太孙登基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礼部现在已经准备太孙登基的事宜，只等着寻回太子的尸体就成了。你就这么确定太孙能登基？李纯的眉毛一竖。太孙不登基，难道太子妃想当女帝不成？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瞧着太子妃这女娃子不一般，她的心思太难猜，她的谋算也不低。现在虽然你做了宰相的事，可是名头并没定下，现在你倒是成了朝中的活靶子。李纯捋着胡子的手就是一顿，思索片刻，他也想明白了一些事。糟了，我是掉到了太子妃的坑里了。你呀，以后把翘起来的尾巴收一收，宫中的事再看看吧，别那么早下结论。最近朝中大臣为了争夺辅臣之位，斗得像是乌眼鸡一样，我现在已经身在局中啊。既然身在其中，把水继续搅浑了就好，只是你在太子妃那边要低调一点。李纯拍了一下额头，转身对李老夫人作揖。亏得夫人提醒。
你不嫌我唠叨就好。夫人提醒的正好。此时皇宫内，小狮子的头顶盘旋了好几只小鸟。娘亲，爹爹和一个叫朗布的人在一起。朗布是谁啊？他呀，是娘亲从前的一个朋友。娘亲，那些人都太笨了，竟然找不到爹爹。爹爹明明就在西河。西河，一个山林小路上，朗布背着赵真飞快地奔跑着。你把我放下，你自己逃吧。你闭嘴，否则我就把你扔下去。这时候，两人身后有箭矢射了过来。好在赵真身上穿了锁子甲，箭扎在身上，但是没有受伤。朗布，不要再跑了，你是逃不掉的。他和赵真就被人围住了。朗布，你还真能逃啊！朗布背着赵真，不敢把他放下。真没想到这儿还有一条大鱼啊！大燕朝的太子。赵真，没想到你竟然落到了我的手里啊！赵真满是怨念地盯着朗布的后脑勺。赵真，你完了，你的好运气用完了，其他见过你。赵真，没想到你竟然落在了我的手里。当初你在金銮殿上可是威风得很啊！来人呐，把这两人都给抓住了，要活的。于是，一些胡人士兵全都向两人冲去。西河万柳镇，李卓带着一众人，拿着赵真的画像，正在寻人。哎，你看那胖麻雀肉真多呀！是啊，这么胖，烤起来一定好吃。把我的弹弓拿过来，我去把它打下来。老鹰这时候向下冲去，直接找到了李卓。李卓直接伸出手臂，老鹰落在了他的手臂上。咱们是继续在城里问，还是跟着这老鹰走？走，跟着他们走。这时候，在街上寻人的护卫也跑了回来。大人，在医馆那边打听到了大公子的消息，那大夫给大公子治过伤。人可在医馆？不在，今天一早匆忙的离开了。两个人走得很匆忙。两人？知道和公子在一起的人是谁吗？名字不知道，是个高个子，面容很黑的男子。这时候，渣渣又开始叫了起来。这是太孙的宠物，不能伤了。李毅，你带着10人继续在万柳镇寻找，我带着剩下的人跟着这小东西走。好。李卓带着剩下的20人，骑着快马，跟着天空的老鹰，迅速出了镇子。此时，赵真骑在马上，朗布给他牵着马。你还真是个棒槌，你说你还有什么脸活着？要是我的奴隶敢背主，我全都扒了他们的皮。赵真，我看你也是浪得虚名，我们部落的士兵还说你是战神，我看你就是个废物，是个鸟神吧？你个残废太子，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嚣张？以后你不能走路，只是在地上爬，那不成狗了？这时候，山林中突然飞出来了好些鸟雀。大人，你看，那是不是海东青？这哪是海东青啊，不过是个普通的鹰罢了。都不要伤了它，我看这鹰颇通人性，追着本将而来，想必是想成为我的专属鹰。这时候，后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哎，各位好汉，我们不过是普通商旅，这些银子还请笑纳。20多号人直接飞身上前，向赵真这边而来。片刻间，齐泰等人就全部跪在了赵真的马下。属下救驾来迟，还请殿下责罚。起来吧，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厮的运气还是那么好。李卓这边找到了人，直接把信号释放到天空中。送几人上路。赵真，你这狗东西，我当时都没杀你，你竟然如此忘恩负义！若不是你想利用本太子换取好处，想必你也不会留我一命。手起刀落之间，齐泰和他的部下全部都被灭口了。走吧，咱们速速回京。是。见朗布不动，走吧，你也随国一起去长安城吧。你的目的地不也是长安吗？你愿意带我一起走？怎么，你又不想去了？我要去。朗布立即就跟了上去。回长安的路上，马车内，殿下，你是不是能听懂动物的话呀？不能。你听不懂为什么这些鸟能找到你，而且那些人出现的又那么及时？你瞧瞧，这小胖鸟好像能听懂咱们说话，他也许懂，但我可不知道他说啥。哟，这小东西还怪有脾气的。他不喜欢你碰他。哼，有人撑腰到太子，脾气都见长了。太子妃对太子还真是情深呐，那假的才艺回去就被太子妃识破了。他翘起嘴角，
太子妃是孤的妻子，自然一眼就能看出真假。长安城内，娘亲，爹爹就快回来了呢。不过这个消息要保密哦，还不能传出去。好。随后他又有些烦恼的样子。娘亲，同窗家好些妹妹都要嫁给我，你说我选谁好呢？谁要嫁给你啊？就是同窗的妹妹们啊，他们家的大人都想他们当皇后，让他们进宫来嫁给我。还有李弘毅的祖父，他已经在家里选小娃娃了。娘亲，我不喜欢太小的小孩。娘亲，一定要娶，我能自己选吗？我觉得范文淼的姐姐更好，她很会照顾范文淼，还能给她做荷包、做甜糕。我能选她当太孙妃吗？范文淼的姐姐多大了？会了这么多，再小估计得要8、9岁了吧？明年就及笄了呢。秦婉一脑门子的黑线，一个才4岁的小豆丁知道什么是成亲吗？还有李弘毅的祖父不就是李纯吗？这老家伙野心不小呀，看来得给他找点事情做了。秦婉很无奈地看了一眼小狮子，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喜欢谁就娶谁当你的妻子，现在不着急啊。小狮子听到秦婉这么说，也是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以为一定要选一个呢。嘿嘿，要是一定选，那就选个大的。要是我累了不想走路，还可以抱着我走。嘿嘿。秦婉不继续这个话题。走吧，咱们去看看弟弟妹妹。娘亲，弟弟们还没有名字吗？还没想好呢。小狮子牵着秦婉的手一蹦一跳的。娘亲，我是不是出生了就有了名字？你刚出生之后就起了小名哦。娘亲，你是不是最喜欢小狮子？嘿嘿，弟弟们都没名字，我一出生就有呢。嘿嘿。那当然，娘亲最喜欢小狮子，你就是娘的命。秦婉说的不假，她不会为了赵真舍命，但是为了孩子，她可以。这是她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我不要娘亲的命，我要娘亲一直陪着小狮子。秦婉脸带笑意，直接把小狮子抱了起来。娘亲，小狮子重，快放下我。放心，娘亲还抱得动你啊。小狮子被娘亲抱着，既觉得羞赧，可是心中又在贪恋。他的大脑袋搭在秦婉的肩膀上，是娘亲的味道。脱了鞋和弟弟妹妹玩吧。秦婉把小狮子放在床上。娘亲，秦婉立即过去，把小狮子的头发解救出来。娘亲，妹妹的力气好大呀。2个弟弟温顺一些，你和弟弟们去玩。好吧。2个原本还在啃手手的小婴孩，立即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小狮子。娘亲，我的名字叫小狮子，那弟弟们是不是也要和我一样？那小狮子想给弟弟们取什么小名呢？本来他们有一个可以叫小老虎的，只是我已经有虎头那个弟弟了。那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啊？秦婉同情地看着双胞胎，你们小名好不好听就要看你哥哥的了。娘亲，我觉得2弟可以叫小狐狸，3弟可以叫小豹子。那妹妹呢？想叫什么？小狮子看了妹妹的羊毛卷，就叫妹妹卷卷好不好？小狮子说完这话，一脸求表扬地看着秦婉。娘亲，你说我起的名字好听吗？好。这时候平婆婆巧步匆匆地走了进来。娘娘，萧侯爷带着兵部的几位大人来了立正殿，好好照顾孩子们。是，娘娘。秦婉收拾妥当之后，就去了立正殿。臣参见太子妃。秦婉抬了抬手，免礼。秦婉落座之后才问萧大人，士兵部有什么事情吗？萧景睿肃穆着一张脸，他拿出了折子。回娘娘，臣接到了益州和单州的急报，西羌和白狼部族在边境和我军起了摩擦。娘娘，这2个部族狼子野心，怕是知道了先帝驾崩的消息，趁机来中原捞取好处。萧大人有何想法？娘娘，这是益州刺史的折子，请您先过目。他接过折子，仔细地看了起来。单州的折子呢？萧景睿直接把单州的折子也送了上去。秦婉看了一遍。几位大人意下如何？是打是和？娘娘，臣愿意亲自上阵去单州。兵部右侍郎站了出来。娘娘，今年太子率兵亲征，这一打就是大半年，恐怕粮草和军备上都有欠缺，户部应该拿不出这些钱了。来人，把陆尚书请过来。守在殿外的小太监立即去请人了。很快，陆尚书就走了进来。臣参见太子妃。起来吧。陆大人，现在国库还有多少钱？
黄河水患，50万两银子的赈灾款，兵部兵器还要80万两，工部还申请了100万两用于太子的陵墓。秦婉捂住额头，立即打断：工部的那100万两修陵墓的钱不用准备。太子妃是什么意思？是太子没死，还是真的对太子无情？萧景睿也看向秦婉。太子妃，可是有了太子的消息？是，太子已经在回京的路上，算起来不用10日就可抵达长安城。太子殿下还在，大喜大喜呀！殿下乃是真龙天子，遇事定能逢凶化吉。此事暂时保密，你们都是本宫最信任之人，才让你们知晓。太子妃放心，臣知道轻重。太子妃，那礼部准备的登基大典，难道不是为太孙准备的？是，等太子回来就可以立即登基。太子妃英明，哼，几个老家伙还在争夺辅臣之位，到时候一定是空欢喜一场。萧侯爷，你才升任兵部尚书，此时你也不适合出京，前往善州支援。是，若是臣不适合去，臣倒是有个人选推荐。侯，萧侯觉得何人可以前往？惠娘娘，臣以为可以派曹锟前往。曹锟？就是永昌伯爵府夏伯业的女婿。秦婉一脑门子的黑线，这人不就是他娘后来嫁的人吗？此人从前没听说过有什么才干，西羌部落骁勇善战，派曹锟去善州，是不是太过于儿戏了呢？曹锟的祖父就是商朝赫赫威名的战神曹桓，其父亲曹兴辉也是大将军。当年西北地区有曹公镇守，才保住了商朝数十年的安稳。萧景睿见秦婉没有说话，还以为他在介意。娘娘，在臣年少时，曹锟还曾指点过臣。曹锟的功夫不弱，且曹家在前朝也是出过大将军的，在领兵作战方面，曹家人都很有天分。况且曹家曾经镇守西北，对边境的西羌和夏国都极为了解。臣以为可派曹锟率兵前往善州支援。萧侯，曹锟可有从军的打算？实不相瞒，曹锟曾经找过臣，有意从军，正巧遇到善州之时，臣才会举荐此人。那好，善州就由曹锟前往，任他为正六品的昭武校尉，率兵前往善州。是。众位大臣全部都退出了大殿，秦婉才伸了个懒腰，揉了一下太阳穴。来人！很快，苏公公就走了进来。娘娘，去把太子常看的舆图拿过来。是。苏公公自从贾太子死了之后，对秦婉是越发的恭敬了。这时候，平婆婆端了一杯茶走了进来。娘娘，喝口茶润润喉。皇后的病好些了没？皇后娘娘那日被吓着了，现在听到一点声响就会出现惊厥，而且娘娘神志不清的症状越发的明显了。秦婉也是没有想到那日的事会让皇后留下这么大的后遗症。赵祯回来了，要是看到他娘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埋怨他。想到这里，秦婉又有点烦躁。这时候，苏公公把舆图拿了上来。秦婉展开舆图，此时赵祯也遇到了前来接他的郑林。卑职郑林参见太子殿下。郑将军请起，事不宜迟，咱们快下回长安城。是。来人！很快，苏公公就小跑着进来了。娘娘，奴婢在。苏公公，你把这个图纸给工部送去，命令工匠要在5日之内造出来。娘娘，奴婢瞧着好像是个椅子。这是轮椅，推着就能行走的椅子。好，我这就吩咐下去。苏公公离开之后，秦婉又把高公公叫了过来。高伯、许护卫等人都老实吗？娘娘放心，许护卫等人都老实得很，下面的孩子们也盯得仔细。那就好，都看得严实点，别让他们死了。太子回来看看他怎么处理他们。以前受到表妹的背叛，现在又受到了亲如兄弟的护卫的背叛。高伯，锦衣卫那里也要加紧培养，争取他们能早日独当一面。是，现在尚瑞全权负责训练新人。只是娘娘曾经想要把锦衣卫挂在兵部，奴婢觉得不妥。可是有什么难处？娘娘在皇上昏迷的时候提出来，皇上醒来之后并未赞成，虽然没有解散锦衣卫，但也是置之不理。秦婉那时候在养胎坐月子，倒是没有过多的关注。此外，现在国库不丰，6部每个部门领取的钱都是一定的，锦衣卫放在兵部，兵部的大人们也是颇有微词。高伯，过去是我考虑不周，以后锦衣卫也是一个单独机构，至于给锦衣卫的俸禄，全部从本宫的私库里出。是，奴婢记得了。此外，以后锦衣卫的办公地点也从兵部那边撤离，有劳高伯在长安城寻找一个新的落脚点。记住，
地点选个好的。几天后，工部终于是把秦婉要的轮椅做好了。苏公公带着工人从弘文馆前经过。苏公公，这是什么？见过谢大人，这是我们娘娘新设计出来的椅子。谢大人请看，这轮子是可以滑动的，腿脚不方便的人坐在上面也能自由活动。苏公公不管谢玉安的愣神，谢大人，小的还着急回去复命，就先告辞了。好，苏公公慢走。太子妃，她的太子，还真是情深意重。几天之后，内阁的几位大臣正在商讨太孙登基的日子，就有人来禀报：李大人，长安城外发现一队大军正在靠近。什么？大军靠近长安城？是，守城的郭将军发现的。快去派人通知太子妃和萧尚书，还有把京兆尹杨鹤和穆统领请过来。是。内阁的几个人刚才分得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担心。娘亲，咱们要快点儿，爹爹都要到了呢。快了。小狮子，你去看看弟弟们收拾好了没？好。小狮子掀起小袍子，立即跑了出去。二弟三弟，爹爹要回来了，你们今天要乖一点儿。小狮子来到小老二的身边，特意嘱咐：尤其是你，不能假哭。行了，既然准备好了，咱们走吧。是。走，咱们去立正殿，告诉众位大臣这个好消息。娘娘，臣接到通报，长安城外出现一支大军，正在向长安城逼近。臣觉得应该调遣金吾卫和禁军前去应敌啊。梅大人这时候也站了出来。娘娘，不知道萧侯爷在哪儿？萧侯爷骁勇善战，此时需要他上阵杀敌呀。是啊，娘娘。李大人和梅大人都不必着急，本宫今天正好是有个好消息想要告诉大家。娘娘，是什么好消息？娘娘，现在这时候是要立即调兵遣将出城迎敌才是啊。本宫想说的就是这个事，城外的大军不是敌军，那军队就是我大燕朝的军队，而他们护送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太子赵祯。苏国公的拳头紧了紧。我就说嘛，太子妃这女人哪儿那么容易猜透？瞧瞧瞧瞧，这不就来了吗？好了，太子殿下要回京了，各位大臣可愿随本宫前去北城门迎接？萧景睿和谢玉安两人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谢大人，太子回来，你貌似不太高兴啊。萧侯爷何出此言？太子回来是我大燕朝之幸，本官岂有不高兴之理？以本官看来，萧侯爷才是真的不开心。谢大人不可胡说，太子乃是本侯的至亲，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太子安全回来。谢玉安在心里鄙夷了一下萧景睿，都是千年的狐狸，和他在这儿玩什么聊斋啊？萧景睿和谢玉安在秦晚上来的时候立即弯腰行礼。两位大人不必多礼。娘亲，我也要看。劳烦萧侯爷抱一下太孙。谁料谢玉安早萧景睿一步，把小狮子抱在怀里。老师抱我好。娘娘，殿下的车驾到了何处？李大人，你瞧，远处而来的就是郑林率领的大军。殿下能安全回来，是我们燕朝之幸啊！就是不知道娘娘何时知道殿下安全的？也没有多久。不瞒李大人，当初派兵出去，本宫心中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殿下洪福齐天，竟然在山下被人所救。不过殿下身上有伤，恐怕是要休养好些日子。朝中之事还要劳烦李大人。太子，你看是不是迎接咱们的？这是迎接姑的。太子，太子妃会不会来迎接你啊？哼，我就知道这厮不安好心。太子，太子妃会来吗？或许吧，要是不在城门口，进宫也能见到。爹爹，爹爹！哼，小弱鸡，还敢和我比？爹爹，小狮子终于见到爹爹了，小狮子很想爹爹。他爬上马车之后，一扭头就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脸。小狮子眯起眼睛，冷飕飕地看着朗布。这就是太孙殿下吧？这身板真灵活。爹爹，爹爹，我可想你了。赵祯没有说话，只是用了那只能活动的手臂收紧了些。爹爹不怕，回了皇宫，让洛爷爷给爹爹治病，爹爹很快就可以好了。爹爹知道。赵祯搂着儿子感性片刻，见到走近的太子妃和朝中大臣，之前那种感性的情绪全部都退了下去，面容也变得严肃起来。臣等参见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年千岁。臣妾参见太子，恭贺殿下回京。恭贺殿下回京。平身吧。秦婉站直身子，就这么看着赵祯。殿下可要换了车驾？不用了，马车直接回宫。赵祯转头看向朗布，就见这家伙正兴奋地看着秦婉，他双手一撑，也直接上了马车。你还……这不是想要跟你多说说话，等不及了吗？
把皇孙和小郡主都抱过来。秦婉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把3个孩子运输到了马车里，起驾回宫。太子殿下起驾回宫。谢玉安上了自家的马车，萧景睿则是上了战马。这时候，这位大人，你带着我一起进宫吧。刚才这个傻大个笑得跟个白痴一样，他才不想搭理他呢。于是，一夹马腹直接走了。朗布没有办法，又来到了谢玉安的马车前。这位大人，你带我一程。糟糕，是那个小白脸儿。尤其是对方脑门上的奴字，让他格外的心虚。是你救了太子殿下？是。他看着曾经被他欺负的小白脸，身体下意识地做出了防备的动作。为什么？她是扎琴的丈夫，我自然要救她。该死的，这是什么破理由？见到傻乎乎去追队伍的朗布，谢玉安头疼地揉了一下太阳穴。太子的马车上，婉婉，竟然是3个孩子。当初生产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想到生了2个，还以为结束了呢。谁料到没多久，肚子又疼了起来。辛苦你了。你的伤可要紧。是啊，爹爹，你的手和腿还疼吗？小狮子关切地看着赵真。无碍，好好养着就好。那就好。赵真看着怀中的小闺女，心里五味杂陈。咱们的闺女儿还真和她哥哥小狮子一样，你看看这卷曲的头发。爹爹，你看妹妹是不是很好看？她和我是真的像。要是你们妹妹像你娘就好了。爹爹，你看2弟和3弟和娘亲都很像了。殿下不觉得闺女这样很可爱吗？卷卷被爹爹抱着，挥舞着双手。她最小，倒是比2个哥哥长得壮实，看着也要更活泼呢。刚出生的时候她是最小的，那时候还以为养不活，谁料她却是最能吃的，力气也是最大的。姑的孩子怎么会养不活？瞧瞧，现在不是很健壮吗？车上一家6口是格外的温馨。很快，马车就进了皇城。到了宫门口，赵真的思绪也从妻儿身上抽离。她还有个最想见的人要见。秦婉知道赵真要去祭拜皇上，也不耽误她。苏公公这时候把准备好的轮椅带了过来。这是殿下，这是娘娘亲自设计的，知道太子腿上有伤，特意吩咐奴婢去工部打造的。爹爹，我有坐上去试过的，坐在上面滑动这里，轮椅就可以前进了。好好的陪着爹爹。赵真知道秦婉的意思，小狮子虽小，但逻辑清晰，表达能力又强，没有秘密可以瞒过他。这时候有小狮子在一旁，倒也是方便。太子妃先回东宫吧。是。赵真直接和小狮子一起去了太极殿，灵堂就在那边。大哥，大哥，你还活着真好，大哥。大郎，你终于回来了！顺国公激动地向关谷那边喊了一声：“大哥，你看，大郎回来了，他回来了！”这时候，关谷前火盆中的那细小的火苗，一下子就变成了火红的火焰。三叔，你快来，推着这里！他推着赵真去了关谷旁，赵真挥了挥手：“你们全都下去。”赵荣和赵二叔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慢慢地退了出去。小狮子没有走。看着赵真，爹爹，我也要走吗？他想说，其实他走了也知道爹爹在干什么。不过见到父亲的眼睛红红的，小狮子还是听话的走了出去。小狮子坐在台阶上，双手托着下巴，爹爹真是太可怜了。抚摸着先帝的关谷，呜呜的哭了出来。赵真这次栽的跟头真的太大了，险些让他送命。压抑的情绪宣泄出去之后，才又把小狮子叫了回来。他还有好些事情要问。小狮子哒哒的跑了进来。爹爹，你哭完了？你娘当初是怎么发现上次回来的人是假的？很好猜，他第一天回来我就发现不对了。哦，他哪里露出破绽了？赵真还真是好奇起来了。那人回来之后，在皇爷爷的棺椁前一点都不伤心，反倒是注意力都在那边的龙椅上。那人对着那龙椅摸了许久。哦，你就凭这一点觉得它是假的？爹爹真是太笨了，就像我有12生肖玉雕，我知道那是我的，平时不会多看一眼。可是白白和李弘毅见到，每次都要摸好久，甚至要求我给他们玩。皇爷爷的龙椅早晚都是爹爹和我的，咱们自然不会多看几眼。可是那个莫毅回来之后，就是最关心龙椅。小狮子挺起了小胸脯，傲娇地看着赵真。这事被我知道了，我就怀疑了，嘿嘿。
还有我娘，那个莫弈才回宫，我娘就带我去见她了。可是她太心虚了，不敢见我们。我娘超级厉害，她一下子就怀疑那个人是假的了。赵真看着嘴巴不停的儿子，伸手摸了一把小狮子的脑袋。好，你很好，你娘也很好，爹爹也很好，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咱们回东宫吧，你还要看太医呢。小狮子，你皇祖母现在怎么样？皇祖母的样子不大好，她现在不记得很多人了。赵真瞳孔微缩，怎么回事？爹爹还是问问三叔吧，他知道的更多。很快赵荣就被叫了进来，随后赵荣就把拆穿莫弈那天的事说了一遍。当时情况紧急，莫弈挟持了母后，皇嫂拿出了秘密武器射杀了莫弈，母后当时受到了惊吓，现在才神情恍惚，不大认识人了。赵荣看着赵真，大哥，你不要担心，母后的情况还好，现在当务之急是你养好自己的身体，大燕朝以后还要靠你呢。赵真点了点头，是了，他还有重担要肩负。殿下，先去沐浴吧。好。秦婉没有让工人进来，亲自推着赵真去了沐浴间，让苏富春他们伺候就好。赵真，让我好好看看，也看看你的伤，否则我也是不放心。好。赵真许久之后才闷闷地吐出来个好字。秦婉慢慢地把赵真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下来，看到腿上倒是光洁一片，有些诧异。说起来，我还要感谢莫弈的那一手功夫，否则我的腿也不会折得这么齐整。你可感觉有痛觉？秦婉还真怕赵真以后走不了路，那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能感觉痛，有感觉就好，养好了就能走了。白日也没来得及说，幸亏我当时遇到了南逃的朗布，他及时给我送去医馆，大夫说除了手以后不能拿剑，没别的影响。这是个好消息啊，为什么不是最先告诉我，害我担心这么久？婉婉，谢谢你。你我夫妻，说谢就太客气了。还真当起了赵真的搓澡工，帮着赵真洗了身子。正在气氛逐渐有点暧昧的时候，沐浴间的房门被敲响了。爹爹，娘亲，开门啊！秦婉皱着眉头。秦婉把门打开，就看到了小狮子抱着个木盆站在外面。你这是干什么？我也要和爹爹一起洗澡澡。秦婉才把门关上，看到小狮子的时候，这小子已经一丝不挂了。好家伙，动作还真的是快啊！三人在沐浴间1个时辰之后才出了沐浴间。承恩殿的内殿里，赵真和小狮子都在晒着头发。此时内殿里只有他和小狮子2人。小狮子见秦婉回来，立即坐了起来。娘亲，我今晚要和你们一起睡。好。娘亲，你是不是在笑话我？秦婉可不敢承认。没有啊。赵真回来的第2天，去了坤宁宫见皇后。他见了从前侍候先皇的奴才们，也知道了他离开的这半年的时间里宫内发生的所有事，同时也知道了皇上是因为发现2人的奸情才引发吐血的。可是引发这件事的导火索竟然是他的好大儿。赵真倒是没有怪儿子，冯顺作为先皇的身边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事都和赵真说了个清楚。殿下，李卓和李毅2兄弟都是陛下留给殿下的，只是上次回来的假太子斥责了他们，太子妃抓住时机把人要了过去。冯顺并不知道李卓等人是去寻找赵真的主力。殿下，娘娘那边和殿下说过此事吗？当初就是李卓等人前去寻找的故。殿下，先帝离世前曾经叮嘱奴婢，有句话带给殿下。说。先帝说，太子妃不是一般的女子，心机手段不缺，又有男子谋略，殿下切不可宠爱太过。见赵真的眼神越发冰冷。殿下，这都是先帝亲口吩咐的，奴才不敢胡言。行了，这事以后不必再提，烂在肚子里。是，奴婢晓得了。这时候石喜小跑着进来。殿下，萧侯爷和兵部左右侍郎大人来了，快请。很快萧景睿和左右侍郎就走了进来。萧景睿详细的介绍了一下现在益州和单州的局势。殿下，微臣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殿下尽快登基，然后昭告天下，那些想要趁乱的部族也会忌惮一二。殿下，萧大人说得对，北征的时候花费巨大，互不吃紧，益州和单州的战乱应该尽快平息才是。好，登基这事交给礼部准备，咱们先商讨一下作战方案。石喜，去把舆图拿过来。是。石喜小跑着去找大燕朝的舆图。内阁这边几个老臣没有被太子召见，倒是有些坐不住了。李大人，殿下回来都3天了，为什么还不召见咱们？
殿下才回来3天，况且他有伤要养，不急不急。众位大人安心办差就好，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殿下总有召见咱们的时候。太子妃在那边做什么？娘娘在招待那个叫朗布的大人。回来这么久，还真把这人给忘了。很快，赵祯就反应过来，他进宫了，为什么不立即通知过？是奴婢的错，那时候殿下正和萧侯爷商讨国事，奴婢就自作主张的没告诉殿下。好了，没那么严重，推我回东宫。是。去东宫的路上，赵祯第一次觉得太极殿到东宫的距离这么远。他现在正在狼吞虎咽的吃东西。哎呦，真疼啊！朗布大哥，你慢点吃。赵祯回到东宫之后，就见到了这一幕。朗布和秦婉两人对坐着，朗布纳斯还笑得很傻。推我进去。太子驾到。朗布和秦婉一起起身给赵祯行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赵祯，你这人说话不算话。才回宫，事情太忙了，就忽略了你。你这些天在哪里住的？哼，我在宫门口住了3天。赵祯属实是忘记朗布了。那脸上的包是怎么回事？看那样子，应该是被虫子蛰了。你们中原也是怪，都这个时节了，为什么还有蜜蜂啊？还有，你们的蜜蜂是不是认人啊？为什么要单独追着我来蛰？姑派太医来给你看看。朗布从腰间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嘿嘿一笑。不用，太子妃已经请了太医看过了，那些只是普通的蜜蜂，毒性不大。我这脸啊，擦几天药就好了。秦婉看着笑得憨厚的朗布，也是很不好意思。哦，那就好。饿坏了吧？继续吃吧。等你吃完了，咱们再说正事。朗布也没有客气，直接坐了下来。餐后，他和赵祯去了书房。朗布进来之后，左右看了看。太子殿下，这椅子看着真有意思。赵祯傲娇地看着朗布。这是婉婉知道我受伤之后，特意为我准备的。赵祯这厮是在和我炫耀吗？哼！朗布，你救了姑，这份恩情我一直都记得。你救了我一命，当初在燕北城的时候，太子妃又得你关照。你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赏赐？是不是可以求一个大的？赵祯，我以后能不能住在……赵祯看他吞吞吐吐的样子，意识到那话是他不想听到的。不能，换一个。赵祯，我还没说完呢。从前你说梦话的时候，都交代出来了。赵祯眯着双眼。朗布，这里是中原，和草原的规矩可不一样。况且那是我的妻子，我怎么会让出去？不是让你让出去啊，我是想加入进来啊，咱们3个人一起，不行吗？朗布非常委屈地看着赵祯。不行，朗布，你不要挑战姑的耐心。朗布知道踢到铁板了，救命之恩不好使了。好吧，那你看着给吧，我也不挑。放心，中原的好姑娘很多，到时候姑给你赐婚。不要，我的婚事不用太子妃心了。赵祯想了想，你出来京城，我赐你个宅子，可好？这个好。另外，再赐你伯爵的爵位，以后每月都可以领取朝廷的俸禄。赵祯，你这家伙还挺大方的，不小气。秦婉则是他们离开之后去找小狮子了。此时小狮子还气呼呼的，见到秦婉来了，直接给了他一个后脑勺。小狮子，哼，小狮子啊，娘亲也不是真想罚你的。小狮子委屈巴巴的看着秦婉。娘亲为了一个外人就吼我，那个人本来就是大坏蛋，他还想我去当质子，他不是好人，我让蜜蜂蛰他有什么不对？小狮子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那个时候是他不对，可是他现在不是救了你爹爹的命吗？要不是他，你可能都见不着爹爹了哦。小狮子，你想当一个没有爹爹的孩子吗？我不要，我要爹爹一直活着。那你是不是不能再伤他？我就是教训一下他，用的都是小蜜蜂，不是大马蜂。好吧，感情这小子还仁慈了一把。小狮子啊，其实你在娘亲肚子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朗布叔叔照顾咱们的，要不然你可能都不能出生。小狮子瞪大眼睛。真的？当然是真的。那时候娘亲和你爹分开，我和你二爷一家都留在了燕北城。秦婉耐心给小狮子讲了一下从前的事，就怕这小子口头答应他，暗中又对朗布使坏。朗布怎么说都是赵祯的救命恩人，不能让小狮子给玩死了。娘亲，他既然是好人，我以后就不袭击他了。好。朗布还不知道，有个小孩子曾经想了好些折磨他的主意。他乐呵呵地离开了皇宫，他要先找个客栈住下。赵祯登基大典少了一些威严。
因为身体原因，赵祯是第一个坐在轮椅上登基的皇帝，多少少了一些君临天下的霸气感。小狮子看着工人们给秦婉搬家，眨巴着大眼睛。大爸，娘亲他们全都搬走了吗？是，不仅是皇后娘娘，就是李妃也要搬到后宫那边。那整个东宫都是我一个人的地盘了吗？是啊，整个东宫都是你的地盘。太好了，我要把我的朋友们全都带过来。嘿，高公公想到那条把太子妃吓到的青蛇，心中瑟缩了一下。太子，其实你那些朋友住在大明宫也是不错的。大爸，你喜欢哪个宫殿都可以选啊。太子殿下，老奴从前住的地方就很好，不用换地方了。他是真的怕，早上醒来房顶还吊着条蛇呀。赵祯发现秦婉定下的规矩对管理朝政大有裨益，他并没有推翻秦婉之前的决策。朗布有了宅子，又多了仆人，京城好些酒楼他倒是去了个遍。日子过久了就觉得没意思了。这天他给赵祯送了一个请安的折子。赵祯现在已经不用坐轮椅了，知道朗布送了请安的折子，还有点诧异。哦，请金安伯进来吧。是陛下。陛下，现在李国柱和曹锟两路大军围剿西羌，一州之地只有夏同齐对抗白狼族，着实是吃力。现在若是有另一支大军从建围出发，和夏同齐一起围剿白狼族，那么胜利指日可待。那就再派一队人马，表哥认为派谁最合适？陛下，臣愿意亲自率兵出征。有表哥在兵部替朕盯着，朕放心不少。率兵出征的事，还是换成其他人吧。这时候走到店门口的朗布才一进来就听到了这么一句话：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朗布起来之后就好奇地问：要派谁出征啊？萧景睿对朗布此人还是有防备之心的，他端起茶杯开始喝茶。朗布看着戴面具的萧景睿撇了撇嘴，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于是转移话题：皇上，你都能站起来了。赵祯笑着颔首：现在行走已经不成问题了，能走就好。西河那老大夫的医术还行。你今天递了请安折子，是有什么事吗？我就是觉得日子无聊，想找你看看我能干什么。想到刚才萧景睿对他防备的样子，他自己挑了一个能做的事说：我除了打仗还能养牛马，要不然我去给你训练战马吧。不用，朕还有个适合你的差事做。什么差事？朕缺一个领兵出征的前锋官，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你愿意让我领兵？朗布不敢相信赵祯愿意信任他到这个地步。现在白夷族进攻燕朝，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率兵前往支持益州刺史？臣领旨。为此，朝中官员倒是有人出声，好些折子送上了赵祯的桌案，都是劝谏皇上不该用朗布出征的。赵祯都把折子扣了下来，他倒是不怀疑朗布的心思，这人孤身一人，没有别的家人。果然，朗布没有让赵祯失望。很快，丢失的城池也被抢占回来，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整个西羌和白狼族全都被灭了。为此，西部地区全都归了大燕朝。赵祯登基不到半年的时间，燕朝的版图就扩充了。